夜，大楚王朝安府，偌大的安家府邸，灯火通明，映照着彩龙、红绸、喜字，处处残留着白天的喜庆。一方古色古香的房间，宁晨突然惊醒过来。卧槽，这哪儿啊？我不是正陪8个老姐姐喝酒吗？宁晨满脸懵逼，内心显得有些恼怒。须知他宁晨可是全公司公认的内卷之王，年年夺得萧关，奖金拿得手软。原本只要搞定这8个老姐姐，他便能继续蝉联萧关。但现在是什么情况？谁他妈把自己弄来的？卷不过自己，就玩这种下作手段是吧？宁晨观察四周，然而一看之下，他却愣住了。只见他所处的房间雕梁画栋，玉卷珠帘，木檐纸窗，充斥着古色古香的古代风情。尤其是两面的窗户上，到处张贴着大红色的喜字，一排排红色烛火摇曳出喜庆的辉光。宁晨正纳闷时，突然瞥见一方铜镜，而在铜镜中，自己居然穿着一袭大红色新郎袍。最重要的是，仅在一卷珠帘隔绝的床榻上，还端坐一位身着红色嫁衣的曼妙身影。虽然顶着红盖头，看不到容颜，但仅是身姿就已丰神。天鹅般的雪颈，胸前双峰挺傲，盈盈柳腰不堪一握，尤其是2条大长腿，犹如2根玉柱。这做梦娶媳妇啊！宁晨眼睛瞪大，只觉得这个美梦太过真实了，甚至他都嗅到了嫁衣女子身上散发的幽香。轰！正惊愕之际，一股庞大的记忆却是骤然涌现，各种人生画面犹如走马观灯一般在脑海席卷。片刻后，宁晨眼睛瞪得老大，满脸不敢置信。不是做梦，我居然穿越了。根据脑海记忆来看，他来到一方名为天星大陆的异世界，这里以武入道，修炼成仙，武者可以飞天遁地，掌猎山河，甚至有更强者可以手握日月星辰，脚踏九幽清明。而不知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前身也叫宁晨，是大楚王朝赫赫有名的废物，不仅没有一丝一毫的武道天赋，无法修行，甚至连考了10几年科举也未曾中过功名，完全是一个文不成武不就的超级废柴。然而有时人生就是这样，总是充满了戏剧性。前不久，前身宁晨居然被大楚皇帝赐了玉婚，赐婚对象便是对面女子，名叫安南镜。这是一个听上去就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名字，事实也的确如此。安南镜在大楚王朝乃是家喻户晓人尽皆知的传奇，他的身份有很多：大楚王朝开国世家，安家当代家主；大楚王朝执掌100万兵权的镇国神将；大楚王朝个人武力堪称无敌的第1女武神。随便拎出一个名号，都不是前身能够配得上的。然而就是这么一个集美貌、实力、才情为一身的大楚第1奇女子，终究逃脱不了一个词，那就是功高震主。在大楚王朝，安南镜影响力远远超越大楚皇帝，所以大楚皇帝这才赐玉婚，用来打压安南镜。前身宁晨之所以能被选中，也无他，完全是因为他足够废物，足够用来羞辱安南镜。果然前身也不负废物之名，刚刚走完婚礼流程送入洞府，便因为太过兴奋直接嘎了，这才让地球宁晨鸠占鹊巢，成功附身众生。唰！这时对面的安南竟一把将红盖头扯下，露出一副五官精致无可挑剔的绝世容颜，尤其眉宇间带着一股英气，巾帼不让须眉。安南竟看了一眼宁晨，默然道：宁晨，想必你应该明白这场婚姻代表着什么吧？宁晨点头。功高震主，皇帝打压，这种事情在前世华夏上下5000年的历史中出现过太多次了。虽然你我2人成婚只是一场君继臣的戏码，但终究我们已经有了夫妻的名分。虽然夫妻之时我无法满足你，但只要你老老实实待在安府，不要做出格之事，我自会保你一生衣食无忧与荣华富贵。说到最后，安南镜绝美，俏脸上清冷如月霜，充满不容拒绝的强势。听明白了吗？啧，这还真是一个十足的女强人啊！宁晨暗自咂舌，只能老老实实的点了点头。那你自行歇息吧。安南镜颔首，随后一闪身便消失在了洞房，只余下一抹独属于他的处子幽香，醉人心脾。我这算是被包养了吗？宁晨摸了摸鼻子，嘴角露出一抹无奈的苦笑。随而他便开始盘算，接下来自己应该怎么办。这个开局不算天崩，但也不算天糊，他需要好好想一想自己如何在这个异世界立足。但想来想去，脑海中虽然升起诸多想法，但最后又都被自己全部否决掉了。因为这是一方武道世界，个人武力大过一切，任你再有计谋，再有心思，也抵不过强者一拳。偏偏不巧，他穿越的人还是一个无法修炼的武道废柴。最终宁晨果断放弃了，直接躺在了床上。罢了，前世努力奋斗了几十载，卷了大半辈子，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就直接嗝屁了。既然今生已然如此，那我就不想那些有的没的了，还是老老实实躺平才是王道。毕竟有一个女武神当老婆，想必没有人敢对自己怎么样，自己想怎么躺就怎么躺。宁晨摆正自身的心态，决定从此彻底躺平。毕竟努力不一定有收获，但躺平一定很轻松。念至此，他不再多想，躺在床上就开始呼呼大睡。很快一夜过去，这一夜他睡得格外香甜。然而他刚刚苏醒，耳边却传来一阵冰冷声音：叮！检测到宿主心态放平，躺平系统成功激活，我彻草会魔。宁晨内心猛然一惊，直接从床上跳了起来。
有些不敢置信地问道：“童子，是你吗？”丁，回宿主，是我。本系统可能会迟到，但绝对不缺席。听到系统的回应，宁晨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顿时兴奋起来。毕竟哪个穿越者不知系统？这可是能带自己装逼带自己飞的绝世利器。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拒绝内卷，躺平才是人生真谛。宿主每躺平一天，就会获得一份系统奖励。躺平天数越多，所获得的奖励也会越丰厚。每逢特殊天数，还会获得特殊奖励。哦，宁晨挑眉，已然洞悉了躺平系统的大概作用。果然，下一刻，系统提示音再度在耳畔响起。叮，躺平首日获得特殊奖励：至尊神体。至尊神体，至高无上的神体，融合后，骨为至尊骨，血为至尊血，脉为至尊脉。卧槽，这牛逼大了呀！宁晨呼吸变得急促。须知，这个世界有至尊骨，那是传说中的天赋，一根骨便有无穷造化，能让人成长为绝世强者。而系统奖励的至尊神体，显然要比至尊骨猛多了。这要融合了，完全是一飞冲天的节奏。忽然，宁晨似乎想到什么，小心翼翼地问道：“童子，我若是融合这至尊神体，不会出现什么惊天动地、狂拽炫酷的异象吧？”“不会，本系统会帮宿主隐藏一切，纵然是绝世强者站在宿主面前，也不会察觉。”“那就好。”宁晨轻出一口气，毕竟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若是因此引来什么强者，以他的弱鸡之力，就是一个死字。就算引不来什么强者，若因此出现一系列麻烦，也影响他躺平。但系统的回应让他放宽了心，那还等什么？马上给我融合至尊神体！宁晨迫不及待下令，系统顿时响起一阵提示音，叮，至尊神体开始融合。轰！一股磅礴浩大的力量顿时涌入他的身体内，这股力量如同洪流一般，冲刷着整个身体，从血肉到筋骨，再到五脏六腑、七经八脉，一切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而且有系统所在，宁晨体内虽然犹如开天造地，但从外表却看不出一丝一毫的异常。躺平就要有躺平的觉悟，若是一上来就搞得沸沸扬扬，强者皆知，那他还躺个毛线？叮，至尊神体融合成功。不知过了多久，系统提示音再一次响起。宁晨打量一下自己，虽然外表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体内却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骨似神铁，血如重汞，髓若玉液。如果说他之前的体质只是一截不可雕琢的朽木的话，如今蜕变后已然成为了绝世璞玉，前后天差地别。我已经达到武者九重了。宁晨忽然一惊，须知前身虽无法踏足武道，但却对武道境界深有研究。武道有7大境界，从低到高分别为武者、武师、武王、武皇、武帝、武圣以及武神，每个大境界又分9重小境界。至于武神之后的境界，他就不太清楚了。毕竟整个大楚王朝的最强者也就武神境，比如他刚迎娶的便宜老婆就是一尊女武神，这也是安南竟能够获封大楚镇国神将的资本。如今他于片刻便从一个凡人达到了武者9重，这种修炼速度若是传出去，怕会惊掉一地下巴。这至尊神体果然不同飞翔，我若从此努力修炼，一定会出人头地，有所成就。宁晨呢喃，前世的内卷之魂牛马圣心又开始蠢蠢欲动。叮，本系统提醒宿主，本系统乃是躺平系统，如果宿主努力奋斗，将不会有任何奖励。宁晨悻悻一笑，果然啊，一时半会内卷的毛病还是改不掉。另外，请宿主不要担心至尊神体的天赋会被浪费，至尊神体乃是无上神体，会自主吸收天地灵力，日精月华来增进修为。哎呦我去，这不是挂机吗？这个好，我喜欢。本来还有些不甘心的宁晨顿时喜上眉梢，不愧是躺平系统，真是一点都不让人奋斗啊。既然如此，那就再睡会。见没了后顾之忧，宁晨直接又躺回到了床上。虽然这个世界成婚第2日有给父母敬茶的规矩，但安南靖的父母早已双亡，昨日成婚拜的高堂都是拜的牌位，这个环节自然是没了。再加上无论是他还是安南靖都知道这桩婚事背后的含义，更多的是在给大楚皇帝交代。他更加的无所事事，唯一能做的就是躺平。而这一次回笼觉直接让他睡到了日上3竿，他还没主动醒来，只听嘎吱一声，房门被打开，只见一个探头探脑的倩影小心步入进来。宁晨由于融合至尊神体，灵觉早已今非昔比，第一时间便有所察觉，赶忙从床上走了下来。娘子，宁晨一怔，发现进来的人正是他的便宜老婆，只是今天的安南竟与昨天相比似乎有些不同，除一是从大红嫁衣换成了一袭如雪的白衣外，更多是眉宇间少了一些英气，多了一些柔婉。如果说昨天的安南竟是一朵带着刺的鲜红玫瑰的话，今天就是一朵阳光亮丽的白百合。咳，只见安南静咳了2声，声音与昨天有些微差，但他与安南靖终究才初相识，并未注意这些细节。娘子，怎么了？你想说什么？安南靖道：昨夜我不胜酒力，记忆断片，不知我们之间有没有发生什么？什么？宁晨一怔，对方真喝多了，连自己没在洞房都忘了。这么一看，他有机会啊！毕竟安南靖除了是大楚第1女武神之外，还是大楚第1美人。若有机会一亲芳泽，
这可是多少人的梦想。于是他煞有其事道：“娘子，你忘了？那我帮你回忆一下吧。虽然我们昨夜没能进行最后一步，但你很疯狂，而我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只能任你为所欲为。”噗！宁晨正说着，对面的安南竟却扑哧一声笑出声，脸色憋得通红，眨眼间便笑弯了腰。姐夫，你是真敢说啊，就不怕我姐用银枪挑了你？等等！宁晨正说的眉飞色舞，声音戛然而停，脸上充满震惊与错愕。你刚才叫我什么？姐夫啊！见宁晨一脸茫然，安南静这才收敛坏笑，正色道：“姐夫，不逗你了，我叫安北雪，与姐姐安南竟是一母同胞的孪生妹妹。”什么？宁晨懵掉了。前身记忆中是听说过大楚女武神有一个妹妹，但从来没听说过是一个双胞胎妹妹啊！看着自己居然在双胞胎小姨子面前编造一些少儿不宜的事情，宁晨老脸都不由得红了，赶忙岔开话题：“北北雪，你姐姐呢？我姐姐昨夜就有要事，连夜回军营了。倒是姐夫，你张口就来啊！幸亏站在你面前的是我，刚才那些话你要是敢对我姐姐说，我姐定会用她那杆银枪直接挑了你的脑袋。”安北雪幸灾乐祸，一副抓住宁晨把柄的坏笑。北雪，刚才这些话可不敢与你姐姐说啊！宁晨讪讪开口，他也是睡糊涂了。安南竟何须人也？镇国武神怎会喝酒喝到断片？嘻嘻，姐夫说不说的就要看我心情了。安北雪却是贼嘻嘻一笑，露出2颗小虎牙，而后不待宁晨多言，安北雪便一溜烟走了。这小姨子绝对是故意的。这时宁晨也是彻底反应过来了，略感无奈与头疼，只觉得遇到了一个混世小魔王。一个小姨子跑到新婚姐夫的房间，装作孪生姐姐套话，瞧瞧，这是一般的女孩子能干出的事情吗？而且她很诧异，明明是一对长相相同的孪生姐妹，安南静与安北雪两人的性格却像2个极端。姐姐高冷强势，不苟言笑，犹如天上舞仙；妹妹古灵精怪，巧笑嫣兮，好似白雪精灵。看来以后免不了要与这小姨子打交道喽。宁晨感慨一声，旋即摇了摇头，不再多想。他看得出，安北雪虽然捉弄了他一通，但并没有什么恶意。相反，他能感受到刚才安北雪所散发的善意，对方是怕他一个刚入府的心绪感到孤单排斥，这才前来安抚，只是方式有些不一样。在躺会，安北雪只是一个小插曲，丝毫不影响宁晨躺平。吃过侍女端来的饭菜后，宁晨搬出一个藤椅，舒舒服服地躺在古典雅致的院落中晒着太阳。由于至尊神体可以自主吸收天地灵气进行修炼，所以躺着期间，宁晨体内修为也在不断精进。当来到第2天，他的修为直接突破到了50。与此同时，来自系统的躺平奖励再次发放。定，躺平2天，获得奖励1瓶归元丹。刷，随着声音一落，1瓶丹药出现在系统空间。见四下无人，宁晨挥手将归元丹取了出来。归元丹，上古极品丹药，内蕴天地元力，服食可增长修为，效果会逐渐递减。看着归元丹的系统介绍，宁晨心头略显惊喜。这第2天的奖励虽然不如第1天的至尊神体，但也是不可多得的宝物。仅是上古极品丹药几个字眼，就足以证明归元丹的巨大价值。啵！宁晨拔开瓶塞，顿时一股醉人心脾的丹香从中飘出，使得浑身毛孔都大张，精神大振。与此同时，至尊神体自主运转，浑身细胞都在欢呼雀跃，像是一群等待美食的老饕。显然，这归元丹远比宁晨想象中的还要极品，这让宁晨迫不及待地从中取出1颗塞入口中。轰！归元丹入口即化，顿时化为一股磅礴元气冲击，宛若千军万马驰骋疆场，疯狂滋润着身体。啵！原本宁晨才刚刚突破50境，1颗归元丹下去，修为顿时再次如坐火箭般狂飙起来。半天后，当所有药力都被吸收，他已然达到53重。啧，不愧是系统出品，皆是精品啊！宁晨感慨，真心觉得这躺平系统简直不要太爽，完全不用努力，完全不用奋斗，只要安安心心的躺着，修为就会一路狂飙。这不甩什么修炼系统、签到系统、杀戮系统千百倍。接下来，他如倒糖豆般将剩下的归元丹倒入口中。归元丹乃是极品丹药，其中所蕴天地元力庞大，莫说是武师，纵然是武王、武皇这般服食怕也会被撑爆。但身负至尊神体的宁晨却无碍，只可惜归元丹的效果会逐渐递减。当所有药力炼化之后，他的修为只达到56重。不过这点可惜，很快便被宁晨给抛之脑后了。毕竟他才刚刚躺平2天啊，就达到了56重，这要躺个1年半载，怕是都能够达到武神了。姐夫正美滋滋地想着，一声呼唤响起。宁晨抬眼一看，小姨子安北雪推门进了院落，一袭白衣，犹如天山雪莲。虽然与安南竟是一模一样的脸颊，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美。姐夫，你做什么呢？安北雪径直来到宁晨近前。宁晨轻笑回应：我能做什么？晒太阳呗。安北雪秀眉微蹙：姐夫，你年纪轻轻的，怎么这么不思进取？看看与你同龄的那些人，学文的寒窗苦读，学武的日夜苦练，哪一个不再努力奋斗，想要成为人中翘楚？你这般颓废，如何能配得上我姐姐？年轻还是年轻啊！宁晨内心微叹，安北雪所说不正是他前世写照吗？
可惜有时候努力一辈子，结局却令人唏嘘，还不如从一开始就舒服躺平，好好享受人生。北雪，你错了。宁晨一脸认真。安北雪诧异，我错了？哪错了？宁晨道，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有时候努力不一定能成功，但躺平一定很轻松。安北雪一怔，心中只觉得这是个歪理，但他偏偏又反驳不了一点，是怎么一回事啊？你知道吗？只要你肯吃苦，那你就有吃不完的苦。安北雪年轻的时候很努力，结果努力了10几年，终于不再年轻了。10年寒窗苦读，虽然没中功名，倒也没白读，最起码累着了。大家都说先苦后甜，结果却是苦了我1年又1年。随着宁晨一句句前世名言，安北雪美眸逐渐瞪大，最后彻底破防，一把拉起宁晨，自己躺在藤椅上。别说了，让我先躺会。第2天之后，宁晨院落里就又多出了一个藤椅，而藤椅上的人自然是小姨子安北雪。安北雪虽然与安南竟乃是双胞胎姐妹，但不知为何两者的武道天赋并不在一个层次。安南靖自幼武道天赋奇高，各种武学一学就会，年纪不到30岁便已然武道通神。反观安北雪，费的功夫吃的苦楚不比安南靖少，但同样的年纪，他不过才堪堪达到武王而已。本来他还不觉得有什么，结果被宁晨的话破了大防。努力奋斗，这在天赋面前有什么用？躺平享受才是人生。真舒服呀！一朝躺平，安北雪只觉得身心都变得愉悦了，不用再记什么高深心法，不用再练什么绝世武学，这种躺平生活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只是安北雪是躺平了，宁晨却有些心急了。本来安北雪躺平不躺平的并不关他的事，但为什么你就非要躺在我这院子里啊？他若是想研究一下系统奖励，多不方便啊！北雪，你要躺回自己院里躺去呗，我这不宽敞。宁晨委婉开口。安北雪瞥了一眼院中的假山池塘，懒洋洋道，离是姐夫，够躺就行。宁晨继续劝道，北雪你还是回去吧，小姨子与姐夫躺在一个院子，我怕别人说闲话。然而安北雪仍旧一脸奶凶相，我是安府二小姐，平时我姐不在家，我就是一家之主，谁敢说我的闲话，看我不拔了他舌头。见宁晨还想再说，安北雪顿时呲着虎牙威胁道，姐夫，你别惹我不高兴啊，否则我将你那日说的话一五一十的告诉姐姐。躺，随便躺，都是一家人，哪里不能躺？宁晨赶忙妥协，毕竟他可不愿意被银枪挑穿。好在系统的确给力，纵然安北雪拥有武王修为且躺在自己边上，也没有察觉到什么。于是接下来的几天，宁晨与安北雪两人每天都在院落中喝茶、钓鱼、晒太阳。躺平生活不仅过得是惬意滋润，而且每天宁晨都能准时收获一份来自系统的躺平奖励。定，躺平3天，恭喜宿主获得奖励绝世武学真武拳。定，躺平4天，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千年人参一根。定，躺平5天，恭喜宿主获得奖励百毒不侵丸。这些奖励虽然五花八门，但每一种都价值非凡，若放到外界，每一件都要被人抢得头破血流。在其期间，安南靖一直不曾归家，似乎军务繁忙。这一天清晨，宁晨刚将2张藤椅搬到院落中，安北雪又准时准点出现了。只是与前几天的笑颜相比，今天俏脸上明显染上一抹愁意，纵然躺在椅子上也是无精打采，显然有心事。经过这几天的相处，宁晨对这个小姨子印象挺好的，甚至有时候觉得安北雪比那个高冷强势的安南靖更适合当老婆。当然这种想法他也只敢在心中想一想了，要是被安南靖知道了，一枪挑了他都算轻的。北雪，你今天怎么无精打采的？有什么心事吗？宁晨轻声询问。安北雪叹了口气，本不想多说，但犹豫片刻还是说出，不是我，是我姐姐有了麻烦。你姐姐她能有什么麻烦？宁晨有些纳闷，毕竟安南靖可是大楚第1女武神，不仅个人武力足以横扫整个大楚王朝无敌手，更重要的，手中更是掌控着天龙、虎贲、飞豹、贪狼4方大军，共100万兵权。这么一个武权双绝的绝世女猛人，能有什么麻烦？似乎猜到宁晨心中所想，安北雪摇头叹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正因为我姐武力超群，大权在握，所以这才遇到麻烦。是楚渊皇。宁晨心中一动，想起一人，毕竟他之所以能在这里躺平，就是因为楚渊皇的缘故。果然，安北雪颔首，就是那个极贤的昏君。我姐16岁刚刚成人，作为安家大姐，便代替意外去世的父亲，为他楚渊皇卖命了。楚渊皇登基当年，3位皇子合谋，起兵10万造反，欲夺皇位。危难之际，是我姐绿军护驾，不到2天时间便平灭了叛乱。楚渊皇登基5年，意欲削藩，逼得8位藩王自立称帝，又是我姐率领大军，只用了短短3个月时间，便成功平掉了8王之乱。楚渊皇登基10年，天罗国屡犯大楚边境，我姐挂帅出征，就在人们只期待将其打退之时，我姐却一鼓作气，直接灭亡了天罗国，将一国疆土都纳入了大楚王朝的版图。我姐不仅一手保住他楚渊皇的皇位，更是替他平定内乱，开疆扩土，让他的功绩足以追平大楚王朝的开国先祖。说到这里，安北雪眉宇间浮现一抹愤怒之色，但如今随着大楚没了战事，
这家伙就开始过河拆桥，不断在逼我姐交出军权。听到此处，宁晨插话道：“正常，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成王。对，姐夫好文采啊，就是这个意思。”安北雪接连点头，也彻底打开了话匣子。其实对交出兵权一事，姐姐并不算抗拒，她觉得为臣者忠字当先，但谁想那昏君不值，想要兵权，居然还想纳我姐为妃，我真是呸了个呸！他一个年近50的糟老头子，有眼无珠的昏君，真是想得美。对此，我姐自然是拒绝，谁知他便恼羞成怒，将你赐婚于我姐，用你来羞辱。说到这里，安北雪忽然停了下来，略显尴尬道：“那个姐夫，我不是这个意思。”宁晨轻笑摇头，呵呵，无妨，我有自知之明，只是没想到我被赐婚还有这层缘故。我姐知道若不答应赐婚，那昏君指不定还会想出什么混招，只好答应与你成婚。只是我姐姐乃是大楚女武神，镇国神将啊，在军营中威望极高，见楚渊皇居然如此对待我姐，那些将领士卒便坐不住了。这也是我姐姐为何成婚当晚就连夜回了军营的缘故，因为那些将领士卒都在吵着造反，要拥立我姐姐做那前无古人的女帝。但我姐姐一生忠义，岂会做谋逆之举？所以如今她不仅要一边安抚军队，还要被楚渊皇施压，可以说左右为难，心力憔悴。安北雪吐露这些心事后，心情明显好了很多。宁晨并未发表什么意见，只是内心有些危机感。但转念一想，如今他只是一个小小的59重罢了。没错，宁晨躺平的这几天之中，已经达到59重境，距离武王境也只有一步之遥。只是这种修为连安北雪还不如，他能做什么？继续躺平就好，反正天塌下来还有那个武神老婆扛着呢。就这样，转瞬后便过去了整整1周时间。通过至尊神体的自主修炼，他水到渠成地晋升了武王。与此同时，躺平1周的系统奖励也适时发放。定，躺平1周，恭喜宿主获得特殊奖励。大楚皇城占地100里范围，人口足有100万之众。安府位于闹市，四周街道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距离安家100米之外，有一处7层高的酒楼。此时，酒楼顶层某一处临靠安府的包厢，包厢之内有一张圆桌，圆桌四周足端坐了不下10人，而且还有一大群站立之人。这些人太阳穴高凸，金芒闪烁，武道修为皆不俗，至少都是武王，甚至不乏武皇、武帝。尤其是为首一位银发老者，浑身气息雄浑，仅仅端坐那里，便犹如一座巍然古岳，浑身上下异荡的力量波动，赫然是一尊武圣。武圣乃是仅次于武神的武道强者，纵然放眼大楚王朝，也足以称得上顶级强者了。而且这些人虽然都清一色穿着属于大楚王朝的服饰，但口中却说着一口怪异的话语。天杀君，不知我们什么时候杀入安府？有人开口，目光落在银发老者身上。那被称为天杀君的银发老者并未开口回应，只是在闭目养神。这时有人再道：天杀君，根据我们的情报来看，那个女人成婚之后就没在安府，因为楚渊皇打压的缘故，大楚本来派遣保护安家的一众武圣也被皇室陆续调回。如今偌大的安家，只有那个安家老管家一尊武圣强者，正是我们动手的好时机。不错，此次机会可谓是千载难逢，我们理应把握住啊！那女人灭了我们天罗国，我们必须让她付出代价。天杀君，下令吧！我们这些人苟延残喘到如今，不就是为了向那个女人复仇吗？我们虽然杀不了她，但若能灭亡了安府，从此也能告慰天皇陛下之亡魂啊！包厢内声音四起，无数目光皆看向天杀君。唰！终于，天杀君睁开双眸，有银蟒般的金芒划过，在场所有人皆是一悸，随而一道冰冷声音传响：今夜子时，屠安家。夜晚，明月高挂，寂寞如水，有虫鸣蛙叫。黑夜下，一群身形飘逸的蒙面身影飞越安府，人虽多，却不曾带起一丝一毫的声响。待到进入安府后，为首的天杀君低声下令：记住，每个屋里都先吹上迷魂香，然后再动手，给本座杀光安府每一个人，连鸡犬都不能放过。一众天罗国余孽顿时得令，犹如鬼魅般散开，而其中一个则是直奔宁晨所在的院落。那是一个身材略显矮矬的身影，修为虽然在这群人中最低，但也拥有武王7重之境。很快，此人翻入院子，一阵寻摸到宁晨房外。呼！按照吩咐，他从怀中掏出一杆烟筒，小心翼翼地捅破窗户纸，然后将迷魂香吹入进去。此香并非俗物，乃是专门针对武道强者的。武王之下，嗅之即昏，纵然是武皇武帝，闻了也会浑身酸软，四肢无力，提不起力量。迷魂香吹入之后，矮矬杀手便迫不及待进入，因为早在成婚之日，他们就对安府摸排清楚了。知晓屋子里住的乃是安南境那个废物夫君宁晨，只是一个凡人而已，自然无需他多加谨慎。嘎吱，矮矬杀手挑刀进入房间，刚想上床将宁晨结果，昏黄烛火却忽然亮起，瞬间照亮了整个房间。只见宁晨正在床榻正襟危坐，似笑非笑地看着矮矬杀手：这位朋友，你有何贵干啊？矮矬杀手吓了一跳，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幕。不对，我明明吹了迷魂香，你怎么没昏？哦，我该昏吗？宁晨起身耸了耸肩，他自然不会告诉对方
他前几天服过百毒不侵丸，如今只要不是特别可怕的毒，对他根本无效。看来是我太着急进来，没让你吸入迷魂香。矮错杀手呢喃，而后眸中便是浮现一抹阴狠。不过没关系，杀你不过一刀的事。吭，话还在回荡，矮错杀手已是朝着宁晨出刀。他乃是武王七重境，别说杀宁晨一个凡人，就算是一般武王，他也能一刀将其劈杀。刀锋呼啸，银光乍现，昏黄的烛火都在摇曳。矮错杀手双眸升起嗜血的兴奋，似乎已经看到宁晨被他一刀从天灵盖劈成两半的场景。嗡！然而就在他的刀距离宁晨头颅已不过3尺之余时，宁晨脚下的影子却忽然活了过来，顷刻化为一道人形黑影，抬手握住那抹刀锋。那只黑手犹如铁钳一般，化解了所有杀力。如此变故使得矮错杀手心生骇然，刚想惊呼，黑影却用另一只手直接掐住了他的脖子，硬生生将他的呼喊给掐灭下去，只留恐惧。他虽不知这黑影是什么，但所施展的力量却令他心生绝望，因为那赫然是属于武圣，甚至比之他们的首领天杀君还要强大。先不要杀他。这时宁晨开口，那道黑影十分乖巧，停止了用力，矮错杀手这才避免被掐断脖子身亡。至于这道黑影，正是宁晨躺平1周获得的特殊奖励银鬼。顾名思义，这不是一般生灵，而是一种鬼物。对此宁晨并没有惊讶，毕竟修行世界无奇不有，除了人类之外，妖魔鬼怪不稀奇。不过令他惊喜的是，这银鬼的实力居然堪比武圣，而且是武圣9重境的那种巅峰实力。此外，银鬼还拥有各种奇奇怪怪的本命神通，比如它可以潜伏在阴影中，也可以制造出影子分身，甚至能通过阴影监察等等。可以说，只要不遇到安南境那般的武神强者，这只银鬼绝对是属于无敌一般的存在。以银鬼的实力，掐死一个武王境分分钟的事情。但宁晨却想物尽其用，想试一试自己的实力。毕竟如今的他也有武王修为，虽然只是武王1重境，但别忘了他还是至尊神体。你刚才给了我一刀，现在我还你一拳，接好了。宁晨一阵至尊神体，调动力量，一拳轰出。这一拳并非普通拳，而是施展了系统奖励的一种绝世武学真武拳。啊！矮错杀手本觉得宁晨想要亲自杀他是痴心妄想，毕竟谁不知道对方只是一个武道废柴。然而伴随着宁晨一拳轰出，他就彻底震惊了，来不及想宁晨为什么会有修为，他全力反击，因为宁晨这一拳已经让他感受到了死亡危机。砰！霎时房间内传出闷响，矮错杀手长刀被崩飞，整个人如被山岳撞中，砸入了阴影中，胸膛凹陷，七窍流血，已然死得不能再死了。这是敌人实力太弱，还是自己太强？看着被自己一拳砸死的矮错杀手，宁晨愕然，但转瞬他便知不是死去的矮错杀手太弱，而是他一身战力太强。毕竟他可是至尊神体，再加上还施展了一门绝世武学，别说武王7重，就算是武皇，他恐怕也能斗一斗。主人，贼人不止他一人。这时一旁银鬼开口，宁晨眉宇微微蹙起，沉声道：动用你的神通查看一下。是。银鬼点手，下一刻便见宁晨脚下的影子犹如墨玉一般，迅速朝整座安府扩散过去。所过之处，一幅幅景象顿时出现在宁晨眸中，那种感觉就像是开了上帝视角。片刻之后，整个安府景象全部被宁晨尽收眼底。只见偌大的安府之内，果真有诸多贼人作祟，大都是武王5皇境，甚至有10几名为武帝境。尤其是一位银发老者，浑身上下所散发的气息，俨然达到了十分可怕的武圣境。同在这时，银发老者五感敏锐，豁然顿足。一旁随行贼人纷纷惊停：天杀君，怎么了？没事，应是我的错觉。天杀君显然感受到银鬼那一闪而逝的神通，再想感受却已无波动，只能摇头下令：本君去对付那名安家老圣，你们去杀安南境孪生妹妹安北雪，不要留下任何活口。此命令一下，一众贼人点手，顿时分头行动。一尊武圣，10几位武帝，外加30多位武王、武皇，今夜居然潜入了这么多贼人，而且听其语言，这些人似乎是天罗国余孽。宁晨蹙眉，而且更令他为之反感的是，这天罗国之人似乎与前世的小日子相差无几，这让他杀机四溢，问道：银鬼能解决吗？主人放心，一群蝼蚁而已，交给我。银鬼信誓旦旦，下一刻便见他没入阴影。不远处，那些正在向房间内吹迷魂香的贼人身下的影子当即活了过来，化为一道道扭曲的黑影，瞬间抱起扭断贼人的脖颈，随着一道道异响，尸体接二连三地软倒在地。而后这种情况开始朝着更远处迅速扩散，黑影所过，无论是武王还是武皇，全都在浮尸。眨眼间，天罗国余孽便横尸了一地。看到这一幕，宁晨都不由得发出惊叹之声。影鬼本就是仅次于武神境的武圣巅峰鬼物，再加上身处黑夜，实力完全是无敌的啊！什么人？结节，图你们安府之人！而就在银鬼清理贼人之际，安府某处爆发大喝，而后两股武圣气息轰然惊起剧烈碰撞。显然天杀君已经与安家老管家交上了手。
可见两尊武圣境的碰撞非同小可，璀璨的能量光芒不仅霎时间照亮了整座安府，所掀起的声威甚至惊动了小半个大楚皇城。啊！有刺客，快保护二小姐！可听安府内只响起零零星星的喊叫，显然大部分护卫家奴已然被迷魂香给迷晕了。反观天罗国余孽一见暴露，也不再小心行事，无不凶芒毕露，踹开房门，欲要血腥屠戮。嗡！然而这时引鬼神通已经扩散至大半个安府，引鬼一声斥喝，诸多天罗国余孽脚下的影子全都活了过来，宛若化身黑夜下的死神，在阵阵异响中将一众贼人性命纷纷收割掉。整座安府之内几乎响起齐刷刷的尸体倒地声，但在这时，宁晨却从引鬼的监察画面之中看到10几名贼人已冲入安北雪所在的院落。引鬼，先救北雪！宁晨担忧，赶忙下令。唰，引鬼的令顿时朝着安北雪所在的院落遁去。砰！彼时，安北雪已经被动静从房间内惊了出来，刚走出，便见到10几名黑衣贼人飞跃入院中，从武皇境到武帝境皆有，皆汹涌着炽烈杀机。混账！哪来的贼人，敢闯镇国安府？不想活了吗？安北雪虽然惊心，但还是故作镇定的致喝。安南境，不，她是安北雪，那个女人的孪生妹妹，杀了她也相当于杀了那个女人一次，为天皇陛下报仇。一群天罗国余孽纷纷呵呵，顿让安北雪沉重。不好，是天罗国余孽，这下糟糕了。如果是其他的贼人，或许还会惧怕安府以及他姐姐安南境的武神威名，但天罗人不同，作为一群亡国之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宰了他。这时，一众天罗国余孽相互对视一眼，脸上皆迸发狰狞之色，第一时间齐下杀手。一众武皇武帝气息爆发，夹杂着各式武学。福伯，救我！安北雪只是武王境，自然不会是一群武皇武帝贼人对手，第一时间呼唤老管家安府。但转瞬后，安府上空却传来一道苍老怒喝：二小姐！唰！当察觉到安福被贼人缠住，安北雪脸色苍白，看着那些袭来的可怖杀力，一个比一个强横，深知仅以自己力量绝对难逃贼人毒手。他要死了！唉，死则死也，只可惜还连累了姐夫。这一刻，安北雪绝望闭目，等待死亡的降临。嗡！殊不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引鬼赶至，那一众天罗国余孽脚下的影子，包括黑夜中的阴影，全都在一瞬间犹如活过来的诸多蟒蛇一般，瞬间缠绕攀附在他们的身上。啊！八嘎！这是什么鬼东西？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顿时让一众天罗国余孽惊呼骇叫，第一时间便是爆发竭力反抗。但谁知身上那些扭曲黑影像是万千条凶蛟恶蟒一般，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挣扎脱的。轰！而后像是有人猛然一握，所有扭曲黑影瞬间被攥紧，在场贼人浑身的骨头纷纷崩裂，连带着体内的五脏六腑都是当场碎裂。只听得一阵凄厉惨叫声，一众天罗国余孽全在瞬息化为一堆尸体，尽数身亡。什么情况？安北雪本在闭目等死，但却突听得一阵惨叫，等他睁开眼睛，就已然见到刚才袭来的一众天罗国余孽尽数化为了横七竖八的尸体，隐约之间还有一些黑影正在尸体下方消散。这是谁出手救了我？福伯？不是，难道是某位隐藏在暗中的皇室武圣？也不对，皇室明明已将所有护符武圣撤走了。安北雪内心思绪万千，一颗心酒不能平复，但他深知眼下这个时机显然不是深究此事之际，赶忙抽出一柄长剑，冲向宁晨院落。不知姐夫怎样了，得赶快过去看看。唰！同一时间，引鬼本尊已经回到宁晨身边。主人，除了那尊武圣贼首，其余贼人已经全部击杀。很好，宁晨满意点头，目光早已关注向安府的上空。可见安府上空，两尊武圣境正打得如火如荼，一位正是银发黑袍的天杀君，另外一位则是一位灰发灰袍老者，正是安府老管家安福，也是安府如今唯一一位武圣境强者。可见安福的修为只有武圣3重，天杀君一身修为已至武圣6重，后者正牢牢压制前者。不过同为武圣之境，虽境界上有一些差距，但天杀君想要击杀安福也颇为困难。而且如今动静已经传荡小半个皇城，随时随地都会引来大楚皇城内的武圣境强者。天杀君深知自己没有时间击杀安福，只能一边压制安福，一边朝着下方安府催促道：都快点动手，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然而静，刚才还一片喧嚣的安府却没有一个人回应。天杀君不满，赶忙转过目光望向下方的安府，结果这一望之下，整个人顿时吓了一大跳。只见刚才他那些还生龙活虎的手下，已然全部化为了尸体，在安府各个角落内横躺。下到武王境，上到武帝境，没有一人存活。啊！怎么回事？这特么谁干的？这怎么可能？天杀君接连骇叫，只觉得遍体生寒，不敢置信。第一时间便认为安府有他不知晓的绝世强者，但他所带领的手下乃是天罗国仅剩的精锐强者，就算是高阶武圣，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无声无息杀掉所有人，除非是安南境那般的武神强者。可安南境根本没在安府，谁还能有如此的本事？别说天杀君想不通，就连对面的安福都惊愕，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早在安南进大婚离去后，大楚皇室就调走了所有护卫安家的强者，整个安家除了他之外，再无一尊武圣境强者。可眼下却有人在他抽不开身时挽救安家于水火，只是任他如何想都想不出到底是谁。操！可见这时天杀军惊惧，萌生了撤退的想法。毕竟对付一个安福还好，但若是再来一尊武圣，就算是他，恐怕也将吃不了兜着走。于是他强势击退对面的安福，想要转身逃走。淫鬼，灭了这家伙！这时下方宁晨却是站在院落中冰冷下令。唰！淫鬼听令，于夜色骤然升天，朝天杀军冲去。啊！真来了！虽然淫鬼没有什么实体，但天杀军凭借着武圣境的神觉，还是第一时间感受到淫鬼。天罗斩！没有丝毫的犹豫，天杀军倏然斩出手中长刀，一道炽烈刀芒于漆黑夜空之上绽放，宛若一轮璀璨夺目的弯月横空，澎湃刀能汹涌冲击，将整座安府都震动得轰鸣不已。这一刀乃是天杀军全力施为，甚至情急之下，威能比之平常施展还要强上2-3分。哪怕是高阶武圣，在这一刀之下也讨不了好。嗡！但谁知刀芒不过斩出3丈远，却仿佛突兀坠入黑暗深渊，一股黑潮汹涌覆盖夜空，将璀璨炽烈的刀芒一点点吞噬殆尽。眨眼间，那足以撼动高阶武圣的刀芒已于夜空中消散。这一幕让天杀军遍体生寒，亦让安福惊心。唰！而下一刻，夜空中仿佛有一方更加漆黑的黑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笼罩了天杀军。啊！天杀军第一时间骇叫，全力爆发自身圣位，但他整个人如同刚才的刀芒一般，亦是像堕入同样的黑暗深渊，任他如何挣扎爆发，都无法摆脱自身的一切在快速的泯灭着。最终，当黑影将天杀军最后那双充满惊恐与绝望的眸子覆盖之后，一切动静彻底消失。仅是3息过后，原地便坠落下一具失去生机的尸体，顿时在安府院落内摔个稀巴烂。我的天，堂堂一尊中阶武圣居然被秒杀了！看到这一幕，尚且悬于夜空中的安福震撼，赶忙朝着看不清男女老少的黑影拱手：“老奴多谢前辈救助之恩，不知前辈尊姓大名？今日前辈救我安府于水火，待老奴禀告，事后大小姐定会给予重谢。”唰！然而淫鬼自然不会与眼前的安福多说什么，啵的一声，原地散去，就连气息都彻底消失。哪怕之后安福如何探查，都探查不到丁点气息。到底是谁？安福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先行从夜空降落，寻找到正在安家持剑快速穿行的安北雪。二小姐，你没事吧？安北雪摇了摇头，神情十分凝重地发问：“福伯，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谁帮我安府灭了这群欲要图谋不轨的天罗国余孽？”安福摇头：“二小姐，老奴也不知，对方很神秘，刚才我也只是窥探到一道黑影罢了。”哦，安北雪蹙眉，深感疑窦。安福则再次说道：“二小姐，虽然不知这个神秘人的身份，但这个神秘人既能助我安府灭亡天罗国余孽，于我安家来说，应该是有非敌。或许这是大小姐离家之前所派遣的强者，有可能。”安北雪深以为然的点头，除了姐姐派的人外，她也想不出其他可能了。对了，我得去看姐夫怎么样了。安北雪回神，再度一路持剑飞奔，冲向宁晨所在的院落，满目尽是担忧。在他眼里，宁晨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自然无力抵挡今夜潜入的贼人。姐夫，你千万不能出事啊，否则我如何与姐姐交代？砰！安北雪一路飞奔到宁晨院子，一把推开院门。当看到正在院落中静静站立的那道青袍如玉的身影，俏丽容颜之上，这才如释重负。呼！随而，安北雪迈步来到宁晨的近前，一脸关切地询问：“姐夫，今晚有天罗国余孽潜入安府作祟，你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吧？”北雪莫慌，我没事。看着满目关切的安北雪，宁晨内心颇为温暖。毕竟他说到底不过是安南尽名义上的夫君，安府很多人都对他不甚在意，但安北雪不同，他是真的把自己这个姐夫当成了自家亲人。若不是如此，不可能第一时间来探他的安危。只是宁晨自然不能暴露自己与淫鬼的存在，不是不信任安北雪，而是知道了很可能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而且多一个人知道也会担得他的躺平大计。于是宁晨以备好的说辞回应道：“我刚才的确遇到一位贼人，但在关键时刻，似乎有一道看不清面容的黑影出手将我救下。”哦，安北雪挑眉，果然看到院落中正躺着一具尸体，只是他稍加观看一番后，内心却有些疑窦。咦，奇怪了，这一路走来，其他天罗国余孽全都被那个神秘人给扭断了脖子，怎么唯独这具似乎是被砸烂了胸膛而死？但见宁晨无事，安北雪也并未在这方面细究，轻舒一口气：“姐夫，今夜让你受惊了，不过贼人已经全部伏诛，你可安心休息。”言罢，安北雪这才离去处理今夜之事的首尾。这小姨子人真的挺不错，比那个冷冰冰的武神老婆好太多了。看着离去的安北雪，宁晨不由得莞尔一笑。直到最后，他看了一眼自己脚下的影子，不吝赞赏道：“淫鬼，今夜你做得不错，多谢主人夸奖，这都是卑职应该做的。”黑影在灯火照耀下微微扭曲，十分享受夸奖。很快，漆黑如墨的夜色过去，天光逐渐放亮。
一夜过去，安抚遭袭的事情已然在皇城传开，甚至有很多人聚在安抚门前，热议纷纷，淅沥沥，直到天光大亮。随着一阵急促的马匹嘶鸣声，一匹黑色骏马从皇城外疾驰而来，最后停在安抚门前。在诸多震动目光下，一位身披金甲首、持银枪的飒爽女子从马上跃下，疾步踏入了安抚。大小姐，家主回来了！在诸多安家护卫与家奴的恭贺声下，连夜从军营赶回的安南靖第一时间寻到安北雪。彼时，安北雪正与安福在安家大厅内议事。姐姐，你怎么回来了？当看到安南靖，安北雪大喜，起身相迎。安福等人更是跪地。北雪，你没事吧？有没有受到什么伤害？该死的天罗国余孽！早知如此，当年我就应该下令将天罗国国境彻底血洗一空。安南靖一边询问着安北雪的状况，一边身上迸发着恐怖杀意，身后似有尸山血海泛起，那属于镇国女武神的可怕威能在大厅内浩荡。姐姐莫怒，我没事。至于天罗国的余孽，也被你暗中派遣的神秘强者给解决了，以后再不足为虑。安北雪轻手微摇，明明与安南靖共用一张脸，但相比于安南靖的冰冷杀伐，她脸上更多的是一种温柔和善，像是荆棘与百合的对比。北雪，你说什么？我从未暗中在家派遣什么强者呀，我一直以为是大楚皇室那些武圣强者为安家解的围。安南靖惊疑不定，安北雪则是赶忙摇头道：姐姐，咱们安府哪还有什么大楚皇室的武圣护卫？早在你大婚离去后，楚渊皇便陆续将所有护卫我家的强者给调离了。昨夜子时，若不是一个神秘人暗中出手，安府怕是要被天罗国余孽屠戮一空了。唰！安南靖俏脸豁然一沉，你说什么？那老东西居然将守护安家的强者全都调走了！该死的，他怎么敢？我安南靖为他卖命多年，得罪仇家无数，他居然不顾我安家！愤怒！此时此刻的安南靖显然陷入了极大的愤怒。至于一旁的安北雪，并未愤怒楚渊皇的所作所为，而是在疑惑昨夜那个神秘人的身份，既不是大楚皇室强者，也不是姐姐所派遣的人，那出手挽救安家的神秘人到底是谁？楚渊皇这个老匹夫，他如何打压我，我都可以不与他计较，可他不该拿安家来玩火，我这就进宫向他讨要一个说法。安南靖饱含怒气，转身就要前往大楚皇宫，但这时安北雪却是将其拦下。姐姐，稍安勿躁，你大婚当夜就连夜回了军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得去看看姐夫啊。姐夫！安南靖眉宇明显一正，如果不是安北雪提醒，他甚至都忘了，他早已经嫁娶，有了一位有名无分的夫君。什么姐夫？别瞎喊，那宁晨不过是楚渊皇用来打压我的棋子罢了。安南靖摇了摇头，对宁晨的态度显然很漠视，这让安北雪心头顿时有些不悦。姐姐，你这是什么话？什么棋子？我只知宁晨是姐姐经过三叩九拜一同行过大礼的夫君，我安北雪既是你妹妹，自然要称他为姐夫。看着一脸认真与郑重的安北雪，安南靖颇具微词。北雪，你不懂，我与宁晨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若不是楚渊皇，他一个无法修行的武道废柴，怎得入我安家大门？我能许诺给他一辈子的荣华富贵，就已经是对他最大的恩赐，再多的他岂配染指？姐姐，听着这番话，安北雪脸色涌现出一抹恶怒，但不待他再多言，却见安南靖摆手道：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既然宁晨是楚渊皇打压我的棋子，那我便带他同去面上，我倒要看看那老匹夫到底要玩什么花样。唰！说完，安南靖转身离去，来到宁晨所在院落，推开院门一看，只见宁晨正躺在院落藤椅上，支着一把遮阳伞，手中持竿在池边垂钓，口中更是哼着不知名的调调，悠然且惬意。嘿，北雪，你来了，快快快，躺下歇会，今天我一定给你钓上几只血鲤，熬汤喝。宁晨下意识开口，指着自己旁边的那张藤椅。可下一刻，当他看到那迥异于安北雪的装束，以及那张隐隐升起一丝寒霜的俏脸后，整个人一激灵，脱口而出：戳！你不是小姨子，而是我那便宜老婆。小姨子，老婆。听到这种称呼，安南靖的脸上瞬间布满冷霜，声音更是犹如冰珠迸裂般，令人心领。宁晨，不要叫我老婆，你我只是逢场作戏罢了。而且以后不准你带北雪厮混，耽误她的修行，否则我定要让你走不了兜着走。听着安南靖明显的警告话语，宁晨脸色尴尬。虽然这话让他有些不舒服，但他作为安府赘婿，能做什么？留下30年河东末期少年穷之言，然后甩袖离开安府，还是召唤出银鬼与安南靖一战？且不说武圣巅峰的银鬼不是安南靖的对手，他若因一时之气离开安府，他还怎么天天舒服躺平？知道了。于是宁晨只得老老实实点头，这让安南靖的脸色缓和不少，不过脸色仍旧有些冷，再次开口：宁晨，你我成婚也有些时日了，这桩婚宴乃是楚皇所赐，今天便随我一起进宫面上。唰！宁晨眉宇微蹙，作为一个躺平赘婿，他自然不想过多的抛头露面，增加暴露的风险，但安南靖的语气显然不是在与他商量，对于这个女人的强势，他已经逐渐习惯了。再次颔首，随后两人便是一起走出安府，共乘一辆豪华奢侈的马车前往大楚皇宫。路上虽然两人身躯相距不过咫尺，
但却没有什么暧昧氛围，有的只是逢场作戏的疏离感。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最熟悉的陌生人吧。看着安南静绝美的侧脸，宁晨心中微微摇头。相比于与安南静这个大处女武神相处的压抑，他更喜欢与小妻子安北雪在一起的轻松。只是可惜，他娶的是安南静，并非安北雪。一路无话。作为大楚镇国神将，安南静自然有特权，入皇宫也一路畅通，直到天极殿外方才下车。大楚镇国神将，安家当代家主安南静，今携夫君宁晨前来进宫觐见渊皇。安南静来到殿外，冲着天极殿内拱手高喝，但不知为何，良久，方才有一位太监走出。圣上有旨，宣安神将率先入殿觐见。宁晨能清楚地观察到安南静俏脸上早有不悦，当即气势汹汹，径直大步迈入了大殿。看来是昨夜安抚之事让武神老婆生气了，这是来找大楚皇帝兴师问罪的呀。果不其然，不一会，宁晨便听到殿内传来争吵，甚至隐隐有一股凛人心魄的武神气息在浩荡。不过最终大殿之内并未发生什么战斗。不一会，满脸阴郁的安南静从天极殿走出。与此同时，那位太监再次走出来高宣，在宣镇国神将夫君宁晨入殿觐见。唰！这时一旁安南竟十分冷漠地瞥了一眼宁晨，这让宁晨内心暗骂：靠，这楚渊皇故意的。毕竟他与安南静也是正儿八经拜过天地的夫妻，今日夫妻一同前来入宫觐见，结果对方却将两人分开召见，这明显是有离间之意啊！唰！但宁晨无能为力，只能跟随太监迈入天极殿。可见殿内十分广阔，神龙盘柱，雕梁画凤。大殿上方摆放着一方龙案，龙案之前正端坐着一位身着五爪黄金龙袍的中年人，头戴冕旒，目光微峻，周身隐隐蒸腾着龙气，给人一种见之就忍不住顶礼膜拜的冲动。楚渊皇。宁晨目光微沉，说起来，他之所以如今能在安府躺平变强，全是因为眼前这位楚渊皇。只是他对楚渊皇可没有什么感激之情，毕竟对方只是将他当成打压安南静的棋子而已。在下宁晨见过圣上。宁晨为之失礼，但并没有下跪，身躯在殿下站得笔直。大胆，见皇不拜，乃是大罪。一旁有太监不悦大喝，就连楚渊皇也在蹙眉。宁晨却并未惶恐，而是道：按照礼法，我乃镇国神将之夫君，可以见皇而不拜。你太监顿时被噎得哑口无言，倒是一旁的楚渊皇摆了摆手，威严目光落在宁晨身上。呵呵，身为镇国神将夫君，的确可见皇不拜，但宁晨，你要清楚，这殊荣是谁赐给你的？宁晨只能抱拳道：圣上说的极是，在下今日进宫，的确要多谢圣上的赐婚之恩。楚渊皇这才满意点头，既然知道感恩，那想必日后真要知道安抚什么消息，你一定会在第一时间上禀与朕的，对吗？宁晨明白，对方是想让他彻底成为棋子，一枚用来监视安南静与安家的棋子，甚至还不待他表态，楚渊皇就已是询问道：据昨夜探子禀告，安抚遭天罗国余孽入侵，结果却在关键时刻被一神秘人解决。你可知这神秘人的底细，或者可有怀疑对象？然而面对楚渊皇的询问，宁晨自然不会自爆，摇头道：圣上，我昨夜差点死在天罗国余孽手中，在房间内下的战战兢兢，根本不知其他。而且我只是一介手无缚鸡之力的凡夫俗子，怕是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为圣上分忧，所以安抚之事还请圣上另请高明。唰！这番话让楚渊皇脸色一沉，眸中隐有怒意迸发。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宁晨既然成了安抚赘婿，就已是安家人，所以恕在下不能为圣上排忧解难。宁晨再次开口拒绝，其声音始终不卑不亢。开玩笑，他只要在安抚躺平，迟早能躺成绝世强者，何必去做楚渊皇的一条走狗？好一个安家人，希望你不要后悔。看着这一幕，楚渊皇脸上涌现出森寒的神情。安南静不尊他也就罢了，居然连一个废物也敢顶撞他。可此时安南静就在殿外，他自然不好撕破脸皮，只能十分不爽的挥手让宁晨退下去。但宁晨刚离去，楚渊皇便是满目恨恨的下令：来人，去通知完颜家，无论他们用什么办法，给朕好好敲打安家。只要安南静一日不交兵权，朕便让安家一日不得安宁。宁晨退出大殿，可见一袭劲装的安南静正在等待。看了一眼宁晨，安南静似乎已经猜到什么，唇角扯出一抹讥讽：宁晨，想必此次面圣得到了不少好处吧？以后我安家定能助你在朝堂平步青云。宁晨蹙眉，知晓安南竟这是觉得他彻底沦为了楚渊皇的走狗，以后要靠出卖安家来换取自身仕途。虽然这种猜忌很正常，但仍旧让宁晨不爽。安武神，你猜的虽有理有据，但有时候也太小瞧人了，就这一点，你远不如你妹妹安北雪。唰，冷冷扔下一句话之后，宁晨直接甩袖离开了皇宫，甚至连来时的豪华马车都没有去坐。这家伙看着宁晨的背影，安南静阴眉不由得蹙起，隐隐觉得自己好像猜错了。不过身为镇国神将，他在宫中自然也有眼线，于是稍加打探一番，他便得知了宁晨在天极殿内与楚渊皇之间的对话。
俏脸顿时呆滞。什么？他居然拒绝为楚渊皇做事？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他认为自己是安家人。这一刻，安南境的心湖第一次因宁晨这个夫君泛起涟漪。彼时，宁晨已经徒步回到了安家，刚一回到安家，便迎面遇到了正在焦急等待的安北雪。姐夫，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回来了？姐姐呢？还有楚渊皇那老昏君，没有为难你吧？面对安北雪连珠炮似的关切询问，本来因安南境之言升起的那丝不爽之意顿时消散。宁晨温和笑答：北雪莫忧，我一个废人，皇帝为难我干嘛？至于你姐姐，还在后面。好，那就好。安北雪脸上忧色消散大半。姐夫，昨夜阴天罗国余孽，你应该没睡好吧？我刚才闲来无事，熬了一锅养神粥。走，回府，我为你盛一碗。安北雪犹如一个精灵，正准备带宁晨回府，这时安南境却恰巧驾着马车从皇宫回来。姐姐回来了。看着安全回来的安南境，安北雪如释重负。安南境点手，下一刻却迈步来到宁晨近前，矜持一番，最终还是冰冷冷的开口道：宁晨，对不住，刚才是我误会你了。宁晨还未回话，一旁的安北雪却十分诧异：姐姐，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误会姐夫？误会他什么了？对于安北雪，安南境没隐瞒，将刚才之事说出。唰，可见安北雪顿时有些生气。姐姐，你怎么能这么不信任姐夫，甚至还阴阳怪气的嘲讽他？他可是与你3拜9叩的夫君啊！安南境显然自知有些理亏，背对得哑口无言。倒是一旁的宁晨赶忙开口劝慰：北雪，不要说你姐姐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哼，姐夫，我们回府，先不要理姐姐了。但安北雪显然还是很生气，当即拽着宁晨的手臂回了安府，只留下原地的安南境。哎，你们看着这一幕，安南境眨了眨双眼，有些懵，只感觉自家妹妹与宁晨方才是一对，而自己这个安家的真正掌舵人似乎成了外人。不过半日后，安南境还是再次找到宁晨以及安北雪两人，坦然道：宁晨，我承认之前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这一点我向你致歉。从今以后，只要你不做什么出格之事，我安南境于新婚之夜对你所言仍旧有效。说完，他的目光又看向一旁还有些生气的安北雪，嘱托道：北雪，大楚皇室已经不再是我安家的靠山，昨夜潜入我安家的天罗国余孽就是证明。只是军营没我会出乱子，我仍需回军营坐镇，事后我会抽调军营的5胜强者来我安家守卫。说到这里，安南境的话语顿了一顿。至于那位神秘人，虽然昨夜救了我安家，但此人藏头露尾，不敢确定他有没有其他目的，所以我离家之后，你不得不防，明白吗？看着安南境十分肃重的神情，安北雪也来不及生气了，只能神情凝重的点头答应下来。安南境点头，转身欲离去，只是最后他又回头看了一眼两人身边的躺椅，蹙眉道：北雪，宁晨乃是武道废柴，躺平乃是破罐子破摔，你不同，虽然你的天赋不如我，但还需要多加努力修行，扛起保卫安家的责任。唰，说完，安南境的身影彻底闪身离开了院落。我记住了。安北雪回头看了一眼藤椅，也明白这段时间他的确太松懈了，如果不想再让昨夜之事发生，只有努力修行，不说成就像姐姐那般的武神强者，哪怕晋升5胜，也不至于在敌人来临时无抵抗之力。姐夫，抱歉，我不能再陪你躺平了，我要变强。最后，安北雪重拾了信念，一脸振奋的去修行了。看着安北雪离去的身影，宁晨则是摇了摇头。虽然安北雪不陪他一起躺平会少了诸多乐趣，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安府内的躺平大业。而且他与安北雪不一样，努力只会成为累赘，只有安心的躺平，方才能快速变强。于是接下来的时间内，安府重新恢复平静，他则是一天天躺平，日子仍是悠哉惬意。定，躺平8天，恭喜宿主获得奖励绝世武学御风步。定，躺平10天，恭喜宿主获得奖励1瓶玄文灵丹。定，躺平半个月，恭喜宿主获得奖励极品名剑渊红。躺平期间，每一天的躺平奖励都会如期到账，靠着各种奖励以及至尊神体的自主修行，不过大半个月，他的修为便是破入5黄境。定，躺平1个月，恭喜宿主获得特殊奖励净莲妖火。同在这一日，躺平1个月的奖励也如期发放。宁晨顿时讶然，忍不住从躺椅上蹭然起身。净莲妖火，这可是一种大名鼎鼎的异火，可焚烧万物，净化一切。当然这并非是传说的那朵，但哪怕如此，根据系统介绍，除非是5胜及以上强者，否则一旦沾染上此火都无法扑灭，甚至就算5胜沾上也有性命之危。此火威力强绝，不仅可以当做自身的底牌使用，更是用来毁尸灭迹的好宝物。宁晨爱不释手地把玩一番，直到一声喊叫，这才恋恋不舍将净莲妖火收入系统空间。姐夫，你在吗？在的话，我进来了。安北雪推门入院，一袭白衣胜雪，气质出尘，只是原本灵动的双眸明显染着一抹愁绪。北雪，你不是在闭关吗？怎么有空来找我？宁晨疑惑。须知，自从上次遭到安南境的训斥后，这半个多月以来，安北雪的确不曾再躺平了。
日日夜夜奋发修行，修为果真精进了不少，已经从武王6重晋升了武王7重。唉，谁知安北雪却唉声叹息：“姐夫，你别提了，这几天我都快烦死了。我本来闭关闭得好好的，结果完颜主那个肥猪天天上门烦我，我不见他，他还一直用信鸽骚扰我。完颜主，完颜家少主吗？”宁晨当即蹙眉，在前身记忆中，大楚王朝除了安家之外，实力与底蕴最强的便是完颜世家。完颜老祖完颜天雄乃是大楚王朝仅次于安南境的强者，据说已经达到半步武神境。完颜天雄有一女儿，更是大楚后宫最受楚渊皇宠爱的贵妃。至于安北雪口中的完颜主，则是完颜天雄唯一孙子，自幼深受宠爱，因此也被誉为大楚王朝第1号纨绔世子。不是他还能有谁？安北雪再次叹息一声，不过他似乎不愿多提杜甫，立刻转移话题：“姐夫，我心情不好，你陪我去城外玉树河踏青好吗？”踏青？宁晨挑眉，说起来自从穿越以来，他还真没有离开过安府，于是便点了点头同意。嘿嘿，姐夫最好了。安北雪顿时大喜过望，但随而他又小心翼翼地贴耳说道：“不过最近家中被姐姐从军营调来2尊武圣守卫，若被他们知道，定会跟着，根本不自在。咱们偷偷从后院翻墙出去。”好吧。宁晨莞尔一笑，着实见识了安北雪的古灵精怪。至于偷偷出去安不安全，他倒是不太担心，毕竟他有阴鬼在身，只要不遇到安南境那般的武神强者，应该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于是姐夫与小姨子这对组合便是偷偷出离安府，租了辆马车，朝大楚皇城外的玉树河行去。姐夫，这玉树河可热闹了，保证你去了会流连忘返。可见安北雪一出安府，一改刚才的愁绪，俏脸上兴奋不已，为宁晨喋喋不休地介绍。果然，当马车出离皇城，玉树河映入眼帘，远远眺望过去，恍若一条波光粼粼的银色飘带，将偌大的大楚皇城给系成2端。河中不断有轻舟画舫来回穿梭，两岸之上绿柳成荫，垂落下万千丝绦，树下还栽种着各种奇花异草，争香斗艳。姐夫，这春景漂亮吧？快走，马车让专人看管，我们换上一条画舫，游河踏青。安北雪兴致勃勃带着宁晨下了马车，踏上画舫，随着画舫漂流，一入春景，让宁晨与安北雪倍感尽兴。直到一艘3层画舫突然截到2人的船头，其上传来一道兴奋的喝声：“北雪！”2人抬头望去，只见对面画舫走出一个胖子，长相普通，身材臃肿，偏偏穿着一身紧致华袍，乍看之下犹如一头白猪成了精，细看之下，此人更是脸色发白，眼窝深陷，完全一副早已被酒色掏空身体的神情。不过周身上下的修为却不弱，已是武皇境。完颜主，你怎么阴魂不散呢？只见安北雪在见到此人后，俏脸瞬间沉下，那对眸子中显然升起一股极大的厌恶之色。宁晨也是蹙眉，显然这个完颜主明显是追着安北雪来的。北雪，我可是1天没见你了，想你想的好苦啊。可见完颜主见到安北雪后，一副色急之相，说着就要从自己的画舫跳到2人船上。战那，宁晨却骤然上前，伸手挡住完颜主，神色不悦：“不好意思，这船舟太小，2人就显得拥挤，你吃得如肥猪一样，如何能容下？”此话一出，完颜主脸色顿时陷入愤怒之色。须知他因肥胖与姓名缘故，最忌讳别人称他肥猪。眼下宁晨明显是在撩拨他的逆鳞与禁忌。混账东西，你他妈谁啊？居然敢说我肥猪，活腻了吧？谁知这却惹到安北雪，亦是气冲冲喝道：“完颜主，你给我客气点，这是我姐夫。”姐夫！完颜主一愣，随而像是想起什么，不由得嗤笑：“呵呵，我道谁呢？原来你就是被渊皇赐婚给女武神安南境的废物东西啊！”安北雪更加愤怒了：“完颜主，你说谁废物东西呢？你再敢说我姐夫一句坏话试试！”完颜主却是浑不在意，耸了耸肩道：“北雪，你处处维护他这个废物做什么？还姐夫，难道你不知道他就是渊皇用来打压你姐姐，用来监视你安家的一个棋子吗？他就算是棋子，也是我姐夫，是我的家人。倒是你完颜主，我安家之事与你有什么关系？哪凉快哪待着去！我看见你这身肥肉就恶心。”安北雪毫不客气开口，顿时让完颜主脸色涨红。“北雪，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完颜主对你可都是真心的。对了，我已经让我爷爷提了玉婚，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成婚的。”唰！此话一出，安北雪脸色一变，俏脸十分愤怒：“完颜主，你死了这条心吧！我安北雪就算……”说着，他不知一时情绪上头还是怎样，直接拉过宁晨，照着后者脸颊就狠狠亲了一口，咬牙切齿道：“就算我与姐姐共侍一夫，遭世人唾弃，也绝对不会嫁给你这只肥猪！”唰！这一下让完颜主如遭天雷暴击，全然呆滞在原地，指着安北雪哆嗦：“你什么你？姐夫，我们走！”安北雪冷嗤一声，不再搭理对方，催船离去。路上，宁晨摸了摸温湿的脸颊，有些懵逼。这一刻，他想到的却不是安北雪，而是安南境那张冰冷无情的脸庞，浑身一个机灵。“北雪，你刚才可不敢让你姐知道啊，不然你姐肯定用银枪挑杀我10万遍！”唰！安北雪脸色泛红，
深知刚才举动的确不妥。姐夫，我也是被完颜主气的，下次绝对不会了。小姨子亲了姐夫，还说要与姐姐共侍一夫，这让宁晨与安北雪两人之间有些尴尬，再加上被完颜主破坏心情，全都失去踏青兴致。姐夫，咱们回家吧。最后，两人驾船逆流，准备上岸回归安家。殊不知，刚才那座3层画舫上，完颜主早已陷入愤怒，肥胖的脸都隐隐扭曲。婊子，这个臭婊子，亏我将她当成心中女神，日夜思念，她居然如此不知廉耻，与自家姐夫勾勾搭搭。这婊子既然如此放浪，那我还矜持什么？念及至此，完颜主低喝一声：“来人啊！”唰，瞬间，一尊散发着武圣气息的身影闪到近前。完颜主恶狠狠道：“本少主今天要对安北雪这个臭婊子霸王硬上弓，帮我把她掳过来。”少主别冲动，安北雪可是女武神的亲妹妹，安家两家主，你若是对她用强，一定会惹怒安南境的。完颜家武圣当即开口，显然不建议这般做。完颜主却是道：“怕什么？如今安南竟遭大楚皇室打压，早已泥菩萨过江，自身不保。况且我完颜家何惧他安家？只要将生米煮成熟饭，就算事后他安南境知道，又能怎样？为了安家名誉，也只能乖乖将安北雪嫁给我。”唰，完颜家武圣蹙眉，还想再劝，但却深知眼前的少主已经是备色玉迷心，绝不会听劝。而他虽为武圣，但只不过是完颜家的仆人，只能领命。这让完颜主那肥胖的脸颊彻底兴奋，欲火熊熊燃烧。嘿嘿，安北雪，今天本少主必定要让你在我的胯下浪叫个够。另一边，安北雪与宁晨两人自然不知完颜主色胆包天，两人已经退了画舫，从玉树河中踏上了岸。北雪，你稍等一下，我去套一辆马车过来。宁晨说了一声，便是前往不远处租赁马车。安北雪则是站在岸边等待宁晨与马车到来。只见他的脸颊至今还因刚才举动而微微发烫，甚至一想到他刚才所说与姐姐共侍一夫的话语，他就羞到要找一个地缝钻进去。哎呀，我真是刚才怎能那般，当真被那完颜主气昏头了。最后，安北雪将这一切都归罪于完颜主头上，正暗自恼怒之际，身后却响起一道破风声。谁？安北雪警觉回头，却迎面撞见一袭飘摇大袖，大袖挥动间，一股白色烟雾顿时扑面来。安北雪意识刹那间昏迷，身体瞬间软倒在地。唰，完颜家武圣看了一眼无人的四周，当即扛起安北雪的身躯，一溜烟便是消失在原地。两人刚刚离去半炷香后，宁晨赶着马车归来。北雪，咦，人呢？看到空无一人的岸边，宁晨顿时有些疑惑。直到他观察到岸边那飘落的白色粉雾，内心顿时咯噔一下，不好，肯定出事了。宁晨脸色沉凝，第一时间便想到了完颜主。淫鬼，发动监察神通，马上给我找到北雪。没敢犹豫，宁晨当即跺脚，命令身下淫鬼。是，主人。淫鬼感受到宁晨的急迫，当即发动监察神通。嗡！虽然此时正值白昼，但照样会有阴影存在，而凡阴影之处，都可成为淫鬼的眼睛。5里、10里，转瞬间，淫鬼的监察画面便扩散到方圆10里。也在这时，淫鬼传来声音：“主人，找到了！”唰！然而，当画面映照而回，宁晨整个人顿时杀意滔天。可见10里外的玉树河畔，有一座废弃的河神庙，残垣断壁，神像倒塌，杂草横生，一片荒芜。当完颜家武圣刚将意识昏沉的安北雪放在神台之上，完颜主便满脸急不可耐地冲上去。嘿嘿，臭婊子，曾经本少主全心全意追你，你却对我爱答不理，今日看本少主不草死你这个贱货！说着，完颜主一边让完颜家武圣躲远一点，一边满脸淫荡地开始解安北雪的衣物。而安北雪显然还迷迷糊糊地保留一些意识，口中呢喃：“不要，救命！”这一幕显得更加刺激完颜主，狞笑道：“嘿嘿，不要，今日本少主偏要。”这种情况已然让宁晨杀意前所未有炽烈，找死！轰咻！可见宁晨第一时间运转起一门绝世武学御风步，整个人犹如驾风而行，再加上还有武圣巅峰境的淫鬼在脚下助力，他的身影犹如疾风，仅是片刻间的功夫，便是冲到了河神庙之内。只见神台之上，安北雪犹如一株孤苦无依的百合花，衣带散乱，雪白的香肩已半裸。完颜主像是一只肥猪，正趴香肩上胡乱啃着。死肥猪！宁晨沉喝，完颜主吓了一跳，赶忙回身望去。当看到来者是宁晨之后，他原本还有些慌乱的眼神顿时转变成了不屑的鄙夷之色。靠，吓本少主一跳，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废物玩意！唰，宁晨脸色如霜，一步步朝着完颜主迈了过来。平日间那双温和无害的眸子中早已尽是杀机。完颜主敢动北雪，你简直死不足惜！呵，哈哈！完颜主却笑了，让本少主死，就凭你这个废物玩意，你他妈是不是脑袋坏掉了？唰，说着，完颜主像是想到什么，突然兴奋起来。嘿，本少主记得天罗国覆灭前，有一些组织常用刘颖时拍摄房中秘录，如无能的丈夫、贪吃的小姨子、朋友的母亲等。你这废物可是安南境的夫君，安北雪的姐夫啊！啧啧，正好今日也让你演绎一集无能的丈夫或姐夫，真是想想都觉得刺激。
说到最后，完颜主已然迫不及待朝宁晨出手。轰！完颜主虽然纨绔好色，但自身的武道天赋却不弱，年纪轻轻就已是五皇五重之境。如今一出手，顿有一只灵力大手朝宁晨压去。在他看来，这一掌连一般的五皇境都不是对手，只是武道废物的宁晨自然会被镇压。之后便是令人兴奋的无能丈夫或姐夫系列了。砰！结果下一刻，令人不可置信的事情发生了。那道灵力手掌仅是在靠近到宁晨3丈之外，便犹如撞到无形神墙，居然当场溃散一空。怎么可能？完颜主惊呼，肥胖的脸上浮现不可置信神色。而就在他震惊之际，宁晨已是无情出手了。砰！只见他仅是轻轻一震身躯，至尊神体显微。虽然只是五皇一重，却有磅礴神力汹涌，瞬间便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对面完颜主镇压，整个人像是背负一座山岳，完全无法动弹。啊，不，怎么会这样？你不是一个废物吗？怎么拥有五皇境修为，而且还这么强大？这一刻，完颜主骇叫，如同的见了鬼神一般。须知安南境奉玉旨成婚，招纳一个大楚废物为婿，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甚至成婚当日，他们完颜家也是派人去仔细查探过。但现在是什么情况？传言中的安家废物赘婿，竟是一尊五皇强者，这开什么玩笑？砰！宁晨自然不会为完颜主解释，一抬手当场攥住后者脖子，将那肥胖身躯硬生生提起。随着磅礴的至尊神力在五指间一点点的涌动，完颜主顿时感受到近在咫尺的死亡之危，第一时间捏碎腰间一枚玉佩，满脸惊恐大叫：不要杀我！完颜重山，救命！快救本少！轰！仅是数息后，那本来躲起来的完颜家武圣被惊动，第一时间便是重新冲回破庙之中。当看到欲行凶的宁晨，他显然也是十分震惊，但他作为武圣，反应却是不慢，第一时间携带着可怕的胜利，朝着宁晨狂猛的冲来。混账东西，敢动我完颜家少主，你活腻了！轰！完颜重山乃是武圣2重境，虽然这个境界在武圣境中不算什么高手，但面对武圣之下，绝对拥有横扫之力，尤其是在他情急护主之下，那种武圣之力比平日间更加的狂暴，一道道灵力劈炼爆射玉要将宁晨给撕成粉碎。哼，死肥猪！面对完颜重山的袭杀，宁晨却根本不为所动，甚至连转身都没有，眸光冰冷地盯着完颜主，幽冷摄人。别说一个武圣2重，今日就算是高阶武圣，也救不了你这个肥猪性命！狂妄！身后完颜重山显然被宁晨的举动与话语触怒了，灵能光芒暴涨，四化极柄天刀击射而来。嗡！谁知就在灵能天刀即将斩中宁晨的身躯，一团黑影却是从其脚下影子中升腾而起，轻而易举便将袭来的灵刀给吞没殆尽。同一时间，影鬼的身影更是急速的暴涨，顷刻间便是足足化为3丈之高的庞大黑影，一对鬼眸赤红如血，口中更是长满了獠牙。啊！什么鬼东西！完颜重山惊呼骇叫，显然被影鬼给吓到了。影鬼咧嘴一笑，巨大的黑影顿时笼罩住前者。虽然完颜重山在竭力反抗，但在影鬼武圣9重巅封禁的强大实力下，完全就是徒劳。咔嚓！瞬息后，一声闷响，影鬼张开血盆，大口直接将完颜重山的头颅咬掉，尸体瞬间倒地。这血淋淋的一幕也让对面的完颜主爆瞪双眼，想要惊呼，想要骇叫，但却只能发出呜咽声。一股腥臊的液体禁不住从裆部流淌而下，俨然吓尿了。死！看到这一幕，宁晨蹙眉，至尊神力彻底爆发，咔嚓一声，完颜主直接被他攥断了脖子。至此，这一主一仆，一皇一圣，双双陨灭。可见破旧失修的和神庙内，2具尸体横躺在地，一具被扭断脖子，一具被咬掉头颅。对此，宁晨没有半点的心理负担。早在他们打安北雪主意的时候，便注定是死人了。只是完颜主终究是完颜家最受疼爱的少主，若处理不好的话，会引来极大的麻烦。嗡！念至此，宁晨一挥手，一簇火焰顿时在手掌心处绽放，层层叠叠的火焰犹如一株赤色莲花在此间绽放，其温度灼烧的空间都在微微扭曲。正是躺平1个月获得的特殊奖励净莲妖火。须知净莲妖火号称可净化与焚烧世间万物，如今用来毁尸灭迹，自然是不在话下。可见宁晨屈指微微一弹，2缕净莲妖火之焰便是落到完颜主与完颜重山2具尸体之上。刹那间，赤色火焰燃起，无论是衣物还是血肉亦或是骨头，全都在这一刻燃烧起来。而且此火霸道，燃到最后连灰烬都没有。转瞬后，刚才还鲜血淋漓的2具尸体便已然消失无踪。呵呵，这下应无问题了。宁晨满意一笑，而后他这才让影鬼重新隐匿，自身则赶忙来到庙宇中那方神台之前。可见安北雪正满脸惊惧害怕的蜷缩在神台上，俏脸之上早已遍布泪痕，昏昏沉沉的呢喃着：不要，别动我，姐姐救我。这一幕看得宁晨脸上升起一抹疼惜之色。如果不是完颜主的尸体都让他用净莲妖火焚灭了，他说什么也忍不住再对其鞭尸一番。北雪，醒一醒，没事了，已经没事了。宁晨上前扶起安北雪，手掌悄悄为其渡灵力，这才让意识昏沉的安北雪快速恢复过来。姐夫！当安北雪看到宁晨后，
整个人彻底绷不住了，直接扑到宁晨怀中，俏脸上哭得梨花带雨。他虽然中了迷药，但意识还是有一些的，知道是完颜主让人掳了他，欲要强暴于他，那种无法抵抗的感觉，那种眼睁睁看着自己即将坠入无尽深渊的无力，几乎让他崩溃。此时此刻一清醒过来，他再也忍不住发现，北雪没事了。看着于怀中哭得梨花带雨的安北雪，宁晨也顾不得男女授受不亲了，只得拍肩安慰。良久之后，安北雪这才停止哭泣，恢复了平静。而已经恢复，感受到宁晨那宽大温热的胸膛，安北雪便如触电一般从宁晨怀中弹起，清丽脱俗的俏脸上飞起一抹红霞般的窘迫。姐夫，那个我不是有意。安北雪欲解释，但吞吞吐吐间不知说什么是好。毕竟他与宁晨的关系可是小姨子与姐夫，刚才的举动着实显得太过亲密无间了。倒是宁晨摇头一笑，北雪，你没事就好。安北雪脸去迥异，但随而他像是想起了什么，突然道，对了，那该死的完颜主呢？我刚才隐约觉得有人来了与完颜主对战。姐夫，是你吗？刚才难道是你救的我？看着安北雪那双大而明亮充满期待的眼神，宁晨却是摇头道，北雪，你糊涂了，我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那完颜主可是武皇境强者，我如何能在他手中救你？闻听此言，安北雪期待的眸光明显暗淡了3分。不是姐夫吗？也对，姐夫并无什么武道修为，如何能在完颜主手中救下我？那姐夫刚刚找到我时，可曾看到救我的人？我刚才一来只见你自己独自躺在神台上，并未看到什么人，只瞥到了一抹黑影。黑影？安北雪一蹙眉，但旋即便是娇躯一震，惊异道，难道是他？是那个在天罗国余孽潜入我安府之夜，出手挽救我安府的神秘人？一定是他，只是他到底是谁？为何3番2次相救，却始终不露面，只以黑影显圣？不理解。安北雪显然不理解。北雪，管他是谁呢，只要你安全就行了。如今此地不安全，还是尽早回安府吧。宁晨开口，阻断了安北雪内心翻飞的思绪。也好，安北雪内心还在后怕，也不愿再在这里待了，赶忙与宁晨2人一起乘坐马车回了安府。回到安府之后，宁晨与安北雪2人十分的默契，都没有向人说出此次踏青遇险之事。眨眼间数天过去，安府虽平静，但完颜家却早已急得团团转，因为他们发现完颜家少主完颜主连带着一尊武圣境护卫，居然双双失踪不见了。前几天完颜家还不觉得有什么，毕竟都知道自家少主纨绔性格，经常夜不归宿玩乐。可连续几天后，完颜家就慌了，开始派人寻找，结果无论怎么找都找不到完颜主踪迹。混账，不惜一切代价给本座找到少主。我完颜家少主与一尊完颜家武圣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失踪，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最后这件事更是直接惊动了完颜老祖完颜天雄。须知完颜天雄对完颜主这个唯一孙子可谓是十分疼爱，自幼要风给风，要雨给雨。他的命令一下，完颜家掘地3尺般开始寻找。最终有人向完颜天雄上禀，回老祖，我们已经在大楚皇城内外掘地3尺找了数遍，始终没有找到少主踪迹。但根据我们的查探，少主在失踪前曾与安家2小姐安北雪以及安南境内的废物夫君宁晨在玉树河中有过一些冲突。同在冲突后不久，少主与其武圣2重的护卫完颜重山就彻底消失了。痴痴，闻听此言，完颜天雄那对苍老阴鸷的眸子顿时爆发出2股摄人且可怕的眸光。安北雪，宁晨，混账，一定是安家杀了我孙儿，然后将其毁尸灭迹，一定是这样。说到最后，完颜天雄杀鸡翅脸，震怒大喝，马上派人前去安家，让他们交出杀害我孙儿的凶手，否则我完颜天雄必会出手踏灭安家。仅在当日，完颜天雄之子，也就是完颜主之父完颜康乾，便是带着人气势汹汹地赶到了安府。安家，你们杀我完颜家少主，马上将凶手交出来！安家门卫欲要拦截，结果却被直接打成重伤。一时间，安府之人顿时被惊动，纷纷冲了出来。其中为首之人便是安府老管家安府。完颜家，你们发什么疯？敢强闯我们安家？你们这是想要开战吗？安府须发皆张，宛若一只发怒的老狮子般。完颜康乾却是将完颜主尸骨无踪之事说出，怒喝道：一定是你们安家杀了我儿，并且毁尸灭迹。我家老祖已经发话，倘若你们安家交出凶手，倒也就罢了，若是不交，我家老祖定会踏灭你们安家。完颜老祖。当听到这个名字，安府老脸神色尤为沉重。须知完颜天雄可不是一般武圣，传言已经半部武道通神，这种实力在大楚已极为恐怖。一群混账，你们完颜家少主死了，就胡乱赖到我们安家头上，当我们安家怕你们完颜家不成？你们完颜家有老祖，我安家可有我姐姐？这时一声娇喝，一袭白衣的安北雪走来，而在她身边还跟着一袭青袍如玉的宁晨。其实对于完颜家到来，无论是宁晨还是安北雪，心里都有所预料，不过2人都没慌。宁晨是对自己的净莲妖火有信心，毕竟净妖火净化后，完颜主的尸体连灰都没有留下。你说我杀的，证据呢？至于安北雪，则是对自己姐姐安南竟有信心。完颜老祖乃半部武神，而他姐姐可是真武神。
安家岂会惧怕完颜家？你撒谎！完颜康乾目光死死盯住安北雪。多日前，你曾与宁晨两人在玉树河中春游，与我儿有过冲突，而冲突过后，我儿便尸骨无踪。你还说不是你们安家下的毒手。二小姐，你……安福目露诧异，但安北雪示意稍后再说，冷喝道：可笑！当日完颜主是与我有过冲突，但这岂能证明是我安家杀了他？依我看，他吃得如肥猪般，不小心坠入河中淹死，然后尸体被鱼吃光了，也说不定。闻听此言，完颜康乾十分愤怒，胡说八道！我儿身边可是有一尊武圣二重的护卫，但如今连这名武圣二重护卫都失踪了。放眼整个大楚皇城，能够无声无息解决一尊武圣境的，除了你们安家还能有谁？对此质问，安北雪却是再度嗤笑，叫谎。难道就因为我安家实力强，以后每死一个武圣都要诬陷是我安家杀的吗？说到这里，安北雪不愿再多言，直接下令道：福伯，马上将这些无理取闹的人轰出去！轰！安福的令，身上顿时汹涌起武圣境的气息。一个武圣三重的老东西而已，我们今日不走，你能奈我们何？完颜康乾身躯一震，顿时升腾起武圣五重气息，同时在他身后亦有一名老者也显出武圣气息。在两名武圣气息下，安福气势自然被压下去，就连安北雪以及在场安家人都遭到压制。这让一旁低调未语的宁晨眉宇微微蹙起，刚准备让脚下引鬼显威帮一帮场子，混账，敢在武神府撒野，活腻了吗？突然，两股磅礴的高阶武圣气息在安家爆发，随着两道破风声，只见两尊身影闪来，那是一男一女，男子长相粗犷，女子英姿飒爽，皆穿戎装，着战甲，流转铁血杀伐气，正是安南境派回来护卫安家安危的军中武圣。楚葵将军、柳英将军，若是这些人再敢在安府无理取闹，杀无赦。这时，安北雪也是展露安家两家主的威势，命令一下，楚葵与柳英两名军中高阶武圣，连带着安福三尊武圣，顿时齐刷刷爆发。好，你们给我等着，这件事绝对没完！面对足足三尊武圣的威压，而且还有两位高阶武圣，完颜康乾脸色巨变，不敢再撒野，只得扔下一句狠话，转身灰溜溜带人离去了。然而，完颜家之人虽离去，但安府却并未轻松。安福第一时间询问安北雪：二小姐，这到底怎么回事？完颜主之死与你有没有关系？面对安福的询问，安北雪自然知晓瞒不住，只能点头，随而将踏青遇险之事说出。什么？那完颜主居然想要对二小姐霸王硬上弓，他简直该死！安福怒不可歇，甚至就连楚葵与柳英都愤怒，毕竟他们两人被安南境调回来，主要就是为护卫安北雪，眼下安北雪居然差点出事，而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这明显太过失职。又是那位神秘人救了二小姐，若是如此看，不用多想了，一定是那位神秘人将完颜主以及那位武圣护卫斩杀，最后毁尸灭迹了。安福推测出事情原委，但这并未让他轻松，甚至神色更为沉重。二小姐，虽然完颜主的确该死，但神秘人却不知杀了完颜主会招来多大的灾难。这位完颜家少主自幼备受完颜老祖宠爱，他一死，完颜家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说不准完颜老祖真会如完颜康乾所说，会亲自出手来攻打我们安家啊！唰，安北雪神情凝重，就连一旁宁晨也眉宇微蹙。当日情急之下没有过多考虑，随手杀了完颜主，如今看来确实有些欠妥当了。安福继续道：据传那完颜老祖早些年便已是半步武神，这种修为除了大小姐，怕是无人能敌。所以为了防止完颜家的报复，二小姐还是及时修书一封，将此事告知大小姐吧。好，安北雪认识到事情严重性，赶忙修书发往军营。与此同时，完颜家当完颜康乾带着人灰溜溜回来禀告，那本就处在怒火中的完颜老祖猝然起身，浑身杀意彻底爆发。混账，既然不肯让人为我孙儿偿命，那就休怪本座踏平他安家了。看着怒发冲冠欲要杀上安府的完颜天雄，完颜康乾脸上却浮现出一抹担忧之色。父亲，主儿之仇的确重要，但那终究是安家，安南境那女人可是货真价实的武神，若因此惹怒她，我完颜家怕是无法承受啊。谁知闻听此言，完颜天雄却是仰天大笑，随而大笑又变成了冷笑。哼，安南境那个女人这些年仗着武道高强又军功累累，早已惹得如今皇位上那位极其不满。如今渊皇可是在想尽一切办法打压那个女人与安家呢。否则你以为渊皇为何要让一个废物入赘安府？你又以为为何区区一群天罗国余孽能够潜入皇城入侵安家？这完颜康乾眼神惊缩，似乎终于明悟了局势。安家如今已是大楚皇帝的眼中钉、肉中刺，纵然他们完颜家真的踏灭安家，事后也会被大楚皇帝偏袒，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时完颜天雄脸上忽地浮现一抹狂霸之色，宛若一只昂首啸天的老狮王一般。本座已经完全参透我完颜家的霸天神诀，我心有明悟，只需一些武圣精血或者一场大战，就有极大可能踏入武神之境。什么武神之境？父亲终于要突破了吗？闻言，
完颜康前顿时变得极为的激动与亢奋。须知武神与武圣虽只有一字之差，但绝对有天壤之别。放眼整个大楚王朝，武圣虽然稀少，但还是能寻到一些，但武神却只有寥寥几尊而已。已知的也就安家、安南、晋以及大楚皇室武神。如果他们完颜家也出现一尊武神境，那他完颜家地位绝对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不错，完颜天雄自信满满，双眸犹如火炬熊熊燃烧。所以安家必须灭，本座要让安家灭亡成为本座的成神之战，从而威震天下。父亲神威，那孩儿就恭祝父亲麻道功成了。完颜康前顿时跪地高喝，满脸尽是亢奋之意。你们就在家等着本座的好消息吧，等本座归来，我完颜家将彻底踏入辉煌。唰，当最后话音落下，完颜天雄身影已然消失不见。同一时间，一抹璀璨夺目的流光从完颜家升空，随而以一种极快的速度横穿大楚皇城上空，仅是短短片刻之后，便是抵达了安家。彼时，最后的晚霞如火，犹如碎金般铺展云层。完颜天雄一袭古服，仿佛染上一抹赤金血色，再加上那恐怖至极的气息随风浩荡扩散，几乎小半个皇城之人都注意到了他。安家，你们无故杀我孙儿，且拒不给我完颜家说法，今日我完颜天雄来为我孙儿讨个公道。轰隆隆，喝声如雷，滚动长空，尤其是那股半部武神境的气息，犹如飞来风般威压着天地。这一刻，不知多少位皇城武者投射来目光，尤其是安府中，更是所有人都被惊触。安家老管家安府，军中武圣楚葵，军中武圣柳英，包括安北雪以及宁晨等人，上上下下上百人，目光尽数落在如染赤血的完颜天雄身上。不好，是完颜家老祖完颜天雄，他怎么来得这么快？姐姐怕是来不及赶回啊！安北雪清丽脱俗的俏脸之上浮现极大的凝重，就连安府楚葵、柳英等人也全都神色沉烈。虽然三尊武圣联手在天下之间已经足够强横，足以横推军队，但在完颜天雄所散发的一波又一波半部武神气息下，却捉襟见肘。这是什么情况？完颜家老祖居然杀到了镇国安府，似乎安家杀了完颜家少主。大楚当朝两大最强世家，居然在针锋相对。啧，这可是皇城奇闻，定会引动大风云。四方街道上，琼台阁楼中，无数人在关注着。毕竟大楚最强的两大世家争锋，这可是从未有之。完颜天雄，完颜主之死与我安家无任何关系，你太放肆了！我安家乃是开国世家，镇国江府，武神之族，岂能容你来此污蔑？这时，安福腾空，怒声喝道：“哼，一个老仆而已，没有资格与本座说话。”然而看着安福，完颜天雄却是只冷眼一瞥，那属于半部武神境的气息便是轰然落下，顿时将安福硬生生从半空中压了下去。你，安福脸色铁青，但这时一声娇喝却响起：“住手！”可见一袭白衣的安北雪飞跃上安府门楼上，容颜漠冷：“完颜天雄，我安北雪乃安家两家主，有资格与你对话吧？我告诉你，完颜主之死与我安家无关，你马上退走，否则待我姐姐归来，定不会轻饶你。”哼！完颜天雄垂手看了一眼安北雪，这些话由你姐姐来说还差不多，至于你，差得远。既然你安家不给我完颜家交代，那今日这个公道，本座就亲自来讨，先杀你们安家一批人，不信你们不承认。轰！话音还在长空传荡，完颜天雄已是蓦地出手，只见他很自负与霸道，并没有施展什么武学招式，而是轻轻抬起自己一只手掌，像是拍蚂蚁一般，朝着下方的安府盖压过去。虽然他的举动随意，但手掌在压落间却瞬间喷薄出滔滔大江大河般的灵力，威压天地。这一掌之威，足以将半个安府给崩成废墟。可恶！完颜天雄，你狂妄！此乃镇国江府，岂能容你如此撒野？看到这一幕，那老管家安福，包括2名军中武圣楚葵、柳英，全都惊喝，第一时间踏空冲霄，爆发迎击。三人3股武圣力量，除安福稍弱一些外，无论是楚葵还是柳英，全都是高阶武圣。远远望去，宛若3道圣光神柱，迎击大掌。可转瞬，那以安北雪为首的安家人无不脸色惊变。安府上空，完颜天雄霸道无边，掌印沉如山岳。安抚、楚葵、柳英3人打出的胜利光柱，只坚持一息，便在一声轰鸣中纷纷爆散开来。那属于半步武神境的威压，宛若瀑布般压落，无论安抚还是楚葵、柳英，全都吐血急坠。哼，蝼蚁儿，今日便让你们为我孙儿陪葬！完颜天雄冷喝，并未停手，那璀璨恢宏、汹涌恐怖能量的掌印继续震落，恍若一座飞来峰，朝着下方威压而下。啊！安抚与楚葵、柳英3人全都发出痛苦的大喝，尤其是老管家安抚，修为只有5圣3重，如何能抗？当掌印压落如负山岳之重，浑身骨头咔咔作响，身上鲜血不断迸溅。福伯，2位前辈，整个安府顿时响起哗然声，每个人脸色都沉重，真切感受到完颜天雄那决然的杀意。安北雪更是怒斥道：“完颜老狗，住手！你若敢下杀手，我姐姐一定不会不放过你的。”完颜天雄置之不理，嘴角扯出一抹狰狞之色。须知他来时就有所明悟，只需一些武圣精血相助，他便能够实现终极一跃，
成就武神之境。可武圣强者，放眼大楚王朝都称得上绝顶高手，哪怕是他完颜家也不多，自然不好夺显。但对于安家的武圣，他自然没有什么顾虑。一旦今日他借助武圣精血成就武神之境，纵然事后对上安难尽，他完颜天雄又有何惧？所以死轰！可见完颜天雄苍眸陡然一厉，那半部武神境的能量逐渐攀升绝巅，欲要撤下杀手。刹那间，莫说安福，就算是身为高阶武圣的楚葵柳英也发出惨叫，武圣之躯欲要彻底崩碎。这可怕的一幕让安北雪为首的一众安家人脸色苍白，身心颤抖，只感觉安家末日来临。阴鬼救人！然而就在这危机时刻，宁晨自然无法再坐看，当即一跺脚，潜藏身下的阴鬼发动神通。只见整个安府范围内所有阴影全都在这一刻活了过来，像是一道道黑色匹链般汇聚，眨眼间便在安府上空形成一只漆黑大手，大手从下至上直接重拍中那压下的灵掌。完颜天雄掌印虽强，但阴鬼作为武圣巅峰境的鬼物实力也不弱，再加上对方没设防，一声砰然巨响，完颜天雄的掌印当场崩碎，甚至巨力将完颜天雄身躯都掀得一个踉跄。什么人？完颜天雄苍老的眸子惊缩，身心皆是一沉，似乎没想到安府居然还有如此高手。观刚才的气息，至少也得是武圣巅峰之境。至于安家之人，显然有些茫然，倒是安北雪第一时间惊呼：是他，是那个神秘人，他就在我安家，他在帮我安家对抗完颜天雄。激动惊喜，可见安北雪的美眸在整个安家四处扫视，甚至他在第一时间便转头看向宁晨。结果令他内心失望的是，宁晨就站在原地，没有任何动作。显然神秘人不可能是他，果真不是姐夫，那到底是谁在救我安家？但不管是谁，都希望能帮我安家渡过难关。安北雪心思翻转时，宁晨已是命令银鬼出击。只见如今天穹之上，最后赤红的晚霞已经逝去，黑暗阴沉的夜幕开始逐渐笼罩天地，而在夜色之下，银鬼的实力显然是最强的。嗡！只见安府上空四面八方无穷无尽的阴影，像是绵绵潮水一般，开始急速的汇聚，眨眼间便在安府上空形成一道巨大黑影。黑影有着人形轮廓，高达1丈，看不清面容，分不清男女，唯有一对赤红如血的双眸，周身上下荡漾着滚滚能量。虽没有对面完颜天雄半步武神境强大，但也弱不了太多，至少要远远比安福、楚葵、柳英三人强横。是他，是那个神秘人，此人从不以真面目示人，他到底是谁？这种气息，他应该处在武圣巅峰之境。可见安福、楚葵、柳英三大武圣也是被吸引目光，虽想相助，但严重的伤势早已让三人失去战力。你是什么人？为何要助安家？这时天穹之上，完颜天雄冷冷地质问道：不为什么，胆敢犯安家者，本座必诛。一道嘶哑难听的声音从黑影口中传达而出。银鬼自不会理会完颜天雄的问话，此话乃是宁晨借银鬼之口所言，乃引鬼神通之一。哼，狂妄！而此话显然惹怒了完颜天雄，须发皆张，那狂霸强横的半部武神气息在疯狂的浩荡，不仅震荡安抚，甚至让小半个皇城都在晃动。不过武圣巅峰在别人面前或许还能张狂，但在本座面前还没有你嚣张的份。今日敢拦本座者，只有一个字：死！轰！当死字一落，完颜天雄再次出手，而这一次出手，他显然不再小打小闹，全力出击。那魁梧高大的身躯，能量璀璨，辉芒绽放，在暗沉的夜色下，恍若化为一轮太阳。只见他双手接连拍击，形成一道道狂暴的掌印，每一道掌印都散发着璀璨炽烈的辉芒，其威浩大，震荡天穹，欲将下方安府拍成废墟。唰！面对一尊半部武神境的攻杀，下方宁晨虽然表面未动，但内心却陷入前所未有的凝重。毕竟银鬼虽强，但终究只是武圣巅峰，与半部武神的完颜天雄相比，还是差了一筹。可见银鬼在第一时间便是展开极致的防御，无尽阴影在安府上空汇聚，形成重重夜幕。可随着完颜天雄的掌印震落，重重夜幕顿时被撕裂崩碎，连带着银鬼那巨大身影，在被璀璨掌光照耀到后，都被瞬间蒸发掉不少。这让银鬼忍不住发出一声声痛苦低吼。对此，完颜天雄蔑笑一声，持续全力攻杀，直到片刻之后，银鬼的防御彻底崩溃，砰！连带着银鬼那凝聚的巨大黑影都在空中崩散，这让银鬼惨叫。同时，一道虚弱的声音在宁晨心中响彻而起：主上，单打独斗，我非此人对手，不是对手。听着银鬼之言，宁晨一颗心彻底跌入到谷底。放眼安家，除安南境外，当属银鬼实力最强。如今安南境不在家中，如果连银鬼都不是对手的话，今日的安家怕是彻底危险了。虽然他靠着银鬼的神通遁走保命没问题，但安北雪怎么办？安家其他上百口怎么办？完了，怎会如此？似乎连这位神秘人都不是完颜老祖的对手。果不其然，那以安北雪为首的一众安家人无不脸色惨白，包括安福、楚葵、柳英三名武圣都心神沉重。但就在这时，银鬼的声音又在宁晨心中响起：主上，
仅以我之能，无法是完颜天雄对手，但我还有一方终极神通，名为人影合一。顾名思义，就是我与主上合二为一。我非敌人对手，但若加上主上，或许就不一样了。主上拥有至尊神体，还修有各种武学，再加上我的全部本源力量，应能战下对方。哦，宁晨一挑剑眉，一直以来银鬼神通繁多，各种神通他都见过，唯独终极神通没用过。好，事不宜迟，马上施展你的终极神通。大敌当前，宁晨不曾优柔寡断，当即下令。同时，他悄然退出安北雪以及众人的视线。当银鬼展开终极神通人影合一之后，银鬼全部的本源力量顿时与宁晨合二为一，霎时间，宁晨气息便是直接攀升到武圣巅峰。而对于宁晨来说，境界只是基础，他还有至尊神体、绝世武学、净莲妖火等强大手段，一身战力绝非是简简单单的武圣巅峰境。很好，宁晨重重的颔首，第一时间便是腾空而起。当然，为避免暴露身份，影响自己事后躺平，在腾空的瞬间，滚滚黑影便将宁晨浑身覆盖，只留下一个人形轮廓，看不出面容男女。快看，这位神秘人前辈还在出手，他并未战败。当人影合一后的宁晨冲上天穹，安北雪惊呼，在场安家人再度被宁晨所化黑影给吸引目光，但相比刚才，他们少了很多兴奋，止于沉重。毕竟刚才的事实似乎证明完颜天雄不可逆。呵呵，居然还没死，你的命还挺硬。既然如此，那就彻底送你去见阎王。完颜天雄也是冷笑一声，并没太多的在乎。他能崩碎黑影一次，自然就能崩碎无数次。轰！完颜天雄再度挥手，以重重掌印横击宁晨，煌煌掌印，灵能肆虐，如画璀璨山河。然而面对狂暴的掌印，宁晨却是冷喝一声，浑无畏惧，甚至不再如影鬼那般防御，而是主动出击。轰！只见宁晨第一时间催动起自身的至尊神体。须知至尊神体号称古往今来第一神体，无论是血肉经脉还是骨头，甚至是细胞，全都蕴含着至尊神力。当这种至尊神力涌出，银鬼的武圣之力瞬间被加持到一种可怕地步。砰！仅是抬手一拳，完颜天雄的掌印便被轰爆。之后，宁晨拳拳暴击，将重重掌印尽数崩碎。安府上空像是炸开一团团烟花般绚丽多彩。什么？看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完颜天雄苍眸一瞪，只觉得眼前的黑影仿佛是换了一个人，一身实力比之刚才强大了数倍都不止。天哪，这神秘人前辈居然挡住了完颜天雄，太好了！发生了什么？这位前辈好像变强了很多。安北雪、三大武圣、安家人也全都大喜过望。完颜老狗，想欺辱安家，你将付出血的代价！宁晨发出冷喝，当然声音亦如银鬼那般嘶哑。而在无人识破他的身份之下，他行事自然张狂霸道，纵空踏起，反向攻杀完颜天雄。轰！一出手便是绝世武学真武拳，拳印一出，刚猛恢宏，尤其在滚滚至尊神力加持之下，宛若一轮散发着黑金之光的黑色大日，所过之处，空间都在巨震，隐隐扭曲起来。砰！仅是一拳而已，哪怕完颜天雄第一时间阻挡，却根本挡不住，当场被重重击飞出去。半空之上，隐隐有鲜血飞洒，增添一抹赤红。而一击得手，宁晨更是御风踏空，再加上银鬼神通加持，整个人速度犹如鬼魅一般，乘胜追击，接连以真武拳印暴击完颜天雄。砰砰砰！一时间，完颜天雄完全被打蒙圈了，接连倒飞，浑身鲜血不断飞溅，痛叫怒吼连连。好，这血淋淋的一幕，则是让安北雪拍手叫好。至于三大武圣、安家人，包括皇城一些瞩目之人，更是心神震撼。毕竟完颜天雄可是大名鼎鼎的完颜家老祖，半部武神强者，放眼大楚都是绝顶强者。可就这是这般绝顶强者，竟被安家一位神秘人横击，血洒苍穹，遭到压制，简直可怕。安府除了安南境之外，居然还有如此强者，这隐藏的也太深了。彼时暗中正有一对眼睛目不转睛的观望此战，而有些眼睛背后赫然来自大楚皇宫。轰！可见安府上空，宁晨连续打出10几道真武拳印，道道夹杂着至尊神力，将完颜天雄打成重伤，披头散发，衣衫破碎，模样极为凄惨。最后伴随着吭的一声，宁晨抽出一把长剑，宽3指，长3尺，其上流转着惊人红光。尤其是当宁晨的至尊神力涌入长剑之中，犹如一道黑夜的绯红，欲要斩破苍穹。正是极品宝剑渊红。显而易见，宁晨要下杀手了。死来！果然，下一刻，宁晨手持渊红剑，如画红光霹雳，又似黑蛇有舞，全力斩向完颜天雄。可恶！我完颜天雄乃是大楚完颜家老祖，半部武神境强者，岂会死在你这个无名之辈手中？完颜天雄乱发狂舞，一对苍眸迸发炽烈神芒。只因今日这一战至此，他虽然没有夺得武圣精血，但激烈的大战，生死的危机也让他的瓶颈彻底松动。这一刻，完颜天雄开始孤独一掷，不再躲避，不再防御，将所有力量汇聚到一处，狠狠破关。破！给本座破！轰！最终，当
当那道飞虹刚刚斩到完颜天雄头顶3尺之际，一股恐怖无边的武神气息从完颜天雄身上爆发。轰！完颜天雄一惊，破入武神之境，那恐怖无边的武神气息仿佛积蓄多年的火山骤然爆发，滚滚霸绝能量浩荡开来，横扫天地八方。首当其冲的便是宁晨，直接连人带剑被掀飞，饶是他拥有至尊神体，还与银鬼合一，也抗衡不住，口中接连喷血。银鬼更是惨叫，整个人足足倒飞10几丈，这才勉强停下。等他再望去，原本漆黑的夜空仿佛被一轮大日所照亮。完颜天雄那滚滚的武神气息震荡大楚皇城。天哪，快看啊！完颜天雄居然临阵突破了武神境，他已成就传说中的武神之境。完颜家彻底崛起了，相反，安家将难逃覆灭。偌大的皇城，凡关注这一战者全都陷入轰动，只因武神2字重若万钧，凡听闻谁不震撼？至于安抚，更是从原本的欣喜转化为惊恐。安北雪、3大武圣等所有人全部如坠冰窟。对比安南境，他们太知晓武神的含金量了。虽然护他安家的神秘人很强，足以横压半部武神，但面对真正的武神，怕是力有不逮。武神之境，这就麻烦了呀！果不其然，这一刻，哪怕是宁晨也神色凝重，一股死亡的寒意在他身外心内流转。饶是他，也深知无法抗衡武神，毕竟这已经与他那个便宜老婆同境界，堪称无敌。唉，看来还是躺的时间不够长啊！宁晨内心叹息，如果他躺平时间足够长，奖励获得足够多，哪怕是武神境他也可无惧。如今只能退而求其次，将北雪救走了。宁晨内心改变方案，明知不可敌，他自然不会蠢的继续与之拼杀。于是他按下伤势，闪向安抚，欲要带安北雪遁走。哼，本座既成武神，你们安抚一个人都跑不了，今日都得死。这时完颜天雄却发出一道杀意惊天的威吓，第一时间便是全面爆发那武神境的修为。轰！霎时间，一道长达100丈、灵能璀璨的掌印压下，罡风烈烈，十方虚空都隐隐扭曲起来，整座安抚都被这一记武神之掌给全面笼罩。远远望去，似一尊神明之手自9天压落，那种场景令皇城无数人的目光为之震撼。至于安抚，无论是安北雪还是3大武圣，亦或是其他人，全都是头发炸裂，只觉得大难临头。那不断压落的武神之掌让他们感到窒息，甚至就连宁晨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只因一股恐怖至极的武神气机牢牢锁定他，竟让他如赴山岳，一时间形成体重。糟糕！宁晨内心沉重，这一刻他已然有所明悟，他若放弃安北雪的话，尚有机会逃走，但最终他一咬牙，并未独逃，而是护在安北雪上空，形成重重防御，准备硬抗。但随着武神掌印压下，重重防御犹如纸糊般，包括安抚建筑都开始剧烈震颤崩塌。这一刻，极致的毁灭之威笼罩了整个安抚，安抚之中，所有人都陷入了绝望之色。眼看着安抚即将遭劫，一道震动天地的怒喝声却骤然从大楚皇城的天际尽头响彻而起。完颜老狗，敢动我安家人，你找死！哼！可见比怒喝声更快的，则是一杆夺目的银枪。银枪犹如流星，燃烧着炽烈可怖的火焰光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划破皇城夜幕。而银枪之上所流转的气息，赫然属于武神境。砰！刹那间，在无数人还没反应过来的目光中，银枪便已是惊世之速，爆射至安抚上空。一枪之下，那一道欲要毁灭整座安抚的武神掌印，顿时被银枪倾泻的枪芒搅成粉碎，漫天灵光泼洒，在夜幕下好似烟花般绚烂。啊！这一刻，安抚得救，但完颜天雄却是惊呼，只因那杆银枪在剿灭了他打出的掌印后，一道曼妙的身影早已紧随银枪而至，一头青丝如瀑，被扎成马尾状，容颜绝美，一袭金甲，玉裙为摆，身姿修长且绰约，不是别人，正是大楚镇国女武神安南境。啊，姐姐，是大家主，他回来了，哈哈，神将大人归来，我们得救了。这一刻，安抚上下所有人全都惊喜万分，如释重负，就连准备拼命的宁晨也是重重松了一口气。便宜老婆终于回来了，这下不用我拼命了。可见归来的安南境俏脸之上早已布满寒霜，眉宇间的杀意早已达到了一种临界点。他收到安北雪书信后，第一时间便往安家赶，若不是回援及时，只能见到安抚沦为废墟了。死！咚！安南境没有任何废话，一枪捅向完颜天雄，但在这一枪之中，却蕴含着他全部的武神霸力，极道的神力似乎要将整个天地捅破。可恶！同是武神之境，我完颜天雄怕你安南境不成？看到这一幕，完颜天雄也发出怒狮般的狂吼，霎时间，他也是竭尽全力的爆发自身力量，同时施展出他所掌握的最强神通杀式。吭的一声，滚滚的武神能量凝聚成一把天刀，天刀之锋，寒光凛凛，所绽放出来的刀光将整个天空都给照亮，刀威惊天动地。杀！转瞬，完颜天雄便携天刀悍然迎向杀来的安南境。这一刻，黑夜之下，两尊武神一枪一刀，好似两轮太阳一般，重重相撞在一起。咚！
一声震天动地的轰鸣声率先惊起，紧接着光焰如潮，能量似决堤洪流朝八方扩散，碰撞中央像是演化出一团雷火，不断溅射。那种可怖的动静让整座皇城都在激烈震动。对撞只持续数息，便见完颜天雄那柄天刀直接崩裂成无数碎片，天光如泯灭的碎火。啊不！紧接着，在完颜天雄一声难以置信的吼声中，安南靖手中那柄银枪犹如咆哮的银龙一般，强势剿灭他的护体灵罡，捅穿他的胸膛。而后，安南靖手腕仅是一用力，便将完颜天雄高高挑起，任由后者如何挣扎都无法摆脱。那恐怖枪力开始疯狂剿灭对方的武神本源。从完颜天雄欲一掌毁灭安家，到被安南靖一枪挑穿，这期间前后不过是10数息的时间。很多人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等终于反应过来之后，这才发现一切都结束了。天空之上，刚才还霸道无边的完颜天雄被安南靖手持银枪高高挑起，发出一阵阵凄厉的怒吼声，整个人就像是被捅破的皮球一般。那原本恐怖无边的武神气息正在疯狂的流泻，至于身披金甲手持银枪的安南靖则聚焦所有目光，眨眼后整个皇城都轰然喧闹。我的天，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镇国女武神吗？仅是一枪而已，就将突破武神的完颜老祖挑穿了。千里夜归，枪挑武神，今日之战必定会在女武神的战史上再次增添浓厚的一笔。至于安府，那以安北雪为首之人全都在愤怒的大喝：姐姐，杀了这老狗！完颜家欺人太甚，家主绝不能轻饶他们。当这些沙喝传入完颜天雄耳畔中，完颜天雄那张布满痛苦的老脸上终于涌现惊慌。安南靖，你不能杀本座，本座乃是完颜家老祖，更是大楚新晋武神，你若杀了我，渊皇不会饶你。闻听此言，安南靖却置若罔闻，一脸的漠然，双眸中的杀意丝毫没有减弱。他冰冷喝道：完颜老狗，今日别说你搬出渊皇，你就算是搬出开国皇祖来，也救不了你的命。而且你今日对我安家的所作所为，不仅你要以死谢罪，就连你完颜家也要覆灭。此话一出，完颜天雄老脸上彻底涌现恐惧。不，你不能碰！可不待他多言，安南靖便是猛然一阵银枪，霸道的神力瞬间将完颜天雄的身躯给震得四分五裂，漫天血肉飞洒，染红了夜幕。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一尊武神陨落轰咻。而击杀完颜天雄之后，安南靖果真没有停手，整个人顿时化为一道红光，冲向了完颜家。这一幕让整个皇城的武者心头都是一凛，深知完颜家这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要自取灭亡了。除非有人阻挡，比如楚渊皇。唰，果然尚在半途便有数道身影拦住安南靖。虽然长相身着皆不同，但可见每个人腰间都悬着皇宫令牌，气息为清一色的高阶武圣。其中一位太监模样的武圣当即探手阻挡道：渊皇口谕，完颜家乃开国世家，纵犯重罪也不能灭亡，还请安武神息怒住手。吭！谁知见此，安南靖却是饱含冷怒的一阵银枪，一股浩大枪威瞬间将几尊皇室武圣震跪。完颜家乃开国世家，难道我安家就不是？让我住手！那刚才为何不让完颜天雄住手？都给我滚一边去，否则杀无赦！当安南靖话音一落，一股枪芒直接将眼前几尊皇室武圣给扫飞出去，落地皆已重伤。之后，安南靖便再次身化红光冲向完颜家。这一幕则让皇城无数人感到心惊与胆颤。没想到安南靖愤怒之下，连渊皇面子都不给。唰！最终，安南靖如一道流星般驾临到完颜家，没有任何废话，他直接一枪捅了下去。彼时，完颜家家主完颜康乾正在带人设摆宴会。毕竟完颜天雄离去前曾说过，等他归来，不仅大地安家会灭亡，他们完颜家也会晋升武神世家，达到前所未有的辉煌，这自然值得庆祝。不知老祖功成没有？算算时间，该回来了吧？完颜康乾站在院落里，抬头遥望向安家方向，内心正在心潮澎湃。但下一刻，他却突然发现天空陡然明亮，像是出现一颗流星。怎么回事？还不待完颜康乾反应，那一抹明亮至极的流星便是坠入完颜家，轰隆一声震天巨响，毁灭天地的武神之力顿时在完颜家内爆发。一时间，天摇地动，完颜家诸多琼楼殿宇、亭台楼阁全都在剧烈冲击波中崩塌。至于完颜家那些拥有血肉之躯的人群，更是在一阵难以置信的恐惧之中纷纷崩灭。黑暗夜幕之下，整个完颜家却陷入耀天的光芒，天光如昼，真正辉煌到了极点。这就是老祖所说的辉煌吗？我戳井号美元100分号语。显而易见，临死之前，完颜康乾骂得很脏。这一夜，大楚中有一方开国世家彻底沦为历史，但却不是安家，而是完颜家。事后不知有多少人前往完颜家，但入目只有废墟。镇国女武神的神威彻底烙印在无数人内心。姐姐，大家主！皇城沸腾之际，安南靖则是重新回归了安府，开口第一句话便是完颜家已灭。这让安北雪安、福楚葵柳英等人无不精神大振，脸上全都露出了狠狠出了一口恶气的神情。刚才回归路上听有人在讲，
今日我之所以回渊及时，全靠那位曾经救过我安家一次的神秘人出手，不知这次可窥见他容貌？安南静一问，安北雪则是惊呼：哎呀，姐姐不问，我差点忘了，那位前辈刚才还在这里，怎么这一会又不见了踪影？唰！闻听此言，安南静目光则在人群中四处扫视。身为武神境强者，他的双眼自然犹如火眼金睛一般，凡扫过之人，全都能看穿其底细。武师不是，武王不是，武皇不是。看了几个来回，眼前安家之人没有一个符合，难道非我安家之人？安南静内心疑惑，但突然他双眸微缩，像是想起了什么，因为他发现安家之人都在，却唯独少了一人。我那位手无缚鸡之力的夫君宁晨呢？当安南静的询问声响起，在场之人全都一愣，而后左看右瞧，却都没有看到那个对应身影。姐夫，对啊，姐夫之前明明也在院落里的。难道说安北雪浮想联翩？可就在这时，宁晨声音却是响起：老婆，北雪，我在这呢。当众人转头望去，只见宁晨从后院迈步走出。安南静第一时间便是定睛仔细打量向宁晨，可有系统在他眼里，宁晨还是那副手无缚鸡之力的模样，没有一丁点的修为气息。不是他，安南静第一时间便做出了判断，而确定后，他的眼眸中升起一抹怅然之色。姐夫，你干嘛去了？难道你？安北雪开口，但却被宁晨打断。北雪，抱歉，我刚才着实有些害怕，就躲了起来。是。此话一出，不少安家人全都止不住嗤笑一声，每个人眼神都流露着废物不愧是废物的神情。姐夫，你大可以撒些谎的。安北雪咕哝，内心也是止不住涌现一抹失望之意。不过转瞬后，安北雪便是轻声宽慰道：姐夫，那可是货真价实的武神大敌，别说你怕了，在场之人谁又能不惧？此话一出，在场的嗤笑讥讽顿时消散了大半。诚然，躲起来很丢人，但刚才谁又不恐惧呢？面对武神一掌，没被吓尿都能称得上真男人了。好了，今夜有惊无险，大家散了，去各司其职吧。这时，安南静摆了摆手，安家人顿时散去。随而他沉声道：北雪跟我来。还有宁晨，你也过来。安北雪与宁晨相互对视一眼，皆感到一丝不妙。果然，当两个跟着安南静来到一处大厅后，可见安南静的眼神早已变得无比沉重与冷凝。他率先冲安北雪道：北雪，接下来我所说的话你要听好。此次我出手强杀完颜天雄，覆灭完颜世家，虽为安家立了杀威，可震慑八方宵小，但我也因此彻底顶罪了龙以上那位。若我所料不错，天光一亮，那位就会召我入宫，轻则贬谪军职，重则囚禁入狱。唰！此话一出，安北雪容颜之上顿时涌现担忧。怎会这样？姐姐，都是我连累了你，你我乃一母同胞的亲姐妹，谈什么连累不连累？况且我早已成了楚渊皇的眼中钉刺，就算今夜不出此事，日后照样会有其他罪名等着我。安南静先是摇了摇头，而后一脸凝重地叮嘱道：但你知道的，我安家9代忠臣，绝不能到我们这一代落得一个反臣罪名，若如此，吾宁死，无安家。宁灭。听着这话，一旁的宁晨表面虽然无动于衷，但暗中却是摇头，只觉得安南静太过迂腐，所以此事后我或许没有精力再护持安家，而你身为安家两家主，一定要担起责任。当然，福伯、楚葵、柳英他们都会协助你。至于那位神秘人，他2次出手护我安家，可以肯定是有非敌，关键或许也能助你。唰！听完，安北雪俏脸之上早已满目沉凝与肃重。姐姐，北雪记住了，我一定会护好我安家。安南静颔首，一副孺子可教也的满意神情。唰！而后他的目光便是转落到一旁的宁晨身上。至于你宁晨，看在北雪叫你姐夫的面子上，我安南静可以将你当成我安家一份子，但也仅限于此。我不介意你在我安家享受荣华富贵，但你绝不能再为我安家招祸端。比如这次完颜家之祸，起因就有你的一些原因。唰！闻言，安北雪急忙摇头，欲要为宁晨辩解，但却被宁晨制止。他坦然与安南静对视，大方承认，的确有我知错，我会反思。毕竟他灭杀完颜主，确实为安家捅了大篓子。早知如此，他会选择一种更稳妥的方式解决。你能知错，倒是让我刮目相看。安南静点首，最后又嘱托了安北雪以及3大武圣一些事宜。直到天光微亮，东方天际泛起鱼肚白，大楚皇宫果然来了一队人，甚至为首的一位老太监，浑身上下赫然散发着武神气息。渊皇有旨，赵镇国神将安南静马上入宫面圣，不得有误。一尊武神前来下谕旨。看到这一幕，那以安北雪为首的安家之人彻底察觉到今夜完颜之祸后的严重性，就连宁晨暗中都是内心沉裂，隐隐明白为何大楚皇室能够统御王朝，着实是底蕴深厚。臣遵旨。可见安南静弃枪卸甲，恭恭敬敬的领旨之后，跟着太监武神前往皇宫，期间并未反抗，只有临走前再度叮嘱似的看了一眼安北雪。安南静走后，安福包括楚葵、柳英皆纷纷围上。两家主，大家主此去不会有什么危险吧？我观神江大人卸甲弃枪，难道要任人宰割吗？可恶，神江大人肯定有危险，
我们马上回军营，调龙虎豹狼4军前来救神江大人。说着，楚葵、柳英2人就要急忙回军营送信。且慢！安北雪赶忙将其拦住。那张与安南竟一模一样的脸颊上，倒是升起一抹威严神色。姐姐早有言，她此去无险，不得擅动。可是在场之人仍旧有些不放心，但安北雪却是神色强硬道：“无需再多言，姐姐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所有人都不准妄动，安心等着姐姐的消息便是。”是。在场之人平静后纷纷散去，包括安北雪与宁晨打了声招呼，也是自发的闭关苦修去了。显然安家面临的压力，容不得他再躺平玩乐。看着空空荡荡的安家大院，宁晨摇了摇头。这段时间以来，安府热闹不断，纷扰不止。如今冷不丁平静下来，他还有不习惯。罢了，纵有天大的纷扰，也不能耽搁我的躺平。虽然宁晨对于安南境与安家处境也心有隐忧，但忧多也无用，还不如舒舒服服去躺平。藤椅搬出，遮阳伞打开，宁晨继续自己的躺平生活。叮！恭喜宿主躺平1月08天，获得奖励。叮！恭喜宿主躺平1月08天，获得奖励1颗养元灵丹。叮！恭喜宿主躺平1月010天，获得奖励1株千年灵芝。叮！恭喜宿主躺平1个半月，获得奖励1卷武学音波功。眨眼间7天过去，这7天时间，仗着躺平奖励，宁晨的修为实力有条不紊的增长。就连之前在对抗完颜天雄遭到重创的银鬼，也在一枚养元灵丹的疗养下恢复到巅峰状态。只是这7天入宫面圣的安南竟却半点音讯都无，这让安家人的心越来越紧张与浮躁。楚葵、柳英2人几乎按耐不住回军营煽动造反，就连安北雪内心都升起莫大的担忧之色。好在于第8日，安南竟终于从皇宫中归来，可见与入宫前相比，安南竟那绝美无瑕的俏脸上少了些英姿，多了一些无奈与疲惫。不待安北雪等人询问，安南竟便主动开口：完颜家之事已翻篇，以后安家无需再担忧，但我已应渊皇旨意，交出天龙、虎贲、飞豹、贪狼4军军权，同时朝堂任命我为北凉主将，前往大楚北凉，制衡北蛮国，限我即日赴任。唰，话音一落，在场安家人脸色全都是齐齐一震。安北雪惊忧，安福叹息，尤其是楚葵、柳英2名军中武圣，更是脸色大变。神将安南境却是抬起玉手，制止了其话语，无需多言，君命，臣子莫敢不从。况且近些年北蛮狼子野心的确常扰我边境，这也是我身为镇国神将的职责所在。你们只需按照我之前吩咐，守护好安家便可，我这就前往北凉赴任。淅沥沥，安南境行事一直雷厉风行，从不优柔寡断。言罢，他便重新披甲持枪，纵马离家，独自一人前往3000里外的北凉赴任去了。看着离去的安南境，安北雪等人全都沉默了，包括宁晨，深知这就是灭完颜氏家的代价。哪怕是安南境这个武权双绝的镇国女武神，也不免得被抓住把柄，遭到贬谪与打压。姐姐被远调北凉，我安家怕是更遭有心人觊觎了。传我命令，从今以后，安家封府除必要之事外，凡我安家人不得出离府邸。安北雪第一时间便神色凝重地下达了命令。只是此令一下，所有人都是暗中摇头叹息，因为安家之人谁不知道，一直以来他们这位安家2小姐2家主最为活泼好动，安家封府影响最大的就是安北雪自己了。封府吗？这对我来说倒是无所谓的事情。对此，宁晨摇头一笑，完全不觉得有什么。毕竟就算不封府，他也几乎没有出过安家的大门，甚至就连自己所在的院落都很少迈出。他的院落宽阔且典雅，假山鱼塘，荷花亭台，藤椅100，遮阳伞1打，旁边小水果一切，有事钓钓鱼，没事睡觉，最重要的是每天还能收获来自系统的躺平奖励。这种躺平生活简直就是神仙一般的日子。出府抬着自己也不出啊。果然接下来一段时间，或许是因为安家封府的缘故，或许是安南竟灭完颜家的原因，又或者两者都有，安家终于恢复曾经的平静，不再有什么宵小不开眼的人来安府寻衅。日升月落，风起尘散，时间一天天的流逝。叮！恭喜宿主躺平1个月16天。叮！恭喜宿主躺平1个月20天。叮！恭喜宿主躺平1个月28天。随着时间推移，宁晨躺平奖励自然越攒越多，再加上至尊神体的挂机作用，宁晨修为可谓1日千里。尤其在躺平第2个月的特殊奖励巨灵丹助力下，修为开始朝5帝境迈去。当时间来到第3个月，不仅修为已经彻底晋升5帝之境，更是再度有特殊奖励发放。叮！恭喜宿主躺平3个月，获得特殊奖励玉心灵环。玉心灵环，一种特殊灵环，一旦祭出，可强行御控目标心灵，让对方沦为自身奴隶。备注：此环效果将视目标5到10例而定，修为比自身越低效果越好，修为越高效果则越小，只对5神境强者之下有效。关系统介绍：这玉心灵环是个好东西啊，倘若能以此器控制一位地位权势不小的目标，说不定会为自己带来极大的利益。宁晨双眸微微挑起，第一时间便想到楚渊皇，若是他能以此环够控制楚渊皇那个老昏君，
相当于直接间接掌控了整个大楚王朝。不过这种想法他也只暗中想想了，且不说楚渊皇有没有达到武神境，就算没有，大楚皇宫戒备森严，高手如云，甚至有武神强者，他若敢袭军，怕是第一时间就被剁成肉酱了。罢了，先收起来吧，我一个胸无大志的躺平人，在这里瞎起什么皇图霸业之心。最后宁晨按下各种杂乱的想法，将玉心灵环收起，继续抛起手中鱼竿，悠哉地开始垂钓。前2天安北雪临时出关，2人见了一面，仅是1个多月不见，家主的责任以及修行的压力让安北雪肉眼可见的消瘦了3分，这让宁晨有些心疼这个小姨子，果断决定今日必须钓一只肥鱼，为其熬汤补上一补。与此同时，大楚皇宫殿宇重重，鳞次栉比，72宫苑，凤鸣宫。此方宫殿尤为豪奢，金瓦覆顶，玉柱乘梁，四面晴窗透晓，8方来光，可见沉影。唰！今日凤鸣宫深处，一位曼妙身影自尽时迈出，明眸皓齿，琴手峨眉，紫色宫裙外罩广袖罗衫，一颦一笑间充满万种的风情诱惑。不过相比于美貌，此时此刻更引人注目的是女子周身上下散发的那种强横的境界波动，赫然属于武圣境。参见媚妃娘娘，恭喜媚妃娘娘，此次闭关成功，晋升武圣。只见一众侍女与太监全都跪地高呼恭贺，而女子的身份呼之欲出，不是别人，正是后宫最受渊皇宠爱的媚贵妃，也是完颜天雄之女完颜妹儿。完颜妹儿眉眼狭长，犹如一只千年狐媚，尤其是一颦一笑间流转的尽是魅惑风情。她一挥葱白玉手，心情显然因突破而高兴。今日本贵妃高兴，凡我凤鸣宫之人，每人赏银1000两。另外准备一下，我要回完颜家与父亲等人共喜。夹前半句让宫中一众太监宫女感到兴奋，可后半句却是瞬间让所有人脸色都凝固了。完颜妹儿自然察觉到不对，第一时间蹙眉发问：怎么了？你们可有什么话要说？回媚妃娘娘，完颜家已经无了。这时一位贴身太监仗着胆子将事情说出。听完，完颜妹儿却脸色阴沉，一言都不曾发，仍旧让人被叫出宫，直到来到曾经的完颜家，看着那早已沦为一地废墟的完颜家府邸。哎呀！完颜妹儿这才悲叫一声，只觉得天昏地暗，柔软无骨的娇躯像是掉入了冰窟一般，怒火、恨意、悲伤等等全都浮现在脸庞上。最后他目眦欲裂道：安家安南境，灭我完颜世家，此仇我若不报，誓不为人。唰！不过完颜妹儿虽急怒，但并未只身杀往安家，因为他深知以他的力量根本撼动不了安家，只能回转皇宫去寻求楚渊皇的帮助。结果往日最疼爱他的楚渊皇却是拒绝见他，并让人传口谕，安南竟交出100万兵权，已经被贬谪至北凉，完颜家之事尘埃落定，不得再生是非。完颜妹儿如遭雷击，深知完颜家被当作了弃子，不甘心的她只能跪倒在天极殿外，哭得梨花带雨，楚楚可怜，宛若被风雨摧折的花朵。可足足跪了3天3夜，楚渊皇也不曾召见她。最后她只能满目愤恨地回了凤鸣宫。老东西，我完颜妹儿14岁就跟了你，任你玩弄，我父亲与完颜家更是替你干了无数脏事，现在你却如此无情，是我完颜家灭亡于无物。可恶，混蛋，该死！愤怒的完颜妹儿回到凤鸣宫一通乱砸，甚至连不顺眼的太监宫女都拉出去杖毙了。可这仍不解他的怒意，最后杀意终究按不下。不，我一定要为父亲、为大哥、为我完颜家报仇。可他知道，没有楚渊皇与大楚皇室相助，他没有能力向安南境这个镇国女武神复仇。我杀不了安南境，那我就杀了安北雪，灭了安家。我要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最终完颜妹儿将注意打到了安北雪与安府身上，那对狐媚眼仅是转了转，就有毒计涌上心头。来人！当心腹太监进来后，他当即吩咐道：小玄子，你替本宫去一趟大楚第一杀手组织血云楼，我要雇一批杀手，血洗安家，告诉血云楼的楼主，价钱可以随便他们开。是。心腹太监的令离去，仅是半日后，他便归来禀告妹妃，血云楼同意了，但他们要50万两黄金。什么？50万两？这可是相当于大楚半年的国库收入。这个天价数字让完颜妹儿都隐隐有些眩晕。小玄子回答道：血云楼的楼主说，灭安家只需20万两黄金，承担镇国女武神的报复则需外加20万两，另外还有一位数次守护安家的神秘人也非同小可，额外还要再加10万两。完颜妹儿听完考虑片刻，最终还是咬牙点头：好，50万两就50万两，只要能灭安家，一切都值了。最后他掏出积攒的家底，让小玄子去办。当与血云楼确定好具体合作后，完颜妹儿却有些不放心。不行，血云楼虽强，号称武神之下皆可杀，但还是多一层保险为好。于是他再度吩咐心腹太监：小玄子，你再去安家假传圣意，替我传唤来一人。谁？安南境那位废物夫君明晨。完颜妹儿开口，那对狐媚眼中闪烁着金芒。他的保险很简单，那就是先为安家所有人下毒，然后再由血云楼杀手潜入安府血洗。而下毒之人至关重要，经过他深思熟虑之后，
觉得唯有宁晨最合适。一来，对方只是个武道废物，好控制；二来，对方身份在安家很特殊，最适合下毒。是。最后，小玄子领命，再次偷偷出离皇宫。很快，他便来到安府。当口开安府大门步入后，小玄子顿时一脸高高在上的喝道：“我乃宫中之人，此来传圣谕。安家宁晨何在？找姐夫的。”当安北雪闻讯赶来后，顿时隐隐有些蹙眉。须知上次宁晨与姐姐安南静一起进宫面圣，据姐姐所说，宁晨已明言拒绝为楚渊皇做事，双方已经闹掰。今日又传唤宁晨入宫干什么？难道是不死心，还想继续拉拢姐夫吗？安北雪不得其解，但只能派人将宁晨找来。北雪，换我何事？我钓上一只肥美的血鲤，正为你熬鱼汤呢。宁晨一道来咕哝道。安北雪则道：姐夫，有宫中圣谕说找你。宫中？楚渊皇？宁晨心头一沉。其实在他没有躺到无敌之前，最让他感到危险的地方当属大楚皇宫。毕竟大楚皇宫之内可是有武神境强者存在，那等存在，就算他与阴鬼合一都不是对手。你就是宁晨？这时小玄子抬眸询问。虽然宁晨不想去，但如今也是身不由己，只能回应：我就是宁晨。你有何圣谕？圣谕说唤你进宫，至于何事，我可没资格知道。现在马上立刻跟我进宫吧。小玄子催促，宁晨不知有诈，只能无奈遵从。倒是安北雪提议一起入宫，但却遭到拒绝。圣谕只召宁晨一人入宫，你不得同往。这安北雪心神颇为的沉重，只能小声提醒道：姐夫，入了宫小心些，毕竟宁晨只是一个文弱书生，进了皇宫还不相当于绵羊进了虎穴，定然危险重重。北雪放心吧，我一个文弱书生，渊皇妃为难我干什么？倒是厨房火灶上还炖着血鲤汤呢，趁热喝，别凉了。宁晨嘱咐一番后，在安北雪担忧的目光之中，跟着小玄子坐上马车，进入了大楚皇宫。这已是宁晨第二次入大楚皇宫，看着金碧辉煌、鳞次栉比的宫殿群，他却内心压抑。毕竟上一次入宫，他是跟着安南静一起来了，那位便宜老婆再怎么冰冷淡漠，但终究是一尊女武神，给了他极大的安全感。不像这次独自前来，多多少少有些没底气。不过有阴鬼在，再加上自己如今已是武帝境，哪怕遇到完颜天雄那般的武神境，保个命及时逃走，应该还是不成问题的。想到此处，宁晨渐渐定下了心绪。入宫门后，下了马车，跟着小玄子继续行走。但走着走着，他便发现不对劲，顿足质疑道：不对吧，这可不是去天极殿的方向。须知宁晨上次来过皇宫，在天极殿中面见过楚渊皇，他记得天极殿绝对不在这个方向。前方太监身形明显一顿，但随后便解释道：圣上今日不在天极殿，于凤鸣宫等你。凤鸣宫？宁晨敏锐察觉到一丝不对，但皇宫宫院众多，他又怎能分得清天极殿与凤鸣宫的差别？在此地，他又不敢轻易让阴鬼展露神通，只能跟随。很快，他被小玄子带到凤鸣宫，圣上便在殿内等你，进去吧。小玄子道。宁晨只能推门入了凤鸣殿，然而进入却发现殿宇之内并未有楚渊皇的身影，只有一位曼妙的女子身影，端坐在一方珠帘之后。你就是宁晨？珠帘后传来那女子的声音。宁晨蹙眉回应：我就是宁晨，不知渊皇何在？砰！谁知这时他背后的殿门却被人狠狠地关上。只见那位曼妙女子从帘后起身：没有渊皇，今日实则是本宫假传旨意，召你前来。本宫乃后宫媚妃，全名完颜妹儿。唰，话音传荡间，完颜妹儿从珠帘后迈步而出，那张风情万种的狐媚脸上尽是冷酷与杀意。完颜妹儿，完颜家之人。这一刻，原本就有怀疑的宁晨哪还能不明悟，自己这是被眼前的完颜妹儿给下套了。靠，一个贵妃娘娘，观其气息似乎还是一尊武圣，你套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废物书生，你特别有病啊！宁晨心中吐槽。哦，我有阴鬼傍身，武神之下无敌，那没事了。宁晨平静下来，望着完颜妹儿，开口说道：媚妃娘娘，你应该是想为灭亡的完颜家复仇吧？但我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你不惜假传圣旨，将我诓骗到这深宫之中，不至于只是为了杀我泄你心中愤吧？此话一出，完颜妹儿一对美眸止不住闪烁，当即媚笑道：呵呵，你这小郎君本以长得俊俏无双定是蠢货，没想到还挺聪慧。你猜的没错，杀你一个没有修为的废物，本宫有10000种办法，不至于费这么大周章。今日之所以诓你前来，是本宫要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切，还活命机会？宁晨暗中不屑一笑，这娘们真把自己当跟葱了。老子当初可是连你爹那个半步武神都打得嗷嗷叫，你一个武圣境在这高傲个什么劲？不过既然来了，宁晨自然要搞清楚对方在打什么坏主意，于是故作诚惶诚恐的神情道：媚妃娘娘，我与安家不熟啊，还请娘娘示下。聪明。完颜妹儿朱唇轻启，脸上涌现一抹尽在掌握的神色，随而她从怀中取出一个精致玉瓶。本宫这里有一份五毒散，此散无色无味，但却拥有剧毒，哪怕武圣强者中招，就算要不了其性命，也会浑身酸软无力。
你只需要按照本宫指示，将此毒伞趁机投放在安家的水源与饭菜中。事后待本宫灭了安家，自可放你一条生路。哦，宁晨接过五毒伞，一副恍然大悟之色，原来是下毒，这事对我来说倒是简单。完颜妹儿展颜一笑，脸上可谓是风情万种。你这小郎君果然有意思，我还以为你会拒绝，为此本宫可是想了不少折磨你的手段，现在看来需要换成对你的嘉奖才对。完颜妹儿说着，扭着不堪盈盈一握的水蛇腰来到宁晨面前，一对桃花眼，媚眼如丝，雪白色的天鹅长颈泛起一抹绯红之色，一身单薄纱衣遮不住紫色亵衣下的高耸，雪白娇嫩的肌肤不断晃着宁晨的双眼。他趴在宁晨耳畔，吐气如兰道：“小郎君，不如本宫以我的身子好好奖励你一番如何？本宫可是媚妃，渊皇的女人，玩大楚皇帝的女人，对你来说一定会很刺激吧？”吭吭，只见宁晨呼吸有些急促，双眸浮现一抹赤红，口中含糊不清咕哝道：“的确刺激，既然刺激，那就来吧。渊皇那老东西力不从心，小玄子又是一个没有阳根的太监，虽可口舌之争，但终究不怎么痛快。”说着，完颜妹儿就是探出玉手握向宁晨，砰！可就在握住之际，一只强劲且有力的大手却是硬生生叼住了完颜妹儿的手腕。同时，宁晨冰冷声音在其耳畔响起：“刺激归刺激，但不好意思，老子可不玩二手货。”你说什么？完颜妹儿满眼潮丝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抹怒容，显然二手货让他倍感耻辱。宁晨铿锵的声音再起：“我宁晨乃是大楚镇国女武神之夫君，就凭你一个下三滥的贱货也配祸我，还妄想让我下毒替你灭亡安家，真是可笑至极！混账，你找死！”这一刻，完颜妹儿岂能不知他显然被宁晨戏耍了？轰！于是恼怒之下，他轰然展开武圣境修为，欲要将眼前宁晨镇压，然后再用之前想好的各种可怕手段好好折磨宁晨一番。区区武圣一众也想镇压我，嫩了点。面对完颜妹儿的力量，宁晨却丝毫不为所动。震河间，与脚下潜藏的银鬼早已第一时间升腾而起，同时那属于武圣巅峰境修为爆发，当场将完颜妹儿那武圣一重气息强行镇压。啊！怎么可能？这是什么鬼东西？完颜妹儿惊呼骇叫，被出现的银鬼给吓到了。但转瞬，他像是想到了什么，再度失声道：“这是那个数次救了安家的神秘黑影。天哪，你就是那个保护安家的神秘人。毕竟为了报复安家，他早已让手下打听了清楚有一个护卫安家神秘人的存在，甚至为此他更是多付血云楼10万两黄金。但他没想到，这个人就是宁晨，就是安南境大名鼎鼎的废物夫君。这种真相让他震撼，同时更是升起后悔之色。要早知宁晨就是神秘人，他怎敢诓他入宫，还单独召见？砰！而下一刻，银鬼自然不会怜香惜玉，那粗壮的黑手直接握住完颜妹儿的雪白脖颈，将其硬生生提起。完颜妹儿瞬间陷入窒息，那柔软无骨的曼妙身影犹如濒死的鱼儿一般，疯狂的挣扎摆动。凤鸣宫内，完颜妹儿像是一只将死之鱼，剧烈挣扎，俏脸憋得通红，口中呵呵的喊叫：“不要杀我！我乃渊皇最受宠爱的贵妃，你若杀了我，渊皇不会放过你的，亦不会放过安家。”唰！宁晨忍不住蹙眉，杀死完颜主的祸端还历历在目，若杀了完颜妹儿，再次祸及安家，那就麻烦了。可就这般放过完颜妹儿这个歹毒女人，指不定以后又会憋什么坏主意，同样是祸患。对了，玉心灵环！宁晨眼睛一亮，须知玉心灵环作为躺平3个月的特殊奖励，功能特殊，只要祭出，凡武神之下皆可化奴。虽然完颜妹儿修为并不高，才刚刚晋升武圣，但她地位特殊啊，乃是属渊皇的宠妃，以后有她在皇宫，说不定还会有其用。嗡！念至此，宁晨一挥手，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一件巴掌大小的圆环，通体朱润，好似玉质，铭刻着玄妙纹理。细看之下，一股摄心夺魄之能在其上流转。你想做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别过来！看着不怀好意的宁晨，完颜妹儿察觉到不妙，但她被银鬼攥着脖颈，根本逃脱不了。呵，放心吧，只是上个环而已，没什么。宁晨冷笑一声，顿时掐诀念咒，手中的玉心灵环顿时嗡鸣，唰的一声冲向完颜妹儿。玉心灵环在接触到完颜妹儿的柔软身躯之后，竟是直接化为一道光晕，没入了其心口。啊！他进去了。完颜妹儿明显感觉有东西强行进入了体内，未知的恐惧让她的双手不断撕扯着衣饰，一时间大量春光乍现，白嫩耀人眼。那道玉心灵环则是结结实实锁住了完颜妹儿的心脏，同时灵环上那些玄妙纹理开始逐渐亮光，涌出一股股控心秘力。宁晨，你对我做了什么？渊皇不会放过你的。以我怎么感觉自己变奇怪了？主人，你这是什么妖法？主人！可见完颜妹儿从最开始的愤怒谩骂到恐惧求饶，直到最后所有心思都化为了忠诚。在玉心灵环下，像是他天生就是宁晨的奴隶。银鬼，放下他吧！最后宁晨让银鬼收手，可见完颜妹儿哪怕恢复了自由，也不再仇视宁晨，反而恭恭敬敬朝着后者大礼跪拜。奴婢妹儿拜见主人。
愿主人万寿无疆。看到前后好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的完颜妹儿，宁晨满意的颔首，只赞叹玉心灵环不愧是特殊奖励，作用着实强横，强行一改人心。只可惜只有一个，而且不能对武神境使用。起来吧！宁晨一挥手，完颜妹儿这才起身。然而起身之后，他却急忙道：“主人，之前是我鬼迷心窍，现在我已经幡然醒悟，有件事需告诉你。在你来之前，我花费50万两黄金，雇佣了大楚第一杀手组织血云楼的杀手，让他们于今夜血洗安家。”什么？血云楼？宁晨心头一惊，显然听过这个凶名赫赫的组织。他赶忙道：“那你还不赶快派人取消任务？安家要是出了事，我饶不了你。”谁知完颜妹儿却是摇头苦笑：“主人，取消不了。血云楼规矩，一旦交了定金，任务便已生效，绝不会取消，除非失败。不能取消。那你们定的是何时血洗安家？”宁晨继续追问，完颜妹儿则是沉声回答道：“今日太阳落山，酉时3刻。酉时3刻。”宁晨看了一眼殿外，俨然已经夕阳西下，晚霞如火，距离酉时3刻已不足半个时辰。操！回过头，我再好好收拾你这个贱人！宁晨心急如焚，一巴掌将完颜妹儿扇倒在地，随后身形如同旋风一般冲出凤鸣宫，看着守在外面的太监小玄子，不待对方惊呼，他一巴掌将其顺势扇死，急匆匆朝安家回赶。希望来得及。宁晨心情十分沉重，须知血云楼作为大楚第一杀手组织，执行力与完成力是极高的，安家可是开国世家，更别提还有安南境这个大楚女武神镇着。血云楼既然敢接这个任务，并索要50万两黄金，定会准备万全，这对安家来说绝对是一场极大的生死危机。果不其然，彼时安家府邸外一处昏暗的阴影之中，一位位蒙头捂面着黑夜行医的身影纷纷站立，每个人都是悄无声息，像是一具具雕塑。毫无疑问，这些全都是血云楼的杀手，修为至少都是5帝境，至于武圣境更是有足足4尊，其中1尊为武圣3重，2尊为武圣7重与8重，最后的一位则是拥有武圣巅峰境，那是一位连眉老者，一对苍眸充斥着杀伐气。这时有人忽然出口：“楼主，我还是觉得这次任务不妥呀，这可是有武神境的安家，虽然安南境不在家，但我们若将安家血洗了，事后如何面对一名女武神的报复？”这话一出，周围的杀手皆是浮现出情绪波动，就连那几位武圣境也都凝望向连眉老者。连眉老者正是血云楼楼主，名为李莲英。他扫视了一眼在场众人，沉声开口：“诸位，我们血云楼干的就是刀尖舔血的买卖，此次任务虽然危险，但报酬也前所未有，干完这一票，我们或许都能够安享晚年了。”说到这里，他顿了顿，再次说道：“至于事后安南境的报复，也无需惧怕，咱们干完这一票便离开大楚，前往其他王朝。他安南境再强大，也只是大楚的女武神，咱们去了其他王朝，何须再忌惮于他？”这番话说出，显然给在场的杀手吃了定心丸。那波动的情绪渐渐平复，众人重新陷入静谧。随着时间推移，很快晚霞敛去，夕阳下山，深沉昏暗的夜幕犹如一方深渊大嘴般吞噬了大地。正值月黑风高，最是杀人放火，时辰到了，杀！最后伴随着一道喝令，在楼主李莲英的带领下，血云楼杀手顿时从阴影中腾飞，犹如一群黑夜杀神，恶狠狠地扑向安家。酉时3刻，黑暗出临，一众血云楼杀手宛若黑夜幽灵一般，顷刻间便是杀入了安家。啊！又有刺客，赶快吹哨！然而安家经过敌人3番2次的夜袭，早已严防死守，第一时间便是发现入侵的杀手。随着一阵阵嘹亮的哨声响起，安家灯火通明，诸多护卫打手眨眼间便是纷纷从房间内冲出。至于安抚、楚葵、柳英3大武圣也是倏然腾空，武圣灵能宛若烈阳般璀璨，照亮夜空。可恶！那位贵妃娘娘不是说她会想办法降低安家警惕吗？这怎么刚入府就惊了所有人？安家的反应速度让血云楼杀手都极为吃惊，为首的李莲英更是骂了一句完颜妹儿。但好在他们对安家的实力早就做了调查。李莲英吩咐道：“6号、3号、2号，按照计划，安家3位武圣强者由你们对付，其余人血洗安家，一个人都不要放过。”说到最后，李莲英眼神露出凝重之意。至于那个神秘人，则由本座盯着。呼啦！作为大楚第一杀手组织，血云楼杀手的执行力是极强的，顿时分散开来，各自行动。那3名武圣杀手第一时间便是冲向安福3人，随着轰鸣惊起，6尊武圣开始激烈碰撞。至于其余血云楼杀手，则是杀向安家的护卫。一时间，偌大的安家顿时陷入激烈厮杀，各种喊杀声、怒吼声、痛叫声不绝于耳。其中安北雪自然也在第一时间披甲持剑冲出房间，指挥安家护卫与血云楼杀手作战。但是今夜血云楼到来的杀手全都是5帝精锐，安家的5帝强者不超2手之数，剩下的护卫大都是武皇、武王境，一上来就死伤频出。啊，不好，这些蒙面人是血云楼的杀手！可恶，谁委托你们血云楼来我安家作乱的？我安家乃镇国武神府，难道你们不怕我姐姐的报复吗？
安北雪接连高喝，想以自家姐姐的神威震慑，但雪云楼杀手却置若罔闻，只是不停地冲杀。这时高空之上，李莲英注意到了安北雪，冷笑回应：呵呵，我血云楼既然敢接下此次任务，自然无惧那女武神安南境。听说你们安府还隐藏着一个武圣巅峰境的神秘人，让他滚出来吧，不要躲躲藏藏了，他的人头可是价值足足10万两黄金呢。下方安北雪的目光也早已观察向四面八方。须知前几次安家遇险，那位神秘人总会在第一时间出手，但今日不知为何厮杀起了多时，安家已死伤多名护卫，但神秘人却没有出现。神秘人前辈怎么没出手？难道不在安家了吗？毕竟如今姐姐不在家，若是那位神秘人亦不在，那安家今日怕是要陷入极大危险了。轰！就在安北雪心神沉重之际，高空中的李莲英俨然不再等待，催动起那武圣巅峰境的修为，朝着前者所在院落一刀斩下。既然神秘人不出，那本座正好大开杀戒。随着风雷炸响，一道长达10几丈的可怖刀芒，宛若璀璨炽烈的月牙一般斩落下来，一刀之威足以将小半的安府给劈成2半。神秘人前辈，救命！看到这一幕，安北雪下意识便是惊声大叫，直觉告诉他，神秘人前辈一定会救他的。嗡！果不其然，下一刻，安家上空陡有破风升起，原本昏暗的天穹好像突然变得更黑了，仿佛有一重黑暗至极的黑幕铺展在了天空上。而下一刻，那道夺命刀芒便是斩入黑幕中，顷刻间，光芒顿时被吞噬得一干二净。刀芒消失了，太好了，是神秘人前辈！安北雪大喜过望。只见天穹上无尽黑幕已然凝聚成一道黑影，人形轮廓，双眸犹如2盏血灯，虽然长相可怖，但却让安北雪为首的安家人为之心安。神秘人前辈，赶快出手横扫血云楼的刺客！安北雪兴奋喊叫，但黑影却没有任何回应，因为他不是宁晨，而是宁晨为避免回援不及，命其率先利用自身神通遁回来的影鬼。至于宁晨本尊，还在皇城街道上御风疾行。神秘人，你终于按耐不住现身了吗？天穹上，李莲英紧紧盯住影鬼，不仅不惧，反而兴奋。对于刀口舔血的杀手来说，钱财就是一切，而眼下的神秘人可是价值10万两黄金，如何让他不兴奋？杀！于是李莲英没有任何犹豫，一阵手中长刀，开始朝着影鬼狂猛攻杀。雪亮刀光照亮夜幕，犹如汪洋潮水，连绵不绝地划过长空。漆黑夜幕下的虚空都隐隐变得扭曲起来。影鬼不语，赶忙施展自身神通迎战李莲英。安府上空轰鸣阵阵，一人一鬼展开激战。然而面对同是武圣巅峰武者的攻杀，没有宁晨合一的影鬼倍感压力，虽然不至于败亡，但防守有余，进攻不足，明显解决不了对方。咦，什么情况？怎么感觉神秘人前辈变弱了？看到这一幕，安北雪俏脸上浮现一抹疑窦。毕竟上次他与安家之人亲眼看到，神秘人前辈可是连半部武神的完颜天雄都能压制，但眼下短时间却难以解决掉一个同境杀手。杀！她是安家2小姐，杀了她，她的人头也价值1万两黄金。就在安北雪不解之际，只见安府之中那些血云楼的杀手俨然锁定了安北雪身影，皆是凶神恶煞，杀气腾腾地朝他冲杀而来。沿途诸多安家护卫阻拦，但根本挡不住这些至少是5帝境的杀手，被冲得人仰马翻。短短片刻，便有2名5帝杀手冲到安北雪近前。呜哈哈，去死！1万两黄金是老子的了！可见这2名5帝境杀手全都兴奋大叫，一人举刀，一人持剑，朝着安北雪狠狠斩下。虽然经过这段时间的苦修，安北雪修为大增，已经突破进了5黄境，但面对2名5帝境杀手，仍完全不敌，种种手段皆失效，刀芒惶惶，剑气茫茫，照亮安北雪惨白的脸庞。完了，这一次我安北雪性命真的休矣了。这一刻，安北雪彻底绝望，毕竟就连数次挽救她性命的神秘人前辈，此时此刻都在与杀手首领战斗，谁还能来救她？死亡将至，她脑海犹如走马观灯般闪烁人影。母亲、父亲、姐姐，直到一道俊逸身影，姐夫宁晨。哎，唯一欣慰的便是姐夫被临时召入皇宫，或许能因此保存一命。最终安北雪欲要闭眼迎接属于自己的死亡，结果下一刻，一道挺拔伟岸的身影骤然从天而降，犹如天神一般挡在了他的面前。挥手间，一道璀璨夺目的剑光摧枯拉朽般便将袭来的2名5帝杀手消手，人头染血抛飞。同时一道震耳的喝声响起，东北学者死！这是谁？看着犹如天神下凡一般出手救了自己的身影，安北雪俏脸涌出震惊以及一股茫然。毕竟数次挽救安家的神秘人前辈正在上空与血云楼的首领激战，怎么会还有人救他？第一时间，安北雪瞪大双眸，想要看清来人，但他却发现来人一袭夜衣，蒙头捂面，只论穿着，倒是与对面的一众杀手相差无几。杀手？不对，杀手杀我还来不及，救我干嘛？观其背影，感觉有些熟悉呢，好像姐夫。安北雪猛然一瞪眼，没错，真的像姐夫宁晨。只是很快他便自我否定，
因为对方刚才的喝声他听得清楚，绝对不是姐夫宁晨的声音，倒是对方的语气又似乎像姐夫宁晨所言。这一时间让安北雪内心拿不准，只好是叹道：“姐夫。”嗡！只见护在身前的黑衣身影微不可察地抖了一下，但转瞬即逝，面罩下宁晨脸上露出无奈之色。擦，这小妮子该不会发现了吧？毕竟今日为了安家安危，他只能让银鬼率先回援，而没了银鬼帮忙遮蔽自己的容貌身形，他只能临时扒下一个死去杀手的衣物。可这种程度的遮掩，显然没有银鬼遮蔽的好。唯一欣慰的是，他利用武学音波功改变了声音，否则安北雪就不是疑问，而是确定了。杀！宁晨深知说多错多，索性不言，持剑冲杀。而且彼时安家护卫已经在全面溃败，一大批武帝境杀手正气势汹汹朝这里杀来。清一色的武帝境杀手还真是有备而来。可惜你们遇到了我。看着这一幕，宁晨面罩下的眼神冰冷无情。须知如今他靠着至尊神体的挂机以及各种躺平奖励，已经拥有武帝3重境的修为，再加上他掌握的各种手段，就算没有银鬼，只要在武圣之下，他都不会有所畏惧。轰！只见他一阵7尺身躯，血肉、经脉、骨头等顿时有一股股磅礴浩瀚的至尊神力涌动。这种至尊神力霸绝天下，尤其是当加持在手中渊红剑后，顿时让剑身染上一抹赤焰。唰！而下一刻，宁晨动了，脚下狂风骤起，让他的身影飘逸，恍若鬼魅一般，拉出残影。当手中渊红剑挥动，一道道璀璨炽烈的红光接连划破夜空，将安家院落都给照亮。可见每一次剑光闪耀过后，随之而来便是一颗染血头颅抛起，鲜血一蓬蓬，染红夜幕。同是武帝境，一众血云楼杀手无人是其一剑之敌。宁晨的长剑所至之处，一具具尸体不断倒下。这真的会是姐夫吗？看着这惊人一幕，安北雪脸色彻底呆滞了。刚才内心升起的疑窦顿时被眼下一幕冲散了。在他的认知里，自家姐夫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而且胸无大志，只想躺平的文弱书生，而眼前之人却是杀武帝境杀手，如沙土鸡瓦狗。无论如何，安北雪都无法将这两道身影重合在一起。若不是姐夫，那此人到底是谁？安北雪目光如炬火热异常，想要将眼前人看穿。同一时间，安家院落当看到势不可挡的宁晨，那些血云楼杀手顿时朝四方求援，快来援！遇到了一个硬茬子！呼啦！随着一些杀手呼唤，那些正在安抚其他地方祸乱的血云楼杀手顿时纷纷闻讯冲来，甚至其中有高阶武帝境乃至武帝巅峰境。混账，敢与我血云楼作对，简直找死！宰了他！可见血云楼杀手大都汇聚而来，密密麻麻，一声沙喝，所有人皆朝宁晨围杀而来，刀光剑影，寒芒四射，杀气灵能令此间暴走。哼，来得好，正好一网打尽，一个都跑不了。面对包围而来的血云楼杀手，宁晨暗喝一声，仅是一人一剑，毫无畏惧地迎杀上去。大战顺起，面对一众杀手围猎，宁晨仍旧无敌，如同化身为一尊暗夜下的死神，身影辗转腾挪间，不断收割着一众血云楼杀手的性命。中阶武帝一剑杀，高阶武帝一剑杀，武帝巅峰仍旧一剑杀，鲜血四处飞洒，尸体不断倒地，看得安家不少互为目瞪口呆，只觉得有些难以置信。毕竟血云楼作为大楚第一杀手组织，其中杀手每一尊都足以称得上同境中的佼佼者，很多时候被誉为死神代言人。然而眼下这些被誉为死神代言人的强大杀手，却是被一位蒙面人如割杂草般的收割，这无疑让人心神震撼。同一时间，这也彻底惊动安家上空的武圣啊！我们的人快死光了，安家怎么还有高手？一众武圣杀手惊呼骇叫，尤其是正在与银鬼战斗的李莲英，更是悚然大惊，难以置信。来时他明明已经将安家调查得清清楚楚，为此做好了万全准备，无论是安抚楚葵柳英还是神秘人，他都做了专门的针对。可万万没想到，安家居然还藏着一尊高手，这种信息差直接导致任务满盘皆输。可恶，此次任务失败了，快撤！最后血云楼首领李莲英深知此次任务失败了，再战下去已经没什么意义，于是喝令撤退。想走门都没有，我安家岂是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安抚楚葵柳英三大武圣当即开始强烈反攻，就连宁晨也在一边杀敌一边暗中吩咐银鬼拦杀他们。轰！银鬼得令一暴走，安家上空大战瞬间白热化。最终1刻钟后，上空的武圣大战结束了。为首的李莲英冲破银鬼封锁，逃之夭夭，其余3尊武圣杀手则在银鬼帮助下全部灭亡。与此同时，下方的安抚战斗也彻底结束。宁晨以一己之力将所有武帝境杀手全部解决，鲜血与尸体铺满安家院落，触目惊心。太好了，这位前辈，你救了我，也救了我安家，不知可留下身份姓名，我安家必有重谢。这时安北雪的身影第一时间朝着宁晨冲了过来，显然想要一探宁晨的真实底细。谁知宁晨早就防着安北雪呢，改换声音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已，安小姐不必客气，本座去也。唰，
话音一落，宁晨一个飞跃便是飞出了安家，在房顶上几个纵闪，身影便消失不见。看着离去的宁晨，安北雪脸上露出失望之色，正懊恼没探出宁晨底细，他的美眸却猛然一怔，目光死死落在刚才宁晨所站立的地方，那里飘落着一角断裂的衣袖，青袍如玉。安府数个街道外，宁晨于一方房顶站定，回头望着动静渐平息的安府，他不由得摇头，嘿，幸亏我跑得快，否则北雪那小妮子肯定上来拽我面罩。以宁晨对安北雪的了解，对方肯定能干出这种事。虽说他的真实身份并非是什么绝世机密，只让安北雪一人知道的话也没什么大碍，但刚才那种情况他若是暴露了，恐怕第二天就会搞得人尽皆知，不仅会影响他躺平，甚至可能为自己引来杀身之祸，至少楚渊皇那里就能随随便便治他一个欺君之罪。所以为了不必要的麻烦，他的身份能瞒还是得瞒。唰，就在宁晨这般想着，一道黑影瞬间闪入脚下，不是别人，正是从安家撤回来的银鬼。主人，属下无能，4尊武圣只杀了3个，让那位武圣巅峰的首领逃走了。无妨，他逃不了。宁晨则是摇了摇头，目光闪烁。血云楼有规矩，无论任务完成与否，雇佣者都要支付剩下的佣金。此次血云楼任务虽败，但那血云楼首领一定会联系完颜妹儿去索要剩下的佣金。走，去找完颜妹儿，由此寻藤摸瓜，找到他将其杀掉，否则此人必定是一个祸患。唰，宁晨在银鬼遮掩下化为一道黑影，飞往凤鸣宫。几个时辰后，月入乌梢，夜色犹如潮水铺展。大楚皇宫外，一处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的废墟。唰，一位头戴毡帽、身披宽大裘袍的身影出现，望了望寂静的四野，随而摘掉了毡帽，其下露出一副风情万种的狐媚脸颊，不是别人，正是完颜妹儿。至于眼前的残破废墟，也不是别的地方，正是之前被安南靖一枪毁掉的完颜家府邸。但此时此刻，再次站在自己娘家的废墟之上，完颜妹儿早已没了那种悲痛欲绝之情，踢了踢脚下有可能是自己哥哥完颜康前的头骨。他环视四周道：“本宫来了，出来吧。”唰，声音落下好一会，一道身影这才从一方残壁中闪出，周身上下散发着浓郁的血腥味，一对白眉相连，眉宇间尽是凶戾之气。李莲英一现身便怒斥：“完颜娘娘，你耍我们！而且安家的高手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此次任务我们血云楼死伤惨重，精锐几乎全军覆没，你必须额外再付20万两黄金。”唰，完颜妹儿蹙眉，显然不满。任务失败，那是你们血云楼无能，如此无能，还敢再多要20万两？你是觉得本宫是冤大头吗？放屁！我们血云楼向来是行业内的标杆，只是这次本座不管，这额外的20万两黄金，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说到最后，李莲英满脸之上尽是强势与威胁。呵，本以为完颜妹儿会惧他，谁知对方不仅不惧，反而上前一步，那风情妩媚的俏脸之上充斥上冷笑。本宫若是坚持不给呢？呵，完颜娘娘真是好胆。李莲英笑了，但转瞬间笑容便变得无比狰狞与暴虐。你应该是一个人出宫的吧？若你不给，本座宰了你。哦不，宰了你多可惜啊！正好得罪了安南靖，大楚我已经待不下去了，我准备逃向其他王朝。想必其他王朝，比如大楚的死敌大周，他们一定会对楚渊皇最宠爱的女人很感兴趣的吧？再不济，老子也可以将你卖到青楼去。皇帝的女人，肯定有很多人愿意一掷千金。威胁，赤裸裸的威胁。甚至下一刻，李莲英已经是逐渐展开修为了，显然想要付之行动。真是令人害怕。可惜有人不会同意。这一刻，完颜妹儿满脸害怕，但转瞬却又冷笑，这让李莲英蹙眉，下意识问谁不同意。自然是我，主人。轰！主人两字一起，一道遮蔽天地的黑幕瞬间升腾，仿佛一方黑暗囚牢般笼罩整方完颜家废墟。同时，宁晨所化的黑影从完颜妹儿身后走出，那猩红狰狞的面庞冲着李莲英咧嘴一笑，满口獠牙森然。嘿，咱们又见面了啊！你是那个守护安家的神秘人？这怎么可能？这女人可是雇佣我们杀你的，你们不是敌人吗？怎么走到了一起？李莲英骇叫，身躯不由自主地倒退出好几步，完全不理解为何想要血洗安家的完颜妹儿会与守护安家的神秘人走到了一起。这就像老鼠给猫当了伴娘一样，难以置信。老贼，这你无需知道，你只需知道，你的死期就在今夜。宁晨冷冰冰开口，刚一抬手，谁知对面的李莲英吓得飞身逃窜，但转瞬他就被四方笼罩的黑幕给压落，根本逃不了。至少短时间内他逃不脱此地。可恶！看着逃亡无望，李莲英的双眸中涌现狂暴杀机。你休要张狂，以我之前交过手，同是武圣巅峰，鹿死谁手还说不定呢。杀！最后，李莲英主动爆发，朝宁晨迎杀过来。轰砰！结果刹那的碰撞之后，李莲英却是狂吐鲜血，整个人直接倒飞，接连砸他两方断臂，这才堪堪停下。再起身后，整个人已然重伤，这让他满脸恐惧与不敢置信。不可能！以我之前明明势均力敌，你怎么突然这般强了？呵！宁晨暗嗤一声，自不会费口舌为对方解释，
毕竟眼下他已经与银鬼展开终极神通人影合一，在这种状态下，他连半步武神境强者都能够压制，更何况是一个武圣巅峰境。死！宁晨没有废话，待冰冷无情的话语吐出之后，整个人犹如闪电一般暴冲向李莲英。李莲英顿时目眦欲裂，竭尽全力的出手抵抗，可完全无用。他引以为傲的武圣巅峰力量，可怕的杀人之技被宁晨摧枯拉朽击溃。宁晨拳印刚猛且恢宏，当一记记璀璨拳印接连砸下，他的双手双腿纷纷炸成血水。最后在他不甘且绝望的目光下，一拳打来，他仅剩下的胸膛也是当场崩裂，只余下头颅咕噜噜的滚落废墟，其上死不瞑目。李莲英死不瞑目，因为他到死都想不通，之前明明与自己势均力敌的家伙，为什么突然有了碾杀他的实力？然而人死如灯灭，他的疑惑注定再无解答。嗡！可见事后宁晨屈指一弹，一些净莲妖火顿时覆盖残尸，不过3两息后，残尸化无，这片废墟重新恢复平静，而有周围的黑幕在，期间没有一丝一毫的声光泄露出去，这也是银鬼的一种本命神通，可风控四方。主人，你真的好强啊！彼时一旁的完颜妹儿一对美眸中秋波流转，俏脸上充斥着尊敬、崇拜以及迷恋。随而她犹如水蛇扭腰，缓步来到宁晨近前。主人，之前是妹儿鬼迷心窍，妹儿愿意为之赎罪。妹儿别的不会，只精通闯子之术，定能将主人伺候得舒舒服服，甚至能精进修为。唰！正说着，宽大球袍从完颜妹儿肩上滑落，顿时露出一副凹凸有致、极为性感的娇躯，在月光的照耀下，更是平添3分诱惑。宁晨神色一怔，不得不说，完颜妹儿此女着实是个极品尤物，难怪能够成为楚渊皇最为宠爱的女人。主人，可见完颜妹儿娇羞一声，当即俯身跪下，红唇微张，2只玉手十分熟练地探了过去。砰！然而宁晨却再一次叼住完颜妹儿的手腕，当后者不解抬头，却对上一双漠然的眸子。贱人，安家今夜死伤都得算到你头上，就连北雪都差点遭难，还敢在这卖弄风骚！啪！宁晨毫无怜香惜玉之情，一巴掌便将完颜妹儿扇翻在地，力量之大让其嘴角溢血，而后更是直接攥住其脖子，将其提了起来。主人，我错了，饶妹儿一次，妹以后绝对不会再做对主人不利的事情。玉心灵环下，完颜妹儿不会反抗，只在求饶。可宁晨双眸杀意炽盛，手上力量越来越大，直到完颜妹儿额头青筋暴起，白眼乱翻，即将窒息身死之际，他这才将其重重摔下。完颜妹儿顿时大口大口的喘息，满目的恐惧。宁晨则冰冷喝道：念你这贱人在大楚皇宫中还有些作用，今日便饶你一命。滚！滚字一出，完颜妹儿不敢再多言，如蒙大赦，穿起宽大球袍，十分狼狈地离开这里。宁晨站定原地，良久后，这才吐出一口浊气，摇头暗骂：妈的，这女人见贵贱，却真能撩人火气。可惜我是有老婆的人了。这一刻，宁晨脑海不由得浮现安南竟那张清冷且绝美的脸颊，只是很快，他却一叹，颇为幽怨，就是不知此生能否与这位武神老婆共度一次良宵。若当初娶的是小姨子，恐怕早就成就美事了。随而宁晨又想起了小姨子安北雪，但马上他便是一个机灵，赶忙按下杂乱的思绪，看了一眼天色，天光即将放亮，他暗自道：天色不早了，是时候回去了。半个时辰后，天光大亮，当金色的晨曦洒在安府牌匾上，一袭青袍的宁晨打着哈欠迈入了安家大门。唰！可见就在宁晨刚刚步入安家，便见门后闪来一道白衣倩影，不是别人，正是安北雪。见此，宁晨便知道考验演技的时候到了。姐夫，你昨天晚上在哪？安北雪一上来便质问。宁晨淡然应对：北雪，你糊涂了吗？我被召入皇宫了呀，不过等了一夜，发现是个乌龙，楚渊皇并未召见，只能回来了。是吗？安北雪上下打量着宁晨，一副要看穿他的模样。那你知不知道昨夜我安家遇袭了？什么？遇袭了？又是哪来的贼人？话说回来，北雪你没事吧？有没有伤到哪里？宁晨接连惊呼，一对目光中更是充满关切，这不似作假的神情，顿时让后者俏脸上升起狐疑。但很快，这缕狐疑便转成了坚定。他围着宁晨绕圈，一边打量，一边说道：姐夫，昨天晚上血云楼杀手来袭，除了那位神秘人前辈之外，关键时刻还有第2位神秘人从天而降救了我。虽然第2位神秘人套上了杀手的夜行衣，而且蒙头捂面，甚至就连声音都不同，但姐夫你就承认吧，那个人就是你吧。最后，安北雪站定在宁晨正前方，目光如炬。啊，北雪，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宁晨顿时歪起头，露出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情。看到这一幕，安北雪却是一脸坚定道：姐夫，你别装了，我这里有证据。唰！只见他一挥手，从怀中取出一片青色的袖角，贼嘻嘻笑道：姐夫，这是昨天那神秘人与敌人战斗时不小心被割掉的衣角，咱们安家除了你，可没有人穿青袍哦。这话一出，宁晨下意识便是藏了藏双袖衣角，表面却是摇头道：北雪，你想多了。但这个小动作
顿时让安北雪兴奋不已。姐夫，你别藏了，就是你，绝对是你。说着，安北雪赶忙跨步上前去检查宁晨衣袖，结果就在他满脸兴奋拽出宁晨2个衣袖之后，眼前所见却像一盆冷水直接浇在他头上。只见宁晨2个衣袖都完好无损，别说有断裂的袖角了，就连一丝一毫的褶皱都没有。没有断袖，怎么会这样？安北雪神色怔住，一对美眸中充满了失落。这就好像他十分确定自己解开一道谜题，结果最后却发现根本不是正确答案一样。北雪，宁晨拢了拢被拽歪的衣袖，摇头苦笑道：“不得不说，你的想象力的确很丰富，但你姐夫我自始至终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哪里有那么大的本事？”话虽如此，但暗中宁晨却是轻松了一口气。原来他足够谨慎，在回来前就从系统空间取出一套备用青袍换上了，否则必定露馅。好了，北雪，我在皇宫一夜未睡，现在困得不得了，我去补会诀。最后，宁晨绕开有些失落的安北雪，回往自己院落。难道真是我猜错了？昨夜那个神秘人只是碰巧也穿着青袍而已。安北雪心情失落，口中不由得呢喃。但下一刻，当他抬眸，无意间瞥到宁晨离去的背影，却与昨夜护在他身前的背影几乎重叠在一起。不对，若是不同的2个人，怎会有这么像的背影？姐夫若刻意隐瞒，大可以找地方换一套青袍。这一刻，安北雪内心越想越觉得有道理，甚至忍不住朝其追了几步，欲要继续探究。但在半途，他又顿住了脚步，内心呢喃：不，姐夫若执意隐瞒，就算我再怎么追问，他也不会说的，得想个法子。有了！安北雪美眸大亮，像是想到了一个绝顶妙计。而后他贼嘻嘻一笑，眨眼间便消失在原地。另一边，宁晨打发了安北雪，便一路回到了自己院落。奔波了一夜，他的确乏累了，于是3下5除2脱了鞋袜，便是呈大字形躺到了床上。由于有影鬼在身，宁晨并不担心自身安全，很快他便睡了过去。但这一睡，不知是被完颜媚儿2次撩拨出了邪火，还是怎样，迷迷糊糊之间，他做了一个梦，一个春梦。梦中，他隐隐约约与一个绝美女子缠绵悱恻，仔细望去，那是一张清冷绝美的脸颊，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武神老婆安南静。这让宁晨亢奋不已，但渐渐得，他突然发现，那张原本清冷绝美的脸颊好像变了，不再清冷，变得灵动与甜美。尤其是最后，他突然展颜一笑，唤了声姐夫。靠，小姨子，唰！一刹那，宁晨就被惊醒了，从床上直接坐起，额头之上都不由得滑落了一滴冷汗。幸亏只是个梦，这要是真的，安南经不得用他那杆银枪挑杀我10万8千遍啊！正内心感慨着，忽然房间门嘎吱一声被推开。谁？宁晨蹙眉，毕竟他再是个废柴，也是安南静名义上的夫君，这个房间也是属于安南静的房间，除安北雪之外，很少有人这般直闯这间卧室。是北。宁晨望去，率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张俏脸，但北雪2字还未出口，下一刻他就瞥见了金灿灿的甲胄与一杆明晃晃的亮银长枪。老婆！宁晨蹭的一下从床上起身，整个人都精神了，甚至暗中赶忙让影子中的银鬼躲好点。果不其然，下一刻，一道飒爽身影进入房间，头扎马尾，一袭金甲，背负银枪，身影英姿飒爽。最关键的是，眉宇间尽是冰冷清霜，不是郑国女武神安南静，又能是谁？老婆，你怎么突然回来了？没听北雪说你要回来啊？宁晨一边穿鞋袜，一边问道。安南静并未回应，但暗中却是笑开了花。嘿嘿，姐夫，他果然信了。本来让铁匠仿造出这套金甲银枪，是准备用来迷惑敌人的，没想到今日倒是先用来迷惑姐夫了。安北雪按下思绪，将姐姐模仿的惟妙惟肖，一脸强势的问道：恰逢君务，我便回来看看。刚才听北雪说，昨夜有血云楼杀手乱我安家，不知你有没有受伤啊？宁晨脸色突然一正，着实没想到自己这么一个冰山女武神老婆，居然还会关心自己，这差点没让宁晨感动哭了。要不是眼前的金甲银枪，他都怀疑眼前之人不是安南静，而是自己小姨子安北雪了。老婆，我没受伤，因为我昨夜就不在安家，而是在皇宫。宁晨摇了摇头回应道。唰，可见安北雪微微蹙眉，显然对宁晨这个回答并不满意。他的眼睛转了转，再次问道：皇宫？不可能吧，我才从皇宫处理军务归来，没听说你昨夜一直待在皇宫啊？此乃谎言。可听在宁晨耳畔，却让他的内心咯噔一下。毕竟昨日他虽去了2趟皇宫，但去的都是凤鸣宫，不过对此他也早有应对，赶忙道：老婆，你有所不知，昨日我被召入皇宫，等了半天无人召见，那太监便让我先行回来，谁知回到半路，那个太监又追上说让我回去，所以我并未一直待在皇宫。此亦是谎言。但却让对面的安北雪一阵默然，只得点首。眼见询问不成，安北雪暗中咬了咬银牙道：若昨夜真是姐夫，那他必有修为在身，而探查修为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灵力入体，得想办法接触到姐夫的身体，拼了！安北雪像是做出决定，忽的迈步靠近向宁晨，同时满目肃重道：宁晨，此次归来，我想了一下，我安家危机四伏，
随时随地有被人覆灭的危险，所以我决定要为我安家留一个后人。啊！这句话犹如突如其来的重锤一般，狠狠砸中宁晨的脑袋，让他整个人都陷入了懵逼，甚至连安北雪靠到自己近前，偷偷将一只玉手放在自己丹田的小动作都没能发觉。老婆，你说的真的假的？宁晨问道，一对眸子宛若被点燃的火炬，有炽火燃烧。自然是真的。对面安北雪一边敷衍的点手，一边绽放灵力，但转瞬他便隐隐蹙眉，因为就算是用灵力探查，他似乎也没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好奇怪，灵力入体却如石沉大海。姐夫，这身体之内到底是有修为还是没修为？哈哈！就在安北雪暗自咕哝之际，一道大笑突起。只见下一刻，宁晨满目兴奋的直接将安北雪压到了床上。这终于让安北雪反应过来，脸色变得惊慌，刚准备开口，却见宁晨早已迫不及待吻下。毕竟这2天他又遭到完颜妹儿的诱惑，又被春梦困扰，早就憋了一肚子邪火无处发泄。眼下自己的武神老婆居然明说自己想要留一个后人，那他还说什么？自然义不容辞。不，安北雪根本来不及反应，朱唇就被狠狠吻中。轰！刹那间，安北雪的一对美眸骤然间剧烈紧缩，她有意识想要抬手反抗，但雄浑炽烈的男子阳刚之气却让她的大脑变得一片空白。短短片刻，她就已目眩神迷，浑身上下裸露的皮肤一片通红，整个人软成了一滩烂泥。不知过了多久，像是一瞬间，又像上100年。直到安北雪感受到一只大手即将剥开自己的贴身亵衣后，她整个人这才彻底反应过来，惊叫出声：不要，姐夫，我是北雪。假！此话一出，原本正处在极度亢奋的宁晨像是突然触电一般，满目惊恐地跳了起来。靠！难道又是在做梦？这一刻，宁晨以为自己还在做梦，是个梦中梦，于是他朝着自己脸颊狠狠打了一下，结果疼！这不是做梦！就在宁晨满脸懵逼之际，那满脸通红、衣衫凌乱的安北雪已是从床上挣扎着起身。姐夫，我只是……哎呀，羞死人了！安北雪还想解释，但想起刚才几乎让她窒息的深吻，她整个人的脸庞红得几乎滴血，最后犹如一只受惊的麋鹿，捂着脸逃之夭夭。看着逃离的安北雪，宁晨则下意识捡起被他剥落的金甲与那杆银枪，早已风中凌乱。什么鬼啊！我他妈差点上了自己小姨子！这一刻，宁晨内心的情绪前所未有的复杂，既有对安北雪扮演安南进来试探自己的无奈，又有差一点坏了安北雪身子的负罪感，但同时内心深处似乎还有一丝丝刺激。最后，当宁晨想到真正的安南进之后，所有思绪这才崩散，只剩下心惊肉跳。这可不敢让他知晓，否则躺平就要变躺尸了。另一边，安北雪也仓皇逃回了自己的房间，犹如受惊的鸵鸟般一头扎进了自己的被窝。他努力不让自己回想刚才发生的事情，但越是如此，刚才的画面便是在脑海越清晰。我居然被姐夫吻了！真是好奇心害死猫啊！可是那种感觉似乎有些……渐渐得，安北雪霞飞双颊竟莫名有些回味，但很快他便是大惊，拍了拍自己的俏脸。不，安北雪，你在想什么？不可以再想了，那可是姐夫，那可是姐姐3叩9拜的夫君，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这只是一场误会。接下来的日子，危机过后的安抚重新归于平静，但无论宁晨还是安北雪，都对那一天讳莫如深。尤其安北雪在那一天之后，开始有意躲避宁晨，有时候2人距离还有老远，对方就如一只受惊的兔子逃之夭夭。这叫什么事啊？不过也好，自己的确要与这个小姨子保持距离了，否则我都快将她真当成老婆了。对此，宁晨亦摇头长叹。须知安南竟与安北雪2人长相本来就一模一样，而且自从成婚之后，安南竟就几乎没在郭家，倒是安北雪一直在陪伴着他，这让他对这个小姨子隐隐真生出了特殊情感。这可要不得，一个弄不好是真会死人的。爸，还是老老实实的躺平才是正道。最后，宁晨及时扭正心态，继续在安抚躺平。叮！恭喜宿主躺平3个半月，获得奖励1瓶极品运灵丹。叮！恭喜宿主躺平4个月，获得奖励5道神通万剑归宗。叮！恭喜宿主躺平4个半月，获得奖励1副极品金丝软甲。叮！恭喜宿主躺平5个月，获得奖励5道神通灵武源流。时间一天天过去，各种各样的躺平奖励到账。由于躺平时间越来越长，可见奖励逐渐丰厚。比如极品运灵丹，每一颗都蕴含磅礴的天地灵力，而且效果不递减。又比如极品金丝软甲，号称刀枪不入，水火不侵，防御极其强横。此外，更惊人的是躺平4月与5月的特殊奖励，乃是2门武道神通。所谓武道神通已经超越武学范畴，一般来说只有武神方能创造。无论是万剑归宗还是灵武源流，都是作用强大。前者可演化万千剑气，可大范围的杀敌；后者则可令一身灵力沸腾，让力量短暂暴涨。最关键的，作为系统奖励，宁晨完全不用苦修，只需通过系统灌输就能轻松将其掌握。就这样，时间匆匆，光阴飞逝，眨眼便已入秋。距离他入赘安家，开启躺平系统，正好半年。叮！
恭喜宿主躺平半年，获得特殊奖励破镜之力。破镜之力顾名思义，一旦使用此力量，可助目标从巅峰5境顺利突破下一5境。直接让人突破大境界，这可是好东西啊！宁晨眼睛大亮，让他整个人都从藤椅上惊起。唯一遗憾的是，他自己刚从5地境突破5圣之境没几日，这破镜之力他暂时用不上。想来想去，眼下只有2种选择：一是留到自己5圣巅峰之时再用以突破5神；二是给银鬼使用，让5圣巅峰的银鬼先行突破。最后考虑了片刻，宁晨果断选择了第2种。毕竟一旦银鬼晋升5神，他在大楚王朝也算是正式拥有一张能无惧5神大敌的底牌。决定之后，宁晨唤出银鬼，直接沟通系统道：“童子，将这道破镜之力为银鬼使用。”叮，破镜之力正在为银鬼使用。嗡，伴随着系统提示音，银鬼顿时感到一股浩瀚磅礴的强大力量轰然灌入了自己体内，强势拔升着自己的境界。所谓的5神瓶颈在这一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切皆水到渠成。轰！短短片刻之后，银鬼体内便是一声剧烈轰鸣，紧接着一股属于5神境的气息便是浩荡开来。不过由于系统的遮掩，并没有人察觉。多谢主人，我已经顺利破入5神境，而且这种破境之力很浩瀚，按照9重划分的话，如今的我至少是5神3重之境。银鬼惊呼，虽无面庞，但周身上下不断扭曲的黑影彰显着他的兴奋。毕竟5圣与5神看似只有1字之差，但却硬生生堵死了不知多少武道天才的道路。否则偌大的王朝，为何就有寥寥数尊5神境？在银鬼眼里，宁晨此举无疑帮他省去无数年苦修。不必客气，你是我忠心耿耿的影仆，只有你强大了，才能更好保护我的安全。宁晨摇头一笑，如今银鬼已经晋升5神之境，而且还是5神3重境，这让他内心的安全感上涨不少。至少在遇到完颜天雄那般的5神，他完全可无惧。更何况如今他也已经成就5圣之境，若是再与银鬼施展他的终极神通人影合一的话，他相信就算是安南境那般的绝世5神，他也能斗一斗。当然，虽然底气强大不少，但他仍没有出事的打算。一时躺平一时爽，一直躺平一直爽啊！最后宁晨继续躺回藤椅之上，准备继续躺平，最好将自己的境界也躺到5神之境。但天不遂人愿，第2天他就不得不从藤椅上起身，只因安南境归来了。自从北凉赴任，安南竟已3个多月不曾归家。这一日他刚归来，安家之人便集体相迎。然而当看到那道金甲副银枪飒沓如流星的身影，宁晨却不由自主回忆起与安北雪那一日的误会，整个人多多少少有些心虚。转头一瞥，正好看见同样心虚的安北雪。当2人四目相视，顿时犹如触电般双双避开。北雪，家中还好吗？我听说了血云楼之事。安南境第一时间便冲着安北雪询问。家中一切都好，血云楼早已解决。安北雪神情一怔，赶忙回应，心不在焉的模样让安南境微微蹙眉，但他并没有深究。哼，便宜血云楼了。安南境冷哼一声，随后带众人于前厅落座。安北雪询问：姐姐，你远在北凉，怎么突然回来了？是楚渊皇重新将你调回来了吗？此问让周围的安福、楚葵、柳英等人皆充满期待。毕竟在他们心中，安南境乃是举世无敌的存在。若是调回，安家绝对不会再有宵小敢登门。非也。谁知安南境却是摇头，开口解释道：我并非被调回，而是得了渊皇旨意，传我回来参加大楚1年1度的宫宴。大楚宫宴，原来如此。安北雪有些失望。对于大楚宫宴，他倒有过了解，那是大楚皇室1年1度的盛大宫宴。宫宴会邀请大楚一众有名有姓的皇亲国戚王侯将相参加。此次从北凉归来参加大楚宫宴，楚渊皇还特意嘱咐让我带北雪，还有宁晨一同参加宫宴。宁晨与安北雪皆诧异，安南境则是没有多言，挥手嘱咐道：你们2个各自回去准备准备吧，明日天光一亮便随我入宫。转瞬一夜无话，翌日待清晨刚过，一轮骄阳初升，宁晨便与安南境、安北雪从安府走了出来。只见今日的宁晨依旧是一贯的青袍，朴实无华，除了帅气，无论怎么看都平平无奇。倒是安南竟与安北雪一个比一个潋滟吸睛，尤其2人站在一起，皆是身姿高挑，风华绰约，远远望去，仿佛一株并蒂仙莲分化。走吧。安南竟让人赶来马车，带着宁晨、安北雪入宫。路上3人谁也不说话，气氛一时间沉默如冰湖。直到安南竟率先开口：我知道我不在家，有太多宵小打我安家注意，所以此次大楚宫宴，我会上禀渊皇，将我重新调回。安北雪神色一怔，但旋即展颜笑道：姐姐要能够重回皇城，那可就再好不过了。不过想要促成此事，我怕是要在渊皇面前服软，做出些臣服他的姿态才行。安南竟说着，一双美眸落在了宁晨的身上。所以此次宫宴，宁晨是重中之重。宁晨，你记好，等下到了宫宴之上，你我之间一定要装作成亲密无间的模样啊！闻言，宁晨顿时张大嘴巴，安北雪亦是瞠目。安南竟瞪眉道：什么呀？
你本来就是楚渊皇当初用来打压我的手段，如今只有我表现出接受你的存在，方才能让楚渊皇降低对我的敌意，我才有机会调回皇城。哦，好的，我会配合。宁晨只得点头。最终半个时辰后，安南境主动让马车停在宫门前，随而带着宁晨、安北雪步行前往宫宴。宫宴设于太极宫，宫外彩灯高挂，红绸高悬，宫内院落宽广，到处摆放着御用桌椅。彼时宫院之中已经到来诸多身影，男女老少，高矮胖瘦，虽然长相身材皆不同，但无一例外全都雍容华贵，气质斐然，一看就是9居上位的皇亲国戚王侯将相之辈。宁晨，你我2人并肩而入，记住要亲密。安南境吩咐一声，宁晨当即搂住前者腰肢。不得不说，安南境的腰肢不堪盈盈一握，那种柔软且充满弹性的手感让人想入非非。这边宁晨心神荡漾，那边安南境也是身躯一僵。红霞瞬间爬到这位女武神的耳根处，但她咬了咬牙，按下摆脱宁晨大手的冲动，又主动朝宁晨靠了靠，让姿态更显亲密。随而2人这才肩靠肩地迈入太极宫之内。而身后安北雪看到这一幕，内心有些不舒服，那种感觉就像小时候自己喜欢的玩具被姐姐抢走了般。镇国女武神安南境到。随着一道太监尖锐的喧喝声，宫宴已经到来的人则是齐刷刷地转头凝望了过去。毕竟安南境之名在大楚可谓是如雷贯耳，只是这一望之下，整个宫院内可谓一片哗然，甚至有些人更是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睛。卧槽，我还没喝酒呢，怎么出现幻觉了？我怎么看到安武神被一个男人搂着腰？妖兽了，这个男人是谁？难道他不怕被一枪挑穿头颅吗？众人议论纷纷，而下一刻便有人给出答案，是被渊皇赐婚的那个废物书生宁晨。宁晨，原来是他，如此这就不奇怪个鬼啊！安武神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废物？依老夫愚见，安武神之所以接受了这个废物宁晨，应该是在向渊皇示弱低头。原来如此，可这也太便宜这个废物书生了！哇呀呀，为什么这个人不能是我啊？一时间，宫院之内各种热议与喧嚣频出，尤其是年轻俊杰涌现出羡慕、嫉妒、恨，咬牙切齿，恨不得上前将宁晨干掉，取而代之。哼！面对这些人的目光，宁晨自然不会惯着他们，故意挺身将安南境的腰肢搂得更紧了，脸上一副我就喜欢你们，看不惯我却又干不掉我的神情。这种姿态几乎让在场所有年轻俊杰眸中喷火，但有安南境在，他们自然不敢上前为难宁晨，甚至连嘲讽的话都不敢大声，只能暗自哼哼。最终在无数道目光注视下，宁晨搂着安南境的腰肢，带着安北雪走过宫院，步入正殿。可见正殿内金碧辉煌，雕梁画栋，明亮宽广，一眼望去罗列着2排豪华奢侈的桌椅，桌椅上摆满了各种山珍海味、美酒珍馐。尤其是与殿外略显嘈杂的人影相比，殿内人数不多，而且此间气氛更加的庄严肃重。咦，是安南境，那是其废物夫君宁晨。但随着宁晨搂着安南境腰肢迈入大殿之后，在座的宰相、王爷、大将军、军机重臣等一众位高权重之人仍是面色纷纷惊愕，毕竟谁也没见过大名鼎鼎的镇国女武神居然还有这副小鸟依人、恩爱有加的模样。不过转瞬，这些久在朝堂摸爬滚打的老狐狸全都明白了安南境这副姿态的意图。没想到啊，这位镇国女武神也会低头示弱，看来渊皇这段时间的打压的手段奏效了。在场之人或是内心自存，或是眼神交流等，一直等到宁晨与安南境、安北雪坐在左首位上，这才纷纷收回自身的目光，默然不语。这些王公大臣竟然没一个与安南境打招呼的，看来自家娘子在这朝堂之上的处境也够堪忧的，若不是拥有无敌的实力，怕是早就粉身碎骨了。端坐在座位上，宁晨环视四周，内心感慨。突然他的神情一正，目光赫然在大殿后方瞥见了一道神情有些焦急的妩媚身影，于是他不留痕迹的于身下轻轻一扣，银鬼刷。如果说银鬼还是曾经的武圣巅峰之境，他自然不敢让银鬼在大楚皇宫之中肆意行动，但如今银鬼已经晋升武神境，再加上其神通诡秘，哪怕近在咫尺的安南境都没发觉。刷！不多时，一方紧邻太极宫却十分冷静的院落，一团阴影从角落升起，眨眼便凝聚出人形轮廓。那猩红眸光扫视了一眼，嘶哑道：“出来吧！”刷！声音刚落，一位五官妩媚动人、身材凹凸有致、衣着雍容华贵的曼妙女子闪了出来。扑通！曼妙女子一出现，便是冲着黑影跪下，满目尽是恭敬与狂热。完颜媚儿参见主人。黑影是宁晨用银鬼神通所化，他挥了挥手道：“起来吧，见你神情焦急，可是有事要说。”完颜媚儿起身，因为知晓宁晨不喜他的媚术，所以他完全不敢卖弄，只是神情肃重道：“禀告主人，我前几日是请渊皇，意外从其口中得知，此次大楚宫宴并不简单，那老东西似乎要对安家，确切的说是要对安家那位镇国女武神不利。”刷！宁晨顿时蹙眉，毕竟安南境今日正想着缓和与楚渊皇的关系，结果这老壁灯却不讲武德，竟要搞事。他问道：“
那你可知那老匹夫具体的计划？谁知完颜媚儿却是摇头，回主人，具体计划我并不知晓。那老东西心机深沉，从来不在我等这些后宫妃子旁多言正事。我之所以探听出此事，还是那老东西失言。这样吗？宁晨眉宇彻底蹙起，由于心灵环在，他相信完颜媚儿绝不敢骗他。楚渊皇一定会在今日的大楚宫宴上搞事，要去通知武神老婆。他今日会有危险吗？宁晨呢喃，但转瞬后他便推翻了这个想法。先不说安南竟会不会信他，就算信了，一旦追问消息从哪里来的，他没法回答呀。罢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自己这便宜老婆可是武神之境，世上能有几人对他不利？最关键的，如今银鬼也是货真价实的武神境，两尊武神，如今危险的是敌人才对。想通这一点后，宁晨不再紧张，只一挥手，好了，我知道了。嗡，言罢，这道分影消散，而另一边的太极宫正殿，则是已经响起一道尖锐响亮的高喝声：渊皇驾到！随着高喝声，一行人则是从太极宫内殿迈出，一对太监，一对宫女，太监持斧扫尘，宫女拈花铺地，而身后一位伟岸身影走来，头戴冕旒，一对龙目威严，充斥着炯炯神光，身材高大，这五爪金龙黄袍猎猎飘动，龙香虎不坚，散发着掌控山河的莫大威势。参见渊皇！渊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楚渊皇依制，内殿一众王公大臣全部起身参拜。于理，安南靖作为镇国神将，可省繁文缛节，但今日安南靖却一改常态，起身参拜。至于宁晨与安北雪两人，自然也是跟着参拜。可见楚渊皇第一时间便是盯住了安南靖，似乎也没想到后者今日竟然会一反常态。但短暂的诧异后，楚渊皇脸上便恢复了常态，挥手让所有人免礼后，他已是落座于主位，其左右是完颜媚儿以及另外一个贵妃。诸位爱卿，又是一年一度的大楚宫宴，今日不谈国事，不议政务，只饮酒作乐，赏歌载舞。楚渊皇一挥手，大殿之内顿时有丝竹声响，一群身姿多彩的舞女开始入殿内献舞。宫宴开始了。此酒甚好，菜也不错，难怪前世大家总说质疑纣王，理解纣王，超越纣王。宁晨为自己立的本就是废物书生人设，并未拘谨，上来便是夹菜品酒，欣赏着舞蹈，甚至时不时为安南靖夹菜倒酒，彰显恩爱。安南靖暗自蹙眉，宁晨显然是自己超常发挥了，虽然内心不喜，但也只能迎合宁晨，努力做出一副夫妻之间和谐恩爱的模样。唯一令他欣慰的是，这吸引了楚渊皇的目光，看来安神将这段时间与宁晨培养了不少感情啊。看安神将如此幸福美满，朕内心很是欣慰啊。来，朕敬安神将夫妇一杯。楚渊皇端起酒杯，示意安南靖。安南靖故作受宠姿态，与宁晨起身回敬，多谢陛下。而后楚渊皇又将目光落在了安北雪的身上，轻笑道：呵呵，这就是北雪吧，无愧孪生姐妹，当真与你姐姐长相一模一样。不过你姐姐都已经嫁人了，你也该谈婚论嫁了，不知是否有心上人啊？今日若是说出来，朕可以为你赐玉婚，让你们喜结良缘。嗡！安北雪本就心乱如麻，从安家到宫宴不得安宁，如今被楚渊皇直提心上人，更是乱得不行，一时间竟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好在安南靖及时替其解围，多谢陛下好意，我这位妹妹被我宠坏了，古灵精怪，不谙世事，哪里有男子肯看上她呢？这时安北雪也反应过来，姐姐说的是，我还未有心上人，就不劳陛下费心了。呵呵，好吧。楚渊皇摇头一笑，不再多言，而后转过头又向其余王公大臣敬酒去了。很快宫宴之上便已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奇怪，这场宫宴都已经快结束了，楚渊皇这是不打算搞事了吗？彼时宁晨满脸通红，一副醉醺醺的模样，但暗中却始终警惕，一直在让银鬼监察全场。他偷偷瞥了一眼完颜媚儿，后者则暗摇琴手。宁晨沉虑，难道是安南靖做出的示弱臣服姿态，让楚渊皇这老匹夫改主意了吗？轰轰！就在宁晨这般想着时，两股恐怖的气息陡然在殿内爆发，震荡的整座大殿都在晃动。一位身着甲胄的壮汉护卫，一名正在舞剑的妖娆舞女，突然以悍然之姿杀向楚渊皇。两人身上散发的气息皆达到了武神境。嚯，两尊武神强者，当真是好大的手笔！可不是要对自家的武神老婆不利吗？为何反倒杀向楚渊皇自己了？宁晨刚开始还不理解，但很快他便明白了。嘎尔！只见两尊武神级刺客刚刚暴露，端坐在宁晨身旁的安南靖便已闪身冲上去护驾了。原来如此，这是拿捏死了自家老婆的忠心啊！宁晨眼神沉烈，已经猜到楚渊皇这是掐定了，在他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安南靖一定会冲上去护驾。届时两名武神境强者自可顺理成章地对付安南靖。果然，下一刻见安南靖阻拦，伪装成护卫与舞女的两名武神强者果断放弃楚渊皇，迎杀安南靖。轰轰！刹那间，大殿内安南靖便与两名武神刺客交手，顿时打得轰鸣阵阵，气劲震荡八方。不好，有刺客，快护驾！此时周围这才响起一阵阵躁乱之声，有诸多禁军护卫
第一时间便是冲入殿内护驾。但只有宁晨看得真切，入殿的只是些普通禁军，连武圣都少有，更别提武神强者了。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楚渊皇始终镇定地端坐在主座之上，浑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这老壁灯明明是自己要对安南境不利，还偏偏伪装成自己受刺，这是完全将安南境玩弄于股掌之中啊！宁晨目光冷厉，他知道，若是安南境的忠心少那么一点点，楚渊皇今日的计划都没有这么好进行。可惜安南境对大楚、对楚渊皇完全是言听计从的于衷，所以才会遭到如此算计。不过安南境终究是大楚无敌的镇国女武神，一身实力绝非同境强者所能比肩。两名武神虽强，恐怕也奈何不了他吧。就在宁晨这般想时，场中却再度有异变发生。哼，不愧是大楚大名鼎鼎的镇国女武神，同是武神之境，你果然强大啊！但可惜我们早有准备，给我们报！只见两名武神刺客猛然冲着四面八方一握，轰！霎时间，安南境美眸一瞪，嘴角当场一血，雄浑浩瀚的武神气息瞬间跌落3、4成。同一时间，宴会上诸多身影全都气息跌落，包括宁晨体内都一阵紊乱，可眨眼便稳住了，整个人大蹙眉头，不好，好强的毒，哪怕我服过百毒不侵丸，都差点中招。而下一刻，当他看向楚渊皇，脸色更加阴沉，只因全场都中毒了，唯独楚渊皇没什么异样，这特么连演都不演了呀！安南境忠心耿耿，丝毫没看出这是针对他的杀局，可见他气息虽跌，但一身气势仍旧如神枪逼人，两个下三滥的宵小之辈也配武神之名。杀！轰！下一刻，安南境与2尊武神刺客再度激战，恐怖绝伦的力量将太极殿顶都给掀飞了，三人直接从殿内打到了半空中，轰鸣震天。可中毒后的安南境一身战力显然大打折扣，在2名武神刺客围攻下，开始逐渐不支，甚至空中洒下一滴滴嫣红且触目的鲜血。不好，姐姐中毒，战况堪忧啊！这时，一旁的安北雪满脸担忧，急得团团转。大楚皇室的武神强者呢？怎么不救一下啊？可在场为宁晨知晓，这本就是楚渊皇的阴谋，甚至他怀疑这2名武神刺客都是大楚皇室之人，如何会相救？嗨，正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人啊，真到关键时刻还是得靠自己的爷们。宁晨暗中呢喃，轻轻一跺脚，淫鬼，马上去相助你的主母，但别暴露我的存在。是，主人。嗡，得到命令的淫鬼悄然便消失在宁晨的脚下，再出现，他已然来到半空，聚成一道人形光影。彼时尚在末时，太阳正烈，放眼望去几乎无阴影。若放在武圣巅峰之时，在这种情况下，淫鬼甚至无法凝出影体，实力也会大打折扣。但晋升武神境后，淫鬼已经摆脱了这种桎梏，不仅阴影能为他所用，就连阳光的光影亦能可成他助力，所以他这才能正大光明地站在阳光之下。第一时间，安南境便注意到淫鬼，眉宇紧蹙。淫鬼则是道：“安武神，我来助你杀敌。”此话一出，安南境这才终于确定，诧异道：“你是那个救了我安家数次的神秘人？你不是只有武圣巅峰吗？何时成武神了？”淫鬼没有再回应，直接冲杀向对面的敌人。淫鬼神通诡谲可怕，一出手便是将对面那位身着护卫盔甲、手持长刀的壮汉牢牢缠住。见此，安南境也不再纠结，攻向那名舞女打扮的武神。快看，又有一名武神强者加入战斗了。那被光影笼罩的神秘人正在帮助安武神对敌，一定是大楚皇室的武神境，安武神有缘了。下方太极殿内外，一群不明所以的身影热议纷纷，显然将淫鬼认成大楚皇室的援助。殊不知，那太极殿内主座上的楚渊皇却是脸色一沉，别人或许不知道，但他自然知道，淫鬼根本不可能是他们大楚皇室的强者。该死的，怎会有如此变故？此人从哪冒出来的？是那个隐藏在安家的神秘人吗？不是说那人只有武圣巅峰境，根本不足为虑吗？楚渊皇脸色阴沉不定，审视着太极殿内外，尤其在宁晨与安北雪2人身上这重大量。呵呵，急了，他急了。宁晨表面神色无常，暗中却是冷笑不已。他知道武神境淫鬼的出现打乱了楚渊皇的计划，不过这才哪到哪，不过才是计划乱了。今日我非要将你这老登的场子都给掀了。宁晨内心冷斥一声，旋即再度给淫鬼下令：淫鬼，施展终极神通，助你主母快速杀敌。嗡！收到宁晨命令后，淫鬼当即传讯安南境：安武神，我有一方神通，可将我的力量暂时为你所用，如此可助你快速杀敌。好，若是别人，安南境自然要考虑利弊，但对于这个3番2次救了安北雪与安家的神秘人，他并未多加考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相信。毕竟今日他不仅中了毒，而且还未披甲持枪，实成实力发挥不出5成，唯有借助外力，终极神通人影合一。唰，得安南境同意后，淫鬼当即施展终极神通，漫天光影顿时一股脑涌入安南境体内。轰！随着淫鬼武神境的本源之力入体，本来有些虚弱不堪的安南境当即像是去了毒素，一身气息层层暴涨，
眨眼间便恢复了巅峰，甚至隐约之间还超越了刚才的巅峰。好，如此强横无匹的神通，让安南境精神大振。那一对飒爽双眸当即迸发出炽烈的金芒，乍一看犹如两股枪芒将虚空扭曲。两个宵小之辈，今日便是你们的死期！安南境一挥手，漫天灵能在他手心急速汇聚，眨眼间便应声声聚成了一杆神枪。一枪在手，安南境整体气势再度拔高3分。灭！一字喝出，滚滚武神霸力从他体内奔涌而出，恍若大江大河，滔滔浪潮连绵不绝。同时，一股霸天绝地的枪意在枪锋之上积蓄。安南境一枪捅出，无论是滔滔灵能还是霸道枪意，全都顺着手中枪尖倾泻，犹如积压了100年的洪流般，空气发出重重爆炸，一股又一股爆炸气劲扩散八方天地。最终，这一枪直刺对面那位舞女打扮的武神刺客。啊！可见在这一枪之下，那舞女武神刺客忍不住骇叫一声，显然感受到一股死亡危机。第一时间，他便竭尽全力爆发自身所有力量，通过手中剑打了出去，迎击袭来的枪能。咚！可伴随一道震耳欲聋的轰鸣，枪能如狂龙一般，轻而易举便将舞女武神刺客的剑气泯灭。而后，狂暴枪能继续嘶吼咆哮着笼罩向舞女。不，渊皇！这一刻，舞女武神刺客的脸色尤为的惨白。临死之前，他扭头看向下方的楚渊皇，张口想说什么，可还没来得说，便被安南境那毁灭一切的枪芒给彻底笼罩。砰！可见枪芒笼罩之下，舞女武神刺客的身躯在惨叫声中接连崩碎，裂纹遍布，最后一声闷响，整个人原地崩碎成一地血骨。一名武神境刺客陨落，这血淋淋的一幕顿时让下方皇宫陷入沸腾。宁晨也一直在凝望着上空战场，别人或许猜不到舞女最后想说什么，但他却知道，他想说的是渊皇救我。大楚皇宫上空飘荡下一阵猩红刺鼻的血雨，见此，下方宫院内诸多人影都在兴奋高呼：哈哈！力灭武神，安武神不愧是镇国女武神，安武神斩了这些敢扰乱我大楚的刺客。然而就在众人兴奋高呼之际，那原本始终在太极殿稳坐泰山的楚渊皇脸色早已铁青，那双眸子深处更是隐隐升起一丝心痛之色。但眼下他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不能说。哈哈，这老壁灯今日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死了一尊武神手下，恐怕心疼的滴血吧。而一直关注楚渊皇的宁晨则是暗中大笑，毕竟就算是以大楚皇室的强大底蕴，一尊武神强者的死亡也必然是伤筋动骨的。不过死一尊哪够，第二尊武神照样逃不了。宁晨冷笑，早已抬头观望。果不其然，皇宫上空与银鬼合一的安南境在击杀舞女武神刺客后，没有任何的停顿，已然狂猛杀向剩下那位壮汉武神刺客。可恶！壮汉武神刺客早已因死去的舞女武神刺客而心惊胆寒，第一时间便是接连挥刀怒劈。轰咔咔，一道道璀璨炽烈的刀芒宛若一众重浪潮，交织出震动虚空的网状，阻拦安南境。同一时刻，壮汉身影脚下早已朝着远方逃遁，毕竟他与舞女武神刺客的实力其实相差无几，安南境能一枪挑杀舞女，自然也能杀他，所以只有逃。谁知安南境的实力远比他想象中还要强大，手中灵能长枪瞬间挥出漫天枪影，每一道枪影都像是实质化的金属神枪，几乎瞬间便以摧枯拉朽之势将他的刀潮给抹灭。刺客哪里走？唰！安南境一个闪身，犹如闪电，再度追上壮汉，手中长枪再次以无可匹敌之势捅了过去。啊！蛮神血怒，深知刚才的舞女武神刺客就是死在这一枪下。壮汉武神没有任何犹豫，便是全力出手。怒喝之下，体内鲜血顿时犹如开水一般沸腾，沸腾间他的力量瞬息便是暴涨数倍，狂暴的血气更是在他背后凝聚出一道虚影。蛮神血怒，你是北蛮国的武神？看到这一幕，安南境第一时间便喝出其身份，下方顿时一片轰动，就连宁晨都有些诧异。北蛮武神？这怎么可能？难道我之前猜错了？还是说这里面还有我没看穿的阴谋？虽然一时间没猜透，但直觉告诉宁晨不对劲。于是宁晨赶忙在内心沟通银鬼，银鬼，让你主母饶对方一命，尽量抓活口。嗡！银鬼顿时在安南境体内开口，后者刹那蹙眉，来不及考虑，下意识便是收了3分力。轰砰！然而哪怕安南境于最后关头即使收了3分力，但恐怖枪能仍旧犹如咆哮的苍龙般崩灭壮汉武神背后的虚影，身上盔甲寸寸崩裂，就连魁梧身躯都裂出一道道狰狞可怕的血痕，瞬间便是血肉模糊，惨叫着倒飞出去。北蛮武神为何前来大楚皇宫刺杀圣驾？谁指使你的？你是想要挑起大楚与北蛮的战争吗？这一刻，安南境闪身跟上，一道道枪芒洒落，不断杀伤着壮汉武神，同时也在逼问：完了，今日我命休矣！这一幕让壮汉脸色惊恐，眸中浮现绝望，眼看自身性命不保，死亡的恐惧让壮汉惊叫，做出投降姿态。安南境，饶命！今日非是我北蛮前来刺驾，
而是你们大楚杀了这个北蛮刺客。谁知壮汉话还未说完，一道怒喝声骤起，刚才还稳坐泰山的楚渊皇不知何时早已腾空，面目阴沉地冲着壮汉下达了杀令。吃了！楚渊皇声音还未落下，一位身着蟒袍的老太监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闪到壮汉后方。老太监手中一挥，万千银丝陡然炸起，宛若一条蛟蟒，顷刻便是缠绕上壮汉武神脖子。不，砰！最终在壮汉武神绝望、愤怒、不甘的眼神中，老太监猛然一拽拂尘，咔嚓一声，壮汉武神的头颅当场抛飞而起，满腔鲜血犹如泉涌。又一尊武神强者陨灭。看着死去的壮汉武神，安南静一对柳眉蹙起，终于感受到一丝不对劲。毕竟早不杀晚不杀，为何非要等到壮汉武神放弃抵抗再杀？不待安南静开口质问，银鬼或者说背后的宁晨则是沉声道：“安武神，今日之事绝不是简单的刺甲，或许有什么针对你的阴谋，还望小心。”安南静眉宇蹙得更紧了，刚想询问什么，银鬼则又道：“我更不宜在此久留，走了。”唰，银鬼顿时悄然离体，重新回到宁晨体内。而下一刻，那名斩杀壮汉武神的老太监第一时间便是盯住了安南静，声音沙哑道：“今日咱家练功出了些差错，救驾来迟，在此之前还要多亏安武神以及那位未露真容的神秘武神护其圣驾，还请神秘武神露个真容，咱家还好为他在渊皇面前请功。”安南静来不及思索隐鬼所说到底是真是假，只得回应：“9000岁客气，刚才那位已经走了。”走了。老太监眉宇一惊，因为他的灵觉早就扩散八方，却仍没有感应到对方是何时遁走的。罢了，那咱们就下去回禀渊皇吧。老太监不再多言，与安南静一起从空中飞落。看着安南静，原本脸色尤为阴沉的楚渊皇当即转为一副开怀欣慰的笑容。幸亏今日有安爱卿在此，否则今日朕与再做一众爱卿的性命就危险了。渊皇过誉了，这都是为臣者应该做的。安南静抱拳想了想，今日救驾功劳也算不小，或许正好能以此功将自己调回皇城。渊皇陛下，我想……谁知安南静话还未出口，就见楚渊皇脸色沉怒道：“大胆北蛮，小小蛮夷之地，竟敢派人赐甲！朕身为大楚君主，如何能忍下这口气？安爱卿，正好你是北凉主将，今日朕便任命你为北伐大元帅，率领北凉10万军队，替朕踏灭北蛮。”当楚渊皇饱含杀怒的喝声传荡于四方宫闱，原本还想调回皇城的安南静脸色顿时一正，宁晨更是惊眉，终于想通了楚渊皇的阴谋。后者做了2手准备，第一手就是2名武神刺客，若能击杀掉安南静，自然皆大欢喜；若出了变故，就像现在，便可将今日之事顺势栽赃给北蛮，命安南静带军攻打北蛮。须知北蛮国不同天罗国，国力不容小觑，是一个极为难啃的硬骨头。无论安南静攻城还是兵败，都符合他的利益。这老壁灯是真硬啊！宁晨倒吸口冷气，而且他敢肯定，面对这种旨意，忠心耿耿的安南静绝对不会抗旨。果不其然，虽然事情走向与自己预想的不符，但安南静还是在第一时间接下了楚渊皇旨意。臣安南静领旨。事后宫宴散去，看着领旨离去的安南静，楚渊皇脸上的和煦笑容消散，露出了阴沉之容。陛下，苏碧禾死了，今日之事老奴有罪。老太监走到近前，低声请罪，却被楚渊皇挥手打断：“不必多言，转下一步计划吧。今日皇室的损失，朕会向安家讨回来。安南静、安北雪，包括那个神秘武神。”大楚皇城街道上，拉车的骏马不疾不徐走着，在青石地板上传出清脆的哒哒之声。马车上，安南静与宁晨、安北雪3人沉默而坐，而在他手中，则是一卷朝堂正式任命的圣旨。姐姐，你不是想调回皇城吗？这怎么到头来，反倒是要领兵去攻打北蛮国了呢？突然，安北雪心忧道，他虽不知其中阴谋，但却为安南静安危担忧。战争不是儿戏，在两军冲锋的战场上，哪怕是安南静这般的武神，也会有生命危险。这时，宁晨也趁机规劝道：“是啊，娘子，我觉得今日宫宴上所发生的事情有很多蹊跷，感觉似乎是针对你的一场阴谋。”宁晨还未说完，安南静却面无表情道：“可有证据？”这让宁晨沉默了。他自然没有什么证据，这一切都是基于完爷们儿所说做出的推测。虽然他敢100%肯定自己的推测是正确的，但他能佐证吗？想佐证只能暴露身份，可眼下暴露身份绝对不是什么明智之举。没有证据，就不要妄加揣测了。安南静轻摇琴手，峨眉凝重。况且我为镇国神将，开疆扩土，征战八方，本就是职责所在。只不过此次北蛮战事，我估计至少得1年半载方才能结束。我不在这段时间，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更要守护好安家。安南静一路交代嘱咐着安北雪以及宁晨。或许时间久了，又或许这次2人假装恩爱的缘故，安南静俨然已将宁晨当成了安家人。回到安家后，安南静重新披金甲，持银枪，只到了距诸位珍重，便是骑乘马匹赶往北凉。此次姐姐领兵攻打北蛮国，按照攻打天罗国的经验，每隔数日就会有战报传回。安伯，
你去御史台托关系，要到战报消息。我要时刻掌握北蛮战事的动向，为姐姐祈福。”安南进走后，安北雪则是命令安福去往皇宫。见此，宁晨则上前道：“北雪，若是要到了战报，让人多抄写一份，给我送来好吗？”“好的，姐夫。”安北雪轻笑着回应，但宁晨却下意识地蹙眉。虽然安北雪仍是那一副活泼灵动的样子，脸上笑容亦是曾经那般甜美，但不知为何，宁晨却清晰感受到了一种疏离感。“北雪，我……”宁晨想说些什么，却见安北雪扭头再次温和地笑道：“姐夫，你还有什么事情吗？”“没什么了。”那种强烈的疏离感让宁晨不由得苦笑一声，只好不再多言。安北雪点头，转身离去。可就在转身的那一刻，那对大而明亮的美眸却已是通红。最后，宁晨重新回到自己院落，继续躺平。可这一次不知为何，他总觉得生活百无聊赖，甚至连每日到账的奖励都经不起他的辛苦。脑海时不时便浮现出一张青春活泼的笑脸，耳畔更是回荡着那一声声清脆甜美的姐夫。这是什么情况？难道我真的喜欢上自己这个小姨子了？宁晨惊心，虽不想承认，但他仔细回忆一下，赫然发现自从穿越到安家以来，他的生活中全都是安北雪的影子。两人一起躺平，两人一起欢笑，两人一起踏青，两人一起历险。抬头是他，低头是他，睁眼是他，闭眼也是他。完了，这比前世的几位老姐姐还走心了呀！最终，宁晨一脸生无可恋的瘫软到藤椅上。这种情况一直到半个月后，安北雪派人送来抄写的北伐战报，这才让他转移了注意力。渊皇历13年秋初8月15日，陈安南竟奉旨任北伐大元帅，带领北凉10万军，粮草3万担，出北凉伐北蛮。大楚与北蛮的战争终于开始打响了。宁晨眼神凝重，暂时搁浅了对安北雪的心思，开始着重关注安南境与此次北伐战争。可见之后的时间，每隔几天就会有一份抄写的前线战报被下人送到宁晨的手中。渊皇历13年秋初8月20日，北凉军势若猛虎，首次攻克北蛮边关隘。渊皇历13年秋初8月30日，北凉军踏灭北蛮那丰、铁铁鲁2大蛮部。渊皇历13年秋中9月8日，北凉军再度扫灭屠戮加木、哈尔雄3大蛮部。渊皇历13年秋中9月15日，北凉军休养抓斥后审讯，得知北蛮王大怒。可见通过一张张北伐战报，可以清晰地得知，安南进所带领的北凉军几乎是一路势如破竹，接连横推北蛮国中的一众北蛮部军。其消息让安北雪等一众安家人皆振奋不已，唯独宁晨内心始终有一抹化不开的忧虑。唯有他清楚，安南进北伐是楚渊皇阴谋造就，一个阴谋所得的产物，注定是另一个阴谋，只是具体的轨迹，宁晨却是搞不清楚。唯一欣慰的是，随着时间推移，宁晨一身的境界在至尊神体以及躺平奖励的加持下，正在有条不紊地增长着。5胜3重，5胜4重，5胜5重，实力的增长让宁晨的安全感越来越足。若是能躺到5神，自可无视什么阴谋诡计。可惜天不遂人愿，还不待他一路躺到5神之境，最新战报传来：渊皇历13年秋末10月13日，北凉军于北蛮腹地天段平原遭到北蛮50万大军包围，战况陷入危急。坏了，这难道就是楚渊皇的诡计吗？与敌国联手坑杀安南境，甚至不惜包括10万北凉军。当观阅最新战报详情之后，宁晨心情沉重。须知于大楚宫宴现身的北蛮壮汉5神身上，就能看出楚渊皇与北蛮国是有勾连的。就在宁晨准备让完爷们儿找机会套一套楚渊皇的情报时，后者的阴谋却接踵而至。这一日，曾被安南竟称为9000岁的5神境老太监，竟是携带一卷圣旨来到了安家，直言让安北雪接旨。安北雪惊诧，但不敢犹豫，当即跪地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安家2小姐已至婚嫁之年，圣上特为安家2小姐择一良配，为八王爷之子楚泰，10天后完婚，钦此赐婚。听到这则圣意，安北雪蓦地抬头，满目慌乱。为什么？我从未想着嫁人，为何要赐我玉婚？而且八王爷之子楚泰，那不是一个傻子吗？而边上旁听圣旨的宁晨，一对眉宇彻底蹙起，甚至眸子深处隐隐升腾起了凛人杀意。他明白，这一切都是楚渊皇的阴谋。不，这已经不是什么阴谋了，而是赤裸裸的下三滥手段，就是为解决安家2位家主，让安家跌落神坛。可恶，我安家2小姐国色天香，倾国倾城，怎能嫁于一个傻子？这是什么旨意？我安家大家主安南境，正带兵在外，为大楚抛头颅洒热血，你们竟这般对2家主？不服，我们不服，我们要面见楚渊皇。这时，安抚、楚葵、柳英等一众安家人吵吵嚷嚷，为安北选民不平。见此，老太监9000岁则是白眉一拧，阴恻恻道：你们安家这是要抗旨不尊吗？轰！隐约间，一股磅礴浩大的武神气息浩荡开来，瞬间便让安家的纷嚷声音沉寂了下去。众人这才惊觉，为何会让一尊武神前来下旨？明显是要以势压人。不，这不仅要以势压人，而且还想调我出来啊！这一刻，宁晨内心呢喃，洞悉楚渊皇的心思。
显然想要趁赐婚安北雪之机，逼迫他现身。毕竟如今安南境远在北蛮打仗，能护得了安家的，只有武神境的隐鬼，或者说是他了。没有犹豫，宁晨当即站了出来，看着面前神情慌忙、茫然、无助的安北雪，他开口，声音虽不高，但却充斥坚定：“北雪，你姐姐虽然不在家，但你有资格对此说不？不！”只要安北雪说个不字，他立刻就会让隐鬼出手，哪怕会因此暴露身份，也在所不惜。姐夫，安北雪看着面前的宁晨，那对美眸之中神色复杂，似乎有痛苦、有遗憾、有情愫等等。而后，他又扫视了一眼安福等一众安家人，所有神色尽数化为决然，重新望向9000岁，头颅重重叩地。安北雪，接旨！唰！看到这一幕，不仅宁晨呆滞，在场一众安家人也是痛心不已。两家主、二小姐，甚至就连对面原本含着冷笑的老太监9000岁，都是一愣，暗自摇头，还真是可惜，只得将圣旨卷好，放在安北雪高举的双手上。尖锐之声响起，既然接旨，那就准备吧。10天之后，八王爷府会派人来接亲。言罢，老太监9000岁带领着队伍转身离开了安家。很快，他便重新回到了大楚皇宫，觐见楚元皇。魏通，事情办得如何了？楚元皇问道。9000岁魏通当即俯首回应：陛下，安北雪接旨了，守护安家的神秘武神并未现身。哦，接旨了，看来朕道真是小瞧安北雪了。本以为他古灵精怪，性格骄纵，定会抗旨不遵，由此也能将安家那位神秘武神调出来。无论是斩杀还是招降，都随我大楚皇室心意了。却没想到这安北雪竟这般能忍，为了安家，连楚太那种傻子都肯下嫁。楚元皇目露惊异，一对眸中流转着意外之色。陛下，以老奴之见，其实安家最有威胁还是安南境。只要此次他永远留在北蛮地，仅凭安家几位武圣以及那位神秘武神，于大楚皇室来说，根本翻不起什么风浪。魏通开口，楚元皇却是摇头，神色冷厉道：话虽如此，但一尊武神境多多少少也是一个变数。别忘上次大楚宫宴上，就因这个变数，让我皇室平白折损一位武神，更招恶了北蛮王。如此恶气，朕岂能这般轻易咽下？如今要么让安家那位神秘武神为我皇室所用，要么就将他彻底斩杀，以绝后患。说到这里，楚元皇一对龙眸已然杀机四溢。北蛮国那里，北蛮王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我皇室再赶过去2尊武神驰援，就一定能保证安南境永远留在那里，甚至还有机会重创北蛮，注定会一举两得。至于安家这位神秘武神，还是按计划行事，朕觉得他应当不会眼睁睁看着安北雪嫁给一个傻子的，迟早有出手的那一刻。一旦他再次出现，必须给朕拿下。听到最后，9000岁魏通当即重重垂手领命。诺。彼时，安家安北雪拒绝了以安福为首之人的劝说与进言，单独拿着那卷圣旨，将自己关在了房间里。隐隐约约之间，有微弱的抽泣声响起。北雪，直到宁晨步入房间，他这才赶忙擦了擦眼泪，强颜欢笑：姐夫，你有什么事情吗？看着明明伤心欲绝却还在强颜欢笑的安北雪，宁晨只觉得心疼不已。他上前2步，摇头道：北雪，你大可以不必这般委屈自己，这都是楚元皇对我安家的打压与报复。你姐姐不在，安家还有那位神秘武神，他绝对不会做事你嫁给一个傻子的。姐夫，你怎么知道那位神秘武神不会做事？我宁晨一顿，刚准备与安北雪摊牌，安北雪却摇头道：就算那位神秘武神出手又能怎样？我安家难道要公然抗旨，与大楚皇室为敌吗？若那般做，那我将置我安家9代忠臣名节于何地，更会陷我姐姐镇国神将于不义。况且说到最后，安北雪的声音突然变小，直至最后已是于内心黯然心伤。我就算不嫁人又能如何？你是我姐夫，是我姐姐的夫君。北雪，你在说什么？宁晨蹙眉询问道。没什么。安北雪突然抬头，一副坚决又冷漠的样子。姐夫，你出去吧，你是我姐夫，而我又快嫁人了，男女授受不亲，别再来找我。砰！第一次，宁晨见到安北雪那般冰冷漠然的样子，更是第一次被安北雪强硬的轰了出来，这让他呆呆站在原地良久，最后只能失魂落魄的回到了自己院落，重新躺在藤椅上。他躺了一天又一天，只觉得有什么极其重要的事物即将从自己的世界中彻底丢失。转瞬10天过去，这一日清晨，安府外陡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来自八王爷府的迎亲队伍到了。可见安府外一支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到来，队分2列，宛若红色长龙，前有经典开道，花雨缤纷，后有琴瑟声箫，交织和鸣。如此大的排场，自然惊动了皇城诸多百姓。咦，好大阵仗，这是哪府迎亲，娶的何女？有人不解发问，却听旁边有人告知：你还不知吗？圣上再次御婚，今日结亲双方乃安家2小姐安北雪与八王爷之子楚泰。哗！此话一出，顿时在人群中引起好一阵骚乱。什么？楚泰？那不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傻子吗？嘘，小点声，这可是御婚，这般明说找死啊！1年内圣上连赐安家2次御婚，姐姐嫁给一个废柴书生，
妹妹更是要嫁给一个傻子。明明是长相身姿冠绝大楚的美人，结果一个比一个所嫁非人。当今圣上是真狠啊！淅沥沥，就在人群热议纷纷之际，一匹高头大马从队伍走出，其上端坐着一个身穿大红色新郎袍的男子，胸前更是佩戴着一朵大红花。观其容貌，不能说平平无奇，只能说丑出了天际。满头脓包，嘴歪眼斜，脸上挂着黑黑的傻笑，任谁看了都要摇头，露出嫌弃模样。之前都说女武神安南境所嫁非人，是个废物，但与这楚太相比，宁晨已算极好了。至少宁晨还有个帅气皮囊，这特么是个啥玩意啊！安府之外，所有汇聚的好事者全都在摇头。当然，有些话他们只敢在内心表露。嘿嘿，开门，快开门！今日俺要娶媳妇了。这时，楚太傻笑着嚷嚷，当即有人去叩大门。而彼时，宁晨的目光早已在银鬼神通之下观察府外。砰！当他看到楚太长相之后，手中一颗盘玩的玉石当场被他攥得粉碎，眸中杀意乍现。楚渊皇，你简直该死啊！这一刻，宁晨是真的怒了。虽然他与安北雪的身份注定两人有缘无分，但安北雪若是嫁给一个正常人也就罢了，而如今却是要嫁给这么一个又丑又傻的人，他如何能忍？唰！就在宁晨几乎忍不住出手时，安府大门大开，一条红毯铺道，在两个老嬷嬷的搀扶下，头顶红盖头，身着大红色嫁衣的安北雪走出，各种头饰与装扮随着款款帘布而叮当作响。显而易见，为此安北雪已经精心准备了许久。北雪看着这一幕，宁晨顿下了脚步，一时之间不知是该出手还是不该出手，因为安北雪自始至终不曾说半个不字。这一刻的安北雪好似成了曾经的安南境，为了忠义，为了安家，可以牺牲一切。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今日看似是迎亲，实则是楚渊皇为他编制的一只陷阱大网，一旦他敢现身，必定会遭到毁灭般的打击。死他无惧，毕竟他早已经死过一次，如今在这一世躺平的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是赚的。可他怕因此牵连安北雪、安南境，害了安家。出来了，新娘子出来了！就在宁晨犹豫不决之际，安北雪走出府门，第一时间他便透过薄薄的红纱看到了楚太那丑陋的长相、憨傻的姿态，饶是他做了良久的心理准备，也不免得感到有些眩晕。若不是两旁有老嬷嬷扶着，已是栽倒在地。爸，今日便是我安北雪的死期了。最终，安北雪稳住心神，暗自摸了摸腰腹，那里有一把短刃，不到万不得已，他本不想用，可眼下他已经做出决定，就算是死，他也绝对不会让这个憨傻丑货坏了自己清白。姐姐、姐夫，北雪真心祝愿你们在以后没我的日子，能够执子之手，白头偕老。北雪，去也！唰，盖头之下，两行晶莹的清泪从脸颊上滑落，安北雪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迎亲的豪华花轿。嘿嘿，新娘子上轿了，回家洞房，我要洞房。楚太发出一阵嘿嘿傻笑，赶忙调转了马头，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也调转方向从安府离去。看着这一幕，宁晨只觉得自己一颗心在阵痛，可耳畔边却不断在回想安北雪的话语：神秘武神出手又能怎样？我安家难道要公然抗旨吗？置我安家9代忠义于何地？陷我姐姐于不义？最终在宁晨的目光下，迎亲队逐渐远去。同一时间，不远处的天穹，一群身影正面无表情地看着离去的迎亲队伍，至少都是高阶武圣，尤其是为首两人，更是散发着两股令人心魄的神威，那是武神境。两位大人，迎亲队伍已经走了，安家神秘武神似乎并未出手的迹象，我们该怎么办？为首一尊武神沉默片刻，与另外一尊武神对视一眼后，这才下令跟上去。或许是安府人多眼杂，他要在路上动手。唰，言罢，一群身影继续紧紧跟随向迎亲队伍。殊不知，他们刚刚跟下去，另一边的安府本在正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出手的宁晨，耳畔却突然响起一阵冰冷无情的系统提示音：叮，恭喜宿主躺平9个月，获得特殊奖励。轰！这道系统提示音作用不亚于最后一根稻草。操！去他妈的忠义，去他妈的楚渊皇！我怎能眼睁睁看着北雪掉入火坑而不救？可见宁晨从藤椅上蹭然起身，满腔尽是怒火，眼眸流转璀璨炽烈的光芒，宛若一对火炬。淫鬼，随我接机！唰！最终，伴随着宁晨冰冷且充满杀意的冷喝，早有准备的淫鬼当即施展本命神通，漫天光影瞬间模糊宁晨的长相与身躯。下一刻，光影一闪，宁晨于院落消失不见。浩大的迎接队伍宛若红色长龙，一路出离大楚皇城，朝着300里外的八王爷府邸行去。走官道，穿山林，一路敲锣打鼓，好不热闹。花轿中，安北雪早已心如死灰，眼看出离了大楚皇城，她立刻从腰间抽出那柄寒光凛凛的短刃，明晃晃的刃身光滑如镜，映照着她的模样。凤霞披冠，红纱盖头，这种场景她不知幻想过多少次，可从没想过会嫁给一个傻子。姐姐，别怪妹妹，为了安家忠义，我可以嫁人，但为了我的清白，我唯有一死。姐夫，此生你我注定有缘无分，希望下辈子我能以一个全新的身份再认识你。念及最后，安北雪双眼一闭，
就要挥刃自刎。轰！然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阵音爆之声突起，紧接着安北雪便听到郊外响起一阵嘈杂声。啊！什么人竟敢拦截御婚队伍？不想活了吗？安北雪第一时间美眸瞪起，赶忙撩开轿帘，只见迎接队伍最前方必经的山坡之上，正静静悬立一道光影璀璨看不清面容的身影，周身神威浩荡，犹如一轮烈阳横亘前方。来人不是别人，正是赶来结亲的宁晨。只见他双眸如炬，传出一道冰冷无情的威吓：将新娘留下，然后滚，否则全得死。这一刻，整支迎接队伍顿时陷入一片大乱。呼啦一声，敲锣的、打鼓的全都作鸟兽散。毕竟那可是一尊武神，谁敢说一个不字？是他，那个一直守护我安家的神秘武神。第一时间，安北雪便是猜到了来人的身份。他本以为对方不会出手，但没想到还是来了。虽然明知道对方这般做会陷他于不忠不义，但他内心还是感到格外开心与欣喜。至少在对方内心，他安北雪要比安家忠义重要。而他会是自己心中想的那个男人吗？唰！就在安北雪内心猜测之际，宁晨已是一个迈步便横跨半个迎亲队伍，来到花轿前，正打算带安北雪离去，谁知身着大红新郎袍的傻子楚泰却是满凶厉的冲了过来。混蛋，这是俺的新娘子，俺还要回去与她洞房呢。俺爹说了，要让她为俺生一窝又一窝小崽子。砰！结果他还未冲到跟前，一股庞大的阴影便是犹如扭曲的胶蟒，将他人带马给攥了起来。在阴影逐渐攥紧之下，无论是楚泰还是马匹，顿时传出一阵阵咔嚓的骨裂声与痛叫。住手！轰轰！而在这一刻，此间再度爆发一股股强大气息，一道道身影骤然从四面八方冲了过来，有白发老者，有魁梧中年人，有宫装美妇人等，足有10几人，至少都是高阶武圣境，武圣巅峰都有好几尊。尤其是为首的两人，一位白发白须白袍老者，鹤发童颜，仙风道骨；一位光头赤膊扛刀大汉，凶神恶煞，威势凛人。两人散发的气息全都位列武神之境。2尊武神，10几尊高阶武圣，不好，这是一场针对神秘武神的阴谋。本就心思聪慧的安北雪，如何还能看不出什么赐婚只是一个幌子罢了？一切都是为了针对这位始终守护他安家的神秘武神。果不其然，那白发武神与光头武神双双冷喝：安家武神马上放了楚泰，然后束手就擒，随我等回宫觐见渊皇。渊皇有旨，只要你选择效忠皇室，以往所作所为皆可既往不咎。招降！安北雪瞳孔再度一缩，目光转向那道璀璨身影。他知道自己的命运今日全都系在对方身上，若对方愿意被招降，他自然会很凄惨；若对方不愿被招降，他尚有一线生机。而对方会怎么选？砰！可见宁晨根本没有说话，只是手掌轻轻一握，楚泰与其马匹当场如2颗番茄般爆开，顷刻间便已化为2堆尸骨坠地，触目惊心。好胆，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你想去死，那我们成全你！杀！轰咻咻！白发老者武神与光头大汉武神齐齐陷入暴怒，在两人喝令下，周围一众武圣强者纷纷出击。哗啦啦！只见这些武圣强者深知自己境界实力不足，并未强攻，而是全都挥舞出一截锁链，锁链尽头还带着由特殊玄铁铸就的钩爪。随着灵能灌注，这些锁链钩爪全都迸发出一股股强横的威能，足以杀伤到武神之境。北雪稍待，待本座解决掉这些麻烦。宁晨一推，顿时将花轿推向远处，远离战场。安北雪则是担忧道：前辈小心啊！轰！而他的声音还未落下，战斗已然开启。那些皇室武圣全都挥动着足以杀伤武神境的锁链钩爪，朝着宁晨齐刷刷地打了过来。每一道钩爪之上都绽放着令人心魄的力量。嗡！宁晨并未出手，只让银鬼暂时自由发挥。可见银鬼施展神通，画出一柄璀璨的光刀，顷刻便将袭来的一只钩爪砍崩出去。同时属于武神的力量不断震荡着一众敌人，短短片刻，一众武圣无不是口喷鲜血结阵。可突然这时，一众皇室武圣却齐刷刷的大喝。紧接着，当他们再度扔出钩爪，原本杂乱无章的钩爪却骤然在空中交织勾连，眨眼间便形成一方密不透风钩爪锋利的大阵，流转着可怖的杀威，朝着宁晨与银鬼震下。嗡！银鬼一惊，当即施展神通，漫天光影迅速汇聚，眨眼间便形成2只光影大手托住大阵。哼！阵！但就在这时，那始终不曾动手的白发老者武神与光头大汉武神则是齐刷刷的威吓，两人携着狂暴的武神之力重重踏在钩锁阵上。轰轰！一众皇室武圣或许奈何不了银鬼，但随着2尊武神强者的加入，银鬼当即有些扛不住，那双托举大阵的光影大手顿时寸寸崩裂。银鬼忍不住发出一阵阵痛苦且低沉的嘶吼声，这一幕让一众敌人冷笑不已。安北雪则是脸色惊忧。天穹之上，2尊武神在上，10几尊皇室武圣拖拽着泛着灵光的锁链钩爪，分裂八方，那种震天锁地的气势令方圆10里都在震颤。哼哼，安家神秘武神也不过如此吗？
就凭如此实力，也敢与大楚皇室作对？白发老者武神与光头大汉武神两人冷嗤不已。另一边，安北雪俏脸惊忧，赶忙焦急大喝：“前辈，你不要管我了，快逃命吧！”银鬼既没有理会敌人的嗤笑，也没有回应安北雪的提醒，而是求助于宁晨。主人，敌人的钩索阵威能莫测，再加上2名中阶武神，仅以我自身之能，怕是挡不住了，还望主人相助。我斩终极神通人影合一。在银鬼看来，眼下想要破局，唯一的办法就是人影合一，否则根本不会是敌人对手。不用。谁知这一次，宁晨却是摇了摇头。而后在银鬼疑惑的目光下，宁晨再次说道：“你去保护北雪，我这里只需保持光影不散即可。这些敌人，我亲自来对付。”啊！银鬼张了张嘴巴，满目不解。毕竟他日夜在宁晨体内潜藏，自然对宁晨的境界再了解不过。如今只是5胜6中而已，哪怕有至尊神体与武学神通的加持，也最多只能对付半部武神。就算勉强能对付武神，可眼下不仅有2尊武神，还外加一副钩索大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足以视作3尊武神，这如何能敌啊？但银鬼从来不会忤逆宁晨之言，也无条件相信对方。于是本尊悄然从宁晨身上撤走，只留一团光影，用来遮盖宁晨身影。嗡！可见银鬼一走，宁晨身上的武神气息顷刻间下落，眨眼间便被宁晨原本的修为所取代。5胜6重，咦，怎么回事？这家伙怎么突然变弱了？难道钩索阵将他的修为镇压了？但也不可能凭空镇压这么多啊！那位于大阵上空的白发老者武神与光头大汉武神，两人第一时间便观察到宁晨的状态，皆是十分诧异。至于周围的武圣也饱含不解。可下一刻，他们便不再纠结，2尊武神更是冷笑，管他怎么回事，趁他病要他命，杀了他！轰！杀令一下，一众皇室武圣当即携钩索阵阵下，包括2名武神也是涌出2股神力，震荡苍穹。哼！对于这一幕，宁晨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惧，反而无情冷喝：“武神，武道之神，高高在上，掌控无数武者的命运，生杀予夺。但可曾想过，若有朝一日跌下神坛，尔等也不过是别人手中待宰的土鸡瓦狗。”当滚滚音波在4方天地上下滚动之际，宁晨则是重重一跺脚，禁神领域开！轰！只见一股无形无质但却尤为恐怖的领域展开，瞬间将对面的一众敌人给强行囊括在内。啊！怎么回事？首当其冲的便是白发老者武神与光头大汉武神。这一刻，2人只觉得一股无法违逆的力量加深，硬生生将他们2人那高高在上的武神之力镇压封禁，转瞬于体内消失的无影无踪。他们跌落到武圣巅峰，仿佛从未成就过武神。甚至不仅是他们，就连一众皇室武圣所结成的钩索阵，其上所汹涌的神力也顷刻溃灭，足以堪比1尊武神的钩索阵瞬间失了7成威。我的天，难怪主人不让我参战了，这是什么恐怖手段？这一刻，莫说安北雪这种境界低下的武者，就连身为武神境的银鬼都没看透宁晨的手段，唯独宁晨清楚，这是躺平9个月的特殊奖励。禁神领域，此领域一旦开启，可在自身方圆100丈范围之内禁绝一切武神之力，无论是武神境还是蕴含武神之力的8方钩索阵，甚至若银鬼还在的话，也会被禁。唯一不足的是，这种手段只能禁绝武神之力，高于武神或者低于武神的都不起作用，所以周围的一众皇室武圣才会没有什么反应。呵呵，虽然不经武圣，但这也足够了。如今5胜6中的我，再加上至尊神体以及自身所掌握的武道神通，足以横扫诸敌。当念及至此，宁晨一挥手，直接取出渊鸿剑，剑光流转，寒芒映照着令人心魄的杀能。诸位，你们的死期到了！唰，话音一落，宁晨身影已是朝着一众敌人杀去。该死的混账，没想到手段竟是如此的诡谲。不过就算我等跌落武神又能如何？我们这么多人，甚至不乏武圣巅峰，难道还解决不了你一个小小的5胜6中吗？随我等杀！同一时间，白发老者武神与光头大汉武神过了最初的震惊，也是杀意沸腾，绿人杀下。可下一刻，令他们惊恐的事情却发生了。万剑归宗，宁晨倏然施展出武道神通，明明是一剑挥出，却是瞬间演化万千道剑气，密密麻麻，汹汹涌涌，每一道都光灿灿明晃晃，宛若实质化的金属神剑，泛着寒芒。可见剑气亦如云海倒旋，江河逆流，搅动方圆100丈，风声急速呼啸，空气都隐隐扭曲。霎时间，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斩中钩索阵。咔咔嘣，只听得一阵金属交割的爆鸣声，万千剑气轻而易举地便将头顶钩索阵斩得纷纷断裂。待剑气爆发，周围一众皇室武圣也惨遭笼罩。啊呀！顷刻间，钩索崩碎，身影四飞，惨叫声连天。直到万千剑气尽数泯灭一空之后，只见刚才的合围之势破碎，一众敌人伤亡惨重，至少死了5、6尊高阶武圣，剩下亦皆是负伤，包括为首的白发老者与光头大汉，在失去武神之力后，也被2道剑气灌出2道血洞。可恶！杀！今日不是他活，就是我们死！白发老者与光头大汉整合余下人朝宁晨围猎。轰！
可这尊神体所带来的加持，远超他们的想象。宁晨虽只是5胜6中，但战力绝对堪比半步武神乃至更高。手中渊红剑宛若夺命之刃，每一剑斩出，都能轻松斩掉一位5胜敌人。这些平日间足以横行大楚王朝的高阶5胜，此时在宁晨手中，犹如杂草般被收割。不过片刻，天空中只剩下了白发老者与光头大汉2人，可见他们2人身上也是鲜血淋漓，伤痕累累。之所以未死，还要归功于他们武神级的体魄。可恶，我们是高高在上的武神，我们不服！可见2人怒吼，内心明显感到憋屈，不干。宁晨却不曾与2人废话，赫然再展一记神通。神通灵武源流。当这一剑斩出，剑锋之上灵力沸腾如开水，其威能就算是银鬼那般的武神都凛然。这绝对是能够重创乃至击杀武神境的一剑。不，最终在这一剑之下，饶是白发老者与光头大汉的武神躯也扛不住了，被一剑斩成4截。至此，2尊武神10几尊武圣尽数陨灭，蓝天白云，晴空如画，但此时却被赤血所染。宁晨收剑而立，脚下是一尊武圣武神尸身，净莲妖火。老规矩，宁晨当即屈指弹出一缕缕呈惨白色彩的火焰。当净莲妖火席卷过后，所有尸骨血迹尽数消失，只余下一缕缕刺鼻的血腥味在空气中飘荡。做完这一切，宁晨这才闪身来到花轿前方。前辈看着宁晨的璀璨身影，安北雪脸上既有欣喜感动，但也有惶恐与不安。眼下虽然对方未曾遭难，他也不用再嫁给一个傻子。看似皆大欢喜，但同样的，今日斩杀一大批皇室强者，算是彻底惹怒楚渊皇了。事后他们安家将会直面楚渊皇的无边怒火。宁晨显然也明白这一点，开口建议道：北雪，今日过后，楚渊皇不会放过你的，安家你不能再回了，随我走，我为你找一个安全地方。唰，安北雪点头，宁晨当即带着前者腾空离去。2人刚离去不远，一些混迹在迎接队伍中的皇室探子便也是拔腿朝大楚皇城而去。另一边，天穹之上，由于安北雪只有5黄境，不会飞行，宁晨只能抱着她进行飞行。如此近距离下，让安北雪嗅到一丝熟悉气味，而这股气味也与她记忆中的人彻底重合。轰！这一刻，像有一道闪电彻底贯通安北雪脑海，让她美眸瞪大，整个人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半日之后，2人于一处山间飘然飞落而下。可见这片山林方圆了无人烟，只有一座无名破庙，庙外围着一截残破的黄色土墙。当宁晨带着安北雪进入破庙中，看了一圈，这才点手：北雪，这里应该无人，你就在这里暂避风头。至于安家，你不用担心，本座会回去处理。唰，言罢，宁晨转身离去。可就在他刚刚迈步，身后却传来一声压抑了很久的呼喊：姐夫！嗡！宁晨身躯陡然一颤，但转瞬他便故作茫然，摇头道：北雪，你认错了，本座姐夫，别再隐瞒了。你可以遮盖住容貌，你可以改换掉声音，可你身上的气味，我是绝对不会认错的。你就是姐夫宁晨。说到最后，安北雪的话语已经是斩钉截铁。宁晨沉吟，深知自身彻底暴露了。幸好此地除了银鬼之外，再无第3个人。暴露就暴露吧，无伤大雅。唰！于是宁晨只好一挥手，散去银鬼遮盖的神通光影，露出其下那副英俊潇洒的脸庞。他苦笑道：北雪聪慧，终究没有瞒得你了。嗡！当看到宁晨的面庞之后，哪怕刚才就已经确定的安北雪，仍旧不可避免地陷入震惊，双手捂着朱唇，那双美丽的明眸不停眨动，眨眼间便有豆大的晶莹泪珠从眼眸中流出，连珠成串，不一会便一发不可收拾。哎，北雪，你哭什么呢？别哭，别哭啊！看到安北雪的泪水，宁晨也一时间慌了神，也不知对方的是在欣喜还是在埋怨。姐夫！直到最后，安北雪猛然扑来一把抱住了宁晨，一边哭泣一边开口：原来真是你！当初天罗国余孽入侵安家，是你救的我；完颜主想要霸王硬上弓，亦是你救的我；还有完颜天雄、血云楼杀手，以及这一次，是你，还是你，一直都是你在守护着我。看着情绪有些上头的安北雪，宁晨只得伸手拍了拍安北雪肩头，安慰道：北雪，别哭，姐夫保护小姨子不是理所应当的吗？唰！可下一刻，安北雪却突然从宁晨怀中抬起头，那双通红的双眸早已布满无法抑制的情愫。突然，安北雪直接踮脚主动吻住宁晨的嘴唇。宁晨懵了，下意识便想推开对方，可安北雪却倔强的不肯离开，甚至双手环绕住宁晨的脖颈，以一种疯狂的姿态索吻。同时，一股股充满诱惑的娇喘在耳畔响起：姐夫，我不想再逃避了，我早就爱上你了，很爱很爱，要我吧，要了我吧！靠！宁晨双眸中瞬间充血，毕竟哪个老干部能经受住这样的考验？于是他开始主动出击，但片刻之后，就在2人即将坦诚相见之际，银鬼的声音突然响起，听起来还有些委屈：主人，这个时候我要不要出去啊？夹！霎时间，银鬼的画像是一盆冷水般浇在宁晨头顶，
瞬间浇灭了他所有的激情与欲望。不，北雪，我们不能这样，我们如此怎能对得起你姐姐？宁晨赶忙惊呼。他虽然对安南靖这个便宜老婆不是很感冒，但在这方孤苦伶仃的异世界，他至少也将对方当做一个真正亲人看待的。他不想因为今日的冲动，事后与安南靖反目成仇，甚至生死相向。嗡！安北雪明显身躯一僵，但他仍不甘心地索取着。姐夫，我爱你，我知道，你也是爱我的，对吗？是，我的确对你生出了本不该有的感情。宁晨承认，但他还是伸手阻止了安北雪的索取。可我们终究身份有别，纵然你我可不在乎世俗的眼光，可也要考虑你姐姐啊。姐姐，终于在想到姐姐安南靖后，安北雪终于逐渐冷静。看着冷静下来的安北雪，宁晨赶忙整好衣物。北雪，你且在此冷静冷静，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会找机会与你姐姐说的。只要你姐姐同意，我宁晨定然不会负你。唰！言罢，宁晨赶忙逃似的离开了这座无名庙宇。最后的声音随风传来：北雪，你切莫乱跑，期间我会让银鬼为你送物资，等风头过去了，再接你回安家。看着离去的宁晨，安北雪像是一心寻死，却在最后关头又被救回来的人，满脸的失魂落魄，美眸之中尽是挣扎与彷徨。不，姐姐自有严于律己，恪守忠义礼孝，为了这些，她连命都可以不要。她不会同意的，她不会接受的，她一定会骂我这个妹妹不知廉耻，与她抢男人的。我该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啊？呜！大楚皇宫天极殿，当听完探子的话，楚元皇瞬间陷入了暴怒。可恶，2尊武神，10几名高阶武圣，居然全死了。对付1尊武神而已，怎会出现如此伤亡？那名探子诚惶诚恐，武神大战太过可怖，属下距离过远，具体如何实在不知。废物！楚元皇再次震喝，仅是一瞪目，殿下的探子像是被什么恐怖力量笼罩，竟是当场崩裂，红白血骨溅射在大殿四方，令人触目惊心。而后他则唤来老太监魏通，怒声下令：魏通，你亲自带领2尊不3尊武神，去安家捉拿那名神秘武神与安北雪。魏通则问道：陛下，那安家怎么办？杀！全给朕杀了，一个活口也不留。楚元皇怒火连天，魏通正打算领命去办之际，最后却又被楚元皇及时叫住。等等，算了，安南靖还未被彻底解决，此时若是屠戮安抚，被其知晓，怕是要将其逼反，只去搜捕安北雪与那名神秘武神即可。诺！魏通遵旨，转身离开天极殿，带人直奔安抚。同在彼时，宁晨则是以最快速度回到了安家。此时的安家人显然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一众皇室强者陨灭，楚元皇那老婢登肯定暴怒。不过有安南靖在，他不敢做得太绝，再加上还有我，安家的安危倒是不用太担忧。念至此，宁晨并未惊动安抚之人，悄然间遁回自己院落，静静等待着皇室强者登门。果然，不到半个时辰，魏通便带人冲入安家，不仅强势的让安家之人全部于前院汇聚，一众皇室强者更是冲入房间一阵打杂乱搜。一时间，偌大的安府鸡飞狗跳，嘈杂不已。安抚楚葵、柳英等人质问：此乃开国世家，镇国疆府，武神氏族，你们怎敢如此？哼！安北雪对圣上阳奉阴违，安家那名神秘武神更是半路结亲，杀戮皇室强者。今奉渊皇之命，搜捕2人，若安府有阻挠者，皆按同罪论处。当魏通冰冷无情的话语传荡，安抚楚葵等人第一时间不是恼怒，反而升起惊喜之色。什么？2小姐被神秘武神半路劫走了？哈哈，太好了，2小姐逃过一劫了。当然，这些话他们不敢明说，但每个人脸上的欣喜与如释重负的神色却是抑制不住。搜，仔仔细细的搜，每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尤其所有安家人从头到脚都要检查。魏通不断发出喝令，让一半人去搜安家各个房间，而他则是亲自探查在场的安家人，不仅检查安抚楚葵、柳英等一众武圣境，就连府中的一众护卫侍女，包括小孩也没放过。而很快便轮到混迹在安家人群中的宁晨，一袭青袍，双眸黑亮，十分坦然地看着魏通。你，魏通蹙眉，凌绝景上下扫视一眼，便欲掠过。毕竟宁晨是一个无法修行的废物，是大楚人人皆知的事情。甚至当初被楚元皇赐婚时，早已派人仔细细里外检查过。但迈了一步，魏通又鬼使神差地退了回来，探出手来。魏通喝令，这顿时让宁晨眉宇微微蹙了起来。虽然有系统傍身，魏通不可能看穿他的修为，更发现不了淫鬼，但那仅限于灵觉扫视，若通过肢体接触、灵力探查，自然瞒不住。好在宁晨对此早有准备，当即让淫鬼释放分身。唰！随着安加上空黑影骤然一闪，灵觉敏锐的魏通当即被惊动，出现了，哪里走？轰！魏通当即放弃探查宁晨，腾空追击向黑影。与此同时，一股又一股古神气息在四方爆发。这一幕让宁晨都暗自惊心。好家伙，为了对付我，居然出动足4尊武神强者，这大楚皇室的底蕴还真是深不可测。不过惊心归惊心，宁晨却没有一丁点害怕，有禁神领域在，
他最不怕的就是武神，若不是拿不准皇室有没有武神以上强者存在，他早就开着禁神领域入宫大开杀戒了。主人，分身变了。很快，银轨传来声音，果然不多时，魏通带着3尊武神沉着脸飞回。可恶，刚才只是一种分身手段而已，那尊神秘武神如今一定还在安家，继续搜。言罢，他更是飘然落到安家，开始继续探查。但前后一打断，他早已不想在宁晨这个废物身上浪费时间，赶忙检查下一人。结果可想而知，连安家的狗都查了都没问题。可恶，好高明的手段，这般探查都查不出来。好，那就封了安抚，不准进也不准出，对方1日不出现，那就1日不解封。最后，魏通请示渊皇后下令，这引起安家人的不满，但魏通却不理不睬，带领手下强势封了安抚。呵呵，封吧，你就算封得水泄不通，银文不入，也影响不到我躺平啊。对此，宁晨则是摇头一笑，甚至乐得如此。毕竟仅是一下就牵扯住皇室4尊武神1众武圣，省得他们有多余精力去巡安北雪了。最后，宁晨一转头便是回了自己的院落，舒舒服服地躺在自己的藤椅上，惬意哼曲。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而接下来的时间，安抚前所未有的平静。毕竟有魏通4尊武神1众武圣在府外镇着，哪还有什么宵小邪祟敢打安抚的主意？宁晨则是一天天躺平，接收着每日躺平奖励。叮，恭喜宿主躺平9个月010天，获得1瓶极品金创丹。叮，恭喜宿主躺平9个月015天，获得1卷武道神通。叮，恭喜宿主躺平9个月020天，获得1张千里眼符。眨眼间，便又是1个月时间过去了。这1日，来自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叮，恭喜宿主躺平10个月，获得特殊奖励5玄神武丹。刷，看到躺平10个月获得的特殊奖励，宁晨霎时间从藤椅上坐起，眸中绽放璀璨的光芒。只因按照系统介绍，这5玄神武丹乃是能让人立地成为武神境的特殊丹药，不过却分1主4从共5颗，服主丹者可以掌控服用从丹者的生死。当然，前提条件则是服用者须有武圣巅峰境，方才能立地成武神，否则会功亏一篑。嘿，来得正好，如今我正好是武圣巅峰境，只要服了这神武主丹，便可立的成就武神。宁晨内心兴奋，只觉得系统简直太贴心了，不愧是躺平系统，什么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唯一遗憾的是，安家没有武圣巅峰境的强者，否则4颗从丹能直接培养出4尊武神。罢了，从丹以后再说，眼下先用了主丹。宁晨摇了摇头，悄然取出神武主丹服了下去。嗡，只见神武主丹一入体，顿时化为滚滚灵源扩散，顷刻间便是席卷5脏6腑、4肢百骸，连带着自身的至尊神体都开始发生剧烈变化。不过有躺平系统遮掩，并无丁点动静传出。表面，宁晨仍旧满脸的惬意在藤椅上躺平，哪怕安抚上空的魏通与皇室1众武神时不时用灵觉扫来，也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变化。轰！就这样，半天之后，随着体内响起一声轰鸣，宁晨睁开双眸，眸子深处顿有炽烈神光划过，仿若神皇展翅，又似真龙游动，异彩纷呈。不过很快，这些异彩便是于眸中幻灭，整个人已然成功晋升了武道通神之境。恭喜主人成就武神境！银鬼第一时间恭贺。宁晨一笑，从藤椅起身，做了一套广播体操，顺势感受一下属于武神境的浩瀚神力，内心不由得感慨道：从最初的废物到现在的武神，只用了短短10个月，这都是靠我与生俱来的天赋与努力啊！所以接下来还是要继续努力躺平。砰！念及至此，宁晨又舒舒服服地躺回了藤椅上。说实话，他已经躺习惯了，就算已成武神境，有十足信心可以斩杀掉封府的魏通等人，但对方只要不先出手，他也懒得动弹。就在他以为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上一段时间，没想到翌日，魏通等人便突然全员撤离了。为何撤了？宁晨还在纳闷，但很快，一则举世哗然的消息便在皇城爆发：安南境兵败了。安家第一时间慌乱，赶忙再次寻来具体战报。原来，安南境自从1个月前正面遭遇到北蛮50万大军，就停止了势如破竹的横推，但凭借着出色的军事才干以及万夫莫敌的武力，他带兵仍与北蛮大军打得有来有回，直到3天前却突兀惨遭大败，10万北凉军死伤惨重，包括安南竟也在战场上被重创，最后只带领一些残兵败将突围出去。不，这不可能，那可是无敌的镇国神将，怎么可能兵败？当年安武神曾带领20万大军击溃过天罗国100万大军，如今怎会与北蛮折戟沉沙？呵呵，什么大楚第一女武神，什么无敌的镇国神将，这下不吹了吧？徒有虚名耳。一个女人而已，本就该在家相夫教子，出来打仗，岂是那块料？我看以前的不败战绩都是鼓吹出来的，眼下终于露馅了。大楚皇城及境内全都陷入了热议与沸腾。对于安南境兵败，有人不敢置信，有人难以想象，还有更多人在阴阳怪气、冷嘲热讽。总的来说，这一次兵败，安南境的声名威望在有心人的推波助澜下一落千丈，欲从神坛跌下。不可能，大家主神威盖世，
就算不敌，也能从容退兵，怎会遭到如此惨烈的大败？一定有阴谋，一定是有人在害神江大人。安家无论是安抚、楚葵、柳英等人，还是其余安家之人，全都愤愤不平，怀疑有阴谋。唯独宁晨已经不是怀疑，完全是在肯定，一定是楚渊皇那老壁灯。果然当晚，宁晨便在安府外看到了完颜妹儿，他果断利用引鬼神通，闪身会见完颜妹儿。后者第一时间沉声道：“主人，要出大事了！我于今日偷听到楚渊皇与魏通的谈话，他欲派遣魏通等人前往北蛮救援安南境，但说是救援，实则却让其寻到安南境之后。说到最后，完颜妹儿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妈的，这老壁灯是铁了心不让安南境归朝了。”宁晨暗骂一声，也是知晓了事态的严重性，难怪不再让魏通等人封安府，伺机捉拿他。楚渊皇明显将重心放在灭杀安南境之上了。或许在对方看来，只要灭了安南境，什么神秘武神根本不值一提。此时安南境孤立无援，就算有援助也是虚假的，必须得去救，否则他再强也难逃这一劫。但想了想，宁晨却是蹙眉，因为就算他与银鬼如今皆是武神，但若去了动辄几十万大军的战场，作用也很有限。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旦他远离安家，若是楚渊皇对安家下手，可就没人能够阻挡了。必须要找外援，可是找谁呢？似乎察觉到宁晨的心思，完颜妹儿再次道：“主人，我曾偷听到楚渊皇谈及天龙虎贲飞豹贪狼四方大军。”啪！对啊，完颜妹儿还未说完，宁晨便已然拍手明悟。要知天龙虎贲飞豹贪狼四方大军原本就是安南境所掌，只是不久前碍于完颜家之祸，交出了兵权。但宁晨明白，兵权虽交，但对于四方大军来说，安南境仍旧是他们心中的神江大人。如今安南境有危，他们一定不会坐视不理。当然，或许会有楚渊皇的人阻挡，但谁若挡，杀了谁便是。如今的他有这个底气。唰！于是宁晨本尊不再耽搁，让引鬼于安府看家，他则出离安府，直奔千里之外的四方军营。时至冬初，天清地冷，从北蛮苦的吹来的寒风到了大楚，已然化作细碎的雪花，打着旋的纷纷飘落下来。好在宁晨已是武神之境，罡气如阳龙，浑然无感，迎着寒风飞雪，疾飞一天一夜，赶至目的地。这是一方三面环山、一面靠江的山坳，其中坐落着连绵十几里的军营，以中央十字为线，划分成东西南北四个区域，泾渭分明。天龙军、虎贲军、飞豹军、贪狼军。宁晨第一时间便是观望到四方飘荡的军旗，其上龙、虎、豹、狼四兽皆栩栩如生。曾听北雪说过，四方大军除安南境这个主帅之外，其次便是执掌四军的四位主将，以军化名魏骁龙、灵虎、夜豹、方狼。只要说动这四人，100万大军定会驰援北蛮。嗡！念至此，宁晨一挥手，为自己套上一层神通华彩，遮掩容貌与身材后，这才朝着中军大帐飞落。啊！什么人？宁晨一惊落下，顿时引起了一众卫兵惊呼，或是拉弓，或是拔刀等，瞬间剑拔弩张。事态紧急，宁晨自然懒得与这些小兵多做解释，只一挥手，神力瞬间镇压所有人。随而他目光看向中军大帐，高喝道：“我乃安家人，龙虎豹狼四将出来见我。”唰！宁晨声音刚落，中军大帐的帐篷便被人掀开，风雪呼啸间，连续4道身影从中迈出。一位中年人，华袍贵胄，虎目冷冽，其后3位老者分别着黑白灰3袍，英式狼顾。最为惊人的是，4人迈步之间，滔滔神力蒸腾，风雪不待落身，便已是被蒸发一空。那赫然是清一色的半步武神之境。半步武神，你们不是龙虎豹狼四将？这时宁晨第一时间便蹙起了眉宇。虽然他没有具体见过龙虎豹狼四将，但直觉告诉他，眼前的4人绝对不是4大主将。虽然他们很强，但身上却没有那种久经沙场的铁血煞气，反而更多是养尊处优的贵气。我们自然不是龙虎豹狼那4个愚蠢之徒，我们乃皇室执事，奉渊皇之命镇掌4军。你这藏头捂面的安家人，强闯军营所为何来？自称大楚皇室执事的4人冷冷地盯着宁晨，脸上的敌意与杀心显然在逐渐升腾。宁晨了然，摇头道：“原来如此。那我若是要求你们带领4方大军前往北蛮驰援安南境，你们肯定也不会遵从，对吗？”笑话！想要4方大军开拔，唯有渊皇圣旨方可。你算什么狗东西，也妄想命令我们？果不其然，4位大楚皇室执事全都冷笑不已。好吧，既如此，那今日之事就简单多了。宁晨颔首，随而便迈步朝着4人而去。杀了他！为首的中年执事不再废话，开口喝令一声，当即与黑白灰3袍老者齐刷刷的出手。轰咻咻，4股磅礴且浩大的半步武神之力顿时从4人体内喷薄而出，宛若4道索命匹链，带起音爆声，划破长空，直袭宁晨。漫天风雪都在这一刻被搅弄得无比暴乱，周围士兵全都流露着恐怖如斯的神情，似乎并不是第一次见识到4人的这般实力。哼，区区半步武神也敢在这班门弄斧？谁知这时宁晨抬眸，无视漫天呼啸的风雪，冷笑间已是抬手冲着前方轻轻一压，
轰！这一压之下，漫天正在呼啸刮卷的风雪，像是被瞬间按下暂停键一般，全都凝滞不动。那袭来的4道半步武神境能量，则是寸寸溃灭。啊！武神之境，你是安家那位神秘武神？这一刻，正在冷笑的4位皇室，只是瞬间骇叫、震惊、骇然、沉重等神情于脸上浮现。至于周围的士兵们，自然更加震惊与骇然。恭喜你们猜对了！宁晨冲着4人咧嘴一笑，随而再次抬手冲着4人一握，那就奖励你们去死！轰隆！只见磅礴浩瀚的至尊神力顷刻间汹涌而出，于半空凝聚出一只长达3丈的大手印。手印五指俱全，纹理清晰可见，萦绕可不刚气，轰隆隆的横推镇压向4大皇室之势。所过之处，漫天风雪被一荡而空，整个中军大帐所在的范围，好似陷入劲风暴眼中。啊！快捷4方化神阵！看到这一幕，4位半步武神境的皇室之士只觉得大难临头，赶忙施展自身最强的手段，皆在第一时间运转起一门特殊武道神通。神通一起，4人身上皆汹涌起一模一样的能量，从天灵盖喷涌而出，不断的交织汇聚。眨眼间，4人头顶便凝聚出一道淡淡的神影，神影身上所荡漾的气息俨然属于武神境。显而易见，4人在特殊神通的加持下，俨然在短时间内拥有了比肩武神境的实力。破！最后随着4人齐刷刷的大吼，那道神影宛若飞仙，刹那间携带着滚滚神力冲向宁晨。眨眼间便是碰撞上宁晨拍来的那记大手印。4方化神阵下，这一击堪比初阶武神全力施为，我们绝对能挡住，甚至反杀这个安家武神。4位大楚皇室强者脸色狰狞，充满了冷笑，对自身手段很有信心，早就有过先例。砰！可就在4人狞笑之际，半空中却一声爆鸣，转瞬间4人脸上的笑容便全部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惊慌以及难言的恐惧。只见在双方力量接触的瞬间，宁晨的大手印便轻而易举将4人寄予厚望的神影拍爆，而后那道璀璨炽烈的武神大手印，犹如一座飞来先锋一般，在4人瞳孔中不断放大，直至挤压满整个世界。不，饶命！你杀了我们，渊皇不会放。4大皇室执事或想求饶，或想威胁，但所有话音随着大手印拍下，全都是戛然而止。漫天风雪之中，4道血光迸溅，染红了军营。天地苍茫，寒风呼啸，这场来自北蛮的风雪越下越大，放眼望去，银装素裹，天地一色，唯独中军大帐前多出4道扎眼的血红色。唰！宁晨一挥手，直接将4大皇室执事头颅斩下，而后他则是喝问周围士兵：皇室执事已死，告诉我龙虎豹狼4将如今何在？他已经决定，若是龙虎豹狼4位主将出事，今日他就用这4颗头颅逼着大军驰援北蛮。只见周围的士兵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眸之中全都流露着害怕与恐惧，直到最后，这才有一位兵长壮着胆子上前道：这位前辈，龙虎豹狼4位将军被这4个混账镇压，如今正关押在军营死囚牢内。宁晨一挑眉，当即示意道：马上带我去。是。兵长点头，赶忙转身指引着宁晨来到死囚牢。当来到此地，宁晨一眼望去，发现死牢之内远不止4个人，竟是有成百上千之人，每个人都是披头散发，遍体鳞伤且身带枷锁。这时指引的兵长赶忙道：前辈，这些死牢囚犯全都是曾经神江大人的心腹，神江大人交出兵权的这段时间，他们就被4位皇室只是用各种各样的理由下了牢狱。唰！宁晨脸色一沉，不由得对自家武神娘子摇头。安南靖为了安家的忠名，始终不肯反叛楚渊皇，殊不知却因此害苦了追随他的将士们。当然，宁晨也明白，安南靖应该不知这种情况，或者说楚渊皇不会让安南靖得知，否则安南靖绝不会允许生死袍泽受此对待。龙虎豹狼4将何在？最后，宁晨迈步来到死囚牢门前，喝问道。一时间，一众死囚全都齐刷刷的投来目光。当看到被宁晨手中提着的4位皇室只是头颅，死囚牢内顿时一片哗然，骚乱不已。天龙军主将骁龙在此，虎贲军主将灵虎在此，飞豹军主将夜豹在此，贪狼军主将方狼在此。下一刻，连续4道喝声在死囚人群中响起，紧接着人群排开，4道死囚身影接连迈出，或面庞坚毅，或神情凶悍，或目光犀利，或一脸睿智等。虽然长相气质等截然不同，但周身上下却散发着相同的铁血之气。不知阁下是何人？难道不知这些都是大楚皇室的强者吗？你杀了他们，楚元皇那老贼可不会放过你。骁龙4人来至囚门近前，虽然个个身披枷锁，脚带镣铐，就连修为都被特殊方法封禁，但话语仍旧铿锵有力，充满了大将的气势。对于这种铁血将士，宁晨颇为尊重，回应道：我乃安家武神，与镇国神将安南靖是一家，今日特来此拯救尔等出死牢，重掌4军。此话一出，龙虎豹狼4将全都是精神一振。哦，你就是那个3番2次护持安家的武神，久仰大名。楚元皇那老贼笑里藏刀，做事滴水不漏，神江大人应该不知道我们受难才对，可你偏偏来了，
说吧，是不是安帅出事了？可见龙虎豹狼四将中的方郎显然是魏志江，片刻间便是有所猜测，赶忙反问宁晨。宁晨重重点首，不错，安武神的确出事了。他被楚元皇下令攻伐北蛮，却反中其奸计，惨遭兵败，正处在重伤无援的时刻。哗！当宁晨将安南境之事说出，死囚牢内顿起惊然，每个人的眼眸都升起了怒火与焦急，尤其是龙虎豹狼四将，神情更是焦急万分。可恶！楚元皇那老贼真对神将大人下手了！快放我们出去！我们立刻律大军驰援安帅。安帅与我们出生入死多年，谁动他就是动我们。我们龙虎豹狼100万大军绝不答应。骁龙四人神情震怒，身上锁链哗啦啦的震动。宁晨点手，当即开启球门，为其解开枷锁。最后，当他为其冲破修为封禁，骁龙灵虎、夜豹方狼四人身上全都升起武圣巅峰的气息。咦，你们四人居然都是武圣巅峰境，天意啊！当看到这一幕，宁晨内心顿时一动，想起了五玄神武丹所剩下的那4颗神武从丹，于是他冲四人道：四位，据我所知，大楚北蛮两国如今正有多位武神强者欲在混乱的北蛮战场上夺取安武神的性命。龙虎豹狼四军虽有100万兵力，但顶级的武神强者却是不足，这对你们驰援很不利。此话一出，其中3将沉眉，唯独那位智将方狼豹全道这位前辈，你既然提醒，想必一定有解决的办法，还望不吝示下。宁晨点头，一挥手将4颗神武从丹取了出来。几位，我这里有场机缘，凡武圣巅峰境服用此丹之后，能够立地成就武神。唰！这话一出，龙虎豹狼四将全都脸色大震，显然都被惊住了。但转瞬还是方狼反应最快，前辈，不知我们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其他人也反应过来，如此神丹岂能没有代价？宁晨则是坦然开口：四位，实不相瞒，服用此丹虽然可让你们立地成就武神，但从今往后，你们的性命也将从此受制于我。我让你们生你们就生，我让你们死你们就死。说到最后，宁晨则是强调道：当然，眼下选择权在于你们，我绝不会因此相要挟。唰！宁晨说完后，龙虎豹狼四将陷入沉默，相互对视，但很快他们便齐齐做出了决定。是，我被武者一生所愿，就是成就武神之境，如今机会摆在面前，还有什么犹豫的？而且我们若不成武神，如何救元神江大人？前辈是在给我们新生，纵交出生命，我等也心甘情愿。最后，骁龙四人全都拿起一颗神武从丹吞了下去。轰轰轰轰！短短片刻之后，随着4股冲霄而起的磅礴气息，龙虎豹狼四将皆成就武神之境。这一刻，龙虎豹狼四将满脸的激动与亢奋。武神，他们真的一举跨越了武道天堑，成就了武神。虽然他们感受到性命已经受制于宁晨，但与梦寐以求的武神境相比，他们并不在乎。主上，以后您就是我们主上了。您让我们往东，我们绝不向西；您让我们说2，我们绝不数1。最后，骁龙四将齐刷刷冲着宁晨单膝跪地。好！宁晨点手，并未矫情，直接道：既然尊我为主上，那我现在为你们下第一道命令，马上带领天龙、虎贲、飞豹、贪狼4方100万大军前往北蛮驰援安南境。是。骁龙四将领命，先是起身放出一众心腹，让所有人恢复原职，最后命令4军拔营起寨。动身之前，宁晨则将2件事务交给骁龙四将，一件是极品疗伤金创丹，另一件是千里眼灵符。2件事务全都是系统出品的精品奖励，前者可以快速帮人治疗伤势，后者则是可以助他观察到千里之外的景象。毕竟他还要回去守护安家，去不了北蛮战场，只能尽可能的帮助安南竟脱离险境。大军开拔，目标北蛮。最终在骁龙四将的带领下，100万大军宛若滚滚长龙，迎着风雪浩浩荡荡的奔赴北蛮。宁晨则是重新回到了安家，询问了看家的营轨。安家无事发生后，他便重新躺到藤椅，当即利用特殊方法激活了那张千里眼灵符。嗡！可见千里眼灵符一激活，他的双眸顿时泛起金光，转瞬他的双眸中便出现了景象，正是龙虎豹狼四将带领大军赶路的浩荡之景。虽然这场风雪让驰援北蛮的路途变得尤为难走，但也因此避开了诸多皇室探子视线。日夜疾行，短短10数天后，100万大军便悄无声息出离了大楚国境，进入了北蛮境内。可见北蛮国境风雪更大，天地白茫茫一片。骁龙四将早已提前将诸多斥候撒入了北蛮国，刚入北蛮境内就传回来了诸多情报。待骁龙四将整理一番后，神色既有喜也有忧。喜的是安南境虽然兵败，但并未身死，一直在带领一部分残兵败将于北蛮打游击。忧的是，正如宁晨所言，安南境遭到多位武神围杀，数次陷入死局，全都是艰难逃生。尤其是数天前的一战，据斥候消息称，安南境长枪断裂，整个人是大口咳血逃走的，情况已经极其危急。可恶！安帅危在旦夕，马上探清安帅的具体位置，每耽搁1分钟，神将大人就会多一分危险。骁龙四将心急如焚，撒出去更多的斥候探子。看到这一幕，就连于藤椅上躺平的宁晨
内心也浮现出一抹前所未有的紧张与担忧。他与安南境虽然只是形式婚姻，并无什么感情基础，但宁晨内心其实很感激安南境，至少对方给了他一个安全无忧的躺平环境。这个便宜武神娘子虽高了，但还是不要出事为好，否则以后怕是找不到安家这么舒服的躺平环境了。就这样，在宁晨的注视下，又是2天之后，骁龙寺将终于探查到安南境的最新动向。报，有消息了，神将大人率领的最后一股北凉军，如今正被10几万北蛮大军包围在落黄山脉中。最可怕的是，为首足有6名武神境强者。哗！消息一确定，骁龙寺将哗然惊色，心急如焚，没有丝毫的犹豫，赶忙带领100万大军跋山涉雪，朝着500里外的落黄山脉赶去。与此同时，500里开外，一方形似凤凰匍匐的巍峨山脉中，一波不足1000人的兵马正在冰天雪地里休息。为首的正是安南境。与往日的无敌与高冷相比，如今的他可谓是极其的狼狈与不堪。青丝马尾染着干涸血迹，苍白的俏脸布满泥污，金甲破碎，手中长枪更是断成2截。尤其是那盛气凌人的武神气息早已萎靡不振，时不时的咳嗽更是会咳出醒目的鲜血。安帅，喝口热汤吧。这时，一位贴身女兵递来一个热气腾腾的汤碗，里面盛着的是由战马炖煮的肉汤。见此，安南境却是摇头，如今粮草无几，将肉汤分给士兵们喝吧，我还撑得住。贴身女兵深知安南境的脾气，只好叹息作罢。环视四周，看着来时10万众如今却不足上千的北凉军，安南境一双美眸充满了悲凉。北凉，悲凉，可恶的北蛮，还有那几位该死的蒙面武神。突然，这一刻，安南境眸子愤怒与杀意交织。这场仗打成这副模样，除了北蛮兵力较多之外，最大的因素就是那在战场上突然冒出的几尊蒙面武神。若不是被他们联手所伤，纵然北蛮再多出50万大军，他也不会畏惧。那几人绝不是北蛮武神，更像是王朝武神。若是大楚王朝的话，只能是大楚皇室。楚渊皇，真是你想要我安南境的性命吗？可要我的命就罢了，但死去的10万北凉军算什么？生平安南境心头第一次生出反叛的念头，但安家9代的忠义臣节，尤其是安父死前教导，又死死地压制着这个大逆不道的念头。轰轰！就在安南境被这2种念头来回跳转对碰，以至于内心痛苦不已之际，一阵轰鸣骤起。不远处的天际，漫天风雪刮卷，大地都在震颤，似是有千军万马朝这里踏冲而来。尤其是最前方，足有6道风雪长龙驰掣而来，沿途激荡起冲霄上100米的风雪之幕。而在这一条条风雪长龙的最前方，则是一道又一道凌空踏虚、缭绕璀璨神光的身影，每一道都散发着惊天动地的武神之威。不好，敌人追上来了，快走！安南境立刻大喝下令，但在场一众将士早已人困马乏，伤痕累累，哪里还能及时逃走？罢罢罢！安南境心头明悟，拄着2根银色断枪起身，俏脸之上充斥着视死如归的坚韧神色，沉声道：“时候到了，将士们，随本帅死战！”轰咻咻！就在安南境带着一众残兵败将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后，不过短短片刻，狂风呼啸，雪暴震耳，6道风雪狂龙就已然冲到近前。漫天风雪之中出现6尊武神，其中2道一男一女，皆是长相粗犷与狂野，身着兽皮，或提2杆石锤，或持1柄古矛。仅从长相身姿上来看，俨然是北蛮国武神。至于另外4道，则看不清男女老少，不仅蒙头捂面，而且浑身上下还被神通华彩笼罩。安南境，你跑不掉了，这落黄山注定是你的埋骨之地。2尊北蛮武神第一时间便是宁喝，杀意汹涌。安南境却没有理会2人，只看向其余4名武神，冷声道：“你们绝不是北蛮武神，杀我也得让我死个明白。你们到底是谁？”轰轰！可4名神秘武神却根本不与安南境多言，第一时间便是齐刷刷朝着安南境悍然出手，包括另外的2名北蛮武神一时暴起，足6尊武神，狂暴的灵能席卷天地8方，冰雪呼啸，寒风凌厉，激荡起漫天风暴。杀！身后还有上千残兵，安南境根本无路可退，只得拖着重伤之躯，挥舞起2节断枪，迎战6尊武神敌人。双方顿时打得轰鸣震天，但战斗一起，安南境就被一众敌人牢牢压制，金甲愈发破碎，口中鲜血不断的喷涌。砰！不过半炷香而已，安南境的娇躯便是被对方联手之下打落，身影重重坠落在冰雪之中，大地龟裂，鲜血迅速将雪地给染成一片赤红，断裂的银枪彻底脱手，孤零零地插在冰雪中。显而易见，他已经彻底失去了一战之力。哼，垂死挣扎了这么多天，该上路了。从此以后，世上再无大楚第1女武神。这时，6尊武神敌人齐刷刷从半空中飘落，各自积蓄一道杀招，朝着安南境轰然打下。可怖的杀能瞬间蒸发了方圆100米的风雪。南征北战这么多年，生命终于到头了吗？死亡在即，安南境的思绪仿佛放慢了很多倍，脑海中更是走马观花的涌现很多人的身影，曾经的安父、妹妹安北雪、安福以及军中一众袍泽。最后，脑海中的身影
却定格在一袭青袍之上。那是宁晨，父亲，我也算没有辜负你生前的遗愿，虽然只是赐婚，但女儿也是有夫君的人了。这位夫君虽不是女儿内心想的那种盖世英雄、绝代强者，但身为普通人的他却不惧楚渊皇，视自己为安家人，也不算孬种。北雪、安伯四君若女儿肩上担子没这么重，若人生能够重来一次，与宁晨一起白头偕老，或许也是一种幸福吧。想到最后，安南靖高冷俏脸上竟是浮现一抹遐想的神情。嘎尔，一群贼子，休伤安帅！轰轰！就在安南靖已经准备好死亡的千钧一发之际，接连4股庞大的武神气息陡然轰鸣绽放。只见4尊全副武装的将领踏着风雪驰撤而来，及时替安南靖抗下了袭来的一众杀招。什么人？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一众武神敌人惊眉，似乎没想到居然会有人前来救安南靖。别说他们，就连安南靖都有些愕然与惊诧，尤其是当他看清来者4将的身影之后，更加惊异不减。骁龙、灵虎、夜豹、方狼，怎会是你们？你们何时晋升的武神之境？安帅莫慌，不仅我等4人来了，天龙、虎贲、飞豹、贪狼100万将士全都前来救援安帅了。骁龙4将震喝一声，只见天地4方顿时响起冲天的喊杀声，无尽风雪被震得乱舞。在北蛮军队之外，100万大军犹如潮水般围杀而来，铁血杀伐气交织，震荡8方天地。不好，赶快杀了安南靖！如此一幕，顿时让一众武神敌人目露沉重，没有犹豫，赶忙继续朝着安南靖围杀。可骁龙4将却是立刻提起武神境的力量迎杀一众敌人，同时将宁晨所赠的那枚丹药递给安南靖。安帅，此乃疗伤丹药。嗡！安南靖来不及多想，赶忙吞下这科级品金创丹。谁知当这科级品金创丹下肚，他的伤势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短短片刻之后，无论是内伤还是外痕，全部恢复如初。好强大的丹药！很好，既如此，都给本帅耐命来！最后，安南靖一招恢复巅峰，如展翅的神皇腾飞，挥手招来断裂的银枪，朝一众武神敌人杀去。不好，安南靖恢复巅峰了！完了，怎会如此啊？看到这一幕，一众武神敌人全都是脸色巨变。来了4个武神级的帮手就不说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安南靖居然还恢复了巅峰状态，这特么还怎么打？扑哧！果不其然，恢复巅峰状态的安南靖何其强大，仅是一个照面，他便将那未尝相狂野的北蛮女子武神挑杀得4分5裂，惨死当场。死！而后安南靖更是身影似神皇，枪出如真龙，每一枪都充斥着霸道且强绝的无敌之力，再加上龙虎豹狼4大武神大将的助力，局势彻底逆转。随着一道道惨叫声，那名北蛮男子武神与3名蒙头捂面的无名武神亦是惨死当场。最终只有1名最强的高阶武神拖着重伤之躯逃之夭夭。与此同时，天龙虎贲、飞豹贪狼4方100万大军更是以一面倒的形式绞杀着北蛮大军，直到最后，鲜血染红方圆百里的雪地，尸骨堆满了落黄山脉，放眼望去，宛若一方修罗屠杀场。喂！当看到胜局大定，安南靖也被救下后，100万大军无不振臂高呼，威字传遍天上地下。这一幕让远在数千里之外与安家躺平的宁晨都忍不住心潮澎湃，欲上战场杀敌。不过当他看了一眼大楚皇宫，便平复了心情。真正的大敌从来不是北蛮，而是大楚啊！果不其然，落黄山脉战场上，待一切落定，安南靖第一时间便来到那死去的3名蒙面武神镜前，将面纱扯去后，只见死去的乃是3名老者，其怀中皆有着一枚大楚皇室供奉令。当看到此令，安南靖一双眸子彻底陷入冰寒，一腔杀意难以自制。大楚皇室供奉，果然是楚渊皇害我！虽然对此早有猜测，但真当找到确凿的证据之后，安南靖还是脸色沉郁，如坠冰窟。毕竟10万北凉军视死如归的征战蛮夷，保家卫国，结果到头来却被楚渊皇坑杀。叛逆的念头犹如野草般在安南靖内心疯狂滋生，但最终安南靖还是暂时压下了直接带兵杀回大楚的心思，而是看向了北蛮王庭方向。10万北凉军，10万道亡魂，这笔账不仅要算到楚渊皇头上，北蛮国也要付出血的代价。天龙虎贲、飞豹贪狼4军听令，随本帅踏灭北蛮国，为亡去的北凉袍泽复仇。最终在宁晨的注视下，安南靖带领4军100万将士，开始以气吞山河万里之势横扫北蛮。短短1个月时间，北蛮国诸多部落与军队被横推，流血飘橹，尸横遍野，一国尽赤。与此同时，那名重伤的高阶武神也艰难逃回到大楚皇宫。当卸掉伪装后，不是别人，正是9000岁魏通。当魏通将围杀安南靖失败的消息上禀楚渊皇后，砰！楚渊皇震怒不已，当场便将龙案给掀翻出去。滚滚力量浩荡间，堆积的奏折顿时被撕成粉碎，一如窗外的雪花，洋洋洒洒的飘洒。混账！4名执事干什么吃的？不是让他们镇长4军吗？武神？这怎么可能？武神境哪有这么好成就的？查！马上给朕查！其中定然有人在作祟。不日后，当得知缘由，楚渊皇脸色更加沉怒。
安家神秘武神，又是这个该死的安家神秘武神，他竟然敢三番两次的与朕作对。这一刻，楚渊皇的杀意简直如开水般沸腾。最终，他看向安家的方向，怒而下令：杀！给朕将安家之人杀光，不信就不出来此人。然而还不待付之行动，一则北伐战报传来，安南境横扫一众北蛮部落，安南境败亡所有北蛮军队，安南境踏灭北蛮王庭，击杀北蛮王以及多名北蛮国武神，北蛮国宣告灭亡。这一则战报让楚渊皇的瞳孔一缩再缩。更重要的是，这些并非密报，而是公开宣告，整个大楚王朝上亿百姓全都因此陷入沸腾。天呐！安武神绝地反击，踏灭了北蛮国，哈哈！传奇再现，大楚镇国神将仍旧无敌。之前谁骂的安武神？给老子滚出来磕头谢罪！一时间，大楚境内轰动，安南境原本跌落神坛的名望再度疯狂飙升，甚至远超从前。该死！该死！该死！看到这种局面，楚渊皇忍不住连骂3个该死。原本他只是想设下一个一石二鸟的计策，既能坑杀被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安南境，又能趁此好好敲打一下北蛮国。谁知短短1个月而已，大好的形势全面崩坏，结果更是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而去。安家神秘武神，这一切都是因为安家那位神秘武神。这一下，楚渊皇更加对暗中的宁臣恨怒了，但偏偏他却不敢再轻易对安家出手。毕竟安南境踏灭北蛮国的消息已经漫天飞，如此战功，举世哗然震动。他若在这个时候屠了安家，那可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至少需要一个合适的理由与时机方可。安南境绝对已经知晓朕的所作所为，此次踏灭北蛮是在向朕示威，他一定会反，必须早做准备，不能让他危及到朕的统治。说到最后，楚渊皇一对龙眸闪烁起狠辣之色，冲着魏通下令道：魏通，准备唤醒皇陵中的全部底蕴，随时应对安南境的反叛。诺！魏通垂手跪服，脸庞也是前所未有的凝重。按照皇室祖训，皇陵底蕴那可是只有在大楚王朝灭亡之际方才能够动用的底牌，如今楚渊皇却为安南境启用这种底牌，可见他对后者的忌惮与杀意已经到了极致。彼时，安家一袭青袍躺在藤椅上的宁臣，眸中华彩消散。如今北蛮国灭，安南境接下来必回朝兴师问罪，楚渊皇那老贼定坐不住，会提前布下天罗地网。皇室与安家的矛盾，怕是要彻底爆发了。当那男声落下，宁臣已是满脸的凝重与隐忧。虽然大楚皇室这段时间损失了5、6尊武神境强者，但他估计皇室并未到强弩之末，尤其他怀疑大楚皇室中有超越武神境的强者，所以他对安南境回朝问罪并不抱乐观态度。唯一欣慰的是，随着这2个月的躺平修行，他的修为已经越来越高，实力也越来越强。或许还对付不了超越武神境的强者，但至少在武神境之内，他已经无惧任何人，哪怕是对上安南境这个大楚第一镇国女武神，他也不虚。而且最重要的是，距离他躺平马上足足1年。根据躺平系统的尿性，1年作为一个特殊时日，一定会有极其丰厚的特殊奖励发放，所以他虽有忧，但却无惧。定！恭喜宿主躺平11月0、15天，获得奖励3瓶极品聚灵丹。定！恭喜宿主躺平11月0、18天，获得奖励1柄绝世斩龙刀。定！恭喜宿主躺平11月0、20天，获得奖励1颗千年珠果。定！恭喜宿主躺平11月0、25天，获得奖励10斤寒冰玄铁。随着时间推移，有关安南境的喧嚣愈演愈烈，反倒是大楚皇宫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安静，就连宁臣让完爷们儿都没能打探出什么消息。最后，就在宁臣即将躺平足足1年的前夜，安南境率领天龙、虎贲、飞豹、贪狼4方100万大军径直回到大楚皇城之外。夜幕之下，偌大的大楚皇城，万家灯火通明，上百座房室于城中坐落，或烟花冲霄，或歌舞升平，或酒楼喧嚣等，一副太平盛景。殊不知，彼时就在大楚皇城10里之外，却有黑压压犹如潮水一般的100万大军罗列，兵马嘶鸣，铁血杀伐气交织，震荡着夜空。最前方，青丝数尾的安南境一袭赤血金甲，背负2杆银色断枪，正端坐在一匹黑色骏马上，在其身后乃骁龙、灵虎、夜豹、方狼4将，各骑成一匹战马，周身上下杀气盈眼。安帅，杀入皇城吧！只要你一声令下，我等100万将士定会拥立你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女帝陛下。龙虎豹狼4将皆沉声开口，话语铿锵有力，包括身后黑压压的将士们，全都是满目期待。唰，安南境俏脸清冷，回头扫视身后的100万大军，他明白，只要他点头，100万大军会助他成事。但他内心的中字虽遍体鳞伤，却仍旧顽强，不断在告诫他，一旦下令攻入皇城，他就是叛逆，他安家9代积攒的终结将毁于一旦。待下了皇权，安父与列祖列宗都将唾弃他。莫急！这时，安南境开口，目光看向龙虎豹狼4将，你们带100万大军于城外待命，本帅需要回一趟安家，见一见你们那位主上。主上！
原来骁龙寺早已经将宁晨拯救他们，甚至利用神丹让他们立地成就武神的事情说出。安南境已经洞悉，这位几次三番守护安家的神秘武神，一身实力与手段远超他的想象，所以决断前，安南境想与这位神秘武神见一见。好吧，安帅需早去早回，若遇到危险，可及时发信号，百万大军定会第一时间马踏皇城。骁龙四人点首，目送着安南境悄然飞身入城。啊，大家主，大小姐回来了！安南境一归来，早已听说安南境战功的安家人顿时沸腾喧嚣，一时间全都迎了出来。咦，他竟是没有带领百万大军强行入城，反倒独自归来，难道仍没有反叛之心吗？当观察安南境的身影，宁晨不由得眉宇微蹙，而下一刻，他便见到安南境恭敬抱拳高喊：“安家大家主安南境今夜归来，还请守护我安家的神秘武神前辈现身一见。”见我，难道是想问问我的意见吗？宁晨一挑眉，仿佛猜到了安南境归家的想法，于是当即利用引鬼神通于安南境面前巨行。看着安南境，他以引鬼独特的沙哑声音开口：“安武神今夜归来见我，不知想做什么？”前辈，不知北雪如何了？安南境率先问道。他虽远在北蛮，但其实对安家情况也有了解，知晓安北雪在结亲过程中被半路劫走，并未遭难，这也是他不想反叛的原因之一。宁晨与之回应：“北雪姑娘安好，如今正身处一个安全地方，安武神大，可以放心。”如此便好。安南境点首，而后脸色变得十分郑重，踌躇片刻，最终发问：“前辈，百万大军愿助我成事，不知前辈觉得我反还是不反？”听到这个问题，宁晨露出一副果不其然的神情，沉吟片刻，他站在安家神秘武神的角度，扩声回应：“若让本座来说，你大可以反，至少本座能帮你护住这安家上下老小。”反？安南境瞳孔微微一缩，片刻之后，这才抱拳：“多谢前辈建议，在下还有疑问，不知……”宁晨自然知道对方想问什么，率先截断道：“你大可不必执着我的真实身份，该知道之时，你自然会知道的。”好吧。见宁晨不愿暴露，安南境并没有强人所难。之后他没有第一时间离家，而是朝家中迈步。这是来见我吗？在这种关头，他居然还能记得我。彼时躺在藤椅上的宁晨脸色不由得一怔，因为安南境所来的方向正是他的住所，不，具体应该说是他们夫妻二人的住所。嘎吱，果然很快，院门便被推开，安南境步入进来。“娘子，你回来了。”宁晨故作一脸惊喜，他对自己的身份切换自如，眼下的他不再是那个强大神秘的武神，而是一个废物书生。宁晨看着这个自从成婚就没有见过数次面的男人，安南境心头不由得升起一丝愧疚之感。在他看来，宁晨虽是废物，但他又有什么错呢？反倒是与他成婚后多次受他所累。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宁晨既然是我安南境的夫君，说到最后，安南境叫出了那个本应该叫但却一次没有叫过的称呼。那么夫君，眼下我遇到抉择，不知你觉得我反还是不反？啊！宁晨一愣，着实没想到对方居然会问他。问守护安家的神秘武神他能够理解，但如此大事，问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废物夫君，宁晨沉吟片刻，说出了符合这个身份的答案，自然是不反。毕竟一个废物夫君而已，躺平就已经大福了，怎会撺掇自家娘子去做那谋反诛灭九族之事？而且最重要的是，宁晨觉得他这个废物夫君身份所说的话，自然不如神秘武神身份所说的有分量，对方肯定不会听他的，反与不反就无所谓了。夫君，我明白了。最后，安南境冲他做了一揖后，迈出了安家。看到这一幕，宁晨深知对方定然做出了抉择，接下来怕是要出城带领百万大军横推大楚了。殊不知，安南境在走出安家，来到皇城中央大街之后，并未回往皇城之外，而是看向大楚皇宫所在。安家神秘武神再强，却终究不是安家人；宁晨再弱，也是我安家入了族谱的人。既如此，那我安南境便听我这位夫君的。我安家积攒9代的忠名，不能因我而逝。若能以我命换北雪之安，换安家之境，换四君之定，换北凉之功，那便换了。唰，念及至此，安南境毅然决然地朝大楚皇宫迈去。同一时间，宁晨的耳畔传来系统的提示音：叮，恭喜宿主躺平1年，获得特殊奖励。叮，恭喜宿主躺平1年，获得特殊奖励超凡道果。当躺平1年的奖励发放，宁晨精神一振，但旋即有些疑惑：超凡道果什么东西？唰，心念一动，来自超凡道果的系统介绍浮现。超凡道果，此道果乃天地日月之灵气结晶，一旦炼化，可让武者晋升超凡之境。备注：武神之上，是为超凡，意为超越凡俗。这颗超凡道果，竟是能让我超越武神之境。当看到介绍，宁晨不由得深吸一口气，满目惊叹，不愧是躺平1年的特殊奖励。须知，曾经他所知晓的最高境界便是武神境，虽然他怀疑大楚皇室有超越武神境的强者，但终究没有见过。而今他若以此晋升超凡之境，放眼大楚王朝，绝对称得上举世无敌。唰，没有犹豫，宁晨一挥手，便将超凡道果取出。说是道果，实则是一团光彩交织、灵力汹涌、
通体散发着一股古灵气涟漪的奇特事物，其上似还飘荡着一种奇异清香，仅是轻嗅一口，整个人便觉得通体舒泰，飘飘欲仙。观察片刻，宁晨则是果断将超凡道果吞下。轰！超凡道果一入体，照耀的宁晨胸膛一片透亮，可以清晰看到道果落入丹田，顷刻生根发芽，密密麻麻的五彩光芒携着滚滚能量，朝着自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涌去。如此浩瀚雄浑的能量，顿时引得至尊神体轰然运转，开始以最大速度转化着道果之力，这让宁晨一身境界修为犹如坐火箭般飙升。这种快速变强的感觉让宁晨倍感舒爽，于藤椅上重新躺好，他一边赏着星辰月色，一边等待着超凡道果被至尊神体炼化完毕。而与此同时，安南境已经来到了大楚皇宫，看着守卫宫门的一众禁军，他当即铿锵震喝，通告渊皇，镇国神将安南境入宫觐见。哗！刹那间，原本沉寂如水的大楚皇宫陷入轰动，那一位位禁军顿时满目敬畏的接力喝吼：镇国神将安南境入宫觐见！镇国神将安南境入宫觐见！镇国神将安南境入宫觐见！伴随传荡恭维的喝声，一排排烛火依次亮起。安南境昂首阔步而行，身上金甲铿锵作响，身后银枪泛着寒芒，整个人飒踏如流星，一路横穿重重皇宫，朝着中央天极殿而来。彼时，天极殿，楚渊皇一袭黄金龙袍，正端坐在龙案上假寐。猛然间，他被喝声惊醒，额头滑落一滴冷汗，只因他做了一个噩梦。梦中，安南境携带100万大军攻入皇城，接连挑杀一众皇室武神，最后那杆神枪更朝他的眉心狠狠捅来。忽是梦，不对！楚渊皇刚吐出一口浊气，却清晰听到殿外喝声。果然，下一刻，9000岁魏通迈入大殿，为之禀告道：“禀告渊皇陛下，安南境入宫了。”啊，这么快？朕为何没有听到禁军厮杀声？楚渊皇下意识以为安南境率领大军打入宫中，口中的疑喝声犹如连珠炮般不断响起。而下一刻，魏通却是摆手道：“陛下，安南境没有带军，他是一个人入宫的。”你说什么？他独自一人入宫？这楚渊皇眉宇一挑，惊疑不定。当魏通却定点手，他这才狰狞一笑：“呵呵，好啊，好，这可真是天助阵也。既然如此，那今日无论如何都不能再让这个祸患活下去了。吩咐下去，让一众皇室底蕴准备迎战。”魏通称诺，退身下去。之后，不过一刻钟，一道尖锐喝声便在天极殿外响彻而起：“镇国神将安南境到！”唰，声音未落，安南境的飒爽身影便是步入大殿。染血的金甲披身，断裂的银枪腹背，明明娇躯曼妙，但却散发着一种摄人的铁血之意。这是安南境自从长军以来首次全副武装入宫面圣，这也代表了他今日入宫的决心。唰，当于天极殿居中站定，看到龙椅上的楚渊皇，哪怕安南竟做了心理准备，仍不免露出杀意，耳畔仿佛传来10万北凉冤魂的惨叫哀嚎声。砰！于是他第一时间从怀中取出那几枚大楚皇室供奉令牌，扔到大殿之上，发出咣当声响，声音愤慨道：“陛下，可认识这是何物？”“哦，这是何物？”楚渊皇当即摇了摇头。楚渊，别再装蒜了。看着故作不知的楚渊皇，安南境彻底怒了。吭！他骤然抽出背后一杆断裂的银枪，枪锋直指楚渊皇，孤冷俏脸之上充斥愤怒与质问：“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纵然我安南境有千般不是万般过错，可北凉军是无辜的，足10万北凉军，他们身后是10万个家庭，你为杀我一人，却害得10万士兵家破人亡。你楚渊身为他们的君主，他们效忠的皇帝，难道内心就没有半分愧疚与自责吗？”唰！眼见安南境捅破最后的窗户纸，楚渊皇索性也不再演了，脸庞略显狰狞，神色恼怒：“为什么？你说朕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你这贱人！朕乃大楚皇帝，本应威压四海，名震天下，可在大楚，你安南境之名远远超越朕，甚至就连大楚王朝外的国家也都只闻大楚女武神之名，不知朕楚渊皇的名号。”说到这里，楚渊皇眼眸中流露出深深的忌惮。最重要的是，你的武道天赋太强了，年纪轻轻就已经达到武神9重之境，再过几年时间，或许都能晋升超凡之境了。你让朕感到畏惧，你让朕很是不安。当然，原本朕是不想杀你的，朕给过你机会，想纳你为贵妃，这样咱们便是一家人。可你却不愿，朕还能有什么办法？只有杀了你，朕才能睡好觉，龙椅才坐得安稳。唰！说到最后，楚渊皇脸色充满了酷凛。所以，你不该来质问于朕，你应该质问你自己。10万北凉军都是因为你的缘故才死的。唰！这一番话顿时让安南境的俏脸变得苍白，也让他浑身汹涌的杀意逐渐消退下去。最终，他将原本对准楚渊皇的枪锋对准自己，目露死志。楚渊，是非对错，我已不想再与你争辩。你不是想让我死吗？只要你下一道罪己诏，海北凉公道，赦北雪无罪，给安家平静，与四军安定，我安南境便立刻自绝于此。安南境一抬枪，雪白的下巴顿时染上一抹红。哦，看着这一幕，楚渊皇一对眼眸隐隐亮了起来，随而
他便冷笑道：“对几招？好啊，来人，你指。”魏通研墨执笔，取来圣旨后，楚渊皇升镇大殿。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大楚镇国神将安南境、挟北凉残部与4军于深夜逼宫篡位，大逆不道。安南境与其主犯，当尽诛9族。安南境，你觉得此诏这般书写如何呀？当玉玺狠狠盖下，楚渊皇看向安南境的目光充满阴狠毒辣，像是一条狰狞恶蛟一般。楚渊，你怎敢？你怎能如此行事？只见大殿之下，安南境的脸色早已是巨变，那傅曼庙的娇躯忍不住颤抖，内心彻底明悟，楚渊皇就是一个昏君，根本不可能悔过。我杀了你！轰！这一刻，安南境一颗反叛之心彻底被激发，当即手持断枪，携着那5神9重的可怖修为，朝着端坐龙椅之上的楚渊皇悍然杀去。哼！面对暴杀而来的安南境，楚渊皇的身躯却是巍然不动，嘴角勾勒出一抹无情的冷笑。直到安南境杀到近前，大殿之内骤然轰鸣不已，一道又一道武神之威齐齐爆发，刹那间足足有13道武神气息从天而降。轰！随着一阵轰鸣，一道道身影从大殿上空降临，皆是老者老妪，或白发苍苍，或是灰发枯槁，身着清一色的黑袍，散发着武神气息，从初阶武神到武神巅峰不等，但或多或少，这群老者老妪身上都散发着一种怒气。可恶，原来你这昏君早就想着围杀于我！看到这一幕，安南境俏脸之上陷入了震怒，升起后悔，他就不该对这个昏君抱有希望，他就该第一时间带领100万大军踏皇城。轰！事已至此，安南境只能全力爆发，欲要从一众武神敌人的包围之下杀出一条血路。只要杀出殿去，释放怀中的烟花信号，城外的龙虎豹狼100万大军就会第一时间杀来。开炼神阵！可就在这时，随着楚渊皇一声冰冷的喝令，周围13位武神霎时间齐运转一门神通，一道道璀璨强横的灵能匹练瞬间横空，眨眼间便交织成一方浩大且坚固的灵能牢笼，硬生生将安南境的身影给困在其中。任安南境如何攻击，都打破不了这方牢笼，就算全力一击，也只荡起一圈圈涟漪。呵呵。这时，楚渊皇已然起身，从龙椅上迈步而下，以一种看猎物入套的目光看着安南境。贱人，别费力了，这座炼神阵可是我大楚皇室底蕴之一，专门为武神强者所创，尤其是眼下由足13位武神所布，就算你有武神9重之境，也休想打破此阵。楚渊皇探手隔着灵能牢笼做事，抚摸一下安南境的脸颊，目光充满了鲜花将凋的遗憾。炼神，顾名思义，一旦催阵，只需半日就能将武神强者活生生炼化成飞灰。轰！果不其然，当一众大楚皇室底蕴武神于殿内盘坐，朝着眼前的炼神牢笼灌入力量之后，一股消杀人肉身乃至灵觉意识的力量袭来。啊！当感受到这种力量，哪怕是安南境都忍不住心惊肉跳，赶忙坐下运转力量，全力抵御。但这股力量极其霸道，快速消磨他的防御。按照这种速度，不消半日便会灵力亏空，届时他自然难逃一死，无命休矣。安南境悲叹一声，悔不当初，我死不要紧，还连累了妹妹宁晨、安家及一众袍泽呀。果然，另一边，楚渊皇不再看注定将死的安南境，吩咐魏通：魏通，马上带3尊高阶武神以及1支武圣卫队，手持圣旨，驱逐安家，灭安家神秘武神，然后再转去城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斩杀骁龙4将，夺下4军的兵权。诺！随着重重一喝，魏通当即带上3尊皇室高阶武神以及1支多达50人的武圣卫队，手持圣旨，风风火火的杀向了安家。彼时，黑夜褪去，黎明到来，天光逐渐放亮。安家，当清晨第一缕晨曦照在宁晨的身上，那颗超凡道果彻底被至尊神体炼化一空。轰！霎时间，体内仿佛响起一道开天辟地的轰鸣，其意象丝毫不亚于融合至尊神体那次。片刻之后，宁晨只觉得自己发生了惊天之变，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力量增长，更像是脱胎换骨，生命签跃，抵达了另一种维度。超凡之境，这就是超越武道的超凡之境吗？当真境如其名，已经完全超越凡俗武者了。宁晨感慨，能清晰感受到自身的各种变化，比如力量不再是简单的肉身力量，而是浑身上下的灵力于丹田汇聚成一片，恍若一方汪洋大海，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又比如神识，这是灵觉蜕变后的产物，能让他做到犹如引鬼本命神通那般的上帝视角。此外还有很多惊人变化，不足以一一道数。总的来说，超凡之境完全就是凌驾武神的境界，哪怕再多的武神也伤不到超凡强者。换而言之，他无敌了。嘿，仅躺平1年便已举世无敌，这种天赋就算是我那位武神娘子也拍马不及吧。这一刻，宁晨脸上终于浮现一抹傲然的神色，但随之他像是想起了什么，看着放亮的天色，疑惑道：话说回来，昨夜怎么没听见什么动静？安南境呢？不是要造反吗？唰！就在他纳闷不解之际，一阵破空声骤然响起，4道身影快速飞临安家上空，不过不是魏通等人，正是骁龙、
灵虎、夜豹、方郎四将，安家之人可曾见到安帅？四将神情焦急，金初安、辅楚葵、柳英等人也引起宁晨关注。安南境，他不是昨夜就回大军哪里了吗？难道说？宁晨豁然想到一种可能，目光看向皇宫方向，同时交流过的骁龙、安抚等人亦是转目皇宫。轰咻咻！恰在这时，又是一阵破风声。魏通等人强势赶至，四尊高阶武神，半百之数的武圣之境，这种阵容一到来，便将安家给团团包围起来。那种恐怖至极的气势，顿时让所有安家之人陷入惊恐，包括骁龙四将都心惊胆战。凤渊皇圣旨，大楚第一女武神镇国神将安南境深夜谋反，罪不可赦，当诛九族。哗！这番话不仅传到安家人之耳，包括以安家为中心的小半个皇城居民都清晰听到了。一时间，无数人哗然震动，纷纷投射来目光。可恶，这根本不可能，这是莫须有之罪。四军一兵一卒都未进皇城，安帅何来谋反？一定是楚渊皇那个昏君冤害忠良。安帅在啊！安福、萧郎等一众人无不纷纷大喝怒斥。至于暗中的宁晨，也已经彻底看清局势了。楚渊皇一定是提前下手了，安南境出事了，不必与他们废话。圣旨在此，在场一众叛逆，全部诛杀！轰！最后，伴随着魏通那尖锐刺耳的声音传荡，三尊高阶武神以及乌泱泱的武圣卫队齐齐拔剑，携着恐怖杀威，朝安家悍然杀来。安家上空，黑压压的皇室强者身影齐齐杀下，神威浩荡，胜利汹涌，澎湃杀意交织沸腾。下方，安家之人无不惊恐，深感大难临头，包括周围的皇城人群亦在惊呼震动。安家怕是要完了。是啊，四尊高阶武神，一支武圣卫队，这种阵容太恐怖了，绝非安家所能抗衡。轰！喧闹之际，骁龙、灵虎、夜豹、方郎四将赶忙迎杀。作为安南境袍泽，他们自不会坐视安家罹难。轰！可四将一出手，三尊高阶武神却是闪身接战，双方顿时在安家上空碰撞出无穷的炫彩神光。可龙、虎豹、狼四将只是靠着神武从丹晋升的初阶武神，如何能是三尊高阶武神的对手？不仅被牢牢压制，而且险象环生，危机重重。另一边，那支武圣卫队则是一如既往的杀下，每个人的身上都泛起相同的灵能光彩，眨眼间彼此交织成一方宏大可怖的灵图战阵，笼罩的范围恰好覆盖了整个安家。杀！没有任何犹豫，哪怕深知不是对手，安福、楚葵、柳英三人仍旧是硬着头皮冲上。可随着砰砰砰三声响，三人身影眨眼被震落，无不喷血，重重砸落地上，根本撼之不动。更不用提安家那些武圣之下的护卫武者了，葬灭所有人。这时，魏通声音再次响起，充斥着冰冷杀机。一众气机澎湃的武圣卫队当即全力施为，那方覆盖安家的战阵灵图轰隆隆压下。伴随战阵压下，一股恐怖的力量开始倾泻，安家的屋顶、门楼首当其冲，纷纷崩塌碎裂。而随着这种恐怖的重力不断往下方蔓延，开始有更多的建筑物摇摇欲坠。至于安抚、楚葵、柳英三大武圣以及安家一众护卫下人，更是清晰感受到大山压顶的重力，每个人都脸红气粗，身心俱颤，觉得身躯都即将要爆裂开来，死亡充斥在每个人的心头。眼看着安家所有人即将被武圣卫队全部葬灭，危机时刻，天穹上骁龙四将率先大喊道：“主上，还请主上出手，记住我等，也救安家。”这话一出，顿时提醒了安抚、楚葵、柳英三人，赶忙纷纷冲着安家深处大喊着求助。对，我们安家还有一位神秘守护武神，今日我安家即将遭难，还请神秘武神前辈再次出手，大展神威，救我安家于水火。神秘武神前辈还请现身，我们叩请了。继安抚、楚葵、柳英三人之后，其余的安家人亦恭敬求呵，甚至很多人纷纷跪拜而下，每个人的神情都充满恭敬、郑重以及戚忌，显然都将神秘武神前辈当成了唯一的救星。咚咚！就在所有安家人紧张期待之际，突然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升起，同时一道声音传来：“我来了！”唰！此话一出，所有人下意识顺着声音凝望过去，只见一道男子身影从安家深处院落迈步而来，黑发束冠，五官俊逸，气宇轩昂，一袭青袍如玉，身影俊拔无双，举手投足间镇定从容，不是别人，正是宁晨。看到宁晨，安抚等一众安家人无不大失所望，毕竟他们还以为回话的是那位神秘武神前辈，结果没想到出来的只是宁晨而已。宁晨，你在这乱回什么话？一个整日只会吃喝玩乐、躺平等死的废物赘婿，于这个关键时刻瞎凑什么热闹？一边去！没看到安家正值生死存亡之际吗？安抚、楚葵、柳英三人当即不满的呵斥。平日宁晨做些躺平纨绔的混账事也就罢了，但眼下是什么场合，岂容他如此胡闹？谁知面对安抚三人的呵斥，宁晨却是摇了一笑，摊牌道：“诸位，我就是安家神秘武神。”此话一出，在场所有安家人全都是脸色一滞，但随之而来的不是欢喜，而是恼羞成怒。混账东西，你在这说什么鬼话？毕竟
放眼整个安家，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宁晨只是一个每日躺在藤椅上吃喝玩乐、钓鱼消遣、躺平等死的废物赘婿罢了。眼下居然敢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神秘武神，这完全是在侮辱在场所有安家之人的智商。轰隆隆！而这时，覆盖安家的灵图战阵已经压到房顶，整个安家犹如大地震一般，欲要湮灭。完了，我们安家灭也！这一幕顿时让安福为首的安家人浮现绝望，俨然觉得今日在场所有人都难逃一死了。呵呵，诸位莫慌，有我在，安家不会灭。宁晨再次一笑。就在众人欲要再次怒斥之际，下一刻却看到了令他们目瞪口呆的一幕。嗡！宁晨忽的迈步，脚下顿有光影幻彩化成阶梯，阶梯向上，一步一幻灭，让其身影径直腾空。与此同时，一股股磅礴的至尊神力从他体内犹如涟一般扩散，眨眼间便扩散整个安家。我宁晨此生本孤苦伶仃，自成为安家赘婿后，却有了一个梦寐以求的躺平之家，所以我才化身神秘武神，三番两次救安家于危难之间，就是不许有人破坏这个家。今日亦如此。我是废物赘婿宁晨，也是安家神秘武神，当赐所有来犯安家之敌。当说到这里，宁晨整个人已经升到安家上空，那俊拔无双的身影抵在了那压下的战阵上，在其头顶乃是乌泱泱足有半百的武圣护卫。最后他看着这一幕，嘴角勾勒出一抹冷酷的笑容。死！轰！当死字一落，宁晨冲着一众武圣卫队轻轻一握，轰的一声，扩散八方天地的至尊神力宛若一只无形无质的遮天五指，骤然间合拢。砰！瞬间那方灵图战阵在这一刻如豆腐般破碎，连那足有半百之数的武圣卫队也遭截灭，全都在一种无比惊恐的目光中纷纷爆灭。一时间，安家上空仿佛绽开几十朵血色烟花，血腥浅，妖异。安家上空半百之数的武圣皆于一瞬之间爆灭，那一团团血雾在晨曦映照下泛溢着赤金色彩，血腥妖异，但又充斥一抹唯美。看着这一幕，所有人全都傻了，呆了，惊了。来自天上地下的万千目光皆难以置信地凝望着那一道宛若天神凌空的青袍身影。我的天，难道我还没睡醒，正处梦中吗？宁晨，这位赫赫有名的废物赘婿，竟真是那位神秘武神前辈。安福、楚葵、柳英等安家人早已瞠目结舌。与此同时，皇城四周的观战人群也彻底呆滞。毕竟一个是大楚王朝赫赫有名的废物赘婿，另一个是三番两次轰动皇城的神秘武神。当这两种身份重叠在一起，很多人难以置信。原来安帅的废物夫君就是给我们新生的主上。高空之上，武神大战都在这一刻诡异停止。骁龙、灵虎、夜豹、方狼四将倒吸冷气，至于魏通更是瞪大双眼。万没想到，这个被渊皇赐婚给安南境的废物书生，就是与大楚皇室作对的神秘武神。同时他有些明悟，难怪当初他探查宁晨时灵力如沉大海，他还以为废物都是这样，现在想来，明显是对方的手段太过于高超。而震惊恍然之后，魏通则升起心惊肉跳之感。刚才那可是一整支由武圣境组建的卫队，再加上联袂施展的一方战阵，就算是他这样的高阶武神遇到也难以抗衡。但宁晨却只手瞬间秒杀了所有人，这种实力让他感到极其惊悚与不安。这是武神九重还是武神巅峰？总不可能是传说中的超凡之境吧？魏通估算着宁晨实力，但越估越心惊，越算越没底。不管了，先下手为强，一起联手杀了他。最终魏通狂喝一声，身上的杀意彻底迸发。轰！只见他一阵身蟒袍猎猎，武神八重修为爆发，同时他更是挥舞起一柄银色拂尘，当澎湃神力涌动，手中拂尘顷刻间犹如万千皎白色的细小蛇蟒，朝着宁晨洞杀而去。同一时间，另外三尊皇室武神也是放弃骁龙四将，皆是裹挟着武神七重境的神力杀来。三人或是斩剑，或是斩刀，亦或是抡动长槊，神力磅礴如山崩似地裂，威能可怕至极。这一刻，四尊高阶武神合力朝着宁晨杀来，可怕的灵能犹如排山倒海一般冲击，那种惊天威势，哪怕是号称大楚第一女武神的安南境也要暂避锋芒。四尊高阶武神联手，威能太霸烈了。安家神秘武神或者说宁晨能够应付吗？这时很多人惊疑不定，哪怕是骁龙四将、安福三圣等人也目露隐忧，毕竟他们可不知什么超凡之境，只知道魏通四人乃是大楚王朝武道之境的天花板，合力之下，哪怕是号称无敌的安南境也要忌惮。而宁晨再强，难道还能比安南境强吗？哼，我与安家蛰伏1年，今日既然敢以真面目示人，自然早已局势无敌。似乎察觉到众人的隐忧，宁晨开口自信一笑，而下一刻，他便朝袭来的魏通四人一挥衣袖，霎时间，魏通四人联手袭来的那排山倒海般的武神杀力，顿时于半空中溃灭。啊！就在魏通四人惊恐骇叫之际，宁晨那挥起的青玉袖袍中，一只白皙大手已是轻轻一压，跪！轰！一字吐出，宛若定势的道音。魏通连带着其余三尊高阶武神轰然间跪在虚空之上，任他们如何挣扎，
也动弹不了一根手指头。不，这不可能！你不是武神之境吗？怎么可能这么强大？魏通四人难以置信的大吼，惊恐与绝望弥漫心头。呵呵，宁晨摇头一笑，身影已然来到魏通四人上方，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俯瞰着四人。他蔑笑道：“武神在我面前只是蝼蚁罢了。”轰！此言一出，不仅魏通四人目光惊缩，整个安家以及皇城四周亦是陷入了极大轰动，将高高在上的武神视为蝼蚁。此话太过震撼，可偏偏宁晨真的向世人展现出了这种能力。说：“我那位武神娘子，如今身在哪里？”宁晨喝问。显然，这也是他没有直接灭杀吊魏通等人的原因。可魏通四人显然是大楚皇室的死忠，竟没有一人肯说，全都露出视死如归之色。见此，宁晨冷笑：“哼，以为自己嘴硬骨头硬，只要不说，我就没办法知道了吗？那你太小看举世无敌这四字的分量了。”轰！言罢，宁晨一瞪目，顿时有实质化的神识暴起，化为螺旋状，强行钻入魏通的眉心。啊！神识作用万千，不仅可以让他拥有上帝视角，更是可以进入对方脑海，强观其记忆。当然，由于此法太过简单粗暴，对方轻则记忆受损，呆滞痴傻，重则性命不保，当场死亡。但对魏通，宁晨自然不计后果。随着一阵惨叫声，他强行观看了魏通这段时间的记忆。原来娘子还未殒命，如今被困皇宫炼神阵内，但随时都有性命之危，得救。宁晨神色沉烈，目光看向了大楚皇宫的方向。此时魏通深知自己不可能活了，疯狂诅咒：“宁晨，渊皇不会放过你的，更不会放过安家，你会死，安南境会死，所有人都会死！”砰！宁晨却懒得再与之废话，一挥手，那属于超凡境的伟力瞬间笼罩魏通四人。刹那，四尊高阶武神渊的崩裂毙命。至此，所有前来诛杀女武神九族的皇室强者全部陨灭。宁晨神威，神秘武神前辈，局势无敌。这一刻，安家之人、骁龙四将，包括皇城四周的观战人群，全都是升起喧嚣与沸腾。宁晨没有理会，只吩咐骁龙四将一句：“你们带100万大军入城，铲平皇室所有兵力，我去踏平皇宫，拯救南境娘子。”唰！喝声传荡间，宁晨身影已化为一道闪电般的青色红光，急速杀往大楚皇宫。大楚皇宫天极殿炼神阵在10位皇室底蕴武神的结印下持续运转，璀璨的灵辉不断在大殿之内闪烁。阵中，安南境一袭赤血金甲仍在家夫而坐，虽未身陨，但与半日前相比，早已判若两人。洁白额头上布满细密汗珠，俏脸苍白且痛苦，护体灵刚稀薄，周身的气息虚弱不堪，显而易见，他已是强弩之末，即将支撑不住。哼，算算时间，想必魏通已经屠灭安家，镇杀四将了。安南境，接下来该轮到你了。楚渊皇冷笑一声，冰冷无情的催喝所有人加大力量，给朕炼死这个贱女人。从此以后，在大楚王朝，当唯朕独尊。轰！10位皇室底蕴武神一言不发，全力运转。本就璀璨的炼神阵光芒再度大亮，那种可怖的炼神力宛若洪水一般成吨的倾泻。啊！本就处在强弩之末的安南境当即惨呼一声，再难以支撑，娇躯似无骨，软倒在地。从3000青丝到绝美俏脸，再到高挑且曼妙的神躯，瞬间泛起一股无形无色的烈焰。金甲、银枪、衣饰，包括血肉骨头等等，全都升腾起粉末物质，整个人俨然在化灰。他要死了！嗡！然而就在这生死一刻，天地骤然亮了。这种亮光一出现，让炼神阵的光辉都显暗淡，同时有大片大片的阴影蔓延进了天极殿，顷刻使得殿内殿外止于两色，如同隔断阴阳。这种异变惊动楚渊皇，蹭然间转身看向殿外，但入目却是一股强盛犹如太阳般的炽烈之光，哪怕是他也下意识用手挡起自己眼眸。唰！而下一刻，夺目强光中却悄然浮现一道身影，却看不清面容长相，只有人形轮廓。什么人？楚渊皇震喝，内心升起不安。哒哒，那道人形轮廓踏着夺目强光，一步步走入大殿，每一步落下有无穷阴影朝四周扩散。同时，一道冰冷漠然的声音响彻：“安家神秘武神。”唰！闻听此言，楚渊皇一双龙目陡然间剧烈惊缩，内心顿时涌现大量的疑问：安家神秘武神，他没死，魏通等人呢？难道出事了？同一时间，安南竟也艰难望向强光中的身影，本来已如死灰的心，顷刻间燃起生的希望，心情激动，以致余都忽略了声音的熟悉感。最终，在楚渊皇以及安南境两人的目光下，那一道身影步入大殿，无尽强光收束。男子定身抬头，再次传出声音：“或许你可以唤我的真名，宁晨。”唰！彼时，无尽强光彻底消散，宁晨的身影一览无余地暴露在楚渊皇与安南境目光下。啊！宁晨！当看到那张再熟悉不过的脸庞，无论是楚渊皇还是安南境，两人全都陷入了惊骇之中。楚渊皇下意识便摇头道：“这不可能，毕竟他曾在赐婚之前让人仔细检查过宁晨，完全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武道废物。
他是那位安家神秘武神，这开什么玩笑？倒是安南境虽然也很震惊，甚至无法理解，那个整日摆烂躺平的废物夫君，怎会是数次拯救安家乃至拯救他的安家神秘武神呢？但此刻看到宁晨之后，他的思绪却突然通了。须知宁晨入赘安家之前，安家从未有过神秘武神，入赘之后，神秘武神开始频频现身，这么简单的逻辑，他直到现在才明白。就像戏法不知道怎么变之前，想破脑袋都想不通，当知道之后，却会觉得太简单了。夫君救我！彻底想通所有，安南竟赶忙一脸虚弱的呼救：“娘子莫慌，夫君这就来救你。”唰，宁晨回应之际，身影已是朝着炼神阵迈去。同一时间，楚元皇也彻底从惊愕中反应过来，脸色涌现出一抹恼怒，杀机前所未有的炽烈。可恶，这一年来，朕居然被你这个废物耍得团团转。今日若不杀了你，以儆效尤，朕的颜面何存？武圣卫队何在？马上灭了这个欺君罔替的狂徒！说到最后，楚元皇仅是一挥手，呼啦！可见从天极殿四面八方顿时冲来乌泱泱的身影，携刀跨剑，全都是清一色的武圣境，而且数量远比魏通带的还多，至少有上百人，其力量交织汹涌，比高阶武神境还要摄人。杀！尤其是当这些武圣全都朝着宁晨打出杀力，密密麻麻，犹如洪流一般，似无可匹敌。哼，在这支武圣卫队之下，别说你这个神秘武神，就算是武神巅峰，也照样扛不住。看着这一幕，楚元皇冷冷笑道，脸色凝然，似乎已经看到宁晨被直接轰杀的血腥场景了。咚！谁知这一刻，宁晨却面无表情的重重一跺脚，无穷无尽的阴影顿时犹如墨染一般扩散。显然他已与银鬼合一，但如今早已不是银鬼加持他，而是他反过来增强银鬼的神通。可见那无穷无尽的阴影眨眼便蔓延到所有武圣脚下，或是犹如蟒蛇，或是形似触手，或是聚成黑手等等，纠缠住了所有人。啊！什么鬼东西？足足上百位武圣只来得及发出一些零散的惊呼，宁晨第二声跺脚的声音便已传达而出。所有阴影于刹那间收缩，瞬间便将毫无反抗之力的上百名武圣拽入了无尽阴影中。唰！最后，当这些阴影收缩不见，刚才还喊打喊杀的上百位武圣全部消失的无影无踪，没有血迹，没有尸骨，没有一丝一毫的痕迹留下，仿佛自始至终他们就没有出现过在天极殿。夹！这种诡谲可怕的手段，顿让楚元皇如遭雷击，身躯都下意识踉跄后退了几步，指着宁晨想要张口说些什么，却始终没能说出口。反倒是那处在炼神阵中的安南境，原本虚弱的美眸顷刻爆发出两股璀璨的异彩，惊呼出声：超凡之境！超凡之境！那是超越武道，超越世俗，超越凡人的境界。这种境界已经完完全全凌驾于武神之上，在整个大楚王朝乃是传说中的境界。然而眼下宁晨却疑似晋升了超凡之境，这简直可怕！不可能！超凡之境乃是传说中的境界，若无传承，没人引领，没有人能够成就超凡。你一个安家赘婿，怎么可能是超凡强者？这一刻，楚渊皇指着宁晨，难以置信的大吼，甚至比刚才知晓宁晨的真实身份还要震撼。闻听此言，安南境双眸异彩，也稍稍黯淡些许，因为他知道楚渊皇说的没错，这天下各种天骄奇才何止万千，为何从未听说过有人成就超凡？就是因为世俗武道想要晋升超凡之境的条件太过于苛刻，天赋只是最微不足道的一种。按理说，没有传承，没有引领，宁晨纵然天赋实力再强，也不可能晋升超凡之境才对。朕明白了，你最多只有武神巅峰，只是手段诡谲而已，绝不可能是一尊超凡强者。这时，楚渊皇再度开口，似是猜到宁晨底细，语气十分的笃定。看着信誓旦旦的楚渊皇，宁晨却摇头嗤笑一声。他一个开了的，很难对没开的解释清楚啊。不过他也懒得解释，继续朝炼神阵杀去。皇室武神听令，马上扩展炼神阵，将此辽也困入其中。这方炼神阵强大无边，只要不是超凡之境，哪怕他再强大，也能将其炼成飞灰。轰轰轰！当楚渊皇的冰冷喝声于天极殿滚滚传荡，那10尊负责维持炼神阵的皇室底蕴武神纷纷惊起，10股浩瀚磅礴的武神气息再度汹涌，掀起的威势比这刚才上百武圣还要强大得多。扩阵！10尊皇室武神分合间，皆是缔结出特殊印法。嗡！随着印法一现，那原本只困安南近一人的灵能牢笼瞬间扩展，朝着宁晨笼罩而去。然而面对袭来的炼神阵，宁晨并没有闪避，甚至步伐不曾停止，径直闯入了进去。啵的一声，他的身影便是落入炼神阵中。好！看到这一幕，楚渊皇精神顿时一震，双眸中泛起狰狞杀意。哼，落入炼神阵，半日便会化灰，还想救安南境？朕先让你死！炼了他！轰！话音一落，10尊皇室底蕴武神再度盘膝而坐，毫无保留地将神力涌出，催动炼神阵。一时间，炼神之力澎湃，笼罩住宁晨的身影。夫君，小心，若不敌，就别管我了。这时，安南竟卧倒在地，满脸的虚弱，开口。他虽然想活，
但却不愿因此连累宁晨而死。娘子莫慌，区区炼神阵还奈何不了我。宁晨摇头一笑，并未展开超凡之力强行破阵，而是身躯轻轻一震，开启了禁神领域。须知这方领域很奇特，对武神之下以及武神之上都不管用，只专门针对武神之境。眼下无论是十尊皇室武神还是炼神之阵，全都属于武神层次的事物，展开此域正合适。嗡，果然，当禁神领域力量一扩散，那笼罩而来的炼神之力顷刻间便失去了应有的神威，周围的灵能牢笼更是迅速的土崩瓦解，甚至就连10名皇室武神都顷刻跌落武神境。啊，老朽的境界，这怎么可能啊！10名皇室底蕴武神纷纷惊呼骇叫，感受着那跌落到武圣巅峰的气息，全都懵逼了。他们想过与宁晨进行血战，想过与宁晨进行决力，但无论如何都没想到眼下这一幕。什么？楚渊皇也再度瞪大眼眸，接二连三的惊变悍然，让他的面庞肌肉都微微有些僵硬。至于安南境，神情则大喜过望。他本以为宁晨刚才瞬间解决掉上100尊武圣强者的手段就已经够诡谲了，没想到还有更恐怖的，不仅能轻松瓦解掉炼神阵，甚至让10尊皇室底蕴武神都纷纷跌落到武圣巅峰之境。我这位曾经平平无奇，只会躺平摆烂的废物夫君，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呀？安南竟忍不住感慨，但一对美眸却越来越亮。没有女人不慕强，只是她太强了，对一般男子根本不感兴趣，所慕的只会是更强者。曾经的宁晨平平无奇，躺平摆烂，胸无大志，他自然看着多有不喜，但眼下宁晨展现的另一面却是无敌强大，自信霸气，这让安南境一颗芳心迅速沉沦，双眼都快拉丝了。灭！大殿中央，宁晨并未在意周围之人的惊色，已是抬手朝着10尊皇室底蕴强者轻轻一挥，无可匹敌的至尊神力顿时席卷了过去。10尊皇室强者虽然第一时间抵抗，但跌落武圣巅峰的他们自然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一个个在惊恐骇绝的目光中纷纷暴毙而亡。扑通扑通，一具具武神尸身接连倒地，那种沉闷的声响像是一柄又一柄重锤般砸在楚渊皇内心。短短片刻之后，宽阔的天极殿中，所有皇室强者尽数泯灭，只剩下楚渊皇一个孤家寡人，孤零零的站立。可见他双目紧缩，冷汗直流，遍体都在生寒，整个人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超凡，他真的是超凡，武神巅峰绝不可能强到这种程度，只有超凡境才能够做到。而宁晨在解决所有皇室强者之后，那对始终镇定从容、自信无敌的目光望向楚渊皇。其实从某种方面说，楚渊皇还算是他的贵人，毕竟若不是他集贤妒才，他不可能入赘到安家，或许因此也不可能再开启躺平系统。所以这一刻，宁晨目光很肃重，一字一顿道：楚渊皇，接下来该轮到你了，你想怎么死？唰！闻听此言，楚渊皇的脸色变得尤为的复杂，难受、痛惜、愤怒、煞气等等神情依次泛起，但很快他的脸上只剩下了疯狂与狠辣。好，没想到我大楚皇室居然有一天会被逼到这种份上，既然如此，那就只能鱼死网破了。轰！当楚渊皇的声音落下，殿中异变，陡升。宁晨其实一直都有怀疑大楚皇室有武神之上的强者，甚至强烈觉得这个人就是楚渊皇，因为楚渊皇身上没有修为波动，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凡人，这无疑是此地无银300两。果然，直到此刻，楚渊皇终于不再隐藏了。只见他仰天大喝，那对眸子疯狂且狠辣。玉皇国运经！轰！喝声传荡间，整座天极殿产生剧烈的晃动，大殿上方顿时有密密麻麻玄之又玄的气运之力浮现，顷刻间犹如瀑布般砸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灌入楚渊皇的体内。武者境、武师境、武王境、武皇境，可见楚渊皇一身境界开始蹭然间节节暴涨，眨眼便越过武圣乃至武神，达到巅峰。明明还是楚渊皇，但相比刚才，身上俨然多出一种飘渺、伟岸、极度强大的超然气质，那赫然是超凡之境。宁晨诧异开口，目光灼灼，着实没想到，上一刻还只是平平无奇的凡人，下一刻却成就了高高在上的超凡强者。这种手段让宁晨这个开的了都倍感惊讶。夫君小心，这定是大楚皇室掌握的超凡传承。这时，安南竟像是想起了什么，赶忙提醒：不错。楚渊皇断喝，脸上早已恢复那种高高在上生杀予夺的威严。他冷笑道：这正是超凡传承，也是我大楚皇室世代昌盛的根基。宁晨惊讶后，只剩下好奇：你们大楚皇室既有超凡传承，你楚渊皇技能如此强大，何必畏惧南境娘子？为何不早使用这种手段？唰！此问一出，楚渊皇脸色有些难看，怒斥道：混蛋，你们以为朕不想直接必杀你们吗？可这玉皇国运经一旦施展，动用的乃是我大楚王朝的国运，那可是王朝根基，一些武圣武神死了，大不了重新培养就是，可国运一旦受损，对一方王朝来说极其严重，尤其是这国运还牵扯着上宗某位大人的利益。说到这里，楚渊皇却突然停了下来，摇头冷喝：朕用得着给你们解释这些吗？宁晨小儿，
如今你我都是超凡之境，那就来看看，今日到底是朕这张网破，还是你这条鱼死？当死字一落，楚渊黄周身一国气运汹涌，泛着璀璨光色，那属于超凡境的力量爆发。轰的一声巨响，这座雄伟高耸代表大楚王朝权力中枢的天极殿当场崩成一片废墟。恐怖浩大的力量裹挟着残垣断壁悬梁横柱，如画一条咆哮的土龙，朝着宁晨袭来。那种威势足以横杀成片成片的武神强者，狂暴的能量波动扩散冲击整座皇城。不知多少人的目光在这一刻凝望向皇宫。娘子且退！宁晨率先一挥袖袍，将安南竟送出安全的位置，而后一挥手，骤然拔出了长剑渊红。楚渊皇，你错了，今日没有所谓的鱼死网破，你可能是网，但我却不是鱼，而是捕鱼人。争！说到最后，宁晨一剑力斩而出，体内磅礴浩大的至尊神力瞬间转化成一道至尊剑力，一剑而已，当场将袭来的土龙斩灭。至于那些残垣断壁的废墟，更是崩碎成漫天齑粉，在金色骄阳的照耀下，仿佛无尽金雨泼洒。朕乃大楚皇帝，尔等刁民，今日造反，朕当以一国气运镇杀，以正朕之神威。轰轰！而一击未果，楚渊皇则是彻底陷入了暴走，滚滚气运犹如一条条大龙般在周身上下游动，超凡之力汹涌，或化璀璨拳印，或化炽烈巨掌，或化苍重大刀，或化锋利长剑等等，全部接二连三从四面八方轰击向宁晨。天穹轰鸣，大地震颤，各色光芒闪耀长空。夫君小心啊！看到这一幕，远处的安南竟忍不住惊呼出声。显然连他都没想到，不显山不露水，自从登基上位只会玩弄心术级贤妒才的楚渊皇，居然拥有这般可怕的力量。连他这个所谓的大楚第一女武神，在其面前都如同蝼蚁。哼，雕虫小技儿也敢用出在我面前卖弄。然而对此，宁晨冷喝一声，浑然不为所惧，手中渊红剑斩出一道赤色如血的长红剑芒，轻而易举便将袭来的各种杀势破灭一空。短短片刻之间，楚渊皇便是攻杀了上百次杀招，几乎将自身力量给催动到了绝巅，而宁晨却连一步都未退，便轻松化解了所有。这让楚渊皇的一颗心变得极其沉重，已然发现宁晨的实力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强大。楚渊皇，来而不往非礼也，接下来该我了。唰，霎时间宁晨动了，一步便闪到楚渊皇头顶，手中渊皇剑一挥，顿时涌现成千上万道剑气，光灿灿亮莹莹，犹如真实的金属长剑，一如密密麻麻的剑气洪流朝着楚渊皇倾泻。啊！楚渊皇惊呼，赶忙一扯扔出宽大的黄金龙袍。吼吼！伴随着一道道若有若无的龙吟，黄金龙袍扩展，顷刻间仿佛化为一重黄金色的神墙，其上所绣九龙更是活了过来，在墙面上游走，绽放出一股顶天立地固若金汤的厚重感。显然龙袍非凡，这种防御足以挡下铜镜超凡。可他终究小看了宁晨实力，身负至尊神体的他，主打的就是一个铜镜无敌。扑哧哧，当万千剑气激射而下，当场强势撕裂，洞穿龙袍所画的黄金色神墙，包括那9条游龙，或是被斩首，或是被断躯，于哀鸣中被斩灭。最后，万千剑气再无阻碍地笼罩住了楚渊皇。楚渊皇顿时发出一阵惨叫声，宛若遭到万箭凌迟，浑身血肉不断被剑气割裂贯穿，眼看着即将被活刮，楚渊皇彻底歇斯底里。可恶，朕给你拼了，继命燃运！轰！当楚渊皇的吼声一起，于他周身上下汹涌的异国气运顿时燃起一层烈焰，焰光如日。楚渊皇的力量竟是再度暴涨，但与此同时，他浑身上下的生机也在疯狂的流逝。显然，此乃同归于尽之法，欲要与宁晨鱼死网破。看着这一幕，宁晨却是冰冷无情的喝道：“想与我同归于尽，你还没有这个资格！至尊神体，天地同令，战！”吭！一声剑鸣惊九霄，整个皇城都开始剧烈震颤。这一刻，天明地亮，宁晨身上所闪耀而起的光彩，甚至已经盖过了天上出生的骄阳。至尊神体乃是系统首次奖励的无上神体，但一直以来，宁晨对至尊神体的开发不足1%，最多用的就是此体的挂机之能。直到宁晨晋升超凡之境后，这才福临心智，开发出至尊神体的一重玄妙。此玄妙名为天地同力，顾名思义，这一刻的宁晨与天穹、与大地、与山河皆同力。常言说得好，人力有穷尽时，而天地无极限。当此玄妙一出，宁晨浑身上下的至尊神威顿时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地步，似比天地更广，欲比日月更亮，要比万里山川雄厚。轰咔！当一剑压下，楚渊皇那正在燃烧国运、献祭生命的烈焰，宛若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瞬间熄灭，包括所有力量都如沙堡般土崩瓦解。不，这怎么可能？同是超凡，你怎会如此强大？这一刻，楚渊皇惊骇欲绝，早已亡魂皆冒。宁晨冷笑一声，不曾言语，但那种蔑视鄙夷目光，无疑在嘲讽他只是一个井底之蛙。这让楚渊皇脸庞变得无比扭曲，脸色接连泛起愤怒、不甘、绝望，最后变成了后悔。但不是后悔打压安南境，而是后悔当年千不该万不该将宁晨赐婚于安南境。他一直以为
赐了一个废物蛀虫给予安南境，谁曾想竟是赐了一个举世无敌的真龙。朕悔啊！最终在楚渊皇极致的绝望后悔情绪之中，其身躯在那道盖压天地的剑气下寸寸崩裂，血洒天穹，尸骨倾洒坠于天极殿的废墟之上。至此，大楚王朝第9代皇帝楚渊皇于登基11年后的寒冬之末陨灭。竟这一刻，唯有寒风呼啸，整个皇城都陷入死寂。不知多少人亲眼目睹了楚渊皇的死，更是见证了宁臣那举世无敌的绝代风姿。天啊！渊皇被击杀于皇宫，大楚王朝要变天了。那是安家废墟吗？原来他竟然这么强大！我居然曾嘲讽过他，恕罪，还望恕罪啊！废墟一朝成真龙，镇国神将真是好福气啊！彼时，天极殿的废墟之上，略微恢复一些的安南境，第一时间便冲到落地的宁臣近前，那对美眸早已充斥震惊、崇拜乃至拉丝的情愫。夫君，你好强啊！看着曾经在自己面前高冷且强势的武神娘子，如今崇拜的模样，宁臣内心自豪感爆棚，摆手笑道：“一般，不过是无敌而已。”嗡！然而就在宁臣内心飘飘然之际，1丈开外，楚渊皇死去的血骨中却突然升起异变，一声嗡鸣声响，一枚玉质的玺印陡然腾空。混账东西！谁杀了大楚皇帝，断了本圣子的一道运法？唰！伴随一道恼怒的喝声，万千灵光从玉玺中飘起，顷刻便于玉玺上空凝聚出一道虚影。那是一位大约30左右的青年，头戴玉冠，五官俊逸，但脸色却尤为的冰冷酷烈，一袭白衣飘列，称得上风神如玉，超然出尘。当宁臣观察到这道白衣青年虚影的刹那之间，内心竟是感受到一股十分沉重的压力，超凡之境，而且绝对不是一般的超凡之境。更关键是，此人不是本尊，而是一具神识分身。瞬间，宁臣便对白衣青年做出了判断，可这种判断却让他的内心再度沉重了3分。倒是一旁安南竟无感，感受不到对方的强大。唰！这时，白衣青年的目光也刹那落在宁臣身上，脸色恼怒：“混账！你是1圣2公3宗5门哪家弟子？竟敢杀此朝皇帝，断本圣子的运法！”宁臣默然回应：“我不明白阁下在说什么。我乃大楚人士，楚渊皇为君不仁，残害忠良，坑杀将士，我杀他乃是替天行道。”你竟是世俗武者？白衣青年目光略显诧异，旋即他便摇了摇头：“也罢，你既有侮辱灵，也算不义。本圣子给你一个活命机会，跪下做无知奴隶，本圣子便让你代替楚渊皇成为这王朝之主，继续为本圣子效力。”说话间，白衣青年双手腹背，脸色高冷倨傲，仿佛让宁臣做其奴隶是极大的殊荣。宁臣脸色沉下，冷冷回应：“阁下说笑了，不做那就死。”见宁臣敢拒绝，白衣青年脸色陡然迸发杀机，轰！霎时间，他一挥手，顿时有滚滚能量席卷，其威竟是比楚渊皇然祭生命国运还要强大。唰！宁臣脸色微沉，但并无恐惧，再度一剑斩出。至尊神体，天地在同力，浩大绝伦的剑力倾泻，顿时将白衣青年打来的力量破灭掉，甚至剑力冲击的白衣青年身影当即虚幻3分。混账！你好大的狗胆！白衣青年面色悄然一变，可骂声刚起，宁臣却再次挥剑了。狗你妈的头！看剑！吭吭！刚才那一剑显然让宁臣使出了对方的实力，虽然比刚才的楚渊皇强，但也强不了太多，至少以宁臣的战力根本不用出对方。随着剑鸣声，宁臣斩出一记又一记至尊剑力，当场将白衣青年身影斩得虚幻再虚幻。该死的蝼蚁！吾乃是真武宗圣子，你若敢噬灭我这具分身，待吾本尊出关，当灭尽你9族！白衣青年气急败坏，不断怒斥，但宁臣却置若罔闻。无论对方有多大的来头，既然已经得罪了，那就没必要再留情了，必须诛杀。10几剑之下，眼看这具分身即将烟消云散，自称真武圣子的白衣青年反倒是不再愤怒，脸色平静的可怕，眸中泛起冰寒毒辣。一只蝼蚁也敢挑衅巨龙，哪怕这只是一具微不足道的分身，也得让你付出惨痛代价。紧接着，白衣青年口中陡然爆发一道晦涩难懂的咒语，这些咒语一出，竟是顷刻间化形成密密麻麻灰色蝌蚪一般的文字。唰！这些灰色蝌蚪般的文字速度极快，宛若灰色闪电。宁臣刚刚看到，就已是冲入体内。顷刻间，宁臣浑身上下蒸腾的灵光变得暗淡。同一时间，白衣青年冰冷的冷笑声响彻而起：“哼，此乃毁人修行的绝灵咒，凡中咒者，其灵力会逐渐衰退，直到沦为一个废人。”这种毒咒让宁臣脸色惊变，但手中却是果断，再次全力斩出渊红剑。随着砰的一声炸裂异响，白衣青年的神识虚影彻底消散一空，唯有一道冰冷无情的余音残存：“小子，且在绝灵咒下苟延残喘吧，待本尊出世，必取你性命，而知9族都将被全部夷灭。”唰！宁臣脸色晦暗不明，赶忙第一时间落到地面，利用至尊神识内视检查自己的身体。这一内视，便发现他浑身上下的灵力皆暗淡，包括那一方灵海都失去应有的色彩，那种感觉像是被套上一层虚弱，
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直到它彻底废掉。绝灵，顾名思义，这是绝灭灵力的毒咒。唰！安南靖第一时间冲来，满脸的担忧与关切。夫君，你怎么样？刚才那人说的是真的吗？这绝灵咒真会让你的超凡修为废掉？娘子莫忧，既是咒语，就一定会有解咒之法。龙虎豹狼四军已至，先将大楚皇室彻底解决吧。宁晨提醒一声，安南靖只好暂时按下担忧，重振精神，开始指挥已经杀到皇宫的龙虎豹狼四军，清剿大楚皇室的军队以及死士。宁晨则是迈步来到楚渊皇尸骨前，一阵翻找，果然从其身上找到一块泛着荧光的玉简，显然正是大楚皇室历代所掌握的超凡传承。嗡！当宁晨神识探查过去，一股浩大的传承信息在脑海中绽放，转瞬脸上便涌现明悟。原来所谓的超凡之境只是一个统称，准确来说，超凡共有7境，从低到高分别为灵海、洞玄、万象、造化、大道、半圣、圣人。每个大境界又分初期、中期、后期、巅峰。无论是宁晨还是之前的楚渊皇，都属于灵海境初期。此外，其中还蕴含一卷超凡功法，名为玉皇国运经。此经十分特殊，只有帝皇方可修行，可让帝皇与一国气运绑定，从而踏入超凡境。理论上，只要国运越昌盛，帝皇就会越强大。这卷玉皇国运经绝对非同小可。宁晨挑眉，有些惊叹于这篇超凡功法的特性。只可惜玉简中并没有记载绝灵咒的解法，于是他只能将玉简收起，开始在大楚皇宫中查询各种典籍，期冀找到解咒之法。而在此期间，整个皇城则是陷入了一场血乱。安南进不反则已，一旦决定反了，没有任何心慈手软，凡忠于大楚皇室之人，统统灭杀，杀得人头滚滚，杀得血流成河，杀得尸首成山，一直持续2日，皇城的混乱这才终于结束。苦矣！彼时皇宫藏书殿，宁晨一颗心凉了大半截，因为根据诸多古籍来看，绝灵咒是无解的毒咒，一旦中咒，就只能苦熬，一直到彻底废掉。草啊！我这才刚无敌多久，就栽了这么大一跟头，我特么就不该暴露身份，应该老老实实躺平的。宁晨大骂不已，整个人显得十分懊恼与后悔。毕竟之前躺平1年，都稳稳当当没出过幺蛾子，谁知就浪了这一把，结果就出事了。夫君，这时安南靖与龙虎豹狼四将一同找寻过来，其身后还跟着安福、楚葵、柳英等安家人。安南靖率先问道：夫君，大楚皇室已经被解决了，你怎么样？有没有找到解咒之法？没有，据古籍记载，此咒完全是无解之咒。宁晨摇了摇头，脸上浮现出一言难尽的神色。什么？安南靖美眸顿慌，其余之人也是脸色大变。这岂不是说眼前的宁晨注定要废掉了？该死的列位白衣青年到底是什么歹人？我安家好不容易出来一个如此强大的真龙快婿，难道刚刚出世就要黯然陨落吗？不，一定有办法的，命运不能如此对你。毕竟宁晨以废物赘婿的身份在安家躺平这么久，一朝出世本应惊艳天下，受到所有人的羡慕尊崇，结果却惨中绝灵毒咒，从此注定要沦为废人，这是何其的残忍！安南靖双眸通红，开始亲自翻阅那些古籍，结果所能找到的结果全都是此咒无解。夫君，这都怪我，都是我连累了你啊！看着自责愧疚的安南靖，宁晨却是摇头道：娘子，你无需如此，这不是你的错。而且这绝灵咒虽然很毒，但也不是3-5天就能废掉我的，时间还长，会有办法的。宁晨脸上并没有太多慌乱与绝望，虽然典籍记载此咒无解，但别忘了他可是开着的，他就不信躺平系统的奖励解决不了绝灵咒。不过这种事他也不好对安南靖解释，于是摇了摇头，不再在这个话题多言，一挥手顿时将一条从皇宫搜出的崭新龙袍披在安南靖的身上，目露笑意道：娘子，天冷了，该加件黄袍了。看着披在身上的黄金色龙袍，安南靖欲要挣脱。夫君，若是没有你，我早就死了，焉能推翻大楚皇室？这黄袍理应你。宁晨却强势将黄袍按在安南靖肩头上。娘子，这一点你可没有北选了解我，我不喜权力，只想躺平，没有兴趣做王朝之主。况且我已中绝灵之咒，所以这方王朝当迎来一位前所未有的女帝。同一时刻，骁龙岭、虎夜豹、方狼四将接收到来自宁晨的传音，赶忙纷纷跪地拜贺：我等参见女帝陛下，女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紧随其后，安家之人以及远处黑压压犹如潮水一般的100万大军亦是齐齐跪地恭贺。最后包括皇城800万居民也在朝皇宫方向跪拜。毕竟这几天楚渊皇的所作所为全部被扒出，其贤度才且不提，居然勾连北蛮国坑杀10万将士，这种行为简直令无数人为之唾骂。再加上安南靖以往积攒的声望与威名，此次黄袍加身完全是天命请受，众望所归。看到这一幕，安南靖美眸微凝，也不再推辞，直接原地登基称帝，将国号大楚改为大宁。至于这个宁字，自然是宁晨的宁，为了纪念宁晨的功劳，毕竟若没有宁晨就没有大宁。宁晨本想否决，
却没有熬过安南境，只得同意。而在此之后，宁晨能感受到绝灵咒下体内灵力一日日衰退，虽然这个过程并不快，但这般下去，迟早有一天他会彻底废掉。因此，他几乎每日都期盼着躺平系统的奖励。叮，恭喜宿主躺平1年03天，获得奖励10颗天地灵石。叮，恭喜宿主躺平1年04天，获得奖励3株千年人参。叮，恭喜宿主躺平1年05天，获得奖励下品灵物玄犀玉。直到这一日。叮，恭喜宿主躺平1年01周，获得特殊奖励先天一气诀。先天一气诀，一口先天气，涤荡万年参，呼吸即可洗涤灵力，以此壮大修为。当看到这一道特殊奖励，宁晨内心大喜过望，深知解决绝灵毒咒的办法怕是来了。嗡！果然，当宁晨将先天一气诀掌握后，口鼻间顿时涌现出一口无形无色的先天气。随着每一次呼吸，这口先天气便在体内循环往复，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洗涤着体内的灵力。每呼吸一次，灵力就会凭空壮大一些。当然，同一时间，绝灵咒也在他体内绝灭灵力，但可以明显看到，绝灵咒诀灭灵力的速度远不如先天一气诀壮大灵力的速度。结果就是，绝灵咒好不容易绝灭1缕灵力，先天一气诀已壮大3缕灵力，一来二去，他的修为不仅没有衰弱，反而增强了。呼，总算是解决掉这个隐患了。感受到这一幕，宁晨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不过对此他并没有声张，甚至就连安南境都未告知，只偷偷回了一趟安家，将自己惯用那张藤椅搬到曾经的大楚后宫，也是如今的女帝宫。这皇宫之中，百花争艳，风波凉亭，歌舞升平，躺平的环境比安家还要好上很多。以后我就在这女帝宫中老老实实的躺平，说什么也不能再出去瞎几把浪了。最后，宁晨舒舒服服躺在藤椅上，不断告诫着自己。虽然此次绝灵咒没有废了自己，但也给自己敲了一个极大的警钟。还有那位被他斩灭掉分身的真武圣子本尊，也始终是个大雷，不知什么时候就爆了。所以于己于敌，他都必须好好躺平。只是计划没有变化快，他刚决定不再出事，第二日就不得不带着安南进飞离皇城。不是不想躺平，而是有一件事他必须亲自去做，那就是接小姨子安北雪归家。尤其当想起与安北雪那复杂禁忌的感情，宁晨就有些头疼，只能提前透露道：南靖娘子，有件事我得提前和你交个底。什么？安南靖一边飞行一边转头问道。今日踏着一袭素衣，随风飘猎，绝名空俗。宁晨郑重道：我与北雪2人相爱了。此话一出，宁晨本以为安南靖会陷入震惊，或者会目露愤懑，甚或者会怒骂自己。结果安南靖却远比他想象中的平静，沉默良久，这才悠悠道：我知道。听到这种回答，宁晨脸上顿时升起不可置信。什么？你居然知道？唰！安南靖突然没好气道：我当然知道，我与北雪可是自幼相伴到大的孪生姐妹，就算不是心有灵犀，也至少能看懂她的情绪。我虽归家不多，但每一次回家，我都能够看出我妹妹对你的爱护、喜欢以及依赖。尤其你我3人一同前往大楚宫宴那次，我太清楚北雪的眼神了。小时候，我每无意间抢走她喜欢的玩具，她就是那种眼神。可说到这里，安南靖苦笑道：这种事情我如何能挑明？只能一直假装看不穿罢了。宁晨叹息一声：那你今日为何肯挑明了？唰！安南靖突然停了下来，美眸直勾勾看着宁晨，那张孤峭冷艳的脸颊涌现出一抹肃重的决定。因为我已经决定让北雪也嫁给你，从此以后我们姐妹2人共侍一夫。啊！宁晨张了张嘴巴，陷入了震惊，全然没想到这种混账话能从安南靖口中说出。啊什么啊！我连造反都造了，与我妹妹共侍一夫，又有何不可？安南靖话说得响亮，但脸上明显飞起一抹窘红。而转瞬，他反问道：除非夫君你不愿意？闻听此言，宁晨只觉得犹豫1秒就是对自己本心的不负责任。愿意，我太愿意了，如此奇人之福，我做梦都想啊！安南靖这才轻松口气，了一声，随后继续朝前飞去。那好，我们接北雪回来成亲。接下来的路程，宁晨速度都不由得提升3分。很快，他便带着安南靖一起赶到安置安北雪的破庙。如今山间积雪已融，到处泛着哗哗流水声，使得此间颇为的安宁悠远，洗涤人心。一落到破庙院内，宁晨便急不可耐地呼唤道：北雪，快出来，我与你姐姐来接你回家了，知道吗？你姐姐已经同意你也嫁给我了。一边呼唤，宁晨与安南靖一边进入了破庙中。然而一进入破庙，2人就愣住了。只见并不算宽阔的破庙之内并无安北雪的人影，甚至就连庙中那一团篝火都熄灭很久了。怎么回事？难道去打猎了？不应该啊，这几个月我一直在让银鬼为他送生活物资啊。宁晨疑惑，一震身，赶忙将银鬼从脚下唤出。银鬼却摇头道：主人，我也不知道北雪主母去哪了，我上一次来乃是10天前，那时她还在呢。宁晨有些急了，正打算出离破庙去周围寻找，却听安南靖呼唤一声：夫君，这有北雪的信。宁晨一震，赶忙来到近前，与安南靖一同观阅。姐姐姐夫，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离开大楚王朝了，请原谅北雪的不辞而别。我实在无言面对姐姐，我爱上了姐夫，爱得无法自拔。可我知道这种爱是错，是罪，是不知廉耻，所以我只能就此离去。好在听说姐姐已从北蛮脱险，安家也无危。对了，姐姐，你还不知道吧？姐夫可不是废物，而是一直守护我安家的神秘武神哦。曾经你一直为姐夫是废物而不喜，以后当你知道姐夫是一个绝世强者后，一定会很激动吧？所以以后可就要好好对姐夫哦。我走后，你们一定要相濡以沫，白头偕老，争取生几个大胖小子。嘻嘻，真好啊！你们不必找我，也不必挂念，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若是我能放下，或许会回来的。北雪亲笔。虽然安北雪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坚韧与笑意，但信纸上的干涸泪痕却暴露了她的悲伤。宁晨与安南靖两人看完信之后，无不怅然。尤其是安南靖，素来以坚强著称的她，那对美眸之中竟也是止不住滚落两行清泪。妹妹啊，你何必离家出走？以我自幼相依为命多年，姐姐怎会将你的感情视为罪错不知廉耻？为了你的幸福，姐姐早就想好与你同共侍一夫了。宁晨也是内心大叹，只觉得有些造化弄人。之前安南靖不曾挑明，安北雪只能悲哭心伤。如今前者刚做出决定，结果安北雪却走了。娘子，先回去吧，下令多派遣人手去寻。最后，宁晨与安南靖重新回到皇城，派人寻找安北雪，但两人明白希望渺茫，毕竟北雪信中并没有提及要去啊。世界之大，想寻一个人，无疑是大海捞针。果然，接连10数天都没有什么消息。直到这一日，安南靖神色郑重地找到宁晨。宁晨，北雪虽然离家，但我的决定不会变。她不在，那我这个姐姐便带她与你成亲，等她日后回来，她就是你的娘子啊！听到这种话语，宁晨都忍不住张大了嘴巴。可安南靖显然是认真的，不到半日就让人在女帝寝宫中布置成了红色喜庆的婚房。于是宁晨只好同意，让安南靖代替安北雪，两人于腋下烛火映照下举行了婚礼。最后，宁晨做梦似的来到于床榻端坐的安南靖前方，红纱盖头，喜气盈盈，一如刚穿越那夜。南靖娘子，宁晨轻吸一口气，探手微微掀开了红盖头，其下露出那副精致无瑕宛若画中仙子的脸颊。夫君，今夜没有南靖，只有爱你的北雪。可见安南竟抬起那对美眸，含情脉脉，柔婉明媚，隐隐约约之间，仿佛真是北雪归来。北雪，宁晨微微呆滞。当初妹妹北雪扮姐姐南靖，扮得天衣无缝，而今姐姐南靖做妹妹北雪，做的一模一样。夫君，北雪爱你，很爱很爱，今夜要了北雪好吗？当安南靖做安北雪的声音回荡，已是主动褪去红色嫁衣，露出一副曼妙玲珑的玉体。哦，看到这一幕，完全双重刺激下的宁晨如何把持得住？顿时一把将安南靖扑倒床上。不一会，月上乌梢，房间尽是旖旎春色。大周王朝，一方国运国力丝毫不弱于大楚的王朝，而且与大楚王朝乃是千年的宿敌。大周皇宫御书房，大周皇帝周天雄正在龙椅上观看一份密报。大楚第一女武神安南靖谋反，如今大楚皇室已灭，安南靖称女帝，改号大宁，同是真武宗下辖9大运朝之一。楚渊皇至少有临海后期，怎会被一尊武神境推翻？原因是宁晨，安南靖那位废物夫君竟是一位超凡强者，强势斩杀掉了楚渊皇。当密报读到这里，周天雄眼神中浮现出沉凝。毕竟世俗王朝中一位不靠国运修成的超凡强者，绝对是一个异类，足以让人畏惧。不过当他看完全部密报后，却又舒了一口气。还好他得罪了真武圣子神识分异，中了无解的绝灵咒，修为注定废了。沉默片刻，周天雄脸上野心勃勃，暗自狞笑。呜哈哈，既如此，此乃天赐良机。大宁王朝新立，安南靖刚刚称帝，就算修了玉皇国运经，一身实力也绝不可能与朕相比。9大运朝，只有我大周与大宁交界，近水楼台先得月，完全可以趁机开疆扩土，增强国运。若能够吞并大宁王朝的所有疆土，或许朕能靠着2国气运，从此晋升洞玄。不过唯一要小心的是，距那个宁晨彻底废掉阴虚1年半载，那就先暂时等上一等，待其彻底废掉，即可发兵。大宁王朝女帝宫。自从那一夜安南靖带妹成亲之后，与宁晨之间再无什么隔阂，成为了真正的夫妻。这一日，两人又一次欢愉之后，宁晨突然道：“娘子，可想有武入林，晋升超凡之境？”此话一出，俏脸之上潮红余韵未退的安南靖精神一振，当然，此乃我之心愿。宁晨这才点手，挥手将那块玉简拿给安南靖。此乃大楚所掌握的超凡传承，我已经研究多日，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其中有一卷玉皇国运经，只有像你这种王朝之主方能修行。听完，安南靖迫不及待用灵诀观阅这块玉简。良久之后，他这才消化完毕，双眸明如灯火。超凡7境，临海洞玄万象，果然武无止境。这卷玉皇国运经，竟是国运越昌盛，自身越强大，这岂不是代表潜力无上限？宁晨点头称是。不得不说，这卷超凡功法
极其适合安南境。毕竟想要国运昌盛，最好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征战八方，开疆扩土。而这也是安南境一直为大楚王朝、为楚渊皇干的事。只是相应的，这也是最大的缺点，因为一旦王朝国土分裂，国力下降，就会影响自身。这也是楚渊皇之前忌惮打压安南境的原因。毕竟若安南境带领100万大军反了，尤其割地自立成皇，楚渊皇的实力怕是会大打折扣。娘子，此法有利也有弊，一旦休了，你的命运就要与大宁王朝彻底绑定了。你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要考虑清楚。宁臣开口，谁知安南境根本没有任何的犹豫，几乎斩钉截铁回应：无需考虑，我休。一来晋升超凡之境一直是他内心的追求，二来他知晓那个自称真武圣子的白衣青年迟早会来报复。宁臣却中了无解的绝灵咒，他只有也晋升超凡才能代替宁臣守护，所以无论于自己、于宁臣，还是于整个大宁王朝，这卷玉皇国运经他都必须修。嗡！决定后，安南境潜下心开始修行玉皇国运经。须知他自幼天赋悟性就奇高，哪怕玉皇国运经乃是超凡功法，也没有拦住他多久，仅是几日时间便将玉皇国运经修成。嗡！可见他轻轻一震，头顶之上便是汇聚出滚滚气运之力，这些气运之力全都是大宁国运。破之后，当安南境一合，接引这些国运入体，那属于武神九重的凡俗武力瞬间产生蜕变，滚滚灵力衍生汇聚成海，眨眼间一股澎湃的气息便是冲霄而起，荡开了天穹云层。超凡第一境，灵海境成。恭喜娘子晋升超凡。宁臣出声恭喜。安南境自然欣然，不过他也知道自己虽然成就了灵海之境，但只是最低的灵海初期，而且由于大宁王朝刚刚兴立，推翻大楚皇室的动荡还未消失，他的灵海境界并不稳固，需要他好好修身治国平天下，唯有王朝安稳，国运昌盛，他的境界实力方才更稳更强。上朝。于是安南境迫不及待换上黄金龙袍，脸上恢复那高冷强势的威仪，去整治王朝去了。对此，宁臣摇头一笑，并没有插手王朝国事的想法，只想一味的在女帝宫安静躺平，期间或是品茗尝茶，或是钓鱼赏花，或是载歌载舞等，整个人要多舒服有多舒服，要多自在有多自在。定！恭喜宿主躺平1年01个月，获得奖励100颗天地灵石。定！恭喜宿主躺平1年03个月，获得奖励10株3叶灵草。定！恭喜宿主躺平1年06个月，获得奖励极品灵树灵犀指。定！恭喜宿主躺平1年09个月，获得奖励极品灵气玄银枪。时间匆匆如白驹过隙，1月接着1月过去，可见如今随着宁臣的躺平时间越来越长，所获得的奖励也是逐渐超越了世俗之物，大都已经是对应超凡之境的灵级事物。当然在灵级之上还有真级圣级等，不过对于灵海境灵级已是珍惜无比的事物了。眨眼间宁臣便在女帝宫中躺了将近1年。将近1年后，宁臣修为在至尊神体与洗灵之法的双双加持下，已然破入洞玄。所谓洞玄，则是开辟出神识洞府，让神识落定，不再虚无缥缈，这个境界玄之又玄。当然期间没有人知道他突破到了洞玄境，就连每日在一起的安南竟都没能看出，还一直以为因绝灵咒他的修为正在日夜下降。为此安南竟对宁臣几乎是百依百顺，就连各种姿势都是任由他摆，显然想以此补偿他，这让宁臣躺平的快乐增加了不知多少倍。然而这一日，宁臣发现退朝后的安南竟脸色沉重，甚至那刚刚达到灵海中期不久的修为都有些紊乱，明显出事了。果不其然，宁臣一问才得知，大周王朝聚兵100万攻占了大宁边关。大周王朝原本就是大楚王朝的宿敌，两国经常在边关摩擦，可这一次大周皇帝周天雄明显野心勃勃，想吞并我朝。我估计对方应该也修有玉皇国运经，并想以此提升境界。安南竟开口将已经掌握与推测的消息说出。唰！宁臣眉宇微蹙，这无疑就是之前他所担心的玉皇经之弊端，一旦王朝生乱，安南境也会跟着出事。不过下一刻，安南境目光却突然变得炯炯有神，战意如火。不过这同样是我变强的好机会，大周王朝既然想打，那就打。我已决定不日后御驾亲征，带领龙虎豹狼100万大军驰援边关，甚至是反攻大周。对此宁臣并没有发表什么言论，毕竟他现在只是饱受绝灵咒毒害的废人而已，唯有内心隐隐有些不安。若大周皇帝也修育皇国运经，岂不是说与那真武圣子亦有关系？万一他身上也有真武圣子的分身，南境娘子此次御驾亲征，岂不是有危险？宁臣眉宇蹙起，虽然他极其不愿意再出手，但事关安南境的安危，他如何放心得下？就在宁臣想着要不要暂停躺平出事去保护安南境之际，躺平2年的奖励如约而至。定！恭喜宿主躺平2年，获得超凡神通身外化身。身外化身超凡神通一旦施展，可以凝练出身外化身，化身将拥有本尊7成实力，化身若是灭亡，不会对本尊产生影响。唰！当看到
这一道特殊奖励后，宁晨眼睛顿时大亮，这还真是瞌睡刚来系统就送枕头啊！有了这身外化身的超凡神通，他大可以本尊在女帝宫躺着，让神通化身去保护安南境。虽然化身只有本尊70%实力，但他如今可是洞玄境，哪怕70%实力也足以横扫灵海境。况且相比于本尊的安危，若是安南竟真遇到什么不可敌的危险，化身大不了舍命拯救，毕竟化身纵然灭了，也对本尊产生不了影响。童子，帮我修行身外化身。最后，宁晨迫不及待让系统帮忙掌握了这一道神通。嗡，初步掌握后，宁晨便开始凝聚这具身外化身。可见浑身上下的璀璨灵能、至尊神力，包括血气、神识、意识等等，全都是分化出一缕缕，于眼前迅速构建凝出一具人形轮廓。既已化身出世，那就不能以本尊样貌示人了，必须捏一个完全不同的脸庞。宁晨内心一边思索，一边为化身捏造长相。短短片刻之后，一具身外化身便已是具出，可见与宁晨本尊不同，眼下这具身外化身乃是一个长相普通、身材五短的少年。而后，待宁晨又为其穿戴上一系灰色长袍，整体更显得平平无奇，毫不引人注目，妙极。不过，当宁晨激活这具身外化身之后，顿时发现自己明显分化了一个化身的视角，其身躯完全随自己心意掌控，与本尊身躯没什么两样。这种妙处让宁晨感到十分满意。如今身外化身已成，只待出兵了。很快，几日后，皇城之外，龙虎豹狼四方100万大军集结，黑压压的士兵宛若潮水一般，一眼望不到头。在其前方，足有10尊武神，上百位武圣屹立。最强的骁龙鳞、虎夜豹方狼四将已达到武神9重，至于安抚楚葵柳英等人，也已成就武圣巅峰。之所以如此，一切都要归功于宁晨随手赐下的灵物。这些灵物对于灵海境都有帮助，更何况是世俗武者，所以才会在1年之内让大宁王朝多出这么多武神武圣强者。当然对此，宁晨自不会透露躺平系统的存在，只说这些都是他曾经得到的一些宝物，如今他已经废了，用不到了，自当赐下。至于眼下，相比于一众武神武圣等武者，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在100万大军的最前方，那里坐落着一辆豪华奢侈、雕刻着龙凤的黄金战车，战车之上，安南竟在其上站立。今日的他已经褪去龙袍，再度穿上了金甲，手中持着一杆崭新的银枪，此枪不是凡物，亦是宁晨从系统那里得到的极品灵器。身披金甲，手持银枪，身后还系着红色战袍，远远望去，英姿飒爽，宛若女战神林氏。诸位将士，大周举兵100万犯我大宁边关，甚至有亡我大宁之心，我等该如何？当安南境喝声传荡，100万大军顿时齐齐回应：杀杀杀！杀字惊天，冲荡云霄，震动着方圆100里范围。很好，事不宜迟，全军随阵亲征。最后，随着安南境的黄金龙凤战车一马当先，身后黑压压的100万大军顿时卷着杀气起兵，宛若一条钢铁长龙，浩浩荡荡驰援边关。对此，早已准备好的宁晨当即一挥手：娘子出发了，身外化身也跟上吧。唰的一声，那名平平无奇少年模样的身外化身当即一个闪身，便是暗中跟上了大军。宁晨一个后仰，本尊舒舒服服地躺在藤椅上，至于心神早已与身外化身连通在一起。可见在身外化身的视角下，安南竟带着龙虎豹狼100万大军一路上都不曾停歇，一直急行了3天3夜，这才赶到了目的地。两界关乃是大楚，也是如今大宁与大周的边关重城。如今此关却是被大周军队所攻占，甚至连带着两界关为中心的方圆100里边境驻扎着上百万的大周军队，气势惊人。杀！而一赶到边关，安南竟根本没有任何的试探，带领100万大军果断出击，攻向大周军队。两国大军顿于两界关地界展开激烈厮杀，一时间双方杀得血流成河，尸骨堆积成山。战场上，安南竟一马当先，驾驭黄金战车冲击战场，那临海中期之境的修为完全无人可挡。然而殊不知，大周军队的后方却有一道目光将其盯住。大宁女帝来了，果然啊，心潮刚立。她的修为只有临海中期，完全不足为虑。可杀！两军战场之上，云层中，宁晨化身隐立于此。通过敏锐的洞玄神识，他第一时间便感受到大周军队后方隐藏着一尊超凡境的强者。虽然具体境界感受不到，但绝超不过临海境。轰！果不其然，下一刻，大周军队后方突然间爆起一股属于临海后期之境的超凡气息。紧接着，一位身着盔甲、手持龙刀的雄伟男子横贯长空，径直朝着安南竟杀了过去。大宁女帝，大周皇主周天雄，候你多时了，今日进入了这方战场，就不用回去了。轰咔！周天雄的喝声在灵能加持下响彻整个战场，隔空便朝安南境所在的黄金战车劈斩。一道血亮狂暴的刀光犹如飞瀑般倾泻过去，所过之处空气剧烈爆炸，四方乾坤都在扭曲，不知多少大宁将士被这一刀惊破了胆。哪怕是骁龙4将那般的武神强者都如临大解。临海后期，黄金战车上，
安南境自然也在第一时间凝眉，根本没想到大周皇帝周天雄居然在埋伏他。可他16岁就南征北战，大小战斗不知打了多少场，哪怕此时面对一尊临海后期强者，照样临危不乱，第一时间便是挥动手中银枪，周身国运汹涌，其上银纹一圈圈点亮，直到最后，他猛然将手中玄银枪刺了过去，咚！枪芒与刀气刹那间便在半空对撞在一起，一股狂暴无匹的劲气瞬间浩荡了天上地下，双方士兵犹如狂风下的杂草，成片成片的伏倒。对抗数息，枪芒与刀气这才双双炸裂成空。砰！当强大的反震之力席卷，安南境坐下的黄金战车当场4分5裂，只能被迫腾空飞起。至于周天雄，则是被逼停在半空，目露诧异。好一柄银枪，绝非普通灵器。他能看出，若不是安南境手中那柄银枪，对方仅靠临海中期之境，绝非是自己的对手，至少不可能在自己全力一刀下毫发无损。周天雄，大宁与大周井水不犯河水不好吗？为何要入侵我大宁？真当我大宁是好欺的吗？来到天上，安南境金甲泛光，银枪流转，寒芒，身后系着的红色披风更是随着罡风飘裂，整个人英姿飒爽，战意如长虹般惊世。你说对了，就是看你们大宁好欺。周天雄冷笑，毫不避讳自己的野心与目的，都是真武宗下辖运朝，修育黄金的。你应该知道，我等想要进步，唯有开疆扩土，增强国力，否则一辈子只能原地踏步。如今你们大宁刚立，玉黄金还没修到家吧？如此大好机会，我怎么会眼睁睁放过？说到这里，周天雄突然一笑，当然，你若肯识相，下旨将一半的大宁国土割给我大周，我即可退兵，给你与大宁留条后路。毕竟同是那位年轻大人布局落子的运朝，我也不能将事情做得太绝，不是吗？唰！闻听此言，安南境却是没有任何的考虑，断然拒绝。让我割地，简直做梦！做梦！好，那就休怪朕不客气了。遭到拒绝，周天雄一对虎目顿时变得冰冷森寒。霎时间，他再次爆发，那属于临海后期的灵力从体内汹涌浩荡，手中大刀铿鸣震动。而后，他便提着大刀朝安南境发动狂猛攻杀。杀！安南境则是没有丝毫示弱，亦是提银枪迎杀。轰轰当当当，两军战场上空，周天雄与安南境两位超凡强者一经碰撞之后，便开始了激烈交锋。大刀震动，长枪嗡鸣，刀枪不断在空中快速交击，不仅传出阵阵震天之响与金属爆鸣，还激荡起大量细碎的刀气枪芒，璀璨炽耀。狂暴无匹的冲击波一圈圈不断浩荡天上地下，两国不知多少将士都为之震动悍然，甚至到了最后，两国战场都隐隐停止了厮杀，所有人都仰天纷纷观望着两人的厮杀，因为双方将士都知道，这场战争最关键就在于安南境与周天雄这两个超凡境的战斗，谁要是赢了，至少能奠定至少70%的胜利。有极品灵气玄文银枪在手，南境娘子纵然只有临海中期，也足以战平临海后期的周天雄，甚至南境娘子战意如虹，长此以往，还有胜利之望。彼时，屹立云层之上的宁晨并未直接出手。砰！果然，上百回合过去，安南境浑身上下的战意已极为浩大，加持在那柄玄文银枪上，一枪扫去，当场将周天雄给击得倒飞出去，浑身气血剧烈翻涌，握刀的虎口都崩裂了。好，女帝陛下神威！看到这一幕，在场的大宁将士无不振奋大喝，士气大增，战意如虹，反倒是大周愁云惨淡。然而下一刻，周天雄脸色并未畏惧，反而狰狞一笑，好一个女帝，还真有些小瞧了。没想到你一个临海中期竟能压制我一个临海后期，难怪曾经的你被楚渊皇视为大敌，一招成就超凡，还真是比他强上不少。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能有任何保留了。当话语说到最后，周天雄陡然一震，那雄伟魁梧的虎躯，一股国运轰然灌顶而入，修为当场突破，从临海后期晋升了临海巅峰。轰！巅峰一成，周天雄一身力量至少暴涨了数倍。当手中大刀再次展出，安南境当即节节败退，哪怕极品灵气玄文银枪带来的加持也抹不平，足差了2个小境界，再加上周天雄更是施展出一技既是大力神足以开山裂江的灵法。噗！短短瞬间，安南境接连喷血，局势被逆转。喂！最后，在大周100万将士振臂高呼的威字之下，周天雄杀机炽烈，朝着安南境斩下最强一刀。这一刀威能强绝，安南境就算不死也要重伤。然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高层云天陡然崩开，一道冰冷无情的冷喝声传下。唰！伴随冷喝，一道灰袍身影顷刻落在安南境身前，抬手便是一指点出，当场点中斩下的大刀。当的一声震耳爆鸣，大刀当场被崩飞，连带着持刀的周天雄也在这一刻如遭雷击，身影狂洒鲜血，足暴退了几10丈才停下。呆一停下，周天雄忍不住痛叫，脸上再也没有什么从容，只有满目的惊悚以及悍然。须知他靠着自身底牌境界以至临海巅峰，结果现在却被人一指点败，甚至遭到重创，这简直不可想象。
你是谁？难道是那个宁晨？你不是已经中了绝灵咒，被废了吗？夫君。同一时刻，被救下的安南竟也是脸色一正，下意识也以为救下自己的乃是夫君宁晨。可是当他第一时间定睛看去，却发现施救者长相平平，身材五短，根本不是宁晨。你是？看着眼前这道极为陌生的身影，安南竟疑惑。宁晨控制着身外化身转过眸子，对这具化身的身份早备好说辞。隐士门无名。隐士门无名。安南竟更疑惑了，自然没听说过宁晨湖州的身份，正打算追问，对面的周天雄却是饱含愤怒道：可恶，你既不是宁晨，甚至连安南境都不认识，为何要助他与我大周作对？这时安南境的一对美眸也是好奇的望来，显然这也是他内心的疑问，对这个突然出现一指击败周天雄的隐士门无名很感兴趣。我隐士无名做什么事，何须与你这种垃圾解释？这时宁晨故作强势与霸道，目光充斥蔑视，这让周天雄脸色难看，眼眸中浮上极致怒火。但考虑到宁晨刚才展现出来的强大实力，他只能忍下，赶忙搬出身后的靠山。阁下，我可是真武宗圣子钦点的运朝之主，你若是敢杀我，那就是与真武宗圣子作对。本以为搬出真武宗圣子会让宁晨感到畏惧，谁知宁晨却冷笑一声，目露蔑视。什么真武宗，不入流宗门，也配与我隐士门相比？还有那什么真武宗圣子，不过垃圾耳，将他叫出来，看我隐士无名一巴掌扇死他！唰！此话一出，周天雄惊退两步，脊背直冒寒气。须知真武宗那是何等庞然大物，天星大陆三宗之一，能在其中任圣子更是地位超然。可眼前的宁晨却一副视真武宗以及其圣子如垃圾蝼蚁的态度，这无疑是彻底吓住了他。你叫不出来，那就没办法了，赐你一死。看着恐惧的周天雄，宁晨冷冷一笑，再度出手，灵犀一指，轰咻！只见他再度故技重施，朝着周天雄点出一指。此法乃是极品灵法，一指之威，急速可怕。尤其是这具化身足有本尊7成实力，周天雄哪怕有灵海巅峰境，也根本扛不住。不，可见在周天雄惊恐且绝望的目光下，这一道指光洞穿了他所有的国运、灵能等防御，最后径直在他的眉心处洞穿出一个血洞，全身生机宛若泄了气的皮球尽数流逝。嗡！而也就在周天雄身陨那一刻，他身上顿时有神识灵光升腾，眨眼间便凝聚一道身影，长相俊逸，一袭白衣，风神如玉，出尘超然，不是别人，正是那位真武圣子。混账！谁杀了周天雄，断了本圣子在大周王朝的运法？熟悉的身影，熟悉的怒喝，果然啊，这家伙不仅掌控着大楚，还掌握着大周。如此推算，恐怕周边一众王朝亦在其掌控之中。看到这熟悉的一幕，宁晨眉宇微微有些凝重，但动作却不慢，第一时间便张手抓了过去。这一抓可不是普通的一抓，五指之上全都汹涌起灵犀之光，顷刻形成一只灵犀大手印。啊！你是何人，竟敢对我动手？你知不知道？真武圣子惊叫一声，又想搬出自己本尊身份。得，早就知道你是真武圣子了，我好害怕，我好恐惧。行了吧？宁晨一边故作姿态，五指却已是临近对方。可恶！真武圣子大骂不已，全然没想到宁晨明明知道他的身份，居然还敢对他分身动手，只能赶忙爆发，欲要破灭抓来的灵犀大手印。但转瞬，真武圣子脸色就变了，因为根本抗衡不了，半步洞玄。不，洞玄，这方王朝怎会有如此强者？你到底是什么人？杀你者，隐士门无名。宁晨冷喝一声，轰的一声，灵犀大手印彻底抓中真武圣子，可怕指光当场将真武圣子身影抓出5道裂痕。真武圣子这道神识分身当即发出痛叫与怒吼。可今时不同往日，如今宁晨的化身已是能稳压制对方的分身。期间，宁晨还在利用至尊神识强行掠夺对方的记忆，毕竟知己知彼方才能百战百胜。他早已得罪死真武圣子，却连对方的真实姓名都不知，这太被动了啊！混蛋，待我本尊出世，绝不会放过你！砰！感受宁晨的动作，真武圣子顿时于怒斥中自爆，强大的力量将宁晨都冲得倒退数丈，但最终在他五指间仍残余着一些记忆灵光。嗡！当融合这些记忆灵光后，顿时浮现一些记忆，虽然不多，但还是让他摸清了对方一些底细。原来这真武圣子名为赵浩，修的乃是气运道，总共在世俗界足足布局了9大运朝，除大楚、大周外，还有大黎、大炎、大元等7大王朝。这些记忆已然通过化身传入宁晨本尊的脑海，这让其眸子升起一抹杀意。这一众王朝皆是隐患，绝对不能留。彼时两国战场，看着连真武圣子分身都杀了的宁晨化身，安南竟俏脸震动，随而第一时间上前道谢：多谢阁下帮我解决大敌，此恩没齿难忘。无需谢我隐士门人最近需入俗世染红尘杀劫，若是可以，在下愿意充当贵朝的先锋大将。这时宁晨主动提出加入大宁王朝，这也是为自己这句话身日后的行动寻一个方便。好啊，我大宁求之不得。安南竟自然大喜。最终宁晨化身扫视一眼早已陷入混乱的两国战场，
当即俯冲而下。既如此，那我先便替你横扫大周。在宁城化身与安南境两大超凡强者的带领下，大周军队兵败如山倒，短短半天，100万大军或惨死，或逃散，或投降，被全部解决。之后，安南境没有犹豫，毅然决然率领大宁军队越过2界关，开始侵吞大周疆土。大宁军队兵分18路，每一路都至少由一位大宁武神或者是投诚的大周王朝武神带领，齐头并进，所过之处，马踏城关，气吞山河，国土广袤的大周王朝开始迅速的沦陷。有化身与南境娘子在，拿下大周只是时间问题。如今唯一要小心的，则是其他7大王朝。大宁皇城、女帝宫，宁臣本尊一边躺在藤椅上，一边于内心思忖。毕竟同为真武圣子赵浩做下布局的运朝，想必那些运朝之主全都修有玉皇国运经。如今大宁大周陷入战乱，只要有点野心的，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最重要的是，这7大运朝既都为赵浩提供气运之力，那就是资敌，必须将其解决掉。看来一具身外化身根本不够，要多凝聚一些。而且既编造出了一个莫须有的隐士门，仅有一个弟子怎么能行？宁臣天天躺平本就无所事事，这种想法一出，自然按耐不住，再度开始凝聚身外化身。转瞬3个月过去，曾经的大周皇宫，一袭金甲银枪的安南境正站在皇宫最高处，罡风呼啸，染血的披风猎猎作响，英姿飒爽。短短3个月，大周王朝便已经彻底沦为历史，其中7成的国土都已经归属了大宁。大周7成国土入大宁版图，是时候将原本属于大周的国运炼入我大宁王朝中了。安南境家夫盘坐，当即运转起玉皇国运经。轰！玉皇经一展，那原本大周的国运开始被他迅速侵吞。随着大周国运转化为大宁国运，安南境的一身修为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仅是短短半日之后，安南境便已然从原本的临海中期境一跃上涨到临海巅峰境。而这还是大宁刚刚侵占大周3000里疆土，统治与威信还不够强的缘故。以后随着大宁统治越来越稳固昌盛，修为自还会上涨，国运流说强就是这么快。恭喜女帝，贺喜女帝拿下大周，修为大进。这时随着一道贺喜声，宁臣化身无名闪来。看到无名，安南境起身郑重地行了一礼。国师客气了，这一切都是你的功劳。你乃大宁君主，而我就是一个先锋，如何担得大功？化身无名先是摇了摇头，而后他又叹息道，只可惜大周最后那3成国土被大炎大黎大禹等一众王朝趁火打劫抢去了，不然此时女帝陛下一身修为应当能成就洞玄之境，再不济也能有半步洞玄。唰，安南境俏脸一沉，显然这件事早已令他不爽。见此，化身无名顺势给出建议，女帝陛下，其他王朝因也与那位真武圣子赵浩有着密切关系，注定是敌人，当趁早铲除。安南境下意识颔首，但转瞬却又摊手无奈道，朕自然想要铲除这些狼子野心的王朝，但一众王朝之主想必都是超凡强者，甚至或许某些王朝君主，比如足有万里疆土的大元王朝皇帝，怕是超越了临海境。朕与大宁空有此心，却无余力灭亡诸朝啊。这时化身无名却摇头道，这有何难？女帝陛下若缺少人手，我隐士门的其他门人亦可下山助其一臂之力。安南境美眸顿亮，无名国士此话当真？自然当真，毕竟我隐士门与一般宗门不同，每隐士1000年就需入红尘俗世炼心修行，如今1000年刚过，门人皆需入世沾染红尘杀气。无名信口胡诌，继续完善着本不存世的隐士门，甚至下一刻更是直接道，这样吧，我这就传讯，先让我2位师兄师姐赶来效力。师兄师姐，好啊，只要来了，朕皆以国师礼待。安南境美眸彻底亮起，俏脸上涌现一抹期待。须知无名实力他早已看在眼中，轻松一指就能洞杀临海巅峰境的大周皇帝周天雄，他的师兄师姐那又有何等的超凡实力啊！与此同时，大宁皇城女帝宫，当化身无名信口胡诌之际，宁臣当即一挥手，在他面前顿时浮现出2道身影。一名青年男子，面容俊美如妖，气宇轩昂，身着一袭若血红衣，看着分外的妖异。一名青年女子，长相如花似玉，身姿风华绰约，穿着翠绿色衣衫，散发着温婉的气质。这2道身影正是这几个月宁臣再度凝练出来的身外化身。虽然同时拥有本尊的7成实力，但这几个月宁臣的境界修为再度有所暴涨，所以这2具化身的实力要比化身无名强上一大截。既然如此，那你就是无名师兄无邪，另外一具就是无名师姐无柔，去吧。最后宁臣本尊为新的2具身外化身命名后，便让2具身外化身闪身前去见安南境。很快，化身无邪与化身无柔便见到安南境。女帝陛下，这是我师兄师姐无邪与无柔，我等见过大宁女帝陛下，隐士门入世修行，我2人可为马前卒，为大宁王朝效劳。好。感受到无邪无柔身上散发的强大超凡气息，安南境俏脸兴奋不已，没有什么可说的，立刻亲自制定了横扫一众王朝的计划。
先打与大洲接壤的大岩与大理，再打与大岩大理毗邻的大风大玄大眼大鱼，最后打实力国土最强也最广袤的大元。当然，虽有无名、无邪、无柔三尊身外化身的帮助，安南境想拿下一众运朝也不是一举就的事。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安南境都在外南征北战，倒是宁晨一众化身在外拼杀，本尊则是在女帝宫中每日躺平，数着各种奖励度日。定躺平2年半，获得特殊奖励气运神坤。定躺平第3年，获得奖励神通万法天眼。定躺平3年半，获得奖励3卷超凡功法。定躺平第4年，获得奖励法宝上古9件。短短几年的时间，宁晨就积攒了海量的奖励，数不胜数的灵石、灵法、灵气等就不用多说了。最有含金量的还是那些特殊奖励，比如躺平2年半的气运神坤，躺平3年半的超凡功法。前者是传说中的气运神兽，能够镇压一招气运，后者则是能帮助世俗武者晋升超凡的传承功法。连带着很多灵石、灵术、灵气等都被他通过隐士门、无名等一众化身之手转赠给安南境。短短几年就为大宁王朝培养出诸多超凡强者，比如银鬼、龙虎、豹狼4将、安福3圣等。此外还有躺平第3年与第4年的特殊奖励，一方神通名为万法天眼，此神通能让他模拟演化出万千术法，甚至若是修道炉火纯青，所模拟出的术法威能丝毫不亚于元法。可以说只一道神通相当于有了万千妙法。还有一套剑器名曰上古9剑，分别为搬山剑、倒海剑、降妖剑、镇魔剑、斩灵剑、杀身剑、灭魂剑、摘星剑以及开天剑，每一口剑都有截然不同的威力以及属性加成，极其可怕。当然相比于奖励来说，最惊人的还属宁晨的修为。在至尊神体以及先天一气诀双双挂机以及诸多宝物的堆积下，宁晨本尊的修为已经跨越洞玄，达到超凡第3境万象。也因此他的至尊神体继一重玄妙天地同力之后，第2重玄妙再次天成，名为至尊领域。顾名思义，此乃至尊神体之领域，一旦展开，可强行封压敌人30%实力，同时亦可加持自身力量、速度、神识等等方面，尤为强大。数年过去，曾经的9大运朝除了大宁之外，7大运朝覆灭，只剩下最后的大元了。这一日，宁晨躺在藤椅上，一边包着甜蜜的柑橘吃，一边于内心回想着这几年的运朝之战。而一想起来，他就忍不住想笑。每当他的化身与安南境踏灭一方王朝，灭杀皇帝后，便有一道赵浩的神识虚影出现，这显然是赵浩用来保证自己运法不断的后手。结果可想而知，每次蹦出都被宁晨化身灭掉。而且赵浩这些神识分身显然远不如宁晨的身外化身，至少分身与分身是不通记忆的。他都不敢想，当赵浩的本尊接收到这些道分身死去的记忆之后，会受到多大的冲击。虽只剩下了大元王朝，可此朝坐拥万里疆土，乃是最强的王朝。那大元皇帝元毕烈，若调用所有国运，更有洞玄巅峰之境。眼下虽然既无邪无柔后，虽然又投入2具身外化身无真无欲，但最强也就洞玄中期，还是要再凝聚出一具更强大的身外化身，替南境娘子踏灭最后的大元王朝方可。说做就做，尤其经过几年运用，宁晨对身外化身这门神通早已经掌控到炉火纯青。短短半日之后，宁晨对面便凝现出一位大概30左右，长相成熟、身躯魁梧的男子，周身气息如龙，散发着能够撕裂天地的威势。宁晨挥手将一些兵器手段交给对方，吩咐道：“去吧，你就是隐士门大师兄，无法了然。”这句话身冲着宁晨本尊拱了拱手，旋即闪身消失。彼时，大元王朝元都雄伟宽阔的元都外，以安南境为首的大宁王朝500万将士，犹如黑幕般扩展到天际。至于元都城墙上，则是密密麻麻多达400万的大元士兵，双方将近1000万大军互相对峙，杀气战意惊荡天穹，令方圆数百里的云层都崩散了。唰！这时，元都城楼上飞出一位身着云间金龙袍的大汉，周身上下被浓郁的国运所淹没，一股属于洞玄巅峰之境的气息浩荡天上地下。安小娘皮，你们已经围了元都1个月，前后咱们也交手数次了，难道你们还看不出，只要我元毕烈不死，大元气运兽还在，你们就奈何不了大元？反倒是你大宁，真以为有听都没听过的隐士门帮助，就能对抗真武上宗那位大人吗？天真！一旦那位大人出关，你大宁会顷刻土崩瓦解，包括你身后的隐士门也要灭亡。元毕烈声震苍穹，其言威凛大，宁500万将士，包括安南境都在蹙眉，随而看向无名等人，沉声道：“诸位，我已经练定除大元外的8朝气运，修为已经来到洞玄境中期，今日我们一起上，不信拿不下元毕烈。”轰咻咻！随着安南境喝令，顿时与宁晨足足5尊身外化身化为6道流光，一同攻杀向元毕烈。可元毕烈并无畏惧，仰天大吼一声，恐怖的国运沸腾，画出一杆大戟，大开大合攻杀，以一己之力激战6人，战到最后，随着一头气运狼在头顶长啸，他的力量再次暴增，竟是反过来压制了安南境以及宁晨5道化身，甚至渐渐得6人身上皆有鲜血倾洒。撤！见元毕烈如此狂猛，
安南境只能喝令撤退，欲要从长计议。可在这时，一道威吓响起：“诸位且退，无法来也。”武道化身其一震，赶忙说道：“女帝陛下莫慌，我们隐士门的大师兄无法来了。”“什么？你们大师兄？”安南境俏脸一惊，轰咻！可见下一刻，一道流光从天而降，落在战场，不是别人，正是赶来的宁晨最新化身。只见他一手负背，一手握拳于胸，青山烈烈，镇定从容，当真有一门大师兄之气象。什么人？袁必烈也急停骤喝，从化身无法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极其浓烈的危险。杀你之人！化身无法并无多言，成熟俊朗的脸上杀机迸发。只见他抬手一指，一道剑光瞬间从识海冲起，那是一柄巨剑，周身泛着黄光，其上铭刻10万大山的图案，汹涌着搬山倒海的伟力。搬山剑斩！吭！无法倏然挥手，作势一斩，搬山剑轰然斩下，与之一同压下的还有那10万大山虚影。啊！当看到这一幕，袁必烈瞬间便是惊悚大叫，俨然从这一剑之上感受到了浓浓的死亡威胁。没有任何犹豫，他赶忙将大元国运调到极巅，包括那头气运狼兽也长啸着落于体内。挡住！本皇一定能挡住！当前所未有的力量充斥体内，袁必烈大吼。可随着萦绕10万大山的搬山剑斩下，一切防御瞬间崩为虚无，挡不住，根本挡不住。砰！最后一声炸响，洞玄巅峰的袁必烈当场崩灭，包括附身在他体内的真武圣子赵浩的神识分身，这一次甚至刚刚出现便已然泯灭一空。一剑斩洞玄巅峰的袁必烈，这种无敌的风采让安南境看得目瞪口呆。不知为何，也许是错觉，也许是思念，他从这位隐士门大师兄身上看到了宁晨的影子。哎，多么希望这是夫君啊！只可惜夫君所中绝灵咒，连隐士门都说是无解之咒。安南境口中叹息，这几年南征北战，每踏灭一方王朝，他就会着手干2件事：一件为宁晨寻找绝灵咒的解咒之法，另一件就是张贴悬赏安北雪的踪迹。可惜几年过去，绝灵无解，北雪亦无踪。女帝陛下！这时化身无名的呼喊惊扰了安南境思绪，安南境只能摇头甩去心中杂念，赶忙带领一众身外化身以及500万大军开始冲杀元都。这南境娘子还真是心思敏感啊！幸亏这些都是长相身材包括气质都不同的身外化身，否则早就被其看穿了。彼时女帝宫中的宁晨本尊不由得摇头一笑，如今他的心头轻快不少，没有了袁必烈，元都必破，最后的大元王朝也注定灭亡了。果不其然，几天后，雄伟的元都彻底沦为了一片废墟，最后的大元王朝亦纳入了大宁版图。事后，安南境带领一众身外化身班师回朝，9朝大一统的消息传遍大宁王朝每个角落，除一些野心家或者不甘王朝之人垂足盾胸外，那数之不尽的武者百姓则是欢庆不已。夫君，我回来了！可见安南境在归朝的第一时间便是来到女帝宫，无尽思念早已化为一汪春水，泛滥不堪，足与宁晨在女帝宫中缠绵3天，这才心满意足。夫君，我在一众隐士门强者的帮助下平定8大运朝，待我炼定所有气运，将修为提升到绝巅，看看能不能强行为你解开绝灵毒咒。言罢，安南境迫不及待运转起玉皇国运经。如今的大宁王朝在接连吞并8大运朝之后，虽然江山社稷还未稳定，但哪怕如此，国运也已扩张到一种极其可怕的程度。可见皇城上空金霞萦绕，天光争耀，无穷无尽的国运不断翻滚，像是一方汪洋运海啊！突然一声惊天动地恍若闷雷的吼声响起，古老苍茫，仿佛从遥远的远古传来。一扇恍若垂天之翼的鱼尾突然在汪洋运海中探出，随而一只庞大无边的鲲兽跃出，一如鲲跃北海，顿时搅动无穷无穷的气运，正是大宁王朝的气运神鲲，被宁晨贴切地命名为虚鲲。去！当安南境一挥手，顿时一团浓缩的气运射去，带落于上空，已然化形成一只威武的狼兽，不是别的，正是大元王朝的气运狼兽啊！当看到气运狼一出现，虚鲲显然如获至宝，当即张开深渊般的巨口招气运狼吞来。这只气运狼之前在大元王朝有多凶，此时就有多怂，哀嚎一声，夹着尾巴就想逃窜，可他如何能逃得了？被虚鲲一口就给吞了。轰！当吞了大元气运狼，那属于大元的气运被飞速转化为大宁气运，汪洋运海疯狂扩张。短短半日后，气运之力便覆盖了9朝之地。与此同时，与国运绑定在一起的安南境也如遭天地灌顶，修为再度节节暴涨起来。洞玄后期，洞玄巅峰，眨眼间整个人就欲冲破洞玄，晋升万象。可临到最后还是差了些，落定在半步万象境。半步万象境，走过运道的简直变态啊！哦，我只躺着读万象境了，那没事了。宁晨惊叹到半截，随而又悄然恢复了平静。相比于国运道，还是他的外挂道更屌。唰！事后达到半步万象境的安南境当即落到宁晨身上，一脸兴致冲冲道：“夫君，我已半步万象，这种境界比那位真武圣子分身已经强很多，我看看能否为你强解绝灵咒。”好！
虽然绝灵咒早就被他用先天一气诀压制了，甚至因绝灵咒的缘故，先天一气诀增长灵力的作用远远超越系统的原本预估，但宁晨深知这是安南境的心意，自不好拒绝，只好停下先天一气诀，只余下绝灵咒。嗡！结果可想而知，连宁晨这个万象境都暂时强解不开的绝灵咒，半步万象的安南境如何能解？解不开？为什么连半步万象境都解不开啊？安南境脸色有些阴郁，对宁晨更觉得愧疚了。宁晨虽然有些于心不忍，但他实在不想陷入暴露就会出事的魔咒，只得开口安慰道：“南境娘子稍安，此咒虽然无解，但或许分身下咒的缘故，此咒并没有想象中的毒辣。你看，我熬了几年了，不还在临海境吗？”谁知安南境并未开心，摇头沉声道：“不，夫君，这几年我遍查古籍，对绝灵咒特性十分了解。此咒就像枯骨之躯，一日不灭绝你的灵力，它就会一直起作用。你之所以还有临海境，只是根基雄厚的原因，就算几年影响不大，几十年几百年呢？我等如今已经超凡脱俗，寿元早有数百年，我不想看到我还年轻你却已经独自白发。”说到这里，安南境脸色重新恢复了坚定之色。既然半步万象无法为你解开绝灵咒，那我就继续变强。万象造化，只要我不断变强，迟早有一天能为解开这绝灵毒咒的。话落，安南境与宁晨暂时辞别，转头批阅奏折去了。毕竟眼前大宁王朝的疆土虽然已经扩无可扩，但这并不代表大宁国运无法上升。只要治理好大宁，让王朝亿万百姓安居乐业，培养出更多的武圣武神乃至超凡强者，国运自会继续增长。也罢，这倒是能给南境娘子一个动力。最后宁晨摇了摇头，将暴露身份的想法按下，决定继续躺平。苟好，不到无敌，绝对不出善。然而殊不知，就在两人一个躺平摆烂，一个奋发图强之际，真武宗圣子赵浩已从闭关中睁开了双眸。吴尽云海波涛汹涌，九座通天仙锋直插苍穹，仙鹤飞舞，灵元啼鸣，银色的飞瀑一挂又一挂，犹如条条玉带一般点缀在仙锋之上。真武宗天星大陆三宗之一，驻地高远缥缈。这一日，圣子峰一方豪华奢靡的洞府之内，空空一位头戴玉冠、长相俊逸、一袭白衣封神的青年，陡然睁开了那双紧闭数年的眼眸，一对璀璨炽烈的神芒隐隐欲撕裂眼前虚空。无知肉身灵力神识皆已至巅峰，只要于最后关头开启运法，必能一举成就造化境。吾修行较晚，其他宗门的圣子圣女大都已进造化之境，幸好吾找到前人所遗骨运法，得以布局9大运潮。如今一旦燃烧9潮气运，必能推举我一朝晋升造化境。至于气运燃尽、生灵涂炭，不过是一些凡人蝼蚁，能助吾成就造化，是他们的荣幸。当念至于此，真武圣子赵浩斩尽眸中杂念，猛吸一口丹田气，随而断喝道：“中关！”轰！话音一落，赵浩便悍然朝造化境发起冲击，直到力竭只差1步就能破入造化境之后，他没有任何犹豫，当即运转起玉皇国运经。相比于楚渊、黄州天雄元毕烈等人所修的玉皇国运经，他这篇玉皇经则是相当于母经，一旦运转，可以瞬间掠夺来9大国主的国运。甚至下一刻，9道气运锁链清晰浮现在赵浩周身上下，乍一看像是9条气运长龙。来！最后赵浩低喝一声，欲要将9大王朝国运全部掠来，结果下一刻异变却是陡升，砰！只见其中一道气运锁链突兀崩断，这让赵浩当场喷出一口鲜血，心头顿时一惊。啊，怎么回事？谁断了无一道运法？嗡！正惊疑之际，属于神识分身的记忆涌了过来，其中画面不是别的，正是楚渊皇死后之事。霎时间，赵浩便是走马观花，明悟一切。可恶，哪来的混账！斩了楚渊皇魄，我一道运法不说，居然连我的神识分身都敢灭。还好，这个混账中了绝灵咒，注定废了。赵浩强行按下心中惊怒，哼，纵然断了一道运法也没关系，还有8道也足够了。等无成功晋升造化，必将出关图此了9族。再来！最后，赵浩又是一喝，结果令他傻眼的是，第2道粗大的气运锁链再次应声而断，来自运法的反噬再度让他喷了一口精血，就连一身巅峰气息都无法保持维米1大劫。操，这特么又是谁？隐士门无名！赵浩再次怒骂，但理智告诉他要冷静下来，毕竟眼前正值突破造化境的关键时刻。还好，不妨事，吾还有7道运法可用。赵浩安慰自己，然后再次继续调动其他运法。结果接下来，砰砰砰，一道道气运锁链的崩裂声，让赵浩一颗心逐渐颤抖，惊恐、不解、愤怒等神色纷纷升起。短短片刻，足足9道运法锁链全部崩断，一次次的反噬让他喷出一口又一口精血。接连9次运法反噬之后，赵浩直接摔倒在地。只见他不仅没能成功破入造化境，反而修为大跌，硬生生从半步造化跌到了万象后期。啊！这一刻，赵浩彻底失去理智，歇斯底里大吼。尤其是当融合了接二连三的神识分身记忆，3尸神都在暴跳，怒喝声惊荡整方洞府。宁晨、大宁女帝，还有那什么隐士门修士，该死！一群蝼蚁！
竟敢坏了本圣子在世俗王朝的所有运法，断了本圣子的造化之路。本圣子要宰了你们，剥你们的皮，扒你们的筋，灭尽你们亲朋好友，九族18代。砰！最后，暴怒的赵浩甚至连运法反噬之伤都不顾了，满脸森寒地冲出洞府，来到圣子峰。冰冷无情的喝声传荡：七大沙奴何在？我等在此。唰！随着回应声，当即有7道或男或女或老或少的身影闪了过来，每个人身上所散发的气息至少都是洞玄境，最高已有半步万象。7大沙奴一到来，便是齐刷刷跪倒在赵浩身前，神情极其恭敬。圣子有何吩咐？随本圣子去杀人。赵浩没有多言，只冰冷冷一喝，随而带着7大沙奴乘坐一只飞舟破空而去。沿途赵浩杀机森寒，气势澎湃，不知惊动真武上下多少门人，所过之处热议频出。嘶，好可怕的杀气！那是我宗当代圣子赵浩，身后还跟着杀人如麻的7大沙奴。赵圣子这是怎么了？什么人惹到他了？浑身的杀机也太摄人了。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谁得罪了赵圣子，接下来必定死无葬身之地了。在大量真武宗门人弟子的热议喧嚣声中，赵浩带着7大沙奴转瞬便是冲出真武宗，而后非洲更是发出一阵音爆声，一路披风斩云，裹挟着恐怖的杀气，直奔大宁王朝。大宁王朝隐士门蝼蚁般的东西与势力，敢坏本圣子的大事，全都死不足惜。轰咻！最终在无尽森寒杀机之中，承载着赵浩、七奴等8道身影的非洲，疾驰了3天3夜，足足横跨10万里地域，赶到大宁皇城上空。看着下方人来人往足有800万人的大宁皇城，赵浩双眸充满蔑视与杀机。在他看来，下方那些人潮与密密麻麻的蝼蚁没什么两样。对于蝼蚁，尤其是坏了自己道途的蝼蚁，他自不会有任何心慈手软。来人，给我将下方城池崩成废墟，葬杀所有人！轰轰！当赵浩冰冷无情的命令一下，身后7大沙奴没有任何犹豫，当即分裂4方，齐刷刷爆发，8方云层激荡，或凝璀璨拳印，或化百丈灵掌，或眼刀光剑影，裹挟着万军之力震落，恐怖浩大的威压瞬间便笼罩了整座大宁皇城，更在第一时间惊动了安南靖与宁晨。何方宵小，嘎尔！这一刻，无论正在上朝的安南靖，还是于女帝宫中躺平的宁晨，都被天上一变惊动啊！不过比两人反应更快的，则是一声沉闷如雷的吼声。大宁气运神兽虚鲲第一时间便是由虚化时张开大口一吐，滚滚国运顿时遮盖皇城。那些从高天震落下来的拳印、大掌刀光剑影等，全都在第一时间轰入气运海中，波涛汹涌，掀起重重大浪，但很快便平静下来。除了虚鲲变得有些虚之外，皇城毫发无损。气运兽草，这特么都是本圣子的气运！看到这一幕，脸色森寒的赵浩更加恼怒了。他修有玉皇国运经，哪里看不出来曾经被他掌控的9朝气运，如今全聚于大宁一朝。杀！给本圣子宰了这条畜生，屠光此城之人！赵浩再度满目怨恨的下令，杀意近乎实质化。嗖嗖！然而就在7大沙奴正准备再度出手之际，一道道身影已是从下方皇城激射而来，为首正是一袭金红地袍、绝美无双的安南靖，在其身后乃是宁晨的一众隐士门身外化身。混账！你们是什么人？为何对我大宁出手？安南靖冷冰冰的质问，俏脸之上尽是寒霜。他知道，刚才要不是有气运神兽虚鲲守护，哪怕他反应再及时，皇城也会死伤惨重。这时，赵浩的身影则是从7大沙奴身后走出，一时间，不仅高空中的安南靖蹙眉，就连女帝宫中的宁晨本尊也瞬间从藤椅上惊起，内心沉烈。真武圣子赵浩，本尊！唰！可见赵浩一走出，那对冷冽的眸子便是一一扫视着安南靖以及无名、无法等隐士门弟子。好好好，很好，大宁女帝，隐士门之人，除了那个被我绝灵咒废掉的货色，断我运法、毁我道途的罪魁祸首，都在这了。说到最后，赵浩一挥手，7大沙奴还等什么？给本圣子擒杀这些人！本圣子要剥他们皮，抽他们的骨，以泄我心头之恨。7大沙奴忠心耿耿，二话不说便朝安南靖等人杀来，宛若7条蛟蟒，掀起阵阵恶风。出手！早在看到赵浩的那一刻，安南靖就已明白今日之事没有斡旋余地，赶忙拔出银枪迎敌。在其身后，无名、无邪、无柔、无真、无欲以及无法6尊宁晨的身外化身也是齐刷刷出手。轰！高天之上，7大沙奴瞬间对上安南靖等7人，双方修为实力相差无几，都是从洞玄初期到万象初期不等，一上来便是打得震天动地。7对7，你来我往，你攻我防，碰出璀璨灵光，掀起万众波涛，阵阵轰鸣，一如雷霆霹雳。在大宁武者，包括那些武圣武神眼中，简直像是一群天神在交战，令无数人目光骇然。嗡！期间有狂暴可怖的战斗余波在冲击扩散，不过全都被气运神兽虚鲲利用国运挡下，这才没有让下方近在咫尺的大宁皇城遭劫。转瞬一炷香，当看到7大沙奴并未拿下安南靖7人，甚至有几人隐隐还被无法安南靖几人给压制，这让一旁的赵浩脸色有些难看。
忍不住呵斥道：“一群废物东西，连一个世俗王朝女帝，一些名不见经传的隐士门弟子都对付不了，本圣子养你们到底是干什么吃的？都滚开！”轰！正说着，赵浩倏然出手，可他一动嘴角便溢出一缕血迹，只不过却被他强行压下去。风灵掌！一声断喝，左右7道掌印犹如鬼手一般瞬间洞穿虚空，杀到安南境无法等7人近前。安南境7人皆惊呼，第一时间或是防御，或是闪避，可刹那之后，7人皆是被此掌拍中。噗！只见安南境7人皆在第一时间便是吐血道：“非，不好！这是什么掌法？我的灵力居然被封印了！”更糟糕的是，待众人稳住身影之后，无论是安南境还是无名，无法等一众身外化身，浑身灵力竟是逐渐被一股力量强行封印。眨眼间，众人身上蒸腾的灵光在急速暗淡，虽然境界不曾跌落，但一身灵力却越来越弱。转瞬，安南境等人连飞行都无法维持，只能踉踉跄跄，犹如断线的风筝般从空中落下，遥想本圣子高高在上如天上之仙，没想到竟会被你们这一群地下蝼蚁断了道途，真是可恨！赵浩一边震喝，一边负着双手朝众人碾下，周身上下的灵力恍若汪洋大海般波涛汹涌。啊！这时气运神兽虚坤咆哮，想利用国运阻挡，可随着赵浩一步步踏下，国运汪洋根本挡不住他，包括虚坤都被恐怖的大势给碾爆。幸好他并未有真正的实体，只是在赵浩此时此刻的神威之下，无法再重新聚成昆体。最终，赵浩一人裹挟着滔天威能，逼压到皇城上方，在其身后似有一方汪洋怒海在汹涌，每一道浪潮中都蕴含万军之力，一旦席卷而下，不仅安南境等人会死，就连皇城都会不复存在。显而易见，赵浩一人而已，却有摧城之威。今日我赵浩便以真武宗圣子之名赐尔等死！轰隆隆，当死字一落，赵浩便是猛然一震身，那身后早已蓄力到绝巅的滔天灵海轰然间砸下，一如怒海汹涌，又似大坝决堤，恐怖的灵力大浪呼啸着咆哮着朝下方皇城倾泻。完了，此人太强了，我们根本挡不住。这一刻，安南竟感受着体内暗淡无力的灵力，一如武神面对超凡之境那般满满的无力感。直到现在，他才明白超凡之境也有强弱，而赵浩显然是超凡境内强大无匹的存在。至于皇城中800万人口，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武圣武神，全都感受到灭顶之灾。他们恐惧，他们彷徨，最后所有人的情绪尽数都化为了绝望。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连大宁女帝陛下，连隐士门一众弟子都扛不住，谁还能扛？唰！这一刻，很多人下意识想到了曾经的宁晨，心头皆浮现感慨：若那位不曾身中绝灵咒，修行到至今，也许能够力挽狂澜吧。可惜坑！就在安南境以及皇城无数人内心绝望之际，一道剑光却骤然从皇城下方升起，惊耀天地。大宁皇城上方，灵力汹涌，犹如汪洋大海般滂沱倾泻而下。危急时刻，却有一道耀世剑光骤然升腾而起，倒海！轰咔！随着一道微喝，剑光冲天，一剑之下，那汹涌而下的灵海竟是轰然倒卷，逆霄而起，反倒是将正负手而立的赵浩冲得踉跄后退，一直到7大杀奴为之谢礼，方才停下。啊！什么人？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赵浩瞳孔剧烈惊缩。虽然他如今从半步造化跌落到万象后期之境，实力是不存期，但在这世俗之地，他还是自认为是无敌存在。结果眼下却有人一剑斩退他，这种实力让他内心有些震惊与忌惮。唰！可见在刚才那道剑光之下，出现了一道身影，可由于周身剑光太过于炽烈，根本看不清容貌与身材，只能看到一个人形轮廓。这是何人救了我们与皇城百姓？咦，这种轮廓怎么感觉有一丝丝熟悉？这时安南境第一时间先是觉得惊喜，但转后当他看到剑光中的轮廓，却略感狐疑。这南境娘子果然远比北雪男糊弄啊！至于剑光之中，自然是宁晨的本尊。刚才一众身外化身皆被赵浩一掌封了灵力，眼见皇城生死危机，他只能被迫出世。虽然用剑光遮掩，但安南境对他太熟悉了，哪怕一个轮廓，内心也升起一丝怀疑。于是宁晨心头一动，无法无明等一众身外化身赶忙纷纷大喜道：哈哈，太好了，是我们的师尊吴天，吴天师尊居然在此。女帝陛下莫忧，我们师尊吴天乃是隐士门长老，修为公参造化，此人以不足为虑。闻听此言，安南境顿时按下了狐疑，喜不自胜。原来是隐士门的前辈，太好了！同一时间，天穹之上，宁晨也是冲着质问的赵浩发出一道成熟且稳重的中年人喝声：隐士门，吴天，混账！天星大陆一圣两宫三宗五门11方超凡势力，哪一家无不认识？哪有什么隐士门？赵浩冷喝，双眸杀机森然。他虽然看不透宁晨的长相容貌，但刚才却敏锐地察觉到其身上散发的修为波动，因还在万象之境。而他哪怕如今跌落了不少修为，但也不会惧怕同境之人。哼，本圣子警告你，识相的赶紧滚开，否则本圣子连你一块杀！小辈，连我隐士门都没听过，也敢来此撒野？
告诉你，我隐士门纵横天下之际，你们真武宗开宗祖师还在穿开裆裤玩泥巴呢。宁晨声音成熟稳重，却充斥高高在上的傲气。毕竟隐士门根本不存在，自然随便他吹嘘。果然，这种论调让安南境以及皇城之人精神大振。赵浩则是愤怒无比，驳斥道：“胡说八道！我真武宗开宗1800年，开宗祖师更是传说中的圣人，不知哪冒出的隐士门也敢大言不惭，调侃我真武宗祖师。七大沙奴何在？马上给本圣子宰了他！”轰咻咻，七大沙奴顿时的令齐刷刷朝宁晨围杀而来，同时赵浩也跟在后方，犹如一条伺机而动的毒蛇，随时随地就会对其发动致命一击。吴天前辈不会有危险吧？看着对方一起联手围杀，安南境俏脸上升起一抹担忧。吴法等人则是摇头回应：“女帝陛下莫忧，吴天师尊公参造化，这些人不是对手。”吴法等人声音刚落，宁晨则是重重一跺脚，展开至尊神体第二重玄妙至尊领域。轰！至尊神体领域一展，瞬间便将七大沙奴以及赵浩囊括其中，刹那而已。无论是七大沙奴还是赵浩，便是被凭空消去30%实力。啊！我们怎么变弱了？该死！这是什么超凡神通？从未见过。这一刻，赵浩与七大沙奴全都有些惊慌失措。对此，宁晨则是蔑笑道：“呵呵，小小真武宗弟子，岂能知我隐士门神通之玄妙？斩灵、杀身、灭魂！”刹那之后，宁晨更是接连祭出3把上古剑气，一曰斩灵，二曰杀身，三曰灭魂。一剑专斩灵力，二剑专杀肉身，三剑专灭魂魄。更关键的是，这3剑在至尊领域之中速度得到最大化的加成，完全相当于瞬移一般。扑哧扑哧，七大沙奴还没来得及反应，尚在冲杀的途中，就被3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连洞穿。斩灵、杀身、灭魂近乎是一气呵成。短短数息之后，当3剑重新回到宁晨身前，七大沙奴已失去生机，化为冰冷尸体，接二连三坠空，砸落在皇城街道上，摔个稀巴烂。啊！这一刻，对面的赵浩只觉得有些心惊肉跳，终于从宁晨身上感受到一股死亡威胁。真武圣诀，真武荡魔印。没有犹豫，赵浩全力以赴，展开压箱底手段。身为真武圣子，他精通真武宗核心法门，当真武圣诀运转，他一身实力轰然间暴涨。当然，这不是冲破了至尊领域的封压，而是在被压制的基础之上，再度又提升了数倍。此外，无穷无尽的灵力在他双手之上激荡酝酿，转瞬便形成了一方威能恐怖的轮印。去死！最终，赵浩满脸狰狞的将真武荡魔印打出，对面的宁晨却是面无表情。他早已看出赵浩不在巅峰，眼下至少有10种办法击杀对方，可他皆未使用，而是展开神通万法天眼。轰！不过短短几息时间，他便模拟出了对方的真武圣法与真武荡魔印，而且随着他打出，其威能在至尊领域的加持下，比赵浩还要强。啊！真武圣法，真武荡魔印，这怎么可能？你怎么会有我们真武宗圣法神通？这可是除宗主圣子外不传的核心秘术。赵浩惊呼，彻底被宁晨的所作所为震惊了。宁晨自然不会说实话，只冷声刺激着对方：“哼，本座早就说了，我隐士门纵横世间时，你们真武宗开派祖师还在尿裤裆呢。所谓真武秘术，不过我们当年淘汰的微末伎俩。”嗡！此话一出，赵浩的心第一次出现了巨大动摇。不是，难道世上真有一方强大无匹的隐士门？连真武开宗祖师当年在其面前都是开档小儿。轰！心一动摇，法字不坚。最终，当两人相撞，宁晨的真武荡魔印顿时以摧枯拉朽之势崩碎了赵浩的真武荡魔印。啊！在一声凄厉的惨叫中，赵浩吐血倒飞。本就有反噬之伤的他，彻底重伤。皇城上空，猩红鲜血四溅，点点如赤染苍穹。唰！赵浩重伤不待落地，就已被宁晨隔空攥住，一只凌厉大手光芒璀璨，汹涌着杀能。呀！随着大手不断用力，赵浩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声，浑身迸血，就连骨头都在咔咔作响。这让他惊惧的怒吼：“混蛋！你岂敢杀我？我乃是真武宗圣子，我之命灯在真武宗内有专人看管。你若杀了我，我命灯一灭，我保证不出3日，你隐士门，包括大宁王朝，都要流血千里，浮尸亿万。”夹！宁晨眉宇一蹙，大手之上杀力停止了汹涌。他早已不是曾经的世俗武者，见识十分丰富。他曾在古籍查阅到过命灯，那是专门为超凡修士炼制的特殊奇物，能够监察修士的生命状态。一旦命灯熄灭，就代表此人已死。赵浩死了无所谓，但若因此惹怒他背后的真武宗，那无疑会害了安南竟与大宁王朝。你若有命灯，那你带来的那7个人呢？他们都已死，纵然多杀你一个也不算多。宁晨冷斥，眸中的杀机仍旧森然。赵浩脸色一变，赶忙道：“他们只不过是本圣子豢养的7个杀奴而已，哪值得炼制命灯？”哦，宁晨一挑眉，人在死亡之下是瞒不了人的，他能清晰看出来，眼前赵浩并未撒谎，这让宁晨陷入沉吟，考虑要不要杀了赵浩。而片刻后，
他已然按捺下自己的杀心。虽然杀了赵浩可图一时爽快，但代价他与大宁王朝付不起，而放了赵浩自然也不可能。那么只有将其镇压，暂时关押起来了。唰，宁晨挥手，利用至尊神力将其修为牢牢封印，冷声道：“赵浩，别以为我隐士门怕了你真武宗，如果你这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之所以留你一命，是因为你活着远比你死了要有用。”唰，言罢，宁晨一挥手，直接将赵浩扔到安南靖等人面前，并传音道：“此人我隐士门还有用，女帝陛下可先将其囚于牢狱。我隐士门千年未曾入世，有很多事情要从此人口中得知。”好，安南靖颔首，随而邀请道：“多谢吴天前辈出手相助，不如入宫，正好设宴重谢。今日就不必了，本座还有事要赶回隐士门。不过本座这些弟子既在大宁王朝染了红尘杀劫，以后大宁王朝的事就是隐士门之事。王朝若是有难，我隐士门自会倾力相助。什么真武圣子、真武宗，不足为惧。”闻听此言，安南靖俏脸之上的紧张与凝重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欣喜与如释重负。毕竟他也怕隐士门只是顺手帮大宁王朝一次，若是如此，日后真武宗为了赵浩杀来，他该如何抵挡？但有了隐士门的保证就不同了。吴天前辈，我大宁王朝愿意奉贵门为国教，凡其门人只要来大宁王朝，皆以国事待之。安南靖赶忙开口，也是拿出大宁王朝的诚意。善。宁晨吐出一字，而后不再多言，闪身消失，转瞬便悄无声息回到女帝宫中藤椅之上。真武圣子，真武宗，当真是个尾大不掉的麻烦。刚落下，宁晨便是蹙眉，嘴角露出一抹苦笑。别看刚才他说的牛逼哄哄，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可那只是用来宽慰安南靖的话语。事实上，一旦赵浩的失踪引来了真武宗，以他如今万象境的修为，怕是扛不住。这也是他为什么要留赵浩一命，就是主打一个字拖，能拖多久拖多久。若能拖到他的实力足，可以对付真武宗，那就太好不过了。但若是拖不到，大宁王朝即可就会陷入毁灭。哎，眼下除了自己修为不够强之外，还有对真武宗这些超凡势力了解的太少了。正好赵浩就算不能杀，也不能让他好过，需让南靖娘子与一众分身好炮制于他，争取将真武宗以及一众超凡势力情报撬出来。宁晨本尊这般想时，心神已落在一众化身上，可见安南靖第一时间就将赵浩拿入天牢。一众化身上前审问，可赵浩似乎深知己方不敢杀他，任如何逼迫，始终是一语不发。哪怕最后将赵浩打得遍体鳞伤，近乎濒死，对方也毫不在乎，甚至还在冷冷讽刺：“呵呵哈，你们隐士门不是底蕴悠久，天下独尊吗？怎么对天下的势力这么不了解？该不会你们只是狐假虎威，吹嘘出来的吧？”不得不说，赵浩作为真武宗圣子，眼界与见识远超越常人，已然对隐士门隐隐察觉到了不对劲。毕竟隐士门若真是天下无敌，唯我独尊，连真武宗都可以不在乎的超级大宗门，怎么可能连一些众所周知的常识都不知道？不能审了，再审隐士门就自露马脚了。最后，宁晨及时让一众身外化身撤了出来，可放着赵浩这么好的一个工具人而不得用，自然让他很不爽。好在这一日的躺平奖励让他的眸子亮起。叮，恭喜宿主躺平4年3个月，获得奖励搜魂大法。搜魂大法施展此术，可强行对目标进行搜魂，能获得对方全部记忆，除了一点点副作用之外，不会对目标造成性命之危。有了此法，这不妥了吗？宁晨大喜。须知之前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强窥赵浩识海，可那种粗暴行径一个弄不好会将赵浩搞死，而且窥到的大都是不完整的记忆碎片，得不偿失。而眼下有了搜魂大法就不一样了，很快化身便带着搜魂大法再度步入天牢。经过一点点凄厉的惨叫声后，一众化身利用搜魂大法将赵浩完整的记忆给搜了出来。在为安南靖诉说的同时，宁晨本尊早已在第一时间便是获得了赵浩的所有记忆见识。一圣两宫三宗五门，天下竟有如此多的超凡势力。根据赵浩的记忆来看，天星大陆的超凡势力众多，可分为一圣两宫三宗五门。这个名号不是随便排的，而是根据实力高低。首先是排位层次最低的五门，分别为金玄门、青木门、火焰门、水月门以及大地门。五门实力底蕴相差无几，其开派祖师皆为半圣巅峰，当代各门中最强者则是半圣境。其次便是三宗，三宗除了真武宗之外，其他两宗分别为天妖宗与古魔宗。三宗实力底蕴相等，其开宗祖师皆是圣人，如今虽无圣人，但却有半圣巅峰坐镇。之后则是无极宫与阴阳宫，其祖师亦是圣人，虽然当今也无圣人，但半圣强者却比三宗多上一些，所以才会排在三宗的前面。至于最后的一圣，则名为乾坤圣地，乃是两宫三宗五门10大超凡势力公认的最强势力。只因乾坤圣地有真正的圣人境强者坐镇，仅此一点就足以坐稳大陆最强势力宝座。更关键的是，据传这方乾坤圣地还与天外天的一方超级大世界有着密切关系，就更增添其威望了。靠，不是圣人就是半圣，这岂是如今我能抗衡的？
掌握所有记忆之后，宁晨忍不住倒吸冷气。别说圣人半圣了，眼下就是随随便便来一位大道境或者几位造化境强者，都能轻易灭了自己与大宁王朝。算了，多想无益，至少眼下赵浩还活着。按照他的记忆来看，他有时出宗个1年半载，乃是常有的事。只要命灯不灭，1、2年之内，大宁王朝应不会有什么危险。先躺了再说。唰，宁晨两世为人早已看得很开，毕竟前世内卷大半辈子，还没来得享受，就直接嘎了。今生只要不死，每躺1天都是赚。什么未雨绸缪、杞人忧天、先苦后甜都滚蛋，先趁现在还活着享受了再说。来人呐，给本帝君舞一曲。最后，宁晨一挥手，顿时有宫女上前舞曲。而接下来的日子，一如宁晨内心所预料，并未有真武宗之人杀来，大宁王朝恢复平静。转瞬大半年过去，这一日，宁晨正在听曲。叮，恭喜宿主成功躺平5年，获得特殊奖励地炎。地炎，异火之王，造化之物，威力能随着融合异火变强。目前融合异火。地炎，异火之王。宁晨豁然一惊，挥了挥手让舞女退下去之后，当即将地炎召唤出来，一股无形的火威扩散，可见地炎成一簇幻彩色的小火苗。虽然火焰不大，但却给人一种极其恐怖的危险感。宁晨尝试一下，虽然眼前地炎还没有融合任何一种异火，但其威力已然能够将他灼伤。须知如今的他已是万象巅峰境了，比之对付赵浩之时不知强大了多少，但仍难挡着地炎。对了，我还有一种名为净莲妖火的异火呢，若是将其位给地炎，威能肯定还能更强。宁晨心头一动，赶忙将净莲妖火取了出来。下一刻，当地炎将净莲妖火吞噬干净之后，地炎火量以及威能顿时上涨一个层次。此火如今能量已极为雄浑，若是将其炼化，我绝对能够一举晋升造化之境。最后，宁晨迫不及待将眼前的地炎给炼化。轰！果不其然，当至尊神体将地炎给炼化之后，靠着地炎蕴含的磅礴能量，宁晨一举突破万象巅峰，达到更高层次的造化境。嘿嘿，躺平好，躺平妙，躺平奖励呱呱叫。不仅收获地炎，还一举晋升了造化之境。宁晨的心情极其不错，口中不由得哼起小曲。毕竟以他如今的造化境界，以及地炎、至尊神体、上古九剑等种种强大玄妙的手段，至少大道之下可无惧，危机感总算稍松一些。殊不知，就在宁晨与女帝宫哼着小曲逍遥自在之际，大宁皇城外800里，一道正在万米高天之上疾驰的火光突然停下。当火光熄灭，可见其中露出一位靓丽的女子，一头赤色长发犹如火红的绸缎般随风飘逸，玲珑多姿的身段亦穿着一袭火红衣裳，一对美眸之中流淌着2股炽烈的焰光，但眼底的神色却十分冰冷，犹如9天清霜。唰，红发女子一停下，便转向直勾勾望向大宁皇城，惊疑道：咦，刚才那似乎是异火的波动，这小小的世俗王朝怎么会有异火存在？是我的错觉，还是不？绝不是错觉。红发女子俏脸上涌现出坚定不移的神色，自语道：若是别人或许还能感知错，但我可是火焰门圣女，不仅修有火焰圣法，还身负火焰灵体，对火焰感知绝不会错。说着，他看了一眼远方某处，当即决定转向。罢了，距离太仓秘境开启还有些时日，若能将这一火得到手，也能让我更有胜算。唰，念至最后，自称火焰门圣女的红衣女子不再犹豫，当即转向朝着一火波动处飞去。短短半日，她便根据刚才感知到的波动赶到大宁皇城。刚才的异火应该就出在这里，可看了一眼下方，足有数百万人口的大宁皇城，红衣女子明显有些蹙眉。下方皇城面积浩大，人口众多，再加上异火波动早已不显，若是一点点去找，无疑是大海捞针。哼，吾乃火焰门圣女，异火事关我的大道，绝不能放过。看来必须要用些手段了。红衣女子那对美眸中有2抹流火喷薄，随之浮现的则是眼眸深处那越发清寒的神色。地心熔炎火，轰！倏地，柳玲珑双手一挥，一股赤色火焰犹如一方火海，迅速覆盖了大宁皇城上空。与此同时，她的冰冷喝声震荡了整座皇城。吾乃火焰门圣女柳玲珑，下方世俗之人，吾命你们于1个时辰之内交出此地异火，否则休怪本圣女烈火焚城。无尽赤焰铺展百里火海，笼罩整座大宁皇城，热浪滚滚，仿佛直接从凛冬转变成了酷暑。如此异变，自然瞬间惊动正在躺平的宁晨。火焰门圣女所要异火，难道是被地炎吸引来的吗？这可真是无妄之灾。宁晨内心当即有所猜测，只觉得蛋疼不已。没想到他只是查看一下奖励，就能引来一位大敌。他感受到柳玲珑的修为要远比赵浩强大得多，乃是货真价实的造化境。更关键的是，火焰门圣女这俨然是不输真武圣子的存在，亦是一个杀不得放不得的麻烦人物。果然，第一时间，安南境率领一众身外化身腾空，或是质问，或是愤喝，或是怒斥等。柳玲珑浑不在乎，冷漠道：本圣女只要一火，1个时辰，交出可活，交不出就死。随着冷喝声，漫天火海汹涌，
散发着一波波足以焚天煮海、融金化石的恐怖能量。无论安南境还是一众身外化身，根本无法抗衡。就算下一刻虚坤化形而出，调动国运守护，也无法隔绝那恐怖炽烈的赤色火焰。安南境愤怒无比，朕乃王朝之主，你说的什么异火，我根本不明白，拿什么给你？对此，柳玲珑却是漠然冷视，根本不再多言。那意思仿佛在说，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安南境心情沉重，只得求助向一众身外化身。诸位，此女还要强于那真武圣子赵浩，一旦发疯，我等怕是阻挡不住，还望诸位请无天前辈或者门中强者前来助阵。好，一众身外化身点头，故作去传讯。实则闵晨早在第一时间就开始凝聚身外化身了。好在对身外化身这门神通已极为精通，仅用半个时辰便成功聚出一具身外化身。长发飘逸，双鬓微白，脸庞成熟且俊朗，一袭青衫飘烈，身形俊拔伟岸，高人范十足。你及隐士门无天，那女人不是想要帝颜吗？那就看她有没有那个本事抢走了。宁晨一挥手，便是将帝颜交给了化身无天。唰，无天一闪身，便是消失在女帝宫，再出现已从皇城之外急速杀来，威吓之声震天。有我隐士门在，谁敢动？大宁王朝！此刻一起，正心情忐忑的安南竟顿时大喜。无天前辈来了！轰！可见宁晨化身一掷，便并指一点，指光迸发，一指而已，便将笼罩皇城上空的赤色火海破开。正在闭目养神的柳玲珑心头豁然一惊，浑身灵能顿时暴起，朝着那一道指光打去。砰！结果一声闷响，他的玲珑娇躯足足退出10几丈，气血涌动，喉咙都涌现上一抹腥甜，这让柳玲珑美眸沉裂，根本没想到区区世俗王朝居然还有这等造化境的强者守护。我乃火焰门圣女，你是何人，敢与我为敌？难道不惧我火焰门吗？柳玲珑冷斥。火焰门算个什么东西？吾乃隐士门长老无天，这大宁王朝乃我隐士门入世修行之地，识相的赶紧滚！无天长发飘舞，青山飞扬，充斥肆意的狂放，不仅让安南境为首的皇城之人感到震动，就连柳玲珑这个火焰门圣女都一时被镇住。转瞬他便恼羞成怒，混账，哪来的隐士门，真是好大口气，竟敢藐视我火焰门！同是造化境，让你看看我火焰门的手段。正说着，柳玲珑娇躯轻轻一震，随着赤发红衣荡漾，一股炽烈的流火瞬间弥漫全身。地心熔岩火，嗡！他张开玉手，无穷尽的赤色火焰瞬间聚拢，眨眼间仿佛于手心上聚成一团炎焰，其上咕咕的冒泡，蒸腾着炽烈可怖的焰光。这霎时间，柳玲珑一挥手，漫天熔岩流火宛若火山爆发，一股股岩浆朝无天激射而去，沿途灵能爆裂，空间都在变得极度扭曲，其威能足可以横杀铜镜的造化境修士。呵，看着这一幕，无天脸上却浮现出蔑视之色，在我隐士门面前玩火，班门弄斧，可恶！你说什么？简直大言不惭！无天这话一出，无疑是大大刺激了柳玲珑。须知火焰门之所以称为火焰门，就是精通火焰之道。放眼天星大陆，哪怕是乾坤圣地，也不敢说在火焰之道蔑视火焰门。结果眼下不知何的冒出来的一个隐士门修士，竟敢说他们火焰门玩火是班门弄斧，他岂能不怒？怎么不服？化身无天的宁晨冷笑，听说你来此寻异火，那你来看看我隐士门的异火如何？轰！话落，宁晨挥手便是照出了散发幻彩的地炎。地炎一出，一股唯我独尊霸道恐怖的火威绽放，还未催动，那些激射而来的熔岩火便犹如臣子见到君王一般，竟是控制不住的颤抖。火威在第一时间敛去，包括焰光都迅速暗淡，转瞬更是于砰砰的炸裂声中纷纷溃灭。啊！怎么可能？你手中这是什么异火？这惊人的一幕顿时让柳玲珑美眸为之震动。须知他所掌握的地心熔岩火虽然不是传说中的火焰，但也是一种大名鼎鼎的火焰，就算遇到一些强大异火，也不至于这般不堪。唯一的解释就是对面异火太过恐怖，对于一般火焰似乎有天生的克制与压制。此乃异火之王，天下火焰的祖宗。就算你们当年火焰门开宗祖师炼化的那朵天外云火，也得叫此火一声爷爷。宁晨再次开口，化身脸上充斥着傲然与睥睨。这隐士门的底蕴到底有多强啊？包括安南境也再次被震动。上一次隐士门曾言真武宗开宗祖师为开档小儿，这一次又将火焰门的开派祖师视为孙子辈，当真是惊世骇俗！混账，敢侮辱我们火焰门祖师，找死！宁晨之言显然彻底惹怒了火焰圣女柳玲珑，随着怒喝声，他不再有所保留，一挥玉手，竟是再度召唤出一簇截然不同的异火。随而柳玲珑携着2种异火，朝着无天愤怒杀来。大宁皇城上空热浪滚滚，2种异火爆发，其中一种名为地心熔岩火，火呈赤炎之色，犹如在地心中涌动的岩浆，无比爆裂。另外一种则名为百兽灵火，乃是从100种天生控火的妖兽之中提炼融合而成。2股火焰在柳玲珑的催动下，皆散发出焚天灭地之威，
哪怕是造化境强者也不敢因风。只可惜帝炎乃是系统所奖励的异火之王，凡天下异火，自然无火焰能出其左右。轰！当宁晨一经催动帝炎，顿有璀璨的幻彩耀起。幻彩所照之处，无论是地心熔岩火还是百兽灵火，全都遭到巨大的压制，火威大衰。可恶！我就不信本圣女2种异火还压不了你1种。这时柳玲珑彻底陷入暴躁，火焰灵体全面爆发，更是施展自身压箱底的强大手段——火焰圣法，生火双连。轰！可见在火焰门核心圣法之下，柳玲珑双手并在一起，竟是将地心熔岩火与百兽灵火融合，眨眼间便形成一朵双色火莲，一半为赤红之色，仿佛其中蕴含着沸腾岩浆；一半为青灵之色，其上似乎有百兽虚影咆哮。去死吧！而后当柳玲珑将这朵双色火莲打出之后，哪怕有帝炎的天生压制，仍旧爆发出恐怖威能，隐隐能将大半个皇城直接炸成废墟。这就是火焰门核心圣法吗？这一刻，宁晨化身眼眸泛起一股炽烈的精芒，足足盯着看了数息，随而则一声蔑笑：不巧，此法我隐士门也会。嗡！话音还在传荡，那触犯着幻彩的帝炎也顷刻间形成一道双色火莲，只是与对方赤青两色相比，他这株火莲则呈幻彩与白色，而除了色彩不一样，但无论是火威还是杀能，却完完全全超越柳玲珑的双色火莲。啊！不可能！你怎么会我们火焰门的核心圣法？这一刻，柳玲珑惊呼骇叫，一如曾经的赵浩，他完全不理解，明明只有核心门徒才能修行的圣法，为何宁晨也会？哼，不可能！我隐士门纵横天下之际，你们火焰门祖师还处在玩火尿炕的年纪呢。宁晨一边狂放霸道出言，一边打出地炎火莲。轰的一声，当2朵不同光色的火莲相撞，地炎火莲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对方火莲，恐怖的爆炸力量瞬间便轰在柳玲珑身上。噗！不过关键时刻宁晨及时收力，这才避免对方被炸灭的下场。但哪怕如此，待落地，柳玲珑也在不复刚才那种高傲亮丽的气质，浑身一片焦黑，血肉模糊，甚至有的地方连骨头都露了出来，浑身气息跌落到谷底，俨然重伤，失去了一战之力。你这2朵异火还不错，我隐士门要了。这时宁晨一挥手，便是攥住柳玲珑的身躯，将他掌控的地心熔岩火与百兽灵火强行炼出。这顿时让柳玲珑满脸慌张，歇斯底里大叫：不要！此乃我的大道根基，你不能夺走！混蛋！我可是火焰门圣女，我爷爷乃是火焰门门主，半圣强者，你敢如此对我？然而宁晨根本没有理会柳玲珑的怒喝与威胁，早在对方毫无理由前来强夺异火之际，双方就已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了。事到如今，别说其爷爷是火焰门门主，就算是天王老子，他也不会受其威胁。轰！转瞬，帝炎便将地心熔岩火与百兽灵火吞噬。随着一道轰鸣，帝炎顿时再次得到巨大成长，不仅从拇指般大小的火苗变成拳头大小，而且其火威与杀能足可以杀伤大道强者。当然，前提是能够准确命中大道境强者。该死！你毁了我的道途，我要杀了你！我要让火焰门踏平你们隐士门，还有大宁王朝！这时，感受到消失的2种异火，柳玲珑彻底发狂，想杀我，那你可要排队了。宁晨冷笑，很快，主父安南竟将柳玲珑也封印押入天牢。真武圣子赵浩，火焰圣女柳玲珑。当赵浩与柳玲珑2人于天牢之内相见之后，全都脸色震惊，大眼瞪小眼互相看着。显而易见，2人彼此是认识的，但都没想到会在此见面。看来2位认识啊，那就不用我多做介绍了，既都是我隐士门之敌，都老实在此待着吧。看着尴尬的2人，宁晨冷冷一笑，刚欲离去，柳玲珑却赶忙喝道：混蛋，放了我！我此次从门中出来，是去开启太仓秘境的，我若是未到，必有人寻我，到时你们将吃不了兜着走。唰！宁晨顿住脚步，转身好奇道：什么太仓秘境？这时赵浩却是喝骂：柳玲珑，你个蠢货！赵浩，你有病啊！咱们如今也算是同病相怜，我这也是在救你，你骂我做什么？柳玲珑误怒，随而他再度看向宁晨，继续道：咱们做个交易，你放了我，我就告诉何为太仓秘境，那可是很大的机缘之地。当然，你也别想着用神识强窥我之记忆，那样就算弄死我，你也得不到相应记忆。看着这一幕，赵浩沉默了，脸上升起同情。他知道柳玲珑太小瞧眼前隐士门的修士了，接下来对方怕要有一点点的痛苦了。呵呵，神识强窥？不，我们隐士门都是讲究方式方法的，搜魂大法。轰！果不其然，宁晨莞尔一笑，悍然对柳玲珑展开搜魂大法。搜魂大法之下，柳玲珑双眸顿时暴瞪，只觉得有万千寒光凛然的刀子插入脑海，一种极致痛苦升起。关键是他的意识还尤为清楚，根本没有混乱崩溃的趋势。啊呀呀！最终随着不知持续多久的凄厉惨叫，当宁晨结束搜魂大法后，柳玲珑犹如烂泥般软倒在地，而有关太仓秘境的一切已被宁晨全部洞悉。太仓秘府乃是一方古老且悠久的隐士府邸，
由千年前一位圣人强者太仓道人所遗留。由于太仓道人乃是一阶散修成圣，并无道统，便将生前拥有的一切埋藏于太仓秘府。200年前，三宗五门8大超凡势力意外从一处遗迹出土8道太仓秘文，暗中研究发现，每隔20年就能靠着这8道太仓秘文进入太仓秘府，获取太仓道人遗留的宝藏。于是为防一胜两攻插手，三宗五门经过商议，便将此事列入绝密。每逢20年，便暗中派遣圣子圣女秘密前往太仓秘府，据8秘、开遗府、探宝物柳玲珑此次出来，就是又一个20年。奉命带着火焰门掌握的太仓秘文去太仓秘府，结果途中却被系统奖励的递延吸引。唰，感知到火焰门的太仓秘文，宁晨突然一巴掌抽在赵浩脸上，冷斥道：“你不老实啊！”按照柳玲珑的记忆来看，三宗五门的圣子圣女应该都知晓太仓秘府将开的消息。事实上，当宁晨仔细翻找一下赵浩的记忆，果然从中找到了关于太仓秘府的一些蛛丝马迹。显而易见，对方在自己搜魂之时刻意弱化，甚至主动封印了这部分记忆，就是想借太仓秘府之事，好让宗门知晓他出事了。只是打死他也没有想到，同为知情者的柳玲珑也被抓了进来，而且上来爆出了此事。不，我只是……这一刻，赵浩的脸色犹如吃屎了一般难看，简直恨死了柳玲珑，还他妈说什么在救他，这明明是觉得他不够惨，又狠狠踩了他一脚。轰！宁晨自然不听他狡辩，再度施展搜魂大法，在一阵惨叫声中，将对方脑海封印的有关太仓秘境的消息与真武宗的太仓秘文掌握。而离去前，又说了一句让赵浩陷入绝望的话：“来人，给这家伙上刑，不能让他死，也不能让他好过，需让他生不如死。”言罢，宁晨不再理会破口大骂柳玲珑的赵浩，走出天牢，将太仓秘府之事告知了安南境。安南境美眸大蹙：“吴天前辈，照这么说的话，太仓秘府还有半个多月就要开启了。赵浩与柳玲珑之事，怕是要瞒不住了。”宁晨点头，宽慰道：“虽说如此，不过女帝陛下不用担心，有我隐士门在，纵然真武宗与火焰门联袂杀来，也能保大宁周全。”此乃谎言。事实上，宁晨如今只是造化境，真武宗与火焰门2大超凡势力真要联袂杀来，他以身外化身打造出来的隐士门根本扛不住。我相信前辈实力与隐士门抵御，不过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与2大势力对上为好。安南境赶忙摇头，若是真武宗与火焰门2大势力杀来，哪怕隐士门能够与之力敌，但大宁王朝的普通百姓肯定会死伤惨重。于是他沉虑片刻，突然道：“前辈，我有一个想法，虽然有些冒险，但却值得一试。前辈不是从赵浩柳玲珑那里掌握了相应的太仓秘文了吗？那我们完全可以冒充2人前去开启太仓秘境，这样一来，暂时就不会有人知道他们2人出事了。更重要的是，让三宗五门都趋之若鹜的太仓秘府，其中肯定拥有很多宝物传承。若是能得到，我大宁王朝必定能培养出更多的强者，大宁国运也将更上一层楼。”说到最后，安南境沉声道：“唯一的难点就是我们如何假冒2人，而不被其他人发觉。”宁晨挑眉，着实没想到安南境想法这么大胆。不过根据赵浩与柳玲珑2人的记忆来看，三宗五门的圣子圣女们其实大都不熟悉，若是装扮的像一些，或许真有机会糊弄过去。毕竟隐士门强不强，只有他才真正知道。若有机会继续拖一拖，他自然乐意之至。好，既然女帝陛下对太仓秘府感兴趣，那到时本座便亲自陪你去一趟。最后，宁晨化身点手，同意了安南境的想法。而之后，宁晨还在想着如何乔装打扮，才能让吴天分身与安南境装扮赵浩柳玲珑像一些，甚至考虑要不要本尊跟着去一趟，以保平安。谁知连续2周的躺平奖励却给了他惊喜。叮！恭喜宿主躺平5年01周，获得奖励易容术。叮！恭喜宿主躺平5年02周，获得奖励长身术。第一种易容术能为自己易容，也能为别人易容，唯一的缺点就是此法只能改变外貌，无法改变内里，容易被更强者看穿。第2种长身术则能让本尊完美掌控身外化身，可以在一炷香内发挥本尊的全部实力。有了这2种术法，倒是十分妥当了。宁晨暗自满意。直到太仓秘府开启的前几日，宁晨利用易容术，轻而易举便将自己的化身吴天与安南境分别易容成赵浩与柳玲珑。可见这种易容术十分精妙，至少大道境之下，仅从容貌上是看不出来什么端倪的。不过为了更想，宁晨特意将地炎交给易容成柳玲珑的安南境。毕竟地炎在吞噬了地心熔岩火与百兽灵火后，能随意调动这2种异火的各种神妙。至于宁晨自己，由于精通真武圣法，他估计就算是真武宗熟悉赵浩的人，站在自己面前也看不穿。很好，装扮没问题了，就算出了意外，还有长身术在，一炷香之内不亚于我本尊亲临。如此，就算遇到大道境强者，也能保全性命。看了一眼分身与安南境，宁晨本尊满意点手。最后，化身吴天与安南境一同飞离大宁皇城，按照赵浩柳玲珑的记忆前往目的地。一路无话，宁晨化身与安南境一直飞了2天，
直到出离原本的9朝之地，又飞了1日，这才在一处蛮荒山脉停下。那座太仓秘府就在此方山脉之中。果不其然，当宁晨与安南竟按照赵浩柳、玲珑2人的记忆，落于这片蛮荒山脉后，可见山脉一处密林中早已等待着6道身影，4男2女，皆为30岁左右的青年，或是金衫古袍，身形俊拔，或是青衣出尘，风神如玉，或是紫裙吸睛，脸色妩媚。每个人的长相、身材以及气质都不一而同。相同的是，在场之人皆散发着造化境气息。看来这些人应该就是除真5宗火焰门之外，其他2宗4门的圣子圣女了。金玄门圣子金烈，青木门圣子青松，水月门圣女水月花，大地门圣子楚后赵。根据赵浩柳、玲珑2人记忆，无论是安南境还是宁晨化身，全在内心辨别着众人身份。尤其是其中一对男女，明显与其他4人不同。男子身着宽大黑袍，一对瞳孔之中充斥着嗜血魔意，浑身上下更是散发着滚滚魔气。女子则是一袭白羽长衣，满头银发如雪，容颜诀窍妖异，犹如一颗明珠，一世独立。古魔宗圣子魔前娇，天妖宗圣女白芷画，这就是传闻的魔与妖吗？一眼便知非人哉。宁晨化身着重看了一下魔前娇与白芷画2人，这世上除人族之外，还有传说中的妖魔鬼怪。对于鬼怪，宁晨倒是不陌生，银鬼就是鬼怪一种。对于魔与妖，他倒是第一次见。刷。而在宁晨与安南竟2人观察在场之人之时，一众圣子圣女也是纷纷侧目盯住2人的身影，第一时间便有好几人蹙眉。就在安南竟以为暴露之际，谁知对方只是不满喝道：“哼，真武圣子赵浩，火焰圣女柳玲珑，你们为何才来？可知我们等你们多久了？”太仓遗府每20年才有一次开启之机，每次开启只维持3月，如此宝贵的机会，你们也太不当回事了。闻听此言，宁晨当即以赵浩常用口吻强硬地回应道：“哼，3宗5门时间定的明明是今日，你们来早了，怪得了谁？”不错，安南竟也附和，同时故意调动一缕缕地心熔岩火神庙流转于体表。不到时间，纵然凑齐8道秘纹也没用，何必来这么早？对此，一些圣子圣女明显不满。但这时，古魔宗圣子魔前娇与天妖宗圣女白芷画突然介入：“诸位，时间刚好，就别在这里争论这些了，马上凑齐8道秘纹，开启太仓遗府吧。”此话一出，在场一众圣子圣女只好按下不满。至于宁晨与安南境，自然也不愿意与之多言。在场8人相互对视一眼后，皆开始念动秘纹。先是魔前娇与白芷画2人，声音画出2道金光璀璨的秘纹。之后则是金烈、青松等人，最后早已掌握秘纹的宁晨与安南境也不耽搁，亦随着念动，于空中形成太仓秘纹。当8道金光灿灿的太仓秘纹争相环绕，融于一体后，顿时化为璀璨金光，落于此地。轰隆！刹那间，随着一阵地动山摇，一座深埋地下的秘府顿时从地下开始逐渐拔起。短短片刻，一方雄伟且巍峨的秘府已然现世。一眼望去，通体宛若金枝铜金浇筑，其上铭刻各种复杂玄奥的纹路，古老且苍劲。此外，还有日月山河、龙凤麒麟等神秘图案，隐隐散发着一圈圈雄浑且浩瀚的灵光。一见此府，在场之人无不升起一种渺小感，只觉得府如高山，身若蝼蚁，望高山而仰止，不愧是圣人遗府，当真雄伟，蔚为壮观。咔！就在场众人感慨之际，秘府大门已然洞开。沉寂一瞬，没有丝毫犹豫，在场一众圣子圣女全都在第一时间闪身冲入了秘府，速度一个比一个快，甚至拉出道道残影。毕竟太仓秘府乃是曾经圣人所留，其中所遗留宝物自然令每个人都十分向往，尤其是圣人的核心传承，若能得到，哪怕对于他们来说都不亚于一步登天。吴天前辈，我们也抓紧时间进入秘府吧。彼时安南境也是目光如炬，充斥期待。宁晨点手，当即与安南境一起进入太仓秘府。嗡！可见2人一入秘府，只觉得眼前骤然黑暗，飞了10数息，眼前这才光芒大亮，豁然开朗。可见2人刚一到来，瞳孔便齐刷刷一阵。刚才仅从外界看，太仓秘府已是雄伟巍峨，进入之后发现里面更是大有乾坤。入目所见，金晃晃，明光光，各种光彩缤纷，方方殿宇坐落，雄伟厚重，座座琼楼林立，鳞次栉比，殿顶铺琉璃，阶上浸白玉。细看之下，皆流转着一股股神秘的净光。咦，此地好像是以八卦9宫格局所建。稍一观察，宁晨就看透了此地的地势格局。殿宇琼楼成一圈圈环形坐落，四面足有8条宽阔无比的大道直通秘府中央之地。远远眺望过去，秘府中央区域雾气朦朦胧胧，那里隐约坐落着一座雄伟建筑。彼时，无论是魔前交白芷画还是金烈青松等人，全都各自踏上一条大道，正朝中央航去。宁晨第一时间仔细翻阅赵浩与柳玲珑的记忆，很快便找到2大宗门前人摸索出来的经验。原来凡进入太仓秘府，想要达到秘府最中央的区域，获得太仓道人的核心传承，首先需要一人选择一条大道，大道之上有无穷禁止，想要顺利前行，
必须完成大道左右那些殿宇楼阁之内的考验与试炼。每完成一座殿宇试炼，大道禁制才会消失一截。以此类推，只有完成一条大道上所有殿宇试炼，方才能直通中央核心区域。从200年前，三宗武门虽然已经来了不少次，但显然从未有人走到过大道尽头。原来如此，如今其他6人已经选择6条大道，所剩2条大道，咱们就1人1条。得知此间规矩后，安南靖沉吟片刻，做出决定。好，女帝小心，若力有不逮，不要勉强。宁晨嘱咐一声，为了安南靖安全，他直接将地岩全权借给其使用，足以让他正面对抗造化强者。最后2人分道扬镳，1人步入一条大道。唰，宁晨化身飘然落入其中一条无人的大道上，一眼望去，大道尽数由白玉铺就，灵光闪耀，温润通明。大道两旁殿宇楼阁鳞次栉比，或是金碧辉煌，或是碧玉妆成，或是亮如黑曜等等。殿上皆有匾，匾上全有名，如金石殿、青云宫、黑莲楼等，皆不一而同。可见这些宫殿楼阁早已殿门大开，其中一片狼藉，包括其上净光也早已消失不见。显而易见，这些早已被三宗武门的前人所破。至于其中的宝物资源等，自然也被搜刮一空。唰！于是宁晨不再踌躇，于大道昂首迈步，一直在大道走了差不多1/3的距离，这才感受到一股无形净光挡住了前路，无论用什么方法，用何种力量都无法寸进。显然三宗武门的前人曾经只走到此地。200年来，三宗武门至少进入此地8、9次，竟才在大道中走了1/3的路程。看来这大道两旁殿宇的考验比想象中难啊！宁晨挑了挑眉，目光转向大道近前的宫殿。宫殿呈云白色，其上铭刻着各种丹纹祥云，通体上下绽放着浓厚的灵韵以及净光。那张云匾铁画银钩般书写着3个古老大字：丹云殿。丹云殿，看来此殿是与丹药相关的殿宇。宁晨呢喃一声，上前探手推开丹云殿殿门，嘎吱。当宁晨步入丹云殿后，身后殿门自行关闭，但他并未理会，只是观察着丹云殿内部景象。大殿空旷，只在最里面坐落着一方方木架，其上摆放着密密麻麻琳琅满目的瓶罐，灵光闪耀间弥漫一股股奇异的丹药清香。好多丹药。这一幕让宁晨不由得亮起眸子，目光火热。虽然本尊在躺平奖励下根本不缺丹药，但我被修士，谁又会嫌弃自己丹药多呢？就算自己用不上，拿回去培养阴鬼、3圣4将等一众属下也是极好的。于是宁晨迈步上前，想要将所有丹药收起，却发现根本做不到，其上净光禁止他收取。直到下一刻，一道宏大空明且没有丝毫情感的声音响起：欢迎有缘人入丹云殿，想要于大道再行以及收获此殿丹药，需要有缘人于半个时辰内击败5尊铜镜青铜傀儡。刷刷刷，声音还在此间传荡，5道净光骤然间落下，顷刻间现身5具人形傀儡，从头到脚覆盖在青铜甲胄内，周身上下符纹明灭不定，皆持青铜刀剑，浑身散发造化境初期气息，隐隐约约给人一种极其精悍且强大的感觉。难怪前人止步于此，竟要以一敌5尊铜镜。看到这一幕，宁晨不由得感慨，但下一刻他却没有畏缩，毅然决然地接受闯关。虽然眼前只是他一具化身，只有本尊70%实力，但对付5尊铜镜傀儡绰绰有余。吭吭，可见宁晨一动，5具造化初期境的青铜傀儡当即手持青铜刀剑朝他围杀过来，大量符文于身上闪烁，一股股炽烈霸道的刀剑之气激射而来，将整座大殿震得狂颤。灵犀指。然而对此，宁晨连剑都未曾拔，只张手一抓，5道炽烈的灵犀指光犹如5柄利剑出鞘，跨越空间，眨眼便洞穿5具傀儡眉心。随着一阵沉闷声，5具傀儡全都倒地，符文暗淡，破碎成一地破破烂烂的青铜碎甲。恭喜有缘人成功通过丹云殿的试炼。浩大空明的声音再次响起，丹云殿的净光当即黯然，包括殿外大道的净光更是顺着大道一泯灭，直到下一座殿宇的范围。唰，宁晨欣喜，赶忙来到那一排排丹药木架之前，可见这些丹药琳琅满目，有淬灵的、疗伤的、驱毒的、运食的等等，品类极为齐全。宁晨没有挑挑拣拣的习惯，大手接连挥动，不一会便将所有丹药全都扔入系统空间。继续。而搬空丹云殿之后，宁晨当即从大殿内走出，抬头看了一眼延伸一大截距离的大道，没有犹豫，继续快步朝着大道尽头行去。同一时间，另一边的大道，安南靖也步入一殿，开启与宁晨相差不多的考验。虽然皆是对付铜镜，但仅平安南境所修显然难度不小。好在有宁晨赠予的地岩，战力激增一大截，在费了一些时间后，也顺利通过考验。只是其破关速度远不如宁晨罢了。至于三宗武门的圣子圣女，也是破关有快有慢，快的如磨前胶白纸画，精炼轻松等则相对来说慢一些。但无论快慢，他们早已打消获取圣人传承的野心。只因他们哪怕有人是造化后期，但相应考验也对应的是造化后期，以至于他们在大道之上走的每一步都尤为的艰难。更何况开启时间只有短短3个月，他们如今只想多通关一些殿宇，多获得一些宝物即可。唯有宁晨则是将注意打到核心传承之上。
决定用最短的时间走到大道尽头。为此，他全力以赴，在大道上开启快速通关模式。一路之上，什么玄冰殿、灵符楼、天法宫、地术阁等等，全都被他快速闯了过去。当然，随着在大道之上越走越远，考验也越来越难。最直观的就是继青铜傀儡后，开始出现白银傀儡、黄金傀儡乃至紫金傀儡。虽然这些傀儡境界始终与自己持平，但战力却是越来越强，而且数量也越来越多。尤其是紫金傀儡，通体铭刻着紫金符文，仅是一句就能力抗他3件，可想其强大。不过宁晨还是凭借着远超同境武者的逆天战力，一路强闯而过，收获海量灵石、丹药、符箓等超凡资源的同时，也越发接近大道尽头的核心区域。直到1个月后，经过一场鏖战，他接连斩杀18具紫金傀儡，将殿中大量宝物收入囊中后再出来，原本雾气蒙蒙、金光闪耀的大道俨然抵达了尽头。太仓秘府中，宁晨化身已然来到了大道尽头，白雾茫茫，阴影绰绰，似有幻彩之光在四耀。果然，当宁晨化身于大道尽头迈步，漫天白雾退散，一座闪耀七彩光芒的庞然大物显露。当定睛望去，宁晨第一时间便是瞳孔缩动，内心升起一抹震撼。那是怎样的一座建筑？雄伟且巍峨，古老又苍茫，神秘亦玄奥。飞檐如剑脊横空，画栋似星河垂叶，殿上琉璃，昼夜生广寒，玄阶禅雾，晨昏涌烟岚。一方古老大气的紫金牌匾高悬于殿宇之上，铁画银钩铭刻3个古字：太仓殿，其上灵光闪烁，流转着古老磅礴的非凡圣韵。太仓殿，看来这里便是太仓圣人真正的核心传承的。宁晨心有判断，没有耽搁，当即上前推门。嘎吱，殿门虽宽阔厚重，但并无进光，一推即开。霎时间，一股尘封多年的沧桑风气从殿内涌出，吹动着宁晨这具化身的发丝。当宁晨迈入太仓殿后，可见此殿内有乾坤、雕梁画柱、盘龙飞凤，左右8座玉台，玉台之上依次整齐罗列着8种传承宝物，或是一本玄色古经，隐隐蒸腾着蝌蚪般的铭文，或是一方羊脂玉瓶，瓶口散发着浓郁药香，或是一柄古朴长枪，通体流转着无上圣威，等等。虽称不上琳琅满目，但每一种都是宝气氤氲，显而易见，这些全都是太仓圣人的核心传承。只可惜这些玉台与宝物通体上下散发耀眼金光，根本无法靠近，更别提将其收起来了。最终，宁晨化身迈步走到太仓殿的最深处，可见这里坐落着一方更为璀璨与明亮的玉台。玉台之上，万千灵光蒸腾，白色烟气朦胧，隐约间有一座迷你型的太仓秘府沉浮，亦有8条大道，亦有鳞次栉比的宫殿楼阁。恍惚间，他看到了魔前交白纸画等一众圣子圣女，看到了安南境，甚至看到了自己。这是什么宝物？宁晨一对眼眸之中露出了惊疑以及好奇。嗡！然而这时，迷你版的太仓秘府陡然嗡鸣一颤，烟气弥漫，眨眼间凝聚出一道虚影。虚影头戴道冠，身着圣袍，鹤发童颜，仙风道骨，乍一看犹如得道高人临凡。虽然周身上下没有散发出什么可怕气息，但举手投足之间却流露一种天然威严。吾乃太仓道人一缕残魂，在此尘封千年，沧海桑田，时空变幻，终于等来有缘人。圣袍虚影一出来，便是发出一阵感慨的声音：太仓道人见过圣人。宁晨挑了挑眉，没敢在这等人物残魂面前托大，行了一礼。太仓残魂点手道：有缘人不必客气，既有缘来到此间，接下来便听吾道来。他一挥手，环视八方，介绍道：吾本天外圣，太仓世人，意外遭难，陨灭此剑，唯恐传承断绝，故设太仓府。留生前传承8道，其一为太仓圣经，其2为太仓圣法，其3为太仓圣丹，其4为太仓圣兵。将大殿内8方玉台上的宝物一一介绍完毕后，太仓残魂则是看向宁晨，抚须笑道：呵呵，有缘人，你能从太仓8道其中1道走到这里，可见你天赋实力尤为不凡。如今有资格拿走大殿内其中任意1道传承，只能拿1道吗？宁晨蹙眉，显然不满意。好不容易走到这里，8道传承却只能拿1道，自然不美。太仓残魂似乎预料到了宁晨想法，再次道：你若不满足1道传承，倒也有一次将8道传承包括整座秘府都收入囊中的机会。唰！说到这里，太仓残魂指向脚下那方迷你府邸，为之介绍道：此乃太仓秘府的核心器灵，只要炼化这方核心器灵，便可代替我这道残魂，成为太仓新主，掌握太仓秘府。听完这句话，宁晨眸光大亮，盯住核心器灵。但这时太仓残魂声音变得肃重：不过在此，你需要接受吾设下的一次终极考验，只有完成此考验，方才能炼化核心器灵。但吾要提醒你，终极考验危险重重，杀机森然，一个弄不好，你就会丢掉性命。所以是取走1道传承，就此安全离去，还是接受考验，以小博大？你可考虑清楚，再做回答。唰！然而太仓残魂话音刚落，宁晨便斩钉截铁道：我接受终极考验。开玩笑，眼下只是他的一具身外化身而已，就算失败，于此地陨灭，
他也无所谓，自然不举。况且他不觉得自己会在终极考验中失败。哦，看到宁晨如此果断，太仓残魂似乎有些诧异，那对残魂之眸似有生前残存的圣光流转，这才终于洞悉了宁晨的一些底细。咦，此人是易容伪装？不仅是易容，这具身体似还是一具精妙绝伦的化身，难怪如此果断。不过一具化身却能走到这里，其本尊绝对更非凡啊！其人在？太仓残魂内心呢喃，已然对宁晨有些期待，最终点手道：“那好，那便开启终极考验。”嗡！言罢，太仓残魂双手顿时一扶，顿有光景浮现，足有7幅，而每一幅光景中皆有一道身影，不是别人，正是还在7条太仓道上苦苦解禁的一众圣子圣女以及安南境的身影。见此，宁晨挑眉，内心隐隐察觉到了什么。果不其然，太仓残魂抚须，朗声大笑道：“哈哈哈！其实终极考验很简单，那就是你需将所有进入此地的有缘人给击败。你若胜，便可炼化核心器灵，成为太仓星主；你若败，其他人皆可带走此地一份传承。”刷刷刷，太仓圣人的话音还在回荡，空旷的大殿之上顿时降下7道通天劲光。当劲光消散，魔前交、白纸画、金烈等一众圣子圣女全都出现在此，亦包括伪装成柳玲珑的安南境。安南境与2宗4门的圣子圣女一来到太仓殿，开始还有些懵，但当太仓残魂将缘由始末告知，除了安南境外，全都兴奋不已。尤其当看到大殿两旁的8道核心传承后，魔前交、白纸画、金烈等人皆齐刷刷盯住宁晨，眸中充斥贪婪、炽热以及冰冷的杀意。他们没有在意为何赵浩能够走到太仓圣殿，他们只知道只要联手击败对方，他们就能一人取走1道圣人传承，这让他们激动亢奋，此乃逆天改命之机。好一个终极考验，难怪说危险重重。宁晨蹙了蹙眉，若是符文傀儡，再强也不过是死物，但眼下魔前交、白纸画、金烈等人就不一样了。为了圣人传承这种泼天利益，他们绝对会无所不用其极，远比符文傀儡难对付。哼，赵浩，此等机缘水太深，你把握不住，识相点，自己主动认输，或许还能保命。这时，魔前交、白纸画等众人纷纷开口冷喝，身上散发的杀机一个比一个强烈。宁晨摇头一笑，虽然独对一众圣子圣女压力很大，但他并无惧，更何况对面还有安南境，随时随地都能成为自己的助力。废什么话，让我杀了他，瓜分圣人传承！轰咻！这一刻，伴随喝声，性情暴烈的金烈直接化为1道金色闪电，率先杀向宁晨，一拳轰出，金光荡漾，造化境中期的能量喷薄，拳印犹如一轮金色烈日暴击宁晨。在他看来，眼前的赵浩不过是出入造化境，这一拳就算杀不了对方，也能将其重创。砰！谁知下一刻，一道沉闷如雷的碰撞响起，宁晨身影纹丝未动，反倒是冲上来的金烈被一记真武荡魔印重重击飞了出去，呆落地，拳头都鲜血淋漓，皮肉尽碎。怎么可能？金烈难以置信。他虽对赵浩不熟悉，但同为3宗5门圣子之列，自然有过了解。不是说赵浩修行较晚，实力在圣子圣女之列弱一筹吗？这特么叫弱一筹？哼！金烈，给你出头的机会，你也不中用啊！与他单打独斗做什么？一起杀伤了他不就行了？这时，金烈刚败退而回，按耐不住杀意的魔前交与白纸画2人则是齐齐冲上，瞬间大殿之中2种光色萦绕，闪耀大殿，古魔之气与天妖之力宛若山洪决堤般迸发，四方空间荡漾，整座太仓殿都在轰鸣不已。降妖镇魔，宁晨神情淡然，当即祭出上古9剑，其中2剑，一剑降妖，一剑镇魔，对妖魔有天然压制。果然，2剑一出，不仅摧枯拉朽，斩爆2股妖魔之力，当剑光擦中古前交与白纸画2位圣子2女，更是双双痛叫，周身上下的魔气与妖力凭空被削减掉了一截。可恶，你这是什么法剑？为何对我们如此克制？魔前交与白纸画2人全都在大声质喝。宁晨自然不会与他们多言，欲动着降妖镇魔2剑，主动朝魔前交与白纸画斩去。赵浩有古怪，还不快来助我们？难道不想要圣人传承吗？魔前交与白纸画对降妖镇魔2剑心生忌惮，只能一边躲避，一边冲着其余圣子圣女求援。因其声，青木门圣子青松、水月门圣女水月静、大地门圣子楚、后赵3人再度冲上。同为圣子之列，他们皆是清一色的造化之境，有的是造化初期，有的是造化中期，自然不可小觑。所以宁晨再度祭出3柄古剑：杀身剑、斩灵剑、灭魂剑，再加上降妖镇魔，一人欲动5剑，与5位圣子圣女激斗起来，剑影潺潺，轰鸣阵阵，整座太仓殿陷入暴动。一具化身却能以1敌5，着实了不得。看到这一幕，太仓残魂不由得抚须点手。但规矩就是规矩，宁晨既选择开启终极考验，必须要解决所有人，方视为过关。可恶，你绝对不是真武宗的圣子赵浩。我与赵浩虽不熟悉，但也曾经切磋过，他绝对没有这种战力。你到底是谁？这时，一众圣子圣女
逐渐看出了不对劲。同是三宗武门的圣子，你赵浩居然这么牛逼，开什么玩笑？有这本事，你还能在三宗武门早去1胜2功了？哼！宁晨不语，只一味御剑攻杀一众圣子圣女。须知他这不是本尊，一身力量虽强，但却有限度，必须要从速解决对手，否则定生变故。马德，管他是不是赵浩，必须宰了他！柳玲珑，快与我一起上去围杀！这时，刚才败退的金烈再次迸发杀机，呼唤一旁的柳玲珑，一同冲杀向宁晨。轰！结果这时安南竟果断冲着金烈祭出地炎。地炎吞噬地心熔炎火与百兽灵火后，威能何其强大，就连大道境强者都能杀伤。如此恐怖火威，让金烈惊骇欲绝，闪避，但他终究慢了一拍，被一缕地炎擦中胳膊。结果那条胳膊瞬间便是燃烧起来，无论怎么扑都扑不灭，最后只能果断斩断手臂，这才得以摆脱。贱人，原来你也不是火焰门圣女柳玲珑！金烈大吼，接连的大亏，吃得他暴怒无比。安南竟亦是不言，只操纵地炎焚烧向金烈。可有了防备的金烈不再给安南尽可乘之机，仗着造化境速度不断避开地炎。真武宗圣子赵浩，火焰门圣女柳玲珑，他们全都是别人假冒的，怎会出现这种事？难道他们杀了赵浩与柳玲珑？在场一众圣子圣女脸上全都升起一股危机，最终他们相互对视一眼，神色升起狠辣。诸位，不要再有所保留了，此乃三宗武门掌控的机缘之地，岂能让2个不知身份的外人带走此地传承？轰轰！在一道道冰冷喝声中，无论是魔前蛟白纸画，还是青松水月花杵后照，包括金烈，全都不再有所保留，将压相抵手段用出，或是动用圣法，或是催动神通，或是施展玄妙，一众圣子圣女实力皆疯狂飙升。一时间，无论是御动武剑的宁晨化身，还是操纵地炎的安南境，全都陷入生死危机。那一股股恐怖的杀力，欲要将2人给剿灭。女帝陛下，小心！看到这一幕，宁晨化身第一时间将安南境护住。与此同时，远在大宁女帝宫躺平的宁晨本尊，双眸陈列，没有犹豫，果断施展掌身术。轰！刹那间，7成实力涨至10成，一如宁晨本尊亲临。太仓殿中五光十色，各种圣法神通极为绚丽。魔前蛟、白纸画、金烈等一众圣子圣女，散发着磅礴浩瀚的气息，能量交织汹涌，十方空间震动，似能开山裂地，撼动大道。这一刻，安南竟只觉得大难临头，身魂紧绷。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2股冰冷且炽烈的眸光陡然从化身无天双瞳中喷薄而出。至尊领域，宁晨在本尊全部伟力降临刹那，便重重一跺脚，展开至尊神体第2重玄妙至尊领域。嗡！当恐怖浩大的至尊领域扩散，覆盖整座大殿，那袭来的一道道圣法神通尽数被定在虚空。至于魔前蛟白纸画金烈等人，更如坠沼泽，原本强大的气息当场被压制3、4成，包括那道太仓残魂都感到一种无形压迫。这是什么玄妙？竟连巫都受影响。至于魔前蛟白纸画金烈等一众圣子圣女们，自然更加震惊以及骇然，呼喝声此起彼伏。啊！他在增强的同时，却也削弱了我们。可恶，这是什么手段？简直前所未闻！唰！这时，宁晨迈步，一股大势自他体内升腾，那是至尊之势。尤其在至尊领域的加持下，明明7尺的身躯，仿佛在不断拔高，直至顶天立地，如同一尊神魔从天外降世。哼！一群土鸡挖狗之辈，岂知我隐士门手段？今日吾仅以一掌败尽尔等！嗡！随着狂放喝声，宁晨在至尊之势达到巅峰之后，冲着一众敌人悍然间拍出一掌，天地同力！轰！这一掌下，更是加持着至尊神体第1重玄妙，掌印如山岳，直接以封天之势压向一众敌人。古魔降世，天妖血脉，庚金烈阳。看到这一幕，魔前蛟、白纸画金烈等圣子圣女全都大吼，纷纷打出自身最强力量，希冀能够联手破掉来自宁晨的掌印镇压。可想象丰满，现实骨感，他们无往不利的最强力量，在至尊领域的压制下威能大减，反倒是宁晨在天地同力至尊领域2种玄妙下，一身实力隐隐拔高到大道境层次。掌印压下，众人的圣法神通全都纷纷溃灭。下一刻，随着一阵沉闷声响，他们的身躯全都被镇压的当场跪在太仓殿之中。随着掌印继续压落，众人的头颅不断低垂，身躯剧烈颤抖，欲要原地爆开一般。一股浓郁至极的死亡感浮现在所有人心头。混蛋，我们乃是3宗武门的圣子圣女，你若敢杀我们，我们背后势力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魔前蛟白纸画等人第一时间搬出身后势力，这让宁晨内心烦躁，眸中闪现一抹戾气。他真的很讨厌打不过就搬靠山的人，这让宁晨恨不得一掌拍死所有人，狠狠出口玉气。可最终考虑到安南境以及大宁王朝的安危，他只能按下杀意。然而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转瞬后，宁晨还是将这一掌狠狠拍了下去。虽泄了杀力，但这一掌仍将魔前蛟白纸画金烈等一众圣子圣女拍得狂吐鲜血，浑身骨头咔嚓咔嚓断裂，惨叫声此起彼伏。足足数息后，
当掌印消失，殿内恢复平静。魔前交白纸画等人已然成了血人，重伤昏死。而后宁晨施展手段，将所有人牢牢封印。做好这一切，本尊的伟力这才悄然间退去。吴天前辈，今日多亏你了。这时安南境见危机解除，上前道谢。宁晨摇头，女帝陛下客气了，我隐士门继位大宁国教，这些自然是我该做的。唰，就在二人交流之时，那道太仓残魂飘来，抚须满一点手，有缘人，你果然了不得，这场终极考验你彻底通过了。如今你已经有资格炼化核心器灵，成为新的太仓府主，获得无所有传承。说着，太仓残魂示意宁晨上前，但后者却没有动作，而是道：前辈，我可否将这个资格转赠他人？太仓残魂一挑眉，顿时明悟，看向安南境，苦笑道：你通过考验，已是新太仓府主，你要转赠，吾自然没资格阻止。安南境赶忙摇头：不，吴天前辈，这是你通过的考验，我岂能抢你机缘？此言差矣。宁晨摇头，不在意道：这太仓圣府虽好，但于我隐士门来说，只是锦上添花，但对你以及大宁王朝来说，却足以逆天改命，所以莫推辞了，就由你来掌控此府。说完，宁晨不由分说将安南境给推上前去。好吧，安南境只好欣然接受，开始炼化核心器灵。轰！半日后，在太仓残魂指导下，安南境成功将太仓器灵炼化。当一道通天劲光升腾，安南境已然成为了这方太仓圣府的新主，不仅可以随心掌控圣府内的各种禁制传承，更能于一念间将太仓圣府变成袖珍大小，相当于一个拥有超大空间的储物之宝。姑娘，恭喜你成功掌控吾的太仓圣府，望姑娘以后能够将本座传承发扬光大。这时，身影变得极其虚幻的太仓残魂开口：在彻底离世前，吾还有一个心愿未了。吾来自天外天大世界，乃是太仓氏族之人，如若有机会，还望带吾回故乡看一看。闻言，安南境郑重抱拳应下来：一定。善不。最后，太仓残魂府须大笑，彻底消散一空。恭喜陛下获得太仓圣人传承，此间宝物众多，定能让大宁王朝国力激增。这时，宁晨上前恭喜，安南境则是一脸兴奋，但看了一眼被封印的一众圣子圣女，他又起忧虑：吴天前辈，这些人怎么办？先带回去与赵浩柳玲珑两人关在一起吧。宁晨毫不在意道：事实上不是他不在意，而是事到如今，狮子多了也不怕咬了。好。最终，安南境挥手，先将太仓圣府收入袖中，而后与宁晨化身，一路回转大宁皇城。回到大宁皇城后，宁晨与安南境两人便将封印的魔前交白纸、华金烈等人扔入天牢。当赵浩柳、玲珑两人看到六大圣子圣女之后，脸色彻底麻了。原本内心还在期待的那一抹希望彻底破灭，根本没想过宁晨与安南境两人居然能将其余两宗四门的圣子圣女统统镇压抓回来。这也就意味着想通过这些人向宗门传递他们出事的消息是不可能了。不过还好，太仓秘府最多维持3个月时间，如今已过1个月，还有2个月。2个月后，我们若不回宗，宗门定会去来寻我们，届时我们照样能够脱困，报仇雪恨。赵浩柳、玲珑，包括已经苏醒的其他一众圣子圣女们，内心皆在如此想，暗自磨牙恨恨。宁晨却像是猜到众人内心的想法，冷笑道：怎么着，是不是想着快点熬完2个月，就会有人发现你们出事来救你们啊？话虽如此，但我会让你们轻易熬完这2个月吗？说到这里，宁晨一挥手：来人，好好伺候这8位，需让他们好好感受感受什么叫度日如年。2个月当让他们当成一甲子过啊！不要！魔前交白纸画等人刚被关进来，还不觉得有什么，早就饱受折磨的赵浩与柳玲珑却脸色顺白，但一众狱卒不理会2人哀嚎，开始各种花活。一时间，天牢之内痛叫、谩骂、怒吼等声音不绝于耳。宁晨则不再理会，心神已然回到本尊身上。虽然此行将3宗5门的罪光了，但至少还能再拖上2个月。至于2个月后该如何，他暂时懒得去想，眼下能躺1天是1天。倒是安南境，自然没有宁晨这种躺平心态，一下子得罪了3宗5门总共8大超凡势力，早已让他心神紧绷，升起极大危机感。因此他一回来就开始以太仓秘府中的传承武装自己，修圣法、炼法兵、吞灵丹等等，同时更是利用太仓秘府中所拥有的海量修行资源，开始大力发展大宁王朝的国力。其中国力提升最有效的自然就是强者的数量。于是银鬼、安抚楚葵、柳英、骁龙灵虎夜暴方狼等等都得到大量资源的倾注与培养，就连龙虎豹狼100万大军都得到极大蜕变，军中涌出越来越多的武圣武神，包括超凡，再加上宁晨本尊借隐士门之手所转赠的宝物，大宁王朝的国力可谓是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很快，借助日益暴涨的大宁国运，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安南境就成功踏入了造化境。而晋升造化境的第一时间，他便回到女帝宫，兴高采烈地再次尝试为宁晨强解绝灵咒。结果一如曾经，他仍无法强行解除掉宁晨的绝灵咒，
这让安南竟再次陷入阴郁难色。看到这一幕，宁晨摇头一笑，一把将安南竟揽入怀中。蓝静娘子不必再执拗解咒，与其强解我绝灵咒，不如先解我相思苦。说着，宁晨大嘴便是狠狠吻中安南静的朱唇。哼！安南静不一会就被宁晨挑逗得满目气喘吁吁，而后宁晨更是在其耳畔轻声道：“南静娘子，今日便用你最喜欢的姿势，如何？”唰！安南静脸红似血，不一会，她便被抱了起来。接下来的时间，宁晨隔三差五都会找安南静解一下相思，这让他的躺平生活美妙异常。或许就连系统都觉得宁晨掌握了躺平精髓，接连2个整月的躺平奖励都恰顺心意。叮！恭喜宿主躺平5年零2个月，获得奖励虚空袋。叮！恭喜宿主躺平5年零3个月，获得奖励你悉数。第1个月的虚空袋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储物袋，而是本尊与化身可以共同使用的空间。这就意味着本尊与化身有了一个链接枢纽，除了活物外，其余物品都可以互通有无。至于第2个月的你悉数，顾名思义，可以让它完美模拟别人的气息，乃至是境界。因此，宁晨内心不由得升起一个大胆想法，那就是祭出8尊造化境的身外化身，易容成赵浩等人的模样，代替他们回各自宗门。早在太仓秘府归来，宁晨就产生过这种想法。可易容术用来骗一片互不熟悉的人还好，又岂能骗过赵浩等人的亲朋好友？而眼下有了你悉数就不同了，与易容术搭配在一起，绝对能让他完美变成另一个人。还有那个本尊与分身可以互相连通的虚空袋，更让宁晨内心升起一些奇妙的用途。于是陈绿树天后，宁晨彻底决定就这么干。先是加班加点的凝聚出8尊身外化身出来，而后便用易容术与你悉数完美变成赵浩等一众圣子圣女。无论是从长相、身材、气质，还是气息境界等等，只要不强行用灵力入体内探查，宁晨估计就算是大道境强者也是看不穿的。不过为了更加稳妥，宁晨则是让化身吴天去了一趟天牢，对魔前蛟白纸、华金烈等人用搜魂大法攫取过来他们的全部记忆，如此最后的漏洞就彻底给堵上了。同时这些想法，宁晨已通过化身吴天之口为安南静说了，这让2个月以来心神一直处在紧绷状态的安南静松了一大口气。毕竟他虽得了太仓传承，但2个月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大宁王朝的国力就算每日都在激增，也不可能与3宗5门相抗衡。而这个狸猫换太子的计划若是能够攻成，不说10年8年，至少3年2灾是能够拖延的，那就麻烦隐士们了，朕等你们的好消息。最后安南竟冲着化身吴天重重的行了一礼，大宁与隐士们早已是一家，陛下见外了。化身吴天摇头一笑，最后待2个月时间到来，宁晨便是将变化成赵浩等8人的8尊身外化身撒了出去，各自化为8道流光，分别奔向3宗5门。大宁王朝女帝宫中，宁晨舒舒服服地躺在藤椅之上，身旁有一众乖巧温柔的侍女，或是捏肩，或是捶腿。他隐隐假寐过去，但实则在他眼眸深处却有8副截然不同的光景，正是化身视角。化身赵浩第一个到了。宁晨忽的呢喃，将注意力放在化身赵浩身上。可见真武宗驻地坐落在一座1000丈山峰之上，飞瀑灵泉，仙鹤白猿，各种灵机盎然，通体被一座璀璨的阵法所笼罩，白雾茫茫，可谓是中天地之灵秀，聚日月之精华，当真恢宏浩大。无愧3宗5门，这种非凡底蕴，绝非如今的大宁王朝以及我打造的隐士门所能抗衡的。宁晨本尊于内心不由得发出一声感慨之声。唰！同时化身赵浩以阴心思来到真武山门前。圣子归来，快开山门！无需多言，仅是赵浩之容在山门之外一落，一众守山弟子便是急急忙忙为其打开了山门。对此宁晨可没有道谢或点头示意，而是不满冷哼，无他，只因这才是赵浩的行事风格，嚣张狂放，唯我独尊，尤其在真武宗更是恶威惊人。唰！最终在一众守山弟子苍白惶恐的脸色中，宁晨的化身从从容容地飞入真武宗。沿途所过之处，大量真武宗弟子执事纷纷俯首，包括一些造化境长老都不敢造次。浩儿回来了。而宁晨化身还未回到自己居住的圣子峰上，一道充满威严的中年喝声在耳畔响起。唰！紧接着一位身着华丽银边长袍、渊庭月质的中年人闪身来到宁晨化身的正前方，那对虎目炯炯如炬，落在宁晨的化身身上。赵浩之师尊，也是真武宗当代宗主叶空城，更是一尊货真价实的大道境强者。有赵浩的记忆在，第一时间宁晨便认出对方。他明白此次狸猫换太子的计划能不能成功，就看此刻了。徒儿拜见过师尊。宁晨化身拱手行礼。毕竟在赵浩的记忆中，他平日虽然嚣张跋扈、狂傲独尊，但对叶空城却是恭敬有加。可见叶空城的炯炯目光一直落在宁晨身上。就在宁晨内心略显忐忑之际，豁然间叶空城笑了，呵呵，好，安全回来便好。成了，他看不穿我。这一刻宁晨内心欣喜，知道此计攻成了。果然之后
叶空城带着宁晨一直来到掌教殿，也没发现端倪。两人落座之后，叶空城则询问道：“二位师官，你已经是造化境了，看来此次太仓秘府之行有不少收获啊。”宁晨顺势回应：“不错，徒儿在太仓秘府大道之上鏖战3个月，获得了不少机缘。”说着，他一挥手，当即从虚空袋中将自己从太仓大道上所获的一部分资源拿了出来，丹药、兵器、秘法、符箓等等，应有尽有。当然，这些东西虽多，但事实上都是宁晨精挑细选的无用之物，在自己手里大都是摆设，不如用来夯实身份。好，你果然没让为师失望，这些资源甚至比当年为师获得的还要多。叶空城抚须大笑，对赵浩尽是满意的神情。是师尊教导的好。宁晨说着将资源奉上，当然，哪怕这些资源在手里无用，他也不是白给的。身上由于本尊互通有无的虚空带在，他会找机会在真武宗内狠狠搜刮，将其弥补回来，这也是他此次计划的目的之一。叶空城点手，而下一刻他便下令道：“浩儿，你立此大功，宗门也不会亏待你。你既入造化境，就去造化池中修行吧。”哦，宁晨眼睛一亮，顿时暗喜，没想到弥补的机会这么快就来了。只因这造化池乃是真武宗的底蕴宝地之一，其中蕴含的造化池水不仅能助长人的修为，而且能提高修士的天赋、根骨、悟性等。虽然他用不上，但弄来一些提高大宁修士也是好的。多谢师尊。于是宁晨拜了拜，然后便前往造化池了。与此同时，宁晨本尊在藤椅上翻了一下身子，让一众乖巧侍女踩背捏腰，内心则充斥期待。化身赵浩既没有暴露，其他化身想必也都会攻城，就是不知蛰伏下的同时能从各自宗门获得什么了。果不其然，接下来数天之内，其余一众化身接连回到各自宗门。魔气森然的古魔宗，妖气冲霄的天妖宗，金光烈烈的金玄门，绿意葱翠的青木门等，一众圣子圣女归来，自然有熟悉之人相见，甚至不乏一些大道境的师尊或长辈前来问询，比如古魔宗宗主、天妖宗太上长老等，但都没能看穿宁晨的变化。当然，也不免得出现惊险，比如化身柳玲珑，因为柳玲珑的地心熔岩火与百兽灵火被吞噬，那种灵火之机是他无法用你悉数模拟的。尤其是柳玲珑之父，也是火焰门门主柳岩，第一时间蹙眉。好在宁晨及时从虚空袋中取来本尊的地岩，称地岩乃是自己在太仓秘府获得的机缘，不仅及时打消柳岩的疑惑，甚至欣喜不已。得知地岩可以吞噬不同火焰进化之后，更是大手一挥，从门中调来了好几种异火，如玄灵之火、白夜鬼火、天地雷火等，这让宁晨本尊兴奋不已。更令他兴奋的是，除了真武宗的造化池、火焰门的异火之外，其余的身外化身在交出一部分价值不大的太仓资源后，都获得各自宗门对其的赏赐。古魔宗的魔灵圣血，天妖宗的天妖遗泽，金玄门的烈阳洗礼，青木门的灵药种等等，不乏正宗级的宝物。有些就算带不走全部，也能让宁晨通过虚空袋狠狠摊一波。看着时不时就出现在虚空袋中的各种宝物，宁晨本尊不由得从藤椅上起身，连打几套广播体操，爽！当然，最爽的还是8大化身成功确战鸠巢，来自3宗5门的危机，显然又可以拖一拖了。虽然不知道具体能拖多久，但宁晨的心态丝毫不慌，多拖一天那就多躺平享受一天。甚至就连安南境从化身口中听说计划成功后，也是欣喜不已。当晚就连宁晨给逆推了，他在上，他在下，多日以来积攒的压力，在一波波的冲刺下不断的倾泻而出。宁晨爽了，安南境爽了，唯独身处天牢，日夜苦熬的赵浩等人惨了。原本他们以为只要熬过2个月，太仓秘府一结束，用不了多久3宗5门就会知道他们出事了，然后便会派人前来营救他们。可熬了2月之后又2月，2月之后再2月，最后硬生生将赵浩等人给熬崩溃了。特么的，人呢？怎么还不来救我们？就这样，平静的日子再次降临到大宁王朝。叮！恭喜宿主躺平5年半，获得奖励100颗超凡道果。叮！恭喜宿主躺平6年，获得奖励6瓶先天大道丹。叮！恭喜宿主躺平6年半，获得奖励国运震天大阵。叮！恭喜宿主躺平7年，获得奖励1张万里遁虚符。时光匆匆，岁月如梭，转瞬2年时间过去。这2年来，宁晨不仅在躺平中获得各种奖励，还靠着8大化身以及互通有无的虚空袋，从3宗5门内搞回来了大量的宝物资源。借此不仅让大宁王朝国力激增到一种恐怖程度，甚至就连他都破入了超凡第5境大道境。而晋升大道境之后，他第一时间便开始凝练大道境的身外化身，扩展隐士门的底蕴。毕竟身外化身是无法修行的，随着时间越久，蛰伏在3宗5门的化身就越有暴露风险，他需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好应对将来的危机。果不其然，不久后，他的8大化身拳被各大掌教从闭关中召出，并且被告知同一件密事：3宗5门8大祖师曾在乾坤圣地中寄存8座宝藏，以维持3宗5门巅峰辉煌。不过宝藏寄人篱下，免不得被圣地觊觎，每隔30年，圣地便会遣弟子与3宗5门进行交锋，美名其曰为万宝庙会。万宝庙会之上，
哪方胜利，哪方便可取用宝藏。虽不公平，但三宗武门也无可奈何。所以，为了夺回原本就属于三宗武门的宝藏，为派遣门中最强的圣子圣女方有希望。但哪怕如此，历代我三宗武门也是输多胜少，所以此次万宝庙会就看二等的了。唰！当听到这个消息后，宁晨本尊内心微微沉裂。这场万宝庙会，他并未从赵浩8人记忆中窥得，显然是连他们都不知道的三宗武门秘事。这无疑彻底打乱了他的蛰伏计划。更重要的是，8大化身还要去乾坤圣地与人交锋。须知，乾坤圣地可是天星大陆的最强霸主势力，其中高手如云，强者众多，甚至不乏半圣。一个弄不好，他就有暴露的风险。罢了，既来之则安之，走一步看一步吧。然而，宁晨也没办法推脱，只能应允下来。而且2年来，他将三宗武门能薅的羊毛都薅了，剩下除了没价值，就是不能再薅了。而万宝庙会中的8座宝藏，则让他生起心思，若宝藏分量足够，就算暴露了也不算太亏。很快，几日后，一众化身便在各自宗门掌教的带领下，出离三宗武门，赶赴乾坤圣地。路上闲言自不用多说，仅是半日之后，8大化身几乎在同一时刻抵达了乾坤圣地。这就是大陆最强霸主乾坤圣地吗？而一抵达乾坤圣地，在8大化身的视角之下，宁晨本尊就不由得发出一道难以抑制的感慨。可见乾坤圣地的驻地远远广胜于三宗武门，浩大恢宏，坐落于一方连绵不绝的山脉中，灵山高耸，如鲲鹏探首，清江纵流，似苍龙卧仆，飞瀑灵泉，古木狼林，灵机盎然，中天地灵秀，聚日月精华，金云彩霞在高天流转，那是无穷无尽，已化为实质的气运。尤其当8大化身跟随三宗武门掌教步入圣地，更可见圣地之底蕴，足足18座通天主峰，介于千丈，犹如神魔巨人，直插云霄。雄伟巍峨的宫殿楼阁在云雾之中若隐若现，更有诸多圣地门人在各峰之上来回穿梭。临海洞悬几乎不可见，入目至少都是万象镜，造化更是众多，就连大道境都在四处出没。圣地，圣人镇守之地，果然气象万千。最后，在宁晨本尊的惊叹与感慨之中，8大化身跟随着三宗武门掌教登上一座主峰，这座主峰名为万宝峰，而三宗武门8大开宗祖师寄存的8座宝藏就藏于此峰之中。万宝庙会今日开启，本座万宝峰副峰主王明在此等候三宗武门的道友多时了。众人一到，便有一位自称副峰主的老者迎上，虽然同为大道境，且只是乾坤圣地的一位副峰主，但在面对三宗武门的一众掌教时，脸上却浮现一抹高高在上的傲然，甚至见礼之间不曾有半点躬身，只是微微抱拳，见过王明兄。王明兄客气了。对此，三宗武门一众掌教却不敢有半点怨气，纷纷朗笑着回礼，隐约间还带着一些讨好。这让暗中的宁晨真切感受到天星大陆霸主乾坤圣地与三宗武门之间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甚至不比三宗武门与世俗王朝小。诸位，无需客套了，马上进行万宝庙会吧。可见王明雷厉风行，三宗武门人马屁股还未坐热，他便大手一挥，开启了万宝庙会。刷刷，同一时间，从他的身后迈步走出8道身影，个个气宇轩昂，威峻无双，只比曾经的赵浩柳、玲珑等三宗武门圣子强，丝毫不比其弱。这便是我乾坤圣地参加此次大会的8名弟子，你们可以称他们为乾坤八子。乾坤圣地，万宝峰崖顶，清风微卷，乾坤八子分踏而出，衣衫飘飞，灵光灿灿，周身散发着傲然之势。当然，所谓乾坤八子，并不是乾坤圣地8位圣子，而是8位候补圣子。但哪怕只是候补，这8人的天赋修为也足以在乾坤圣地排在前列，以至于王明脸上充斥着近在掌控的自信笑容。其实这些年来，乾坤圣地高层不是没考虑过将三宗武门的祖师宝藏直接据为己有，但一是三宗武门与乾坤圣地还有些香火情，不好吃香太过难看；二来三宗武门祖师宝藏被设下特殊禁制，除了三宗武门有开启秘法，圣地若是强开的话，会导致从内部直接毁灭于一旦，所以才会选择这种钝刀子割肉的处理方法。足足一下出动8位候补圣子，圣地是铁了心不让我们三宗武门带走一丁点宝藏了。我三宗武门圣子圣女虽强，但这2年来并未有什么太多精进，胜利之望渺茫啊！三宗武门一众掌教皆暗自看向宁晨8大化身，神情皆有些阴郁，只觉得此次宝会多有不妙。这乾坤八子至少都有造化中期之境，甚至有2、3位已经达到了造化巅峰。若是真正的赵浩等人对上，怕是输多赢少。但于我8道化身来说，倒也不算强者。宁晨本尊懒洋洋坐在藤椅上，一边甩着鱼钩于风波湖垂钓，一边与乾坤八子做着对比，内心并不慌乱，毕竟有互通有无的虚空带在，他大可以为一众化身送过去一些强大宝物。至于来历也很好解释，毕竟8人去过太仓秘府，私藏1、2件宝物是很正常的事情。眼下就是不知三宗武门8座祖师宝藏如何。宁晨本尊眸子深处隐隐升起了一抹期待。老规矩，这第一场便由真武宗先来。最后，当万宝峰副峰主王明开口，夜空城当即示意化身赵浩，浩儿去吧，一定要全力以赴，
绝不能将我宗宝藏轻易拱手让给他人。了然。宁晨化身点头，旋即闪身下场，朗声道：“真武宗圣地赵浩，谁与我一战？我来。”宁晨话语一落，便有一位乾坤候补圣子闪来。显然早在来之前，他们就已经分好了对手。这位乾坤候补圣子气宇轩昂，一袭蓝袍华贵，周身散发的气息在乾坤八子中并不出众，但仍旧有着造化后期之境，气势十分磅礴。只见他一下场，就是仰着下巴，冷笑道：“我乃乾坤候补圣子周云，汝先出手吧，否则你就没机会出手了。”话语狂妄，神情霸道，在场之人皆感受到了身为乾坤八子的底气。轰！对此，宁晨懒得与对方客套什么，当即出手。一上来便是通过万法天眼施展出真武荡魔印，轮印转动，绽放十方霞光，充斥着荡天岭地之威。轰的一声，朝对面的周云打了过去。此印一出，周云豁然惊眉，深深地感受到一股威胁，惊悚之际，赶忙出手反击阻挡。可砰的一声闷响，他的身躯顿时被击退十几丈，身上有鲜血迸溅，该落地已然受伤。哗！仅这一击，就令在场之人全部陷入了哗然。着实没想到，只有造化初期的赵浩竟能建功，就连叶空城都是一愣，旋即惊喜不已。至于其余三宗武门掌教，脸色都明亮了许多。同为三宗武门，真武宗能开个好头，他们也欢喜。唯独万宝峰副峰主王明脸色微微诧异三分。可恶，刚才是我大意轻敌了，不算，再来。这时周云怒斥一声，显然不忿，全力爆发，滚滚造化能量升腾，还用出了乾坤圣地术法，光彩耀天照地，散发着极致强大的威能。可结果却令他如坠冰窟，哪怕他全力以赴的爆发，也没起太大作用，根本压制不了宁晨。反倒是宁晨化身开始不断演化出真武法门。须知在万法天眼之下，宁晨所施展出的真武之法，不知比原本的赵浩强了多少倍，当即打得周云接连败退，鲜血不断的倾洒。轰！最后靠着本尊送来的一道异宝，彻底击败周云，口中鲜血狂喷，倒地之后已然再难起身。好，浩儿，好样的，真给咱们真武宗争脸啊！这一幕让叶空城忍不住拍着大腿，称赞叫好。三宗武门其余一众掌教也是目露惊叹。这个真武圣子赵浩荡真是了不得啊！与前几年相比，此子战力可谓脱胎换骨。至于万宝峰副峰主王明，脸色则十分阴郁，甚至忍不住暗骂一声：“真是个废物！”原本他的目标可是想一份宝藏都不让三宗武门带走的，结果谁曾想第一场就失利了。哈哈！王副峰主，这一场争锋，乃是我们真武宗胜了，将我宗的祖师宝藏显化，我们要进行取宝。最后，叶空城满脸兴奋地冲着王明要求道：“好！”王明虽然有些不情愿，但也不好失这种幸运。掐一道法诀，万宝峰顶上空顿有一方门户显现，门户泛着宝光，其上铭刻真武两字。浩儿，此次开启祖师宝藏的机会，乃是你为本宗争取的，进入取宝的机会便留给你。不过祖师留有禁制，每次进去只能带一个储物宝物，能装多少就取出来多少。这储物玉镯你拿着，里面大概有一个房间大小，已是宗门所能找到最大的储物宝。叶空城一边解释，一边为宁晨递过来一个玉镯。宁晨则没有伸手去接，眼底深处有金芒亮起，装多少就能取走多少。那他的虚空袋用到此处不成了作弊神器了吗？毕竟他的虚空袋可以与本尊互通有无，就是个无底洞，这宝藏再多他也能给掏空了。师尊，我在太仓秘府得到过一个储物袋，空间比这储物玉镯要大，就用我的吧。宁晨赶忙说道。叶空城眼睛顿时一亮，哦，那很好，毕竟每隔几十年才有一次取宝机会，能多取一些就多取一些。刷！于是下一刻，叶空城上前利用特殊法咒打开宝藏门户，便是宁晨化身闪身进入其中。而一入宝门后，宁晨本尊顿时瞪大了双眸。宁晨不知宝藏原本是什么样，但此刻在他眼前则是堆积着一座真正的宝山，足有100丈之高，功法秘术、丹药符箓、天材地宝等等，应有尽有，其价值估算下来不比太仓秘府差多少。想想也是，毕竟真武宗的开宗祖师也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圣人，他所遗留的宝藏自然是难以估量。若是一般的储物宝，就算叶空城那种玉镯，每次取满不知多少次才能取空这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祖师宝藏道真能够维持三宗武门的巅峰辉煌。可惜遇到了我。念至最后，宁晨不再犹豫，赶忙挥手收取宝物。虚空袋的空间自然也是有限的，但化身在这边收，宁晨本尊则在另一边取。如此一来，虚空袋就成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更关键的是，这并未引起祖师禁制的阻挡。哈哈，都是我的了！这让宁晨兴奋不已，开始大肆的收取宝藏。同一时间，外界万宝峰也开启了第二场争锋。又一名候补圣子上台对战宁晨化身的魔前蛟。无远，无论如何都要给本座拿下这一场。上台前，万宝峰副峰主王明郑重的嘱咐，被称为无远的乾坤候补圣子重点手，那属于造化巅峰的气息十分的强大与摄人。然同境之中，哪怕化身宁晨也从不惧任何人。轰！战斗仅是一开始，
宁晨便再度占据了上风，最后更是再度祭出本尊送过来的一宝，强势且迅速的将乾坤候补圣子无远击败了。呜哈哈，我古魔宗也胜了！古魔宗掌教开怀大笑，十分欣慰与振奋，而后迫不及待让王明开启古魔宗祖师宝藏。王明脸色再次难看3分，但也只能脸色阴郁的开启古魔宝藏门户，同样的宝光璀璨。而后在古魔宗掌教的吩咐下，拧成化身的魔前蛟也是当即闪身进入古魔祖师宝藏中。可见古魔宗的宝藏与真武宗的宝藏相差不多，皆是呈现一座宝山，这更让宁晨兴奋了，赶忙让化身魔前蛟也开始朝虚空袋中掠宝。而在此之后，万宝庙会上的战斗一场接一场，化身白纸画对战乾坤候补圣子虚白，化身金烈对战乾坤候补圣子熊肖战，化身柳玲珑对战乾坤候补圣子向天。而一场场战斗结果则引起接二连三的轰动，在宁晨化身与本尊各种异宝加持之下，一众乾坤候补圣子根本不敌，一个接一个落败，这让万宝副封主王明脸色一而再再而三阴沉。直至看到化身处后赵击败最后一名候补圣子，进入了大地祖师宝藏之中取宝之后，王明再也忍不住了，气急败坏的愤骂：草啊，怎会如此？须知最开始他的目标是让三宗五门全部落败，然而结果却是他们乾坤圣地8场战斗全败。放眼以往的万宝庙会，简直是从未有过之事。哈哈，王封主真是不好意思了，没想到这一次我们三宗五门这么争气，居然8战全胜。看来8大祖师所以宝藏终究是与我们8大势力有缘，有些人想抢都抢不走啊。三宗五门一众掌教皆开怀大笑，兴奋不已。对于他们来说，今日一战不仅可以取走一批宝物那般简单，更重要的是这让他们内心也狠狠出了一口多年以来积攒的郁气。毕竟8大祖师宝藏本就是三宗五门的，结果取自己的东西还要与乾坤圣地进行争锋，关键是还常争不过，哪像今日简直是扬眉吐气。哼，看来诸位很高兴啊。然而就在这时，一道蓦然喝声骤然响彻此间，唰，紧接着一道伟岸身影无声无息出现在场中，长发披肩，一袭金边云袍，身躯魁梧且高大，仅仅只是立在那里，就不由自主散发着一股恐怖绝伦的气势，天地乾坤都在微微颤抖。参见李封主。此人一出现，那以副封主王明为首的一众乾坤圣地门人全都齐刷刷的冲其大礼参拜。至于三宗五门一众掌教，也是脸色身影纷纷一僵，只觉得身躯仿佛坠入一方冰窟中。万宝峰封主李长河，一尊半圣境强者，见过李封主，我等失言，还请李封主恕罪。叶空城等人赶忙纷纷俯首欠身，为之告罪。圣地封主半圣强者，无论是哪种身份，都不是他们能够顶撞的，道什么歉？李长河却是默然摇头，目光看着眼前的8方祖师宝藏。你们三宗五门今日好不容易有一次全胜战绩，高兴本就是应该的，倒是这些酒囊饭袋候补圣子名不其实。他的声音一落，8位候补圣子脸色齐齐一暗，但三宗五门一众掌教却并未因此话感到轻松。毕竟今日三宗五门全胜，着实是打了乾坤圣地的脸，对方觉得不舒服，他们便忍着，大不了出了圣地再好好大笑3天3夜。嗡！就在此间气氛有些尴尬沉重之际，异变陡生，只见那方属于真武宗祖师宝藏的门户之上，原本胜烈的宝光竟是迅速的暗淡下去。不多时，所有宝光不复，只剩下灰暗的门户。这是祖师曾有言，宝光胜烈程度代表宝藏中的宝物数量，宝光越弱代表宝物越少。眼下宝光完全熄灭，岂不是代表里面宝物被取光了？靠！叶空城突然一个机灵，内心忍不住爆出粗口。赵浩刚才虽然说他的储物宝物空间大，但他着实没想到居然会大到这种离谱程度，取了10数次都还没有取1/10的祖师宝藏，他一下子给取光了。而震惊之后，叶空城内心便升起极大的欣喜，毕竟一下取走所有祖师宝藏，从今以后就不用再受乾坤圣地的制衡与压榨了。唯一要提防的是乾坤圣地会不会玩赖了。果然另一边，万宝峰峰主李长河除愕然之外，脸色已然陷入沉烈。万宝峰峰主李长河根本没想到，这一次居然有人能够一次性取走所有的祖师宝藏。而接下来更令他没想到的是，继真武宗后，古魔宗、天妖宗、金玄门、青木门其余的祖师宝藏门户上的宝光全在急速暗灭。卧槽，什么情况？8座门户宝光全灭了，这全给搬空了。李长河、王明无不惊呼，脸色难以置信。一众三宗五门的掌教亦纷纷变得激动亢奋。好啊，全搬空了，好啊，以后哪还需要来参加什么万宝庙会？从此以后，我们三宗五门不陪你们乾坤圣地玩了。刷！不过他们也知道，或许李长河等人会不情愿，但他们并无惧怕，反而悄然流露出一丝强硬。毕竟他们三宗五门也是有半圣强者坐镇的，万宝峰想要罔顾规矩，也得思量而行。峰主怎么办？这时王明脸色阴郁的低声询问着李长河。此次万宝庙会他是主事者，这要一下子失去8座祖师宝藏，事后问罪他承受不起啊。莫急，先等三宗五门的圣子圣女出来再说，我万宝峰绝对不能吃这么大的亏，
三宗武门想带走可以，至少要留下一半才行。李长河暗自冷哼，已然决定等一下，无论如何都要找个理由将祖师宝藏扣下一半。唰，很快，宁晨化身赵浩率先从真武宝藏门户中闪出。他并不知晓外界能以宝光窥到取宝多少，正想如何编造谎言，却已然发现不对。尤其是半圣境的李长河，第一时间便盯住了他。半圣，不好！看着那摄人的目光，宁晨的心神骤然紧绷。毕竟他的这些化身用来瞒一些大道境还好，但面对半圣境强者，他内心就没底了。果然，在李长河盯住宁晨化身的刹那间，眉宇便是微微蹙起，显然感受到一丝不对。下一刻，宁晨其他化身也是纷纷从祖师宝库中踏出。当李长河的目光望去，眉宇一沉再沉。于是，李长河当即暗自动用一种强大瞳术，瞳术照耀下，易容术、拟息术全被照破。看到这一幕之后，宁晨本尊眉宇彻底蹙起，哪里还能不知自己的伪装彻底暴露了？混账！果然，李长河怒喝，那半圣境的气息升腾，滚滚威能第一时间便是笼罩向宁晨8大化身。李长河，你干什么？难道还想硬抢吗？三宗武门与乾坤圣地还有香火情，岂敢如此？看到这一幕，三宗武门一众掌教还以为李长河要翻脸，第一时间纷纷上前拦截护持。李长河却是喝道：“一群蠢货，睁大你们的眼睛看看，这些人哪里你们的圣子圣女，分明是一群冒牌货！你们被人骗了！冒牌货什么意思？”三宗武门一众掌教被李长河的话语弄懵了。叶空城回头仔细看了一眼，是赵浩没错啊，当即怒斥道：“李长河，你好歹是万宝峰峰主，半圣强者，吃香没必要这么难看吧？居然编出这么荒唐的理由，想抢夺我们三宗武门的宝藏，本座编理由，愚蠢至极！”李长河摇头，不与叶空城多言，直接探手隔空抓向化身赵浩。叶空城还想阻挡，但如何是半圣强者的对手，直接被抽到一旁。宁晨自然是想反抗，但这具化身与半圣强者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完全是无用功。砰的一声，这具化身便被李长河攥到手中。看到这一幕，叶空城忍不住大吼：“李长河，你不讲武德，我真武老祖不会做甚！”嗡！然而下一刻，叶空城的吼声便是戛然而止。只见在李长河的半圣境的恐怖力量席卷下，宁晨化身自然无法维持易容术与你息术，顷刻间便从赵浩模样变回了化身原本的模样。你是谁？赵浩呢？我真武圣子赵浩呢？叶空城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遍体都在生寒。假的，他们真武宗圣子何时成了别人假冒的了？明明这2年都不曾出过宗门，难道是太仓秘府？这一刻，叶空城内心顿时联想到了太仓秘府。蠢货，这次可看清了，不仅是你们真武宗，其余3宗武门的圣子圣女全都是冒牌货！轰！李长河再次幻化诸多大手抓向宁晨其他化身，宁晨一众化身自然转身就跑，可区区造化境如何能抵得过半圣境，被顷刻全部制服。嗡！当李长河力量流转，宁晨化身伪装全部消散，顿时引来3宗武门一众掌教的惊呼骇叫。刚才的笑容与得意全都化为了莫名的惊恐，而他们也第一时间全都联想到了太仓秘府。可恶，你们到底是谁？我宗圣子如今在哪？你们有什么目的？第一时间3宗武门一众掌教接上前质问。终究暴露了，只能舍弃这8道身外化身了。彼时躺在女帝宫藤椅上的宁晨本尊也站起身叹息一声，知道这场蛰伏计划到此结束了。虽然化身毁灭不会对本尊造成影响，但化身实际能够被本尊融合，将化出的力量回收，这无疑也是一种损失。好在3宗武门的祖师宝藏已经全部被他通过虚空带转移过来了，算下来也算是收获不俗。于是宁晨本尊心念一动，8大化身顿时自我毁灭。自灭这么果断，李长河都惊了一下，但旋即他便看透其本质，惊呼：化身！这些人居然全都是化身！什么化身？李长河的声音再度令在场之人产生一阵轰动。3宗武门一众圣子圣女是假冒的就罢了，居然还是别人化身假冒的，这背后到底是谁？化身自毁连身为半圣境的李长河也没办法阻挡，至于叶空城等一众3宗武门掌教更无能为力。幸好祖师宝藏还在。最后李长河与叶空城等人第一时间检查宁晨化身，结果这一检查，他们却彻底的傻眼了。靠，祖师宝藏呢？来回翻找数遍，李长河、叶空城等人脸色铁青，别说祖师宝藏了，甚至就连虚空带都已被宁晨回收了，留给他们的只有淡淡的空气。操，气煞我也！到底是什么人，竟敢如此玩弄我3宗武门？叶空城等一众3宗武门掌教全都怒不可遏，他们原本还以为今天乃是3宗武门的幸运日，不仅扬眉吐气，还能将祖师宝藏带回宗门，结果眼下不仅得知一众圣子圣女生死无踪，祖师宝藏也丢了，当真是人财两空。至于一旁的李长河，脸庞上则恢复了平静。原本3宗武门要带走所有祖师宝藏，他多少有些难受，可如今他的心情反倒好多了。赵浩等人命灯一直不曾熄灭，证明他们还活着，只要找到他们就能顺藤摸瓜，
寻到背后的始作俑者。这时，叶空城等三宗武门一众掌教纷纷怒喝，正打算返回宗门调查。这时，李长河眼珠子却滴溜溜一转，笑道：“诸位需要帮忙吗？我乾坤圣地有一主峰，名为巡天峰，峰上有一巡天仪，乃是货真价实的圣器，可根据修士气息来定位修士的具体踪迹。”此话一出，叶空城等一众掌教眼睛纷纷一亮，可他们不傻，知道对方这么好，心必有目的，当即问道：“动用此圣器，我们要付出什么？”呵呵，若将祖师宝藏找回来，需要上交给我们乾坤圣地一半。李长河奸诈一笑：“一半，这个代价不可谓不重。”但叶空城等人相互对视一眼，也明白这个代价若是不付的话，找回祖师宝藏与赵浩等人的希望很小，尤其对方暴露了，说不定会跑路，需事急从权。于是众人赶忙点头答应。李长河欣然大喜，无需威胁，无需破坏香火情，就让对方付出一半祖师宝藏，他倒是有些感谢凝尘了。而后李长河亲自带着叶空城等人来到巡天峰，与此间峰主之会后，众人来到巡天仪之前，有专门负责巡天仪的长老开口，请诸位拿出一些沾染目标气息的事物，越浓郁越好。唰，当巡天长老话音一落，叶空城率先走出，拿出一件赵浩常用之物，送入巡天仪内。此乃我宗圣子赵浩之物，辛苦长老。好，巡天长老点手，念动法诀，那方架设山巅的金属仪顿时缓缓转动，其上流转起圣辉，感知一会赵浩的气息，骤然爆发一道光芒。这道光芒片刻间便洞穿万万里虚空，不偏不倚，顿时照在大宁王朝的皇城上空。圣地长老第一时间便是给出答案：此地距离乾坤圣地10万里，应是某方世俗王朝。世俗王朝，我宗圣子怎会在这种破地方？叶空城蹙眉。这时不待他再多问，古魔宗掌教与天妖宗掌教也纷纷上前，将沾染魔前胶与白纸画的气息的事物放置巡天仪内。轰咻咻，转瞬又是2道法光洞穿虚空，并未指向其他的方向，仍旧是落在大宁皇城的上空。这是魔前胶白纸画2人与赵浩在一起。如此看来，所有圣子圣女应都被关在此地。这时武门掌教赶忙将其余人的事物放入，结果不出所料，又是连续5道巡天法光不偏不倚地照了过去。可恶，感动3宗武门核心传人，这方世俗王朝活腻了吗？传闻巡天仪可让人隔空投下一道分影，还望相助我们。3宗武门掌教抱拳请求，李长河则是一挥手，巡天长老点手，开始掐诀捏咒，催动巡天仪神庙。同一时间，大宁皇城早已被8道通天彻地的神光笼罩，不仅安南竟带着大宁一众超凡强者升空查探，就连于女帝宫中躺平的宁尘也从藤椅起身，抬头望天，脸上神情颇为的凝重。他知道这一定是3宗武门的手段，只是他没想到，他分身暴露前后不过才1刻钟而已，对方居然这么快就锁定了大宁王朝。嗡嗡嗡！更惊人的是，下一刻，随着8道通天神光扭曲，一道道虚幻身影从神光中凝聚而出，或是脸庞成熟粗犷，身着一袭华袍的中年人，或是一袭宫装罗裙，妩媚成熟的美妇人，或是仙风道骨、鹤发童颜的老者等等，正是叶空城等3宗武门的一众掌教。这是分身，虽是分身，但不可小觑，飞皂化境不可敌。在8道身影浮现的刹那，宁尘便有所判断，我们乃3宗武门掌教，此地谁是主事人？敢动我们一众圣子圣女，想被灭朝吗？将他们交出来，否则这方王朝将寸草不生。叶空城一到来，便是发出一道道怒斥杀喝。虽然只是8道分身，但周身上下仍旧散发着恐怖绝伦的灵能，犹如潮水般扩散冲击。啊！如此可怕的威能，第一时间便惊出了虚坤，滚滚国运犹如云海般遮罩住整座皇城。为首安南境亦是披金甲，持银枪，身心凝重，在其身旁则是凝尘一众身外化身以及王朝所有超凡境。诸位，这乃大宁王朝女帝安南境，不认识什么圣子圣女，你们哪来的回哪来去吧。安南境一阵长枪，声音十分强硬，虽惊无畏。他已经从化身口中得知了潜伏计划暴露了，但他知道事到如今，越是畏惧，越是害怕，对方就越会觉得他们大宁王朝好拿捏。混账！巡天法光追踪至此，还敢矢口否认，找死！哼！不见棺材不掉泪，屠了他们，自己寻！轰！话不投机半句多，3宗武门的掌教不再多言，眸中杀机森寒，抬手间滚滚能量顿时迸发，连续8股灵能，仿佛在刹那间形成8股风暴，每一股风暴都拥有绞杀一切的大威能。一时间，天摇地动，虚空扭曲，整座大宁皇城都在剧烈震颤，仿佛有末世风暴降临，要将大宁皇城800万人口尽数给葬灭。不好，快出手！看到这一幕，安南境一边喝令虚坤调动国运守护，一边自己率领一众超凡强者出手。可3宗武门掌教的力量何其恐怖与霸道！虽然安南境强挡一股风暴，虚坤以国运挡下一股，宁尘身外化身等一众超凡挡下一股，可前后才堪堪挡下3股，还有5股灵能风暴朝着下方大宁皇城疯狂席卷了过去，还望隐士门的前辈相助。这一刻，
安南竟只能大声呼唤隐士门的强者。轰咻！早就有所准备的宁晨第一时间便让化身无天出手，身影犹如一道红光般冲天而起，一记从太仓传承中修成的圣法太仓圣掌打出，那长达100丈、恢宏无量的巨手，宛若从天外探来，带着无与伦比的威能，轻轻一抹，便将席卷下来的5道灵能风暴泯灭一空。同时，化身无天来到与一众三宗五门掌教等高之地，呵斥道：“一群混账！此乃我隐士门地盘，谁敢造次？”唰！不得不说，无天之强势与威吓一时唬住众人，但转瞬之后，他们便恼羞成怒，纷嚷不已。哇呀呀！敢说我们混账，简直倒反天罡！什么隐士门，哪来的小宗门？听都没听说过，也敢在我们三宗五门的面前撒野！看来一众圣子圣女就是你们隐士门抓的了。当猪！听着这番话，宁晨化身的无天却是冷眼相视，不语多言。曾经你们没有听说过隐士门，但从今日起，你们不仅会知道，还会牢牢地记住。话落，宁晨并指一台，一阵惊天动地的剑吟响起，上古九剑瞬间祭出8剑，搬山、倒海、降妖、镇魔、杀身、斩灵、断魂以及摘星。可见8柄上古神剑皆犹如炽烈的闪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别斩向一位掌教。嘎尔！三宗五门一众掌教只来得发出一阵怒喝，转瞬8人的分身之影便被8剑轻易绞杀，包括巡天仪的8道通天神光也彻底泯灭。乾坤圣地，巡天仪前，噗噗噗！当一众分身被宁晨斩灭的同时，三宗五门的一众掌教全都止不住地喷出一口精血，震动与惊怒、冷寒与杀机充斥在每个人脸上。混账东西，竟敢灭我们的分身，他是怎么敢的？隐士门哪来的垃圾宗门，竟敢如此挑衅我们！马上回去征调强者，本座要踏灭他们全部！随着接连的怒喝，三宗五门一众掌教赶忙拜别李长河等人，各自杀气腾腾地回转宗门。殊不知，他们的嘈杂声却传到另一座主峰上。此峰名为圣女峰，一方豪华奢侈的洞府之内，漫卷珠帘，玉光莹莹，千年玄冰床上隐隐端坐着一位身姿曼妙、寒气森森的白衣女子。女子从入定中苏醒，顿时传出一道不满之声：“何人如此喧哗？不知本圣女在感悟天地吗？”片刻后，一位黄衣侍女步入，恭敬地禀告道：“回圣女殿下，是三宗五门掌教，今日本是前来参加万宝庙会，却出了意外，不仅丢了祖师宝藏，自家圣子圣女也始终。刚才借用圣地巡天仪寻找他们失踪的圣子圣女，结果在一个号称隐士门的势力手中吃了亏。隐士门？天星大陆有这么一个宗门势力吗？”白衣女子疑惑声音再次从帘后传出。黄衣侍女摇头：“回圣女，我也没听说过。但据掌管巡天仪的长老说，那隐士门并不在临近，而是远在10万里外的世俗王朝。”哦，世俗王朝，国号是什么？白衣女子声音不再孤冷，隐约染上一些情绪。黄衣侍女想了想，这才道：“应名为大宁。大宁王朝。”白衣女子声音涌现一抹失望，沉默了片刻，她呼道：“婴儿，帮我出圣地办件事。”原本脸色恭敬有加的黄衣侍女顿时浮现为难之色：“圣女大人，圣主说了不让。婴儿，你我应该也认识差不多7年了吧？我一直把你当成妹妹看待，帮我好吗？”白衣女子声音虽高冷，但却充斥着一抹恳求。黄衣侍女脸色犹豫不决，最后只得点头：“好吧，不知圣女大人要我做什么？”白衣女子这才道：“你去帮我查一下世俗之地的大楚王朝安家，如今如何了？”是。黄衣侍女点了点头，随而退了出去。另一边，当一众掌教回到三宗五门后，便开始调兵遣将，甚至从宝库中开出巨如山岳的战舟。所谓战舟，乃是三宗五门开启重大征战的大杀器，通体上下铭刻着密密麻麻的阵纹，不仅可以承载成千上万的超凡修士急速飞行，更是可以聚合修士的能量，或攻或守，堪称可以飞行的移动堡垒。真武宗门人听令，上道造化长老，下到万象洞、玄灵海3门弟子，只留3成于宗门镇守，其余7成上战舟，随无功法隐士门。古魔宗门人听令，天妖宗门人听令，咚咚咚，呜呜呜，伴随苍茫战鼓与惊天号角，三宗五门皆有一艘如山岳大小的战舟从各自驻地开出，所过之处，8方云海汹涌，4方苍穹震荡，拖拽出一道道绚丽且醒目的光焰痕迹。沿途不知惊动了多少中小势力以及散修。那是三宗五门的战舟，他们这是要做什么？战舟一出，必起战争，这是有大事发生啊！很快，来自乾坤圣地的消息便是传了出来，更加令很多人沸腾了。隐士门，这是何等门派，竟敢招惹三宗五门？没听说过呀！看三宗五门如此架势，这个所谓的隐士门，怕是要被彻底踏灭了。哎，老夫觉得对方既然敢一下招惹三宗五门这么多势力，或许真有非凡底蕴。走走走，闲来无事，跟过去看一看热闹。在各种热议喧闹声中，有不少中小型势力修士与大量散修全都自发跟在战舟身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跟随人数开始越聚越多。尚在半途，每艘三宗五门的战舟之后，都远远尾随一大片修士，乌泱泱、黑压压，甚至最后比三宗五门战舟上的人数还要多。彼时，大宁王朝皇城早在化身无天出手斩掉三宗五门一众掌教分身后，安南靖就明白
山雨欲来风满楼，危机将至，所以第一时间他就开始下令整合王朝实力，为三宗武门的来袭积极做着各种准备。首先是大宁王朝自身的力量，其中包括气运神兽虚坤、国运镇天阵300多位超凡强者，清一色5帝境的龙虎豹狼100万大军等。相比于从前，大宁底蕴可谓极其恐怖了，但若与三宗武门相比，显然还有巨大差别。好在除大宁王朝本身的实力之外，安南境还掌握着蕴含海量修行资源的太仓圣府，其中诸多丹药、兵器、符箓等能够加持大宁修士，尤其那些禁制傀儡是一股庞大的力量。当然，哪怕有太仓圣府加持，安南境心中也没底，在他内心能够抗衡三宗武门的唯有隐士门。吴天前辈，三宗武门若是袭来，仅以我大宁王朝的实力，怕是无法与之抗衡啊，届时恐怕还需要隐士门的鼎力相助。安南境做完一切该做的，便是冲着吴天拱手，那对美眸中的希望之光尽在其身上。女帝陛下安心，我隐士门必定亲力相助。化身吴天开口回应，同时女帝宫中宁晨本尊也少有的从藤椅上起身，他一挥手，一道道身外化身接二连三浮现，每道化身身上都散发着澎湃浩瀚的大道气息，这些全是他在晋升大道境后所凝聚的身外化身，也是这段时间他做的后手与准备。8尊大道境的身外化身，再加我之本尊，这便是隐士门所有底蕴了。能不能扛过此劫，就看天命了。宁晨本尊扬天一叹，内心并没有太多的底气，毕竟三宗武门不可小觑，若是再让躺个3年5载，他或许不惧，但眼下已然没有时间了。咚咚，果然仅数日之后，伴随一道道苍茫战鼓声，整座大宁皇城瞬间陷入紧张万分的沉重气氛。三宗武门来袭！咚咚呜呜呜，一道道苍茫战鼓与精鸣号角响彻8方天地，8艘体积大如山岳般的战舟逼近大宁皇城，碾碎重重云层，荡开圈圈霞光，犹如一只闪耀光彩的华丽巨兽横亘在虚空之上。整座大宁皇城都被撒下一片又一片的阴影，上到安南境为首的超凡修士，下到800万凡人武者，一股压抑感充斥在每个人心头，准备御敌。彼时安南境一声娇喝，大宁皇城开启战备，虚坤昂啸，滚滚国运浮现，修士震身，重重灵能扩散，傀儡分现，铜银金紫色彩缤纷，大军吼动，100万将士黑压压视死如归，包括吴天、无法无明等一众身外化身也严阵以待。这一刻，来自大宁王朝的底蕴实力尽数展现。哗！一时间，那些尾随战舟而至的人群哗然喧嚣。这是一方世俗王朝，我没有看错吧？世俗不入超凡，这不是修士公认的吗？可眼下大宁王朝实力底蕴也太超模了，除了没有大道境及以上强者，其他底蕴感觉丝毫不输于三宗武门啊！这种实力底蕴足以称得上中大型势力了，就算放眼整个大陆，也不算多见啊。事实上，别说这些跟随过来看热闹的人群了，就连8大战舟上的三宗武门之人也诧异，奇哉，区区世俗王朝怎会有如此底蕴？还是说王朝只是壳子，强的还是隐士门？不过诧异后，真武宗战舟上便有人冷冷喝令，下方王朝之人不想被灭朝，就老老实实将一众圣子圣女交出来，还有那隐士门修士都给我们滚出来，老老实实引颈待戮。若是等我们三宗武门主动出手，上到修士，下到凡俗，都将无一人可活。轰！言罢，一股实质化的沙芒从真武战舟上迸发，紧随其后，那一艘艘战舟之上皆是迸发沙芒，仿佛形成一道纱网，彻底罩住大宁皇城。哼！面对三宗武门威胁，为首的安南竟并未多言，浑身金甲泛光，红色披风随风猎猎，一阵手中银枪，冰冷无情的交喝传荡，带上来！唰！可见有士兵当即将三宗武门的圣子圣女押来。无论是赵浩还是其他的圣子圣女，这几年在大宁天牢之内，自然没有什么好果子吃，皆是披头散发，满脸血污，浑身脏乱不堪。与其说是一众圣子圣女，不如说是8的乞丐。你们终于来了，快救我们！杀光这些蝼蚁猪狗，将他们碎尸万段。当看到三宗武门的战舟以及大军，原本死气沉沉，早已生无可恋的赵浩等圣子圣女，当即变得激动起来，满脸狰狞的喝着、吼着。哗！同一时间，这一幕让不知多少观战人群哗然。好家伙，曾经三宗武门高高在上的圣子圣女，竟真沦为了阶下囚，这简直不可想象。赵圣子、柳圣女、前交，那一艘艘三宗武门战舟上更是传来阵阵惊呼，不知多少人的目光紧紧盯住了赵浩等8人。最后有怒吼响起，放了他们，5等只图一成，否则一招尽灭。呵！然而面对三宗武门的威胁与沙喝，安南境却发出一道冷笑，随而看向宁晨，化身吴天。三宗武门到现在还敢行威胁之言，是瞧不起我们隐士门的胆量吗？轰咻！化身吴天话音还在传荡，便是猛然一挥手，一道雪亮恢宏剑气骤然间破空而出，当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赵浩、柳玲珑魔、前交等8尊圣子圣女的脖子上一闪而过。扑哧扑哧扑哧，刹那间，随着一阵沉闷声响，
8颗染血的头颅纷纷抛飞，大量的鲜血顷刻喷涌而出，像是在原地炸开8道十分妖异的血色花朵。这血淋淋一幕，瞬间震惊天上地下所有人。杀了！那些于苍穹上悬空而立的观战人群无不震撼。至于8艘战舟之上，也是陷入了诡异的死寂。显而易见，就连3宗武门的强者都没预料到宁晨会这么果断，一点都不给自己留余地，一上来就将8位圣子圣女全给斩首了。事实上，宁晨也有想过以8人性命与3宗武门周旋，但他明白3宗武门高高在上惯了，绝对不会受他威胁，甚至若因此惹恼了他们，或许他们会丧心病狂对大宁王朝百姓下手，还不如索性于阵前斩了，增进一下己方士气。找死！杀我宗圣女，天上地下没人再能救隐士门！杀了他们，造灭他们所有人！轰轰！死寂片刻，3宗武门8艘战舟上传来怒吼声，战鼓与号角瞬间惊起，8大势力强者皆在第一时间便纷纷爆发，朝大宁皇城打下。万千流光分起，每一道都至少是灵海之力，甚至不乏洞玄、万象乃至造化之力。远远望去，像是天降五光十色的泼天光雨，极致绚丽的同时又充满狂暴的杀力。四方虚空隐隐扭曲，8方乾坤剧烈震战。虚坤看到这一幕，安南竟一双美眸早已陈列如霜，第一时间在他喝令下，气运神兽虚坤显化。伴随着一声苍茫的咆哮，虚坤由虚化时巨大的坤身挤满苍穹，张嘴一吐，一方国运海瞬间奔腾，将大宁皇城上方全面覆盖。砰砰砰！当万千流光落下，顿时被滔滔国运海所阻。可沙能密密麻麻强悍如潮，国运海波涛汹涌，让虚坤发出一阵沉闷咆哮，显然吃不消。起阵！好在这时早有准备的安南竟再度发出喝令。轰隆隆！此令一出，一方恢宏浩大的大阵顿时升腾，迷蒙的光色迅速铺展，与整方国运海合二为一，不是别的，正是国运震天阵。随着此阵一起，国运的防御力不知暴涨多少，最终将所有席卷而来的杀力承接而下。大宁皇城上空，随着国运震天阵一开启，漫天国运海泛起一层明亮犹如湖光的幻彩。好强的阵法，这可是只有3宗武门方才能有的底蕴啊！附近观战人群再度被大宁王朝的底蕴震惊了。至于3宗武门的强者，则是脸色有些难看。催战舟！没有犹豫，3宗武门皆是催动坐下的战舟。嗡鸣声阵战刺耳，像是万千下蝉齐鸣。与此同时，战舟上刻录那些密密麻麻的阵纹开始逐渐明亮而起，绽放出璀璨光色。战舟下方皆有一庞大兽口，口中积蓄能量。最终，当能量积蓄顶点，则轰然大作。轰咻！轰咻！一又一道通天彻地的能量光柱从一众战舟迸发，那种能量尤为的爆裂，充斥毁灭之能。一般的造化镜在其面前完全犹如纸糊的般。倏然，虚坤再次调动国运海拦阻，同时安南竟也是率领大宁王朝强者加强阵法。咚咚咚！惊天动地的碰撞声接二连三激起，传荡。大宁皇城上空像是有一道倒陨石坠落爆炸，在天穹上炸出一团团璀璨绚丽的光芒。国运滚滚，阵光激荡，虽然掀起无边的风潮，但仍旧将一众毁灭能量光给尽数扛下。可恶！本座倒要看看区区世俗阵法能扛多久。此刻3宗武门的强者隐隐有些气急败坏，随着阵阵怒吼奋喝，所有强者全都在爆发。战舟轰鸣，接连爆发一团又一团恐怖能量光，一时间天明地亮，虚空被照得白茫茫一片。远远望去，像是一颗又一颗炽烈夺目的太阳从9天之上坠落，欲要焚灭万事万物。所有人全力出手。看到这一幕，安南竟交喝连连。气运虚坤300多超位凡强者，一众太仓傀儡，包括龙虎豹狼100万将士，皆全力出手。在无穷的能量加持下，震天大阵形成的湖光也是明亮至极，像化身遮天蔽日的穹顶，给人一种固若金汤、天地毁意不崩的敦厚感。轰轰轰！在无数观战人群的震动目光下，战舟能量光接连不断轰击在国运以及震天大阵之上，如同流星雨坠地，爆发出一道道惊天轰鸣。天摇地动，虚空犹如一方被搅破平静的湖面，点点涟漪朝四面八方不断扭曲荡漾。挡住！一定要挡住！安南竟怒喝，手中长枪不断有能量涌入大阵，在其身后，所有人亦在不遗余力的出手。生死危机之下，所有人的潜能都被彻底激发，甚至不断有人在重压下完成新的突破。显然，这即是宁晨开战前斩杀赵浩8人的缘故，就是要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才有胜利之望。杀！我3宗武门8大势力联手征伐，难道连一方世俗王朝都解决不了吗？这是耻辱！彼时，那一艘又一艘战舟之上，有3宗武门的为首强者发出一阵阵气及败坏的喝令之声。8艘战争杀气的威能几乎被催动到极限，能量炮火犹如连绵不绝的天火流星不断喷薄。可惜战舟杀能虽然恐怖，足可以开山倒海，但大宁王朝的震天大阵乃是躺平的特殊奖励，躺平出品自然是精品，再加上大宁王朝几乎是倾巢运转，
哪怕八大战州的炮火连天，但始终没有一发击穿大阵落入大宁皇城。当然，战州与大阵的对轰消耗的乃是人力。时间一长，无论是三宗武门的强者，还是大宁王朝之人，全都脸色苍白，灵力虚浮，有些扛不住。渐渐得，三宗武门的战州停摆，国运大阵也暗淡下来，都有一种被彻底掏空的感觉。好家伙，大宁王朝居然真的将三宗武门的攻势挡下了，这种战绩当真了不得，足以轰动天下。看到这一幕，八方漫天的观战人群陷入沸腾，因此三宗武门威名在他们心中都大打折扣。素来都言一胜两功，三宗武门乃是天下霸主，结果三宗武门八大势力也不过如此吗？这不连一方世俗王朝都没有能拿下来吗？哼！就在所有人觉得三宗武门有些名副其实之际，一道冰冷无情的喝声突然砸入每个人心头，哒哒哒！紧接着，一道黑袍身影从真武宗战州中迈出，每一步迈出，脚下都有大道涟漪在扩散，脚步声更是犹如9天神鼓，震荡着每个人。这让八方观战人群齐刷刷一阵，脸色惊悚。大道境，这是一位大道境强者。须知，大道境已是超凡7境中的第5境，此境修士立可破天，道化无踪，强大到绝巅。天下修士万万，但能达到大道境的却屈指可数。纵然在三宗武门中，每一尊也称得上绝世强者。本座真武宗卓坤，这场闹剧该结束了。自称卓坤的黑袍老者话音一落，以一拳轰下。轰！简简单单的一拳，没有任何花里花哨，但却蕴含着恐怖的大道之力，直接轰破了空间，更是以闪电之势强势轰在国运镇天阵上。咔嚓！可见扛下了8艘战州连绵攻势的国运大阵，竟是被这一记大道之拳直接给轰裂了。其中固然有国运镇天阵被严重消耗的缘故，但也能从中看出大道境强者的无敌伟力。不好！安南竟眉头大蹙，着实没想到大道境强者如此之强，而如今他们大宁王朝偏偏就欠缺这种顶级战力。第2拳给本座破！这时真武宗卓坤一声大吼，再度打出了第2拳。显然这一拳下去，本就裂纹遍布不堪重负的国运镇天阵绝对扛不住，会被崩灭。而一旦国运大阵破开，迎接大宁皇城的将是一场屠杀。唰！好在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化身无天却道：“女帝陛下稍安，大宁做到这一步已是不易，接下来就交给我们隐士门。”轰咻！化身无天的声音还在传荡，一道光影骤然冲天，周身亦是浩荡着恐怖无匹的大道气息。唰！一道裹挟着滚滚大道之力的身影冲天而起，转瞬便越过国运海，来到皇城上空。面对真武宗大道强者卓坤砸下来的第2拳，身影毫无惧意，一握拳跛的轰出，硬刚对方。咚！2只拳头于虚空之上悍然间交锋在一起，顿时惊起一道沉闷如天雷般的轰鸣声。沉寂一瞬，滔天灵能从2人拳中心扩散，狂暴浩大，冲荡四方，隐隐夹杂着大道残威。天地乾坤都在这一拳之下裂出数道裂纹。砰！而下一刻，砰的一声，卓坤竟是被这一拳直接掀翻出去，整个人噔噔噔连退10几丈，呆落地，气血翻涌，竟感觉喉咙极为腥甜。哗！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四野哗然，无数人震动，万千目光第一时间凝望住将卓坤击退的身影。可见其白发双颜，脸庞清癯，一对大袖飘摇，衣袍无风自荡，隐隐萦绕着浓郁的大道风潮。大道境，此人亦是大道境，他什么来历？这方王朝太可怕了，竟连大道境强者都有。八方天地喧闹四起，包括三宗武门之人。至于安南境，更是惊喜万分，内心如释重负。毕竟大道境强者一身实力太过于迫人，如今有了同境强者，方才有一线希望扛过此劫。你是何人？这时对面卓坤按下口中腥甜愤怒的质问，可见白发双颜、大袖飘摇的黑袍老者身影，冷然开口：“吾乃隐士门长老无神。”无神！卓坤大蹙眉头，他以为所谓的隐士门最高不过造化，谁曾想竟连他这种强者都有。不入大道终如蚁，可一旦入了大道，哪怕他再瞧不起隐士门，内心也浮现凝重之色。好一个隐士门，倒是真的小瞧了你们。不过大道境亦有强弱，刚才是我没防备，咱们再来过，看本尊如何杀你。言落，卓坤一震身，浑身上下的大道之力犹如一圈圈璀璨炽烈的光环剧烈绽放，隐约间一股恐怖无匹的大道之威开始浩荡。最后卓坤重重一跺脚，朝着无神暴杀而去。见此，正在女帝宫中藤椅上躺平的宁晨微微闭眼，将心神尽数落在化身无神身上，口中呢喃：此番一战欲要破局，当杀个人头滚滚，天倾地覆。空空！化身无神的双眸中迸发出2股炽烈杀机，随而亦是裹挟着璀璨的大道辉光冲撞过去。轰！刹那，在敌我双方与诸多观战人群的目光下，无神与卓坤2尊大道境强者于长空战在一起，拳印呼啸，掌风澎湃，碰撞的爆鸣声震耳，大道之光对碰，激荡起万千璀璨光华，虚空犹如巨石投下的湖面，荡起重重空间涟漪。真武大道诀！
真武当魔法，真武斩邪刀。卓坤一上来就从无神身上感受到强大压迫，不敢有丝毫大意，拔出一柄刀，全力以赴出手，神通、大道、刀法等等，全都在疯狂迸发，大道如影如潮，于身后甚至交织成一副意境。那隐隐是一道高卧9天圣座的身影，伟岸如天，头顶地劫荡魔法印，欲要荡平天下万千妖魔，腰间悬挂斩邪圣刀，势必斩灭世间一切碎邪。恐怖大道威压浩荡全场，令无数人为之震撼。真武显圣，这真武宗至高绝学的精华。那道身影，传闻便是真武宗的开宗祖师，曾经的真武圣人，头悬荡魔印，曾荡宇内妖魔，腰挂斩邪刀，曾斩天外碎邪，当年无敌一个时代。不知多少人于内心感慨当年真武圣人之威，连带着卓坤身上都莫名染上一缕荡魔圣威。这真武长老卓坤虽只是再借祖师余音，但至少让自身实力暴涨2-3成之多，也不知能否将隐士门无神给镇压。所有人下意识纷纷看向对面的宁晨化身无神。果然，此时此刻，哪怕是宁晨化身都感受到了压力。这具真武圣影极强，绝非他戏称的开裆小儿。吭吭，于是他一挥手，2柄上古法剑出现在双手上。左手之剑10万大山图案铭刻，正是搬山剑；右手之剑则刻画着怒海波涛，此乃刀海剑。而后化身无神，便手持搬山倒海2剑悍然冲杀。当体内滚滚的大道之力灌入搬山倒海2剑后，隐约间炸起山呼海啸、风雷滚动的异象。砰砰砰，化身无神蹑虚倒空，双剑皆是大开大合爆斩。搬山力搬10万大山，倒海搅弄四海汪洋，恐怖的剑力几乎摧枯拉朽一般斩爆卓坤之力。包括卓坤演化的那方伟岸如天的真武圣影，都被一剑又一剑斩得破烂不堪，荡魔印崩，斩邪刀溃，就连圣影都变得虚幻无比。灭！最终，当化身无神纵天一跃，手持山海双剑悍斩，真武圣影彻底犹如梦幻泡影一般破灭开来。噗！真武圣影一灭，卓坤当场遭到剧烈反噬，接连喷出3口本命精血，气息瞬间萎靡不振。真武宗大道强者卓坤不敌隐士门无神，就连大道强者都彻底败北。3宗武门今日难道真要在这世俗王朝内折戟沉沙吗？无数人震动，热议与讨论声在八方天地传荡。吭吭。而下一刻，当无神继续手持山海双剑攻杀，卓坤彻底没了招架之能，被斩得接连败退，大道之血一捧又一捧，将虚空都给染红了。眼看着即将身陨，卓坤仰天大吼：“你们还不出手？难道要眼睁睁看着本座陨灭吗？”此话一出，在场众人瞬间明白，3宗武门8大势力来的绝对不止一尊大道境。轰轰！果然，下一刻又有2道身影从古魔宗与天妖宗2艘战舟上飞出，皆萦绕着大道气息。古魔宗魔空在此，天妖宗妖夜来也。如岂敢逞凶！伴随着威吓，自称魔空妖夜的2尊大道强者，携着滔滔魔气与澎湃妖能，欲要救卓坤杀无神。然而就在这一刻，大宁皇城下方亦有2道身影再度破空袭来，二话不说祭出2剑，以降妖镇魔之大威能斩向魔空与妖夜。吭吭，大宁皇城上空，2柄古剑呼啸，冲霄逆斩，一柄汹涌着降妖之力，似能降服万千天妖；一柄浩荡着镇魔之力，仿佛可镇无尽古魔。只听得2道沉闷如雷的碰撞声以及痛斥声。刚从2艘战舟中冲出来的魔空与妖夜2名大道境强者，当场以更快的速度暴退出去，隐约之间还有2捧醒目的大道之血飞洒。可恶！什么人？魔空与妖夜2人当即发出2道愤怒的质喝。同一时间，在场所有人全都被这一幕惊动，万千道惊诧的目光纷纷凝望了过去。刷刷，那斩退魔空与妖夜2人的2柄古剑在天穹上转了一个弯，已然被2道身影探手握住。那是2尊中年人，一尊着黑袍，双鬓银白，脸色酷烈；一尊着白袍，长发如瀑，妖异俊美，仅是静静屹立虚空上，就像魔神妖皇矗立，周身散发着毫不输于无神的大道气息。吾乃隐士门长老无魔，吾乃隐士门长老无妖，无魔无妖。显而易见，这亦是宁晨所凝聚的大道化身。前有无神力压真武宗大道境强者卓坤，后有无魔与无妖斩退古魔宗天妖宗2尊大道，这方隐士门底蕴实力着实有些惊人啊！这一刻，天地八方不知有多少观战人群陷入震动，目光在无神、无魔、无妖3尊身影上来回观望。就连安南境等大宁王朝之人亦目光炽烈，唯独卓坤还在另一边死命大吼：“啊，都在那当个什么呢？救我！快来救老夫啊！卓道友莫慌，本座这就来救你。什么隐士门，听都没听过，也敢在此张狂！自古至今，天星大陆之上只有1圣2公3宗武门，所谓隐士门不该出现在世上。”这时，一道道冷喝、震怒、傲斥等声音纷起。只见武门战舟上再度连续冲出5尊身影，毫无例外，每一尊都是货真价实的大道境。果然，此次征伐3宗武门皆有大道境强者坐镇。看到这一幕，很多观战人群虽震但并未惊，他们清楚知道3宗武门有这个底蕴。反而下一刻，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隐士门与我们隐士门拼底蕴。好啊，那就来拼一拼。
可见吴魔与吴妖两人双双发出一道傲喝之声。轰轰轰！话音尚在传荡，亦有五股大道气息再度爆发，或是伴随着铿锵剑吟，或是伴随着恐怖火光，或是伴随着万法光彩，五道身影冲起。有老者，有中年人，亦有美妇人，或持剑，或控火，或研法等，长相身姿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每个人身上的气息都极其可怕。一轮又一轮大道光环在每个人脚下浩荡扩散。隐士门无道，隐士门无佛，隐士门无仙，隐士门无鬼，隐士门无怪。五具大道化身齐齐开口，声震无尽长空，特前来领教一下三宗五门的实力。哗！这一刻，天地震动，八方人群尽皆哗然惊色。大道境，清一色的大道境，若算上无神、无魔、无妖三人，那就是足足8尊大道境强者。这种级别的底蕴与实力，称得上惊世骇俗。虽然眼下三宗五门也有8尊大道境强者，可那是8大势力合聚，若真对上一宗或一门，仅论大道境数量，绝对不如眼前的隐士门。这种数量的大道境，恐怕只有在1胜2攻3大势力之中方才能见到了。8尊大道境强者，原来我一直都小觑了隐士门实力。彼时就连安南境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着实没想到，一直被他奉为国教的隐士门，居然这么强大。因此，他内心突然升起一个被他忽略的问题：为什么底蕴实力这么强大的隐士门会这般帮助大宁王朝？难道真如对方所言，他们隐士门每过1000年就需出世染一次红尘杀劫？可为什么要选择大宁王朝，而不是其他势力？对此，安南境显然百思不得其解。好一个隐士门，好一个神仙道佛、妖魔鬼怪。另一边，三宗五门一众大道境强者脸色也彻底凝重，有人更是忍不住喝问道：你们既有如此底蕴实力，按理说不该籍籍无名才对。你们隐士门开派祖师是谁？当代门主又是何人？此问一出，天地八方人群目光全都聚集过来，甚至就连安南境都一脸好奇。这个问题他不是没问过吴天等人，但对方却不肯透露，只说隐士门之所以称为隐士门，就是有各种隐秘，不足为外人道也。哼，我们隐士门的底细，你们还没资格知道。果然，无魔、无妖、无仙等一众大道化身皆冷喝，脸上更是一个比一个狂放、霸道、高傲，仿佛在其眼中，三宗五门强者只是路边一条混账，一个故弄玄虚的宗门，也敢在我等面前故作姿态。三宗五门纵横天下多年，何惧你们隐士门？今日必须让你们知道三宗五门的厉害！轰轰！终于，三宗五门一众大道境强者忍受不了了，全在第一时间爆发，朝宁晨一众大道化身杀来。大道之光，一道又一道，恐怖绝伦的能量如怒海狂潮，席卷长空，震荡十方乾坤。呵呵，看到这一幕，无魔、无妖、无仙等一众大道化身全都齐刷刷勾勒出一抹相差无几的冷笑。三宗五门，你们高高在上惯了，今日当被跌神坛。今日过后，三宗五门当落，唯有隐士升空。杀！轰！最终伴随着一道战意如虹的沙喝，宁晨的一众大道化身亦是裹挟恐怖的大道之力，悍然迎杀向一众三宗五门的大道境强者。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道之战一触即发，大宁皇城上空，千里云层于这一刻轰然崩散。那一尊尊大道身影顿时于虚空之上激烈交锋，神通术法，灵兵玄妙，一重接一重迸发，各色能量绚丽，大道之力如潮奔涌浩荡，震耳欲聋的声音如滚滚雷霆，响彻天上地下。这一刻，四面八方不知多少人为之惊悚暴退，因为大道境之间的战斗太过摄人与恐怖，哪怕余波都足以震死一些灵海洞玄。三宗五门的战舟，大宁王朝的国运震天阵全都重新战光，否则无法抵御道威冲击。大道境强者的战斗简直太可怕了，这种级别的人物拥有真正的超凡之威。战况激烈，不知隐士门与三宗五门谁能胜出。当大量观战人群撤出很远，这才开始了热议。很多人本来以为大道境的战斗就算打不了10天半月，也至少得大半日方能有结果。不，谁知下一刻，高天之上就传来一声绝望大叫。当众人望去，这才发现那原本就被无神牢牢压制的真武宗卓坤，在没有人援助后，彻底撑不住了，披头散发，浑身都是鲜血。轰咔！尤其是在万千目光投来之际，无神骤然腾跃高天，搬山剑与倒海剑双剑齐齐斩下，砰！那种搬山倒海的伟力，当场将卓坤彻底斩杀，头颅与身体分离，天灵与裆部齐裂，漫天鲜血泼洒间，染红了天幕。一位货真价实的大道境强者当空陨灭，死了！这霸道且血腥的一幕，让无数人难掩惊骇。须知，大道强者有大道护体，堪称绝世。结果就是这么一尊绝世强者，却在短短须臾之间就被隐士门的铜镜大道给力斩了。任谁能够不震，任谁能够不惊？好！大宁皇城大阵之内，安南境一对美眸湛光，止不住叫好。原本沉重的情绪松了一大截。他虽然想不明白隐士门为何会帮大宁王朝，但眼下隐士门能获胜才是真正的关键。哇！无神一斩敌手，我等岂能落后？
杀杀杀！今日三宗武门将竟知我隐世之威！这一刻，无魔、无妖、无仙等一众大道化身，虽然都为凝成化身，却皆在尽述各自心意，这让魔空妖夜等大道强者感到沉重的压力。可恶！一群混账，也妄想戮杀我们，简直做梦！卓坤的陨灭大大刺激了三宗武门其余强者，无不全力以赴，动用诸多底牌以及杀手锏。一时间，有古魔立啸，有天妖化形，有金阳坠地，有天雷地火等等，各种声光迸发，十方虚空都被搅得扭曲混乱，层层裂开。然无魔、无妖、无仙等人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惧怕。上古法剑铿鸣，地炎之火喷薄，万法神通演化，强势与三宗武门的大道强者进行对轰，怒吼连天，鲜血飞洒，战斗彻底陷入白热化啊！而很快，三宗武门便有强者步入卓坤的后尘，是火焰门的一位大道长老，虽持有一种强大且诡异的异火，但在无仙手中地炎的手下，完全被克制得死死的。很快，在惨叫声中被地炎焚杀，包括其异火也被地炎所吞噬。又死一尊！四方观战人群顿时传来一阵难以抑制的惊呼。几乎同时，在将妖剑与镇魔剑压制下，无魔与无妖也是强势将魔空与妖夜两人斩杀。在无数观战人群一波又一波的惊呼中，三宗武门的一众大道强者一个接一个陨灭，或是被力劈，或是被焚灭，或是被轰杀等等。距离开战不过短短一炷香，当最后的大地门长老被破开大地灵罩，原地斩首之后，三宗武门八尊大道境强者尽数陨灭。刷刷！事后，无神、无魔、无仙等一众大道化身，在兀自动荡的大道风潮中傲然而立，衣袂烈烈翻飞，杀威惊世，仿佛人如其名，不是一群凡人，而是神、仙、道、佛、妖、魔、鬼、怪、司。这群隐士门强者战力太可怕了，三宗武门的同境修士根本不是其对手啊！三宗武门这一次是真在此间折戟沉沙了。这一刻，四面八方的观战人群全都陷入沸腾，尤其是大宁王朝，无不是振臂高呼隐士门，哪怕是安南境也兴奋的娇躯颤抖。反观8艘战舟上的三宗武门修士，无不惊悚。千百年来，他们8大势力第一次在除一圣两公之外的势力身上感受到畏惧与悚然。大道已死，接下来该轮到你们了。这时，宁晨本尊呢喃，命一众大道化身转向8艘战舟。虽然斩杀了8尊大道强者，但宁晨内心并没有轻松多少，因为他知道这不是三宗武门全部的底蕴。但还是那句话，既得罪了，他就没必要留手。大道境要杀，这8大战舟上的3种武门修士也不能放过。然而还不待他让一众大道化身斩崩8大战舟，8大战舟上的阵纹却突然被再次点亮，而这一次却不是向下汇聚，而是朝上喷发。轰轰轰！伴随着一道又一道能量光柱朝天穹喷涌而出，高天之上竟是瞬间被洞开8方虚空漩涡，每一方漩涡后面都连接着不同的景象，或是飞瀑灵泉，鹤鸣猿啼，或是魔气森然，幽光如潮，或是万妖狂舞，吼声连天。此外还有金光万道，青海连天，火潮汹涌等。不好，这是三山武门驻地。第一时间，宁晨本尊便察觉到一丝不妙之感，赶忙让一众大道化身出手，欲斩破虚空通道。可虚空通道已成，竟非大道境所能轰破。反倒下一刻，一道又一道怒喝声从三宗武门驻地中响起。该死的，竟敢接连杀我三宗武门之人！真当我们三宗武门称霸千年是吃素的不成？轰轰轰！喝声还在传荡，一道又一道恐怖的大道气息已是从8方虚空漩涡之中急速冲荡出来。一时间，天地颤抖，此间仿佛陷入了末日。天穹之上，8方璀璨幽深的虚空通道横亘，大道气息浩荡间，一道又一道身影从中闪出，8道、16道、32道，3、5成群，人影绰绰，转瞬便有近半百身影现身，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澎湃可怖的大道气息，交织汇聚，冲荡沸腾，令此间天地巨震。此外，更有魔能滔滔，妖气冲霄，金光清气，冰火风雷等截然不同的异象不断绽放。大宁皇城上空犹如一众末日轮转，恐怖的气息与景象一波接着一波的浩荡冲击。一时间，四面8方观战人群全都陷入震撼。大道境强者，全都是大道境强者，8大势力的大道境强者，这是倾巢而出了。隐士门底蕴就算再强，怕也要挡不住了。至于那以安南境为首的大宁王朝之人，更是头皮发麻。对于他们来说，一位大道境强者都难以匹敌，如今居然一下子出现了将近半百之数，这种底蕴太逆天，怕是连隐士门都无法抗衡。果不其然，无神、无仙、无道、无佛、无魔、无妖、无鬼、无怪，宁晨的8具大道化身全都是流露出极致凝重，包括宁晨本尊，脸上神色也前所未有的凝重。他明白，大宁王朝与隐士门的危机已上升到新的程度。隐士门，一群混账东西！今日我三宗武门若是不灭了你们，日后还如何在天星大陆立足？这时，随着一道道充满怒火与杀机的喝声，叶空城等一众三宗武门掌教纷纷走出。他们失去分身受了反噬，所以并未第一时间前来，
本想着8位大盗外加8大战州的兵力，足以横推大宁王朝还有什么隐士门，结果没想到事情居然超乎了他们的预料。一众圣子圣女，8尊大盗强者，外加失去的祖师宝藏，这种种加起来，无疑让他们杀意积蓄到顶点。哼，我隐士门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三宗五门大盗境纵然倾巢出动又如何？来战！虽然三宗五门一众大盗境强者威能无比破人，但宁晨不曾畏缩，至少要保持己方的战意。哼，不知死活的东西！诸位道友，灭了他们！叶空城等8大掌教冷喝之间下达了杀令。轰轰轰！霎时间，三宗五门将近50尊大盗全在第一时间爆发，朝着宁晨8尊大盗化身杀去。真罡浩荡，魔气滚滚，妖能冲霄，三光犹如3项宝瓶交织沸腾，金光璀璨，清气氤氲，火焰汹汹，水流潺潺，大地迷蒙。五色仿佛5行光轮循环往复，三光五色演化出各种术法神通，横贯苍穹，还有诸多灵气法兵，更是在呼啸冲击，虚空扭曲，天地开裂，8方乾坤都被搅乱了。浩浩荡荡的大道杀力犹如洪流冲击。见此，宁晨8具大道化身没有退也不能退，全都竭尽全力爆发，手持各种异宝迎杀上去。轰！瞬间大道之战再起，而这一次则比刚才更加浩大，也更加惨烈。8对半百，哪怕宁晨一众大道化身都有着铜镜横压对手的实力，也扛不住如此围攻，一交锋便落入下风，不断被各种术法神通击中。大道化身身上不断有大量血液飙溅。呜哈哈！隐士门的大道境强者不行了，所有人听令出州反攻，先灭了大宁王朝。这一幕让8大战州上的三宗五门修士振奋不已，而后一群修士犹如蝗虫般从战州上飞下，全都裹挟着炽烈杀力朝大宁王朝袭来。远远望去，犹如万千光雨纷落，颇有些美幻。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诸位大宁的臣民，大阵若破，朕会率先以身殉国。看到这一幕，安南境绝美俏脸上顿时浮现视死如归之色。他高举长枪，金甲铿鸣，一身战意被点燃。在其身后，一众超凡修士，龙虎豹狼100万大军全在喝吼，就连皇城800万人都在壮怀激烈，仰天长啸。面对三宗五门生死威压，大宁王朝万众一心，化恐惧为战意，以至于国运都隐隐沸腾。最终在四面八方无数观战人群紧紧注视的目光下，三宗五门将近上万修士密密麻麻，犹如雨点一般飞落，开始疯狂轰击国运镇天阵。砰砰砰！一时间，连绵不绝的爆炸声在天穹上方响起。本就抵达强弩之末的国运镇天阵，顷刻间再度蔓延出密密麻麻的裂纹，通体摇摇欲碎。顶住！一定要顶住！安南境的怒吼之声接连回荡，早已将一身造化境的实力疯狂灌入国运镇天阵之上。须知，大宁王朝超凡修士外加太仓傀儡，总的算下来不过1000。若是国运震天大阵破灭的话，如何直面三宗五门上万修士，那将是屠杀。大宁王朝的超凡境修士显然也知道如此，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将自身力量涌出。青筋暴起，脸色赤红，口中喷血，也不曾退。另一边，龙虎豹狼100万将士，哪怕他们大都只是5帝境，但仍在不遗余力地灌输力量，甚至就连皇城800万人口，凡是入了武者境，全都在这一刻贡献着属于自己的力量。漫天流光汇聚，维系破烂不堪的国运镇天阵。轰轰轰！可三宗五门上万修士每一次进攻都对国运镇天阵是一种超负荷，接连10几波进攻之后，800万皇城居民率先被掏空，纷纷失去力量。龙虎豹狼100万大军也大片大片的瘫倒，随后就连一众超凡修士也气喘吁吁的停下，包括那一具太仓傀儡符文也都暗灭，甚至就连最强的安南境也是倍感不支，一阵阵虚弱感在不断冲击着他的身与魂。最后他银牙近乎咬断，还是发出一道绝望的喝声，顶不住了！砰！也就在安南境的话音还在传荡之际，皇城上方国运震天大阵终于彻底崩灭，漫天光华犹如瓢泼的光雨，随着风潮飞散。这一刻，大宁皇城彻底暴露在敌人眼中。国运震天阵一破，三宗五门的上万修士顿时犹如密密麻麻的蝗虫一般朝皇城杀来，这让四面八方的无数观战人群内心皆是凛然。大宁王朝阵法破了，他们要顶不住了。三宗五门修士将近上万，有很多都是造化境，无大阵守护，大宁之人只能被屠杀。同一时间，更糟糕的还有宁晨8具大道化身，在三宗五门诸多大道境强者的围攻之下，8具大道化身早已鲜血淋漓，不复甚威，等待大宁王朝与隐士门的只有灭亡。这一刻，无数观战人群已然为其判了死刑。然而就在天上地下接触在生死危机的时刻，一道悠悠叹息突然响彻在大宁皇城。只见宁晨本尊终于从女帝宫中藤椅上起身，那对目光之中充斥着冰冷无情的杀意。一直以来，唯有躺平苟着可以让他拥有安全感，不到万不得已，他是真的不想出手。可眼下8具大道化身被压制，国运震天大阵被轰破，安南境与大宁王朝已然到了生死存亡之际，他也只能再次被迫出手，只希望别再陷入暴露及出事的魔咒了。宁晨呢喃一声，
旋即踏空而起，一步便来到大宁王朝上空。夫君，看到宁晨闪来的身影，安南竟先是一愣，旋即便满脸慌张道：“夫君，你怎么上来了？今日敌人不同以往，三宗武门实力太过强大，不仅我大宁王朝无法抵御，就连隐士门的强者都快顶不住了。快走，你快走，他们不知道你的存在，去找到北雪。你们两个一定要好好活下去。”安南靖话语悲腔，一副匆忙交代后事的模样。南靖娘子莫慌。谁知宁晨却是摇了摇头，抬头望着天穹。三宗武门上万修士黑压压犹如遮天沙网兜下，锦纱能与气势，就令天地乾坤在惊颤。三宗武门的确很强，也不知我顶不顶得住。唰，说着，宁晨的身躯便是逐渐升空，轻衣飘裂。啊，夫君，你要做什么？快回来！宁晨的举动让安南靖大惊失色，欲上前拦截。开玩笑，宁晨只是区灵海境，而且这些年还饱受绝灵咒折磨，如何能顶得住三宗武门的修士？可这时，宁晨却回首，露出一抹歉意的笑容。南靖娘子，抱歉，有件事我要对你坦白一下。其实绝灵之咒对我并未起什么作用。换句话说，夫君我其实一直都挺强的。什么？安南靖俏脸诧异，但转瞬他还是焦急万分。就算宁晨没有受绝灵咒影响，一身修为不曾下降，可短短7年，他靠着大宁国运以及诸多资源，才堪堪达到造化境。宁晨又能有多少进步？洞玄还是万象，顶天也就造化境吧，这般上去岂不是找死？夫君，你快回！安南靖喊叫，正欲闪身拦截，可下一刻，他的声音与他的娇躯却双双僵滞在原地。那对明亮如黑曜石的瞳孔骤然止不住的放大，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轰！可见虚空上，宁晨独自一人从皇城腾空而起，一袭青袍随风飘裂，身形俊拔如神剑。面对万千敌人，他那单薄消瘦的身影轻轻一震，顿有一股无比恐怖的大道气息席卷而出。大道之光犹如怒海狂潮，顷刻弥漫天地4极。一人而已，不仅将整座大宁皇城守护在身下，更将三宗武门袭来的万千修士挡在上空。大道境，这怎么可能？夫君居然是一名大道境强者！这一刻，安南靖双眸瞪大，忍不住倒吸冷气。显而易见，宁晨的境界远远超乎了他的想象。不仅是他，在他身后的安抚楚葵、柳英、骁龙灵、虎夜暴方狼以及诸多大宁王朝的修士，亦是陷入震惊。那是孤雁，他不是被绝灵咒废了吗？怎么会？天啊，主上没有被废，他竟是一名大道境强者！太好了，咱们大宁王朝的宁晨帝君居然是大道强者，我们或许有救了。同一时间，四面八方的观战人群也观望到宁晨的身影，喧闹一纷纷响彻。快看，那是什么人？这是大道境气息，居然还有大道境强者。至于三宗武门万千修士，自然也十分惊悚。万没想到，大宁王朝居然还有一尊大道境。但仗着人多势众，三宗武门修士也没有畏惧，全在第一时间纷纷爆发，想要轰破大道光潮。哼！见此，宁晨一对黑眸冰冷的犹如万年寒霜，一腔杀意早已犹如激荡万古的神光。冷喝之下，那遮天蔽日的大道光潮顿时沸腾，风雷乍起，冰火荡漾，各种截然不同但却同样强大的大道之力在不断的汹涌蔓延。眨眼间，无穷无尽的大道光潮便形成了一只遮天蔽日的大道之手，横亘在天穹之上，每一根手指都犹如参天巨柱，其上弥漫风雷冰火等等恐怖的道力在互相激荡升腾。恐怖绝伦的景象不仅让敌我双方感到震动，更让四面八方的观战人群倒吸一阵阵冷气。无知大道，当镇杀所有来犯之敌！灭！轰！宁晨沙喝犹如9天神雷乍起，传响天地乾坤。他的右手猛然间攥紧，与此同时，那方横亘皇城上方的大道巨手也是轰隆隆卧拢，宛若5方遮天神柱，硬生生将三宗武门将近上万修士全部给遮拢在了大道巨手之中。期间，任三宗武门修士如何爆发轰击都动摇不了。最后，当大道巨手彻底于天穹之上合拢之后，滔天的大道杀力在手掌心内疯狂浩荡，临海洞玄万象，包括那些造化境的修士，全都在这一刻被大片大片的碾碎了生魂。无数道惨叫、痛喝、怒吼声在大道巨手内回荡，但仅仅只是数息之后，一切便归于了平静。当遮天蔽日的大道巨手逐渐消散，其手掌心内顿时无尽白茫茫的飞灰漫天飞洒，三宗武门所有袭来的修士尽数灭亡，天地苍茫，血骨成灰。其霸道且诡谲的景象，令大宁王朝以及四方人群全都陷入了死寂。惊悚震撼、难以置信的神色充斥每个人心头，哪怕是高天之上正在围杀大道化身的夜空城等三宗武门大道强者，也是瞬间惊怒。啊！死了！我们的人全死了！大宁王朝怎么还有大道境？而且绝不是一般的大道境！混账！这个混账简直该碎尸万段！一声声惊斥、喝吼、怒不可遏的声音传荡，也让四方人群跟着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有人倒吸冷气，一掌灭尽三宗武门修士，这也太可怕了。有人满目疑惑，此人非同小可，他是谁？也是隐士门之人吗？刚才听人喊
此人似是大宁王朝女帝夫君，名号宁晨。女帝夫君宁晨，世俗之人竟有如今惊天杀力，开什么玩笑？无数人的目光在这一刻紧紧盯住了宁晨。长空动荡，狂风吹动着他那一袭如玉青袍，广袖拢光华，空明绝俗，竟有谪仙之韵。下方安南境一对美眸早就流转起烁烁金芒，着实没想到宁晨一身战力竟然如此强大，一如当年安家神秘武神，给他巨大惊喜。这隐士门8人已是强弩之末，由我们8大掌教来杀，其余所有人全都下去宰了此人。这时叶空城等3宗武门掌交怒而下达杀令，轰咻咻，随着破空声，高天上近乎一大半的大道境强者全朝着下方的宁晨满脸凶神恶煞的冲杀而去，每个人身上都裹挟卷动着澎湃且可怕的大道杀能，甚至其中不乏大道巅峰境的强者。有些人展开圣法，法光璀璨夺目，迷蒙杀力可怕无比；有些人施展神通，肉身流转爆炸性的神力，如狂龙出击；有些人则祭出法兵，刀光剑影，枪芒毛锋，杀力洞穿虚空。各种各样的大道杀力宛若一股又一股飞瀑，从高天急坠，轰隆隆如同千军万马奔腾，四方空间陷入扭曲，出现一道道细碎的裂缝。毫无疑问，这么多大道境强者同时出击之下，充斥着开山倒海的毁灭之力，别说同境大道，就算一位半圣境强者，怕也要暂避锋芒。这么恐怖的围杀，半圣之下谁能阻挡？四方人群无不倒吸冷气，为宁晨捏起冷汗。在他们看来，量变引起质变，这种交织沸腾的杀能，如何能是同境大道强者抵挡的？绝对会被轰杀。夫君，快回来！为了我们不能搭上自己性命。这一刻，就连安南境俏脸上也升起惶恐神色。他承认宁晨很强很强，可再强也是大道境，面对几十位同境强者的围杀，如何能够抵挡？包括大宁王朝其他都在骇叫呼唤宁晨，诸位莫慌。可就在这时，宁晨却镇定自若地开口一喝，那对双眸中炸起两股几乎撕裂虚空的神芒。敌人虽多，但我可不是一身。隐士门朱修何在？隐士门！此话一出，那以安南境为首的一众大宁王朝之人皆有些茫然，尤其是安南境，一时没能理解宁晨话中意思。自家夫君难道还与隐士门有关系吗？隐士门无名在此，隐士门无法在此，隐士门无天在此。只见下一刻，那在安南境眼中的一众隐士门修士纷纷响应自家夫君的话站了出来。无名、无法、无天，你们这是……就在安南境惊疑不定之际，宁晨的话语飘然落入其耳畔。南境娘子，再给你坦白一件事，所谓的隐士门并非是什么千年门派，而是你夫君我用身外化身打造出来的。什么？身外化身？安南境美眸瞬间瞪大，化身无名，还不归来？这时青袍飘裂，傲立苍穹的宁晨忽地震喝，虽然便见隐士门无名当着所有人的面聚散无形，骤然化为一道纯粹夺目的能量流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宁晨体内。嗡！当融合一句话身后，宁晨浑身上下的大道气息顿时肉眼可见的上涨一截，道光明亮。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下一刻宁晨再喝，化身无真归来，化身无法归来，化身无天归来。随着喝声响彻，天上地下无真无法无天等一众隐士门修士全都化为一道道能量流光，接二连三的飞速涌入宁晨的体内，让宁晨的大道气息一涨再涨，完全就是在飙升。甚至到了最后，就连正在与夜空城等8大掌教作战的无神等一众大道化身也纷纷散开。化身无神归来，化身无仙归来，化身无道归来，化身无佛归来，化身无妖归来，化身无魔归来，化身无鬼归来，化身无怪归来。轰轰轰轰轰轰！随着8具大道化身意识化为纯粹能量入体，宁晨本尊的气息迎来爆炸式的增长。尤其是当宁晨将所有身外化身全部完美融合，刹那间，一股无比恐怖浩大的大道气息爆发，直接形成了一股无可匹敌的大道风暴，当场便将那些袭来的3宗武门大道强者诸多攻势泯灭。下一刻，随着一阵阵沉闷如雷的碰撞声响，更将所有袭来的大道强者掀飞了出去。一时间，漫天长空，万华皆暗，一尘如洗。所有喧闹、吵闹，各种声音皆于此刻沉寂，只于宁晨那青袍飘烈如神似魔的身影傲立。同在这一刻，宁晨的喝声犹如滚雷传荡8方，久久不曾停歇。我即是隐士门，隐士门即是我。高天长空之上，唯宁晨屹立，所有袭来的大道境强者全都被大道风暴冲得暴退四方，滚滚喝声犹如雷霆，彻底震动了天上地下。而其中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安南境，整个人的俏脸彻底陷入一种惊诧震撼之色。无名、无法、无天、无神等等所有隐士门的修士，居然都是自家夫君的身外化身，这是他此前无论如何都没想到的，太意外了。而转瞬后，他的一对美眸又升起明悟之色，彻底想通一道一直困扰他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隐士门为何要守护大宁王朝？曾经的他以为是巧合，是机缘，眼下却已然明白，哪是什么机缘巧合，全都是自家夫君的手笔，
一直守护大宁王朝的语气说是隐士门，不如说是宁臣。夫君啊夫君，为何你总是这么低调且隐秘呢？想起曾经宁臣化身的安家神秘武神，再看到今日一人即是一门，安南境不由得苦笑，但更多的还是温暖、感动以及深深的爱慕。原来他安南境的男人自始至终都无敌天下。我的天，隐士门修士居然都是主上的化身！原来如此，帝君即是隐士门，隐士门即是帝君。另一边，银鬼、三圣、四将等人亦满目震惊。至于四面八方的观战人群，自然也震撼不已。根本没想到，底蕴实力堪比三宗五门的隐士门，居然不是真的宗门，而是一个人以分身所立，这让所有人感到匪夷所思，同时更加震惊于宁臣的实力。一众大道化身都能够力斩三宗五门大道强者，如今所有身外化身全部归于本尊，又该有多强？可恶！原来一切的幕后主使全都是你这家伙！这一刻，叶空城等一众三宗五门掌教也死死盯住宁臣，彻底明白，所有一切都是眼前的宁臣所为，是宁臣斩的圣子，是宁臣杀的八尊大道，亦是宁臣当着他们的面盗空的八大祖师宝藏。这让叶空城等人的眸光喷涌极度炽烈的杀芒。不错，一切都是我做的。彼时，宁臣的目光也是魂不畏惧的凝望着叶空城等人，他的脸上也充斥着等同层次的杀意，声音冰冷沉烈，犹如凛冬的风霜在刮卷。不仅如此，接下来你们的命，我宁臣也收了。此话一出，叶空城等八大掌教全都怒不可遏。笑话，就凭你一人，也妄想收我们的性命？你就算将所有身外化身重新融入体内又如何？终究没有超过大道境，怎么对付我们？最后，叶空城等三宗五门一众掌教相互对视一眼，齐刷刷下达一道冰冷至极的杀令：所有人随我等一起上，灭了此人！轰轰轰！八人话音一落，在场足足将近50位大道境再度纷纷爆发，大道能量犹如江河奔涌，远远望去，一道道璀璨光芒迸发，耀天动地，术法神通，法冰道能，各种各样的攻势闪耀出五光十色的幻彩，同时蕴含着足以崩山灭地的毁灭之能。苍穹震颤，虚空扭曲，地水烽火，雷霆闪电等等异象纷呈，仿佛末日真正降临。此间，夫君、主上看到这一幕，那以安南境为首的大宁王朝之人全都抬眸望天，心神陷入紧绷状态，包括四面八方观战人群也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所有人都知道，这场战争打到眼下已经是最关键的时刻了，胜负生灭都将在这一战中彻底分晓。哼！面对几十尊大道强者，包括叶空城八大掌教的围杀，宁臣脸色并未畏惧，反而战意如火，杀气好似化为实质化的赤色飘带环绕自身。至尊神体，一重玄妙，天地同力；至尊神体，二重玄妙，至尊领域。可见这一刻，宁臣接连跺了2下脚，当即施展出至尊神体的2重玄妙，天地同力，加持己身，至尊领域压制对方。轰！霎时，宁臣的大道气息再度百尺竿头更强3分。至于三宗五门大道境强者气息，则是跌落3成。啊！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手段？刹那间，三宗五门一众大道强者无不惊呼骇叫。没想到还未交锋，就被凭空削去3成实力。不过转瞬后，在叶空城等八大掌教的带领下，他们及时收敛惊诧，继续携带杀能围攻而去。然而，这只是宁臣诸多手段的一个开始。上古九剑，即异火地炎出，万法天眼开。转瞬，在宁臣一道又一道射人的低喝声中，各种各样的强大手段被其展出。上古九剑足有8剑横空而出，搬山倒海，降妖镇魔，杀身斩灵灭魂，摘星于身后轮转。异火地炎符现在手掌中化成一朵7瓣火莲旋转，每一瓣都拥有一簇异火，地心熔岩火、百兽灵火、黑夜鬼火、天地雷火等等。此外，神通万法天眼更是在宁臣周身上下演化出诸多术法神通，如真武荡魔印、古魔擎天掌、天妖灭身法、金阳耀天术。这一刻，宁臣仿佛化身神明，周身布满手段，每一种手段都肉眼可见的强大与慑人。而此时，宁臣自身眼眸之中都浮现出凝重。自从穿越以来，他从未这般全力以赴过，就连他都估算不出他的杀力能达何种程度。那就来试试吧。最终，宁臣的目光望向从四面八方围杀而来的三宗五门大道强者，嘴角扯出一抹冰冷杀机。杀！轰咻！随着沙喝，宁臣毅然决然闪身迎杀而上，八大法剑呼啸，汹汹地炎燃烧，万法神通迸发，整个人以悍然之势撞中袭来一众大道之敌。天地长空瞬间沸腾，虚空乾坤皆在轰鸣震荡，敌我双方瞬间便是陷入了白热化的战斗。但转瞬后，天上地下所有人无不感到震撼，只因双方战斗一起，并非是想象中的群狼猎虎，反而宁臣如同一只猛虎扑入了羊群。法剑、地炎神通等各种各样的手段与能量，不仅磨灭诸敌的攻势，更是将一位又一位大道境敌人给撕裂、斩首、焚灭等。一时间惨叫连连，鲜血四溅，尸骨成灰。宁臣竟是在以盖世无敌之势打开杀戒。乾坤圣地，圣女峰上，仍旧是那座豪华广阔、
奢侈明亮的洞府之中。珠帘之后映照着那道曼妙的白衣女子身影。唰！这时，名为婴儿的黄衣侍女匆匆步入洞府。当来到珠帘之前，她的神情明显有些焦急。圣女大人，出事了！唰！温润眸光当即透过珠帘落在黄衣侍女身上，宛若天籁般的声音响起，带着一丝疑惑：“婴儿，怎么了？出了何事？这般慌张？我不是让你去查大楚王朝安家，可有消息？”黄衣侍女沉声回应道：“圣女大人，我欲说之事，正是与你让我所查之事有关。因而奉命亲自查了世俗界大楚王朝，结果发现大楚王朝早在7年前就已经灭亡。如今世俗界只有一个大宁王朝，其当朝女帝正是曾经大楚王朝安家家主安南境。哦，姐姐居然一统了世俗的一众王朝，大宁王朝，难道国号是取自姐夫的姓氏吗？”这时，珠帘之后传来一阵诧异与疑惑之声。这时，黄衣侍女则是继续道：“圣女大人，可还记得前段时间三宗五门掌教之事？正是大宁王朝与隐士门得罪了他们。如今三宗五门8大势力正在联手攻杀大宁王朝，据说大宁已经岌岌可危。”轰！什么？闻听此言，珠帘之后陡然迸发一股可怖杀机，感动姐姐与姐夫。三宗五门是想灭亡吗？尤其当一道震耳黄鸣响起，整座洞府瞬间被3尺冰雪覆盖，仿佛陷入冰天雪地一般，其低温让身为大道境的黄衣侍女都止不住颤抖。随而，冰冷且急迫的声音从珠帘之后再次传出：“婴儿，马上带我去阵法峰，我要乘坐虚空传送阵，以最快速度降临大宁王朝。”啊！不！谁知黄婴儿却是脸色大变，赶忙跪地摇头：“圣女，圣主大人严令，不准你随意出离乾坤圣地，此事恕婴儿无法从命啊！”唰！冰雪于洞府呼啸，玉质珠帘被吹得摇摇晃晃，一副绝美却饱含冷怒的脸庞一闪而逝。不多时，其中再度传出一道无奈的声音：“罢了，与我相识一场，我也不难为你。这样吧，我书法纸一张，内蕴我之意志，你写此法纸乘坐传送阵降临大宁王朝，告知三宗五门，马上退兵，不论任何缘由，不得再动大宁王朝，否则本圣女绝不饶恕。”嗡！当话音落下，一张金黄的法纸从珠帘内飘出，不偏不倚落在了黄衣侍女的双手之上。这好吧，奴婢这就替圣女大人去办。黄衣侍女正中颔首，当即捧招法纸推了出去。最后，珠帘后再度响起一道冰冷无情的声音：“姐姐姐夫不出事倒也就罢了，若出了事，三宗五门就没必要在这世上存在了。”彼时，大宁王朝皇城上空，天地之间正在下着一场雨，一场血雨。鲜血正是来自三宗五门的一众大道境强者，上古九剑，一火地炎，万法天眼，种种手段在宁晨周身上下环绕，仿佛催命的道符。一位又一位大道境强者被他快速绞杀焚灭，痛喝惨叫怒吼等声音于高天上不断传荡。这血淋淋一幕早已让大宁王朝以及四面八方的观战人群陷入前所未有的震撼之色。天啊，明明同是大道，这个宁晨也太恐怖了，杀三宗五门大道竟然如土鸡瓦狗，这种战力完全是同境无敌，大道无敌啊！帝君牛批，帝君神威，帝君举世无敌！冷气倒吸，振臂高呼，骇叫连连，各种各样的声音传荡天地八方，皆如在见神明。至于三宗五门的大道境强者早已陷入恐慌，就连一众三宗五门的掌教也害绝到极点。这怎么可能？同为大道之境，他怎么会这么强大？眼看着三宗五门的大道境强者越来越少，叶空城等三宗五门掌教全都疯狂爆发拼命，可无论他们怎么爆发拼命，仍旧是扛不住。同是大道，宁晨强大的令他们绝望，令他们茫然，令他们崩溃。不过一炷香而已，这场腥风血雨刮卷到最后，原本三宗五门将近半百的大道境强者已经不足10人，其中大多是叶空城等一众掌教。快唤醒老祖！此疗太过凶残，恐怕只有半圣老祖方才能制服。老祖，快醒来！救命啊！救我们宗门！这一刻，叶空城等人早已失去一开始的斗志，朝8大战州连通的虚空通道疯狂逃窜。同时，一道道惊悚呼救声顺着八方虚空通道，犹如滚雷一般传荡在三宗五门的驻地。哼！见此，宁晨冷然震喝，毫不犹豫的全力爆发，8转剑轮，7色火莲，万法9术。霎时间，8道法剑形成一方剑轮，8剑在其上疯狂旋转，地眼火莲凝聚，被吞噬的7道异火呈现7色。万法天眼神通则是演化出最强的10道术法神通，3种截然不同但却同样强大的攻势，顿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洞穿万米虚空，将逃跑的叶空城等人全部笼罩覆盖。砰砰砰！刹那间，一具又一具大道身影于空中崩裂，直到最后的叶空城在剧烈的后悔惊恐中，于连接真武宗驻地的虚空通道前崩灭。至此，三宗五门所有大道境强者全部陨落，天地间除了血雨腥风，还在兀自动荡刮卷着。漫天长空下，唯有宁晨一人还在屹立，一袭青袍随罡风飘动，却不曾沾染半点鲜血，唯独空明绝俗宛若谪仙人的气质之上，染上一抹凌厉的赤杀之意，让十方人群瞩目。漫漫长空，
染上一层薄薄血雾，在金色阳光的照耀下，隐隐交织成一众重赤金匣带。此时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那一袭青袍上，震惊、悍然、尊崇、敬仰，各种各样的神色充斥着在每个人的眼眸。夫君无敌！这一刻，安南竟陡然震动手中银枪，发出高呼，而后大宁皇城跟着泛起山呼海啸般的呼喝，用的皆是诸如无敌、盖世、神威等等词语，包括四方八方的观战人群亦在惊呼，天上地下沸腾喧嚣。唰！至于宁晨，则没有理会周围的海啸山呼之声，他刚才可是听到叶空城等人的呼救声，正欲要闪身上前将三宗午门8艘战舟停转，关闭那连接8大势力驻地的虚空通道，结果明显来不及了，异变再一次升起。只见那真武宗驻地中已是传出一道怒吼声：啊！灭了！命灯都灭了！谁在屠杀我真武宗？轰！随着怒吼声，宁晨包括在场所有人，只看到真武宗驻地深处骤然升起一轮大日，璀璨夺目的光芒将整个真武宗都给照亮了。紧接着，这轮大日犹如旭日东升般腾空而起，一股超越大道境的恐怖波动犹如怒海般浩荡。不好，苏醒了！真武宗的半圣境老祖！宁晨脸色一变，而同一时间，古魔宗、天妖宗、金玄门、火焰门等一众三宗午门驻地皆有一变惊起。轰轰轰！随着一道又一道惊天动地的怒喝杀吼之声，一轮又一轮大日一般的身影从各自宗门深处苏醒，滚滚的半圣之力隔着虚空通道，将大宁王朝所在的天地冲击的动荡混乱。三宗午门半圣境的老祖们，他们全都苏醒了。这一刻，四面八方无数观战人群都哗然惊色。须知，三宗午门之所以能在天星大陆之上称王称霸，能位列11方顶级大势力之列，就是因为各自宗门内皆有强大的半圣境强者坐镇。而眼下他们显然都被惊醒，可见转瞬后那一轮轮散发着大日般光辉的身影，显然已经从各自驻地内了然情况，几乎是齐刷刷顺着8方虚空通道狂暴的冲出。轰轰！刹那间，宛若8轮大日于此地横空出世，不仅令所有注视之人感到眼睛酸涩与疼痛，就连方圆千里都在其狂暴气息下天摇地动，乾坤紊乱。片刻之后，那些璀璨的圣辉这才逐渐消散，高天上显露出8道伟岸如天的身影，大都是老者、老妪，或白发苍苍，或手持拐杖等等。虽然周身上下隐隐有些迟暮之意，但气血精世，宛如一方方血气汪洋，汹涌波涛，恐怖的半圣威一圈一圈扩散，威压乾坤。唰！这一刻，在三宗午门一共8尊半圣境老祖的威压之下，哪怕是宁晨脸色也瞬间陷入极致的凝重。半圣境身为超凡第6境，已经彻底超脱凡俗，称得上是圣道中人，哪怕只是半步圣人，但也比大道境修士强大了不知多少倍。混账东西，敢屠戮我宗修士，本宗灭了你！可见真武宗半圣老祖在冲出的第一时间，便含怒朝着宁晨狠狠拍出一记掌印。半圣一掌足以抵得上三宗午门所有大道境强者相加之威，天地乾坤都瞬间坍塌碎裂。呵！看到这一幕，宁晨瞳孔不由得惊缩，但他来不及闪避，只能咬牙调动所有力量硬刚，法剑冲霄，地岩站位，万法横空。轰！霎时间，宁晨便与真武老祖硬刚这一记掌印，恐怖狂暴的能量光瞬间在高天之上绽放，天雷般的轰鸣滚滚而动，浩荡了天上地下。砰砰！可见硬刚之下，宁晨战力并不输于真武老祖。宁晨后退7、8丈，真武老祖则是倒飞10几丈，浑身上下气血都在这一刻剧烈翻涌。他竟然击退了半圣境老祖！这一刻，四面八方的人群脸色全都有些麻了，终于明悟宁晨为什么能够轻松斩杀三宗午门一众大道境修士了，其战力竟然能够比肩半圣境。什么？可见真武老祖那对苍老的瞳孔亦流露出金色。遥想他当年也是真武宗一代圣子，战力无双，纵横一生，在同境之中也不曾弱于人。谁曾想眼下居然连一个大道境都没能拿下？是他老了吗？此人乃是一位能够跨大境逆阀的绝世天骄，怕是能够比肩一些天外天大世界奇才了。莫要与他单打独斗，既成为三宗午门死敌，今日一定要扼杀于他，以绝后患。这时，三宗午门的其余半圣境老祖纷纷开口冷喝，一身杀意比之刚才暴涨了10数倍，甚至下一刻，他们皆携着半圣之力闪身杀上。毕竟能够熬成各自宗门老祖，他们早已看透世事，什么单打独斗、礼义廉耻都是虚的。眼下只有将宁晨彻底扼杀，才是最重要的事。轰轰轰！可见高天之上，一道又一道半圣境的身影纷纷飞跃至宁晨头顶，包括真武老祖。而后，当着无数人的面，他们皆全力出手，一道又一道恐怖绝伦的半圣之力，在这一刻，顷刻化为一道又一道通天彻地的杀光，尽数朝着下方的宁晨震杀而去。一路之上，天崩地裂，虚空扭曲，无尽光雨纷飞，天地同力，大道护盾，虚坤之力。看到这一幕，宁晨心头涌现出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没有任何犹豫，他将自身所能催动与调用的一切力量全部在这一刻
加持在自身头顶，神体玄妙，防御圣兵，包括虚坤国运之力等等，瞬间形成从未有过的超强防御之力。砰砰砰！可哪怕如此，在足8尊半圣境老祖全力镇杀下，重重防御接连溃灭，最终轰在宁晨身上。呀！宁晨一声痛喝，至尊神体犹如皲裂的瓷器，密密麻麻的血痕遍布，鲜血染红躯体，整个人更是犹如断了线的风筝，从高天急坠，最终砰的一声，狠狠砸在大宁皇城城楼之上。而在坠落的瞬间，宁晨内心则不由得愤骂：靠！暴露就出世的魔咒，终究还是出现了。高天之上，8大半圣老祖宛若8轮大日横空，交织的杀意惊天动地，威压整个大宁皇城。宁晨喋血坠落，顿时引得安南境等人惊呼骇叫，尤其是安南境，第一时间闪身来到宁晨近前，看着那密密麻麻犹如烂瓷器般的血痕，安南境惊慌失措：夫君，你怎么样？不太妙。宁晨苦笑，内心早已陷入之前未有的沉重。上一次迫不得已暴露身份，便意外中了绝灵咒，而这一次又遭遇不可敌的8大老祖，当真就是摆脱不了暴露及出世的魔咒了吗？应接我们8尊半圣境强者的联手一击，居然还没死，当真是一个妖孽啊！哼，一击杀不了他，那就继续看他能挡几时。轰轰！这时高天之上的8大半圣老祖略显诧异后，并未有什么反派死于话多的傻叉举动，第一时间继续全力出手，朝宁晨镇杀。甚至这一次他们半圣之力澎湃，一道又一道术法神通将整座大宁皇城都给笼罩。显而易见，他们这一击不仅想要镇杀宁晨，更要夷灭大宁皇城。8大半圣老祖联手之下，连帝君都不是对手。完了，我们完了！看到这一幕，大宁的臣民尽数陷入惊慌恐惧，每个人眸中都倒映着浓郁的死亡之意。至于四面八方的观战人群，也都是心神紧绷。夫君，怎么办？这一刻，安南竟也是满目绝望地看着宁晨。宁晨目光沉烈，眼下他的伤势极其严重，已经不可能阻挡3宗5门8大半圣老祖了。他环视四方，哀叹一声：唉，终究时间太短，不曾无敌。如今我也没办法阻挡敌人，但留在青山，再不怕没柴烧。娘子，且随我先撤吧，如此方有机会能报今日血仇。唰，说到最后，宁晨指尖悄然间浮现一道符箓，不是别的，正是躺平7年的特殊奖励——万里遁虚符。一催动此符，能够瞬间让自己遁到万里之外的虚空，但最多只能允许他再携带一人，而这个人毫无疑问只能是安南境。这可怜我大宁王朝800万将士臣民啊！安南境脸色悲痛，双眸之中流露出滔天恨怒。此时的他很想与800万将士臣民一同赴死，可理智告诉他，他与宁晨今日若死了，那800万人将彻底成为无人伸冤的孤魂野鬼。夫君，走吧，待他日归来，我们必要让3宗5门付出10倍、100倍的惨烈代价。最后，安南境心如刀绞的开口，宁晨点手，当即一抹灵力绽放，就欲催动万里遁虚符。轰！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通天彻地的神光陡然撕裂天穹，照在了大宁皇城。与此同时，一道冰冷的交合响彻四方天地。乾坤圣地法旨到。唰，一张金黄色的纸张从神光中率先显现而出。虽然只是一张薄薄的金纸，但却像是承载着广袤的山河乾坤，散发着惊天动地的气息。乾坤法旨，眼下怎会有乾坤圣地法旨突然到来？8大圣地老祖赶忙停下自身攻势，事关乾坤圣地的法旨，就连他们都不可能将其无视。宁晨也下意识停止动作，一对剑眉挑了起来。他这一世主打一个躺平，除了安南境与安北雪，从不亏欠于谁。他已经做了一切能做的，问心无愧，跑起来自然没有负担。可他知道安南境不一样，他对大宁王朝爱得深沉，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抛下臣民逃跑，在他心中终究是一种极其可耻的行为。眼下他显然想替其观望观望，能不逃跑最好。嗡！可见在那张金色的乾坤法旨之后，一道曼妙倩影也是浮现，双眸如杏，唇鼻精巧，一袭黄衣，青丝飞扬，清冷脸庞充斥傲然。无名黄莺儿，乃乾坤圣女座下婢女。金邪圣女法旨到来，3宗5门之人马上听旨。哗！此言一出，顿时令天上地下一阵轰动与喧嚣。毕竟乾坤圣地在这片大陆上就是绝对的苍天，其圣女法旨绝对是无比恐怖与沉重的。第一时间，就连3宗5门8大半圣老族也惊诧。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些不明白。这个时候，为何乾坤圣地圣女会来插上一手？对了，之前有消息称，一众掌教与乾坤圣地谈好，若是找回失窃的祖师宝藏，需上交一半。难道乾坤圣女是为此事而来，要相助我等？这般一想，3宗5门8大老祖脸色轻松起来，当即纷纷俯首弓腰，一副听旨的模样。另一边，宁晨目光也目不转睛地盯着黄莺儿，手中万里遁虚符始终处在半激发的状态。显然他冥冥中感觉，这纸乾坤法旨应该不是前来相助3宗5门的，但终究只是感觉，一旦有不利，他会立刻带安南进遁虚离去。至于四面八方的观战人群，皆是好奇观望，都想知道这突如其来的乾坤法旨是何内容。
三宗武门听令，法旨依制，马上退兵，不论任何缘由，不论任何仇恨，不得再动大宁王朝与隐士们，否则绝不饶恕。哗！当黄莺儿宣出法旨内容后，天上地下哗然，八大老祖骤然抬头，瞳孔齐齐惊缩。陈烈、宁晨与安南靖等人则是露出惊疑与茫然，真是来相助大宁王朝的，这是为何？为什么？而下一刻，三宗武门八大老祖则是替他们问出此问，每个人脸上都充斥惊疑与怒意。哼，你们是没听到法旨内容吗？不论任何缘由，不论任何仇恨，马上退兵。然而面对质问，黄莺儿却是满目冷厉的呵斥。他虽只有大道境，却丝毫不给这些半圣面子。可恶，这不可能！此人此朝前后灭杀三宗武门这么多修士，包括一众大道境强者，我们如何能退？三宗武门八大老祖全都满目愤怒，显然不忿。难道你们想要违抗乾坤法旨之意吗？黄莺儿却是冷眉一竖，同时一阵乾坤法旨。金黄色的纸张虽薄，但却骤然爆发恐怖威压，威慑与压制着对面的八大半圣境老祖。哼，终究只是乾坤圣女法旨，又不是乾坤圣主法旨，我们今日就算杀了他，也奈何不了我们。轰！三宗武门八大半圣今日显然不肯善罢甘休，怒喝之间，竟是纷纷冲破法旨威压，甚至将大道境的黄莺儿都给掀得踉跄后退，而后当着法旨的面，再度朝着大宁皇城出手。这一刻，四方人群皆震，包括宁晨也只能再度记起万里遁虚符。可这时，那张金色法旨却传出一道冰冷交喝：大胆！轰咻！只见金色的乾坤法旨竟是瞬间贯穿一方虚空通道，笔直连接三宗武门的虚空东通，广阔宽大，而在其中则是映照着一座洞府。圣女，你怎要亲自降临？看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就连黄莺儿的脸色都有些震惊，显然事前并不知晓这件事。而下一刻，伴随着一道冰冷无情的交喝声，虚空通道已然喷薄出无穷璀璨的冰雪寒气，瞬间压制正出手的三宗武门半圣老祖，包括他们的攻势都齐刷刷的被冻结在高空。咦，这道声音！同一时间，宁晨与安南竟两人相互对视一眼，皆从彼此眸中看到一抹不敢置信的熟悉感。对他们两人来说，这道喝声太熟悉了。北雪立！就在两人脸色震动之际，一道嘹亮黄鸣响起，紧接着一道赤白的血黄之影自虚空通道冲出。当血黄展翼之下，其中浮现一道曼妙身影，一头银发如雪，五官容颜绝美且孤俏，一袭白衣，身姿曼妙，周身上下萦绕着冰雪，仿佛从冰雪仙界贬谪下来的冰雪仙子一般。天哪，北雪，真的是你！你的头发为何白了？当看到这道银发曼妙身影，无论是宁晨还是安南靖，全都是满脸的震动以及不解之色。须知这些年来，两人可是一直都在派人寻找安北雪的下落，但始终了无音讯。如今没想到两人会以这种方式重逢安北雪。咦，快看，这乾坤圣女的容貌怎么与大宁王朝女帝一模一样？是啊，除了头发一清一白外，完全就是一个人啊！难道说这两人？彼时四面八方的人群全都是发出诧异之声，就连那八大半圣老祖都是纷纷惊疑不定。果然下一刻，银发白衣女子已是回首看向宁晨与安南靖，冰冷孤峭的脸颊顿时升起一抹动人心魄的笑容，声音如天籁一般：姐姐、姐夫、姐姐、姐夫。乾坤圣女真的与大宁王朝女帝是孪生姐妹。这一刻，四方哗然，就连八大老祖都目光惊缩。他们原本还想不通，为什么乾坤圣女会横插一手，非要阻止他们三宗武门灭亡大宁。眼下已然彻底明悟了，区区世俗王朝竟与地位尊崇无比的乾坤圣女有如此特殊关系。姐姐、姐夫，稍等，待我处理好眼前事，咱们再一同叙旧。看得出宁晨与安南靖两人都有千言万语要说，但安北雪却只会一声，随而转向八大老祖，那张俏脸之上充斥着上位者的威严与霸道。三宗武门，马上退兵！唰，一言出，三宗武门八大老祖脸色皆有些铁青。虽然不再只是法旨，而是乾坤圣女的真身，但每个人脸上显然仍旧有不服之意。看到这一幕，安北雪却懒得再与众人废话，当即一阵身，一只庞大无边的血黄虚影升腾，双翅豁然一展，一股恐怖绝伦的冰雪之力浩荡，那种层次赫然属于半圣之境，而且比之一般的半圣境不知强大了多少倍。轰！随着血黄展翅一个扑击，瞬间便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掉八大半圣境老祖的周身威势。尤其是当冰雪之力肆虐，三宗武门八大老祖瞬间被冰霜覆盖，眨眼间越聚越厚，仿佛要化成八座冰山，永镇八大半圣老祖。啊，这是什么力量与手段？退兵！我们马上退兵，再也不寻大宁麻烦。感受到这种无法匹敌的冰雪胜利，八大半圣老祖内心的不服瞬间消散，全部从了心。毕竟三宗武门的仇恨再大，也不可能与他们的性命相提并论。哼！安北雪冷喝一声，轻轻一挥洁白的玉手，八座还未成型的冰山骤然间纷纷爆碎开来，砰砰！而在爆碎的一瞬间，三宗武门八大半圣老祖全都是口喷鲜血暴退出去。待纷纷停下后，每个人脸色都极其苍白，气息陷入萎靡。我的天啊，
不愧是传说中的乾坤圣女啊！挥手间，居然顺败8大半圣境老祖。此女比之刚才的大宁帝君宁晨都要精彩绝艳，更关键是，他们好像还是一家人。听闻这位乾坤圣女拥有传说中的血皇圣体，那可是绝世体质。如今一看，名不虚传，天上地下四面八方全都是人群的热议与喧嚣。记住你们今日所言，若是让本圣女知晓，你们再敢对付大宁王朝，休怪本圣女不念乾坤圣地与三宗五门之间的香火情。滚！呼啦！滚字一出，三宗五门8大半圣老祖顿时如蒙大赦，再不敢多言，纷纷闪回各自驻地，甚至最后不忘主动掐灭连接的虚空通道，显然怕安北雪临时反悔，顺着通道前来索命。随着8大半圣老祖狼狈跑回各自驻地之后，皇城上空终于拨开漫天血云，得见朗朗青天，一切开始逐渐平息，恢复往日。这场三宗五门联手征伐大宁王朝的战争俨然落幕。虽然这场战事落了幕，可来自天地八方无数观战人群的热议与喧嚣却才刚刚开始。散！见此，安北雪则冷冰冰挥手喝令，呼啦！无数观战人群赶忙散去，同时也将这场战事发生的各种事情传遍了大陆每个角落，尤其是远离世俗的修行界，更是被彻底轰动。三宗五门8大势力征战大宁王朝失败了。据说此次三宗五门损失很是惨重，不仅死了将近70%门人，就连大道境都灭尽了。三宗五门元气大伤。此次战事的发酵就像是一颗石子投入湖面，时间越久，所形成的波澜喧嚣就越大，直到最后，几乎每个修行中人都在为之喧嚣。其中热议最激烈的自然就是宁晨。毕竟无论是一掌拐灭三宗五门所有兵力，还是一人即是一门，亦或是强势灭尽所有大道境，全都令人记忆深刻。因此宁晨被很多好事人取了诸多名号，如青袍剑仙、异火帝王、万法之主等等。当然最后乾坤圣女真身降临力保大宁王朝，也为众人津津乐道。然而就在天下沸腾，各种热议喧嚣漫天飞时，宁晨、安南境则是带着安北雪落座女帝宫。久别重逢，三人有着太多的话语要说了。大宁王朝女帝宫中，明明内心有千言万语想说，但真到了嘴边，无论是宁晨、安南境还是安北雪都沉默了。倒是一旁跟过来的黄莺儿欲言又止的模样。安北雪冲其道：“莺儿，你先出去等我吧。”黄莺儿微微叹了一口气，这才只好退了出去。没了外人，宁晨与安南竟这才异口同声问道：“北雪，你这几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啊？”须知当年离家出走时，安北雪一头长发，乌黑柔顺，而且修为也只有区区5皇之境。如今时隔7年再归来，黑发净白，一身实力更是可以压制8大半圣老祖，实在太惊人。姐姐姐夫，此事说来话长，让我慢慢道来。安北雪沉吟片刻，而后便说出自己的经历。听完，无论是宁晨还是安北雪，全都有些惊然。原来当年安北雪离家出走后不久，便遇到乾坤圣地圣主，对方称他体质为万中无一的血皇圣体，并将他带到乾坤圣地，用特殊境法将血皇圣体激发。因此他不仅修为大增，而且因为血皇圣体的特殊性，一头黑发转为雪白。在那之后，他就被乾坤圣主立为了乾坤圣女。好啊，好，北雪有出息了，居然是传说中的血皇圣体，更被立为乾坤圣女，姐姐着实为你高兴。这时安南静俏脸上忍不住兴奋，充其夸赞。倒是一旁的宁晨脸色有些微微凝重。虽然安北雪说的轻松，乍看是遇到一场奇遇，可宁晨总觉得对方只在报喜，不曾报忧。但对方不说，他也不好打破砂锅问到底，只好道：“北雪，7年了，为何期间不回来看看？你可知我与你姐姐有多担心你吗？”我听着宁晨那似责备实则关心的话语，安北雪俏脸一怔，张口欲说些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能说出口，只摇头道：“姐姐，姐夫，对不起，哪怕7年过去了，我仍旧无法面对我对姐夫的特殊感情，所以我始终不敢回来。”傻妹妹。此话一出，安南静却摇头一笑，随而俏脸郑重道：“你可知道，我们去破庙寻你那一天，姐姐就做了决定，要与你共侍一夫了。”什么？当听到共侍一夫这种词语从安南静口中吐出，哪怕是安北雪早就脱胎换骨，不同以往，也瞬间瞪大美眸，根本不敢相信这是他那个自幼将规矩看得比性命还重的姐姐说的。这时宁晨也莞尔笑道：“呵呵，北雪，不仅如此，你姐姐早已将你许配给我，甚至还是她亲自代替的你与我举行的婚礼，所以你早已是我的人了，北雪娘子。”轰！这话听在安北雪耳畔，不亚于9天惊雷炸响。那张与安南竟一模一样的脸庞微微呆滞，眸中涌出诧异、惊喜、不可置信等等神色。这一刻的他突然想哭，因为当年他之所以离家出走，就是怕姐姐骂他不知廉耻，就是怕因此连累宁晨名誉。可现在他才发现，他的担忧原来都是多余的。姐姐为了他可以打破成见，与他共侍一夫，姐夫宁晨更是早已将他当成自己第2位娘子。北雪，回来吧，什么打打杀杀，全力觐见。这时宁晨开口，
一边搂过安南静，一边冲着安北雪示意：“你姐姐，我们夫妻3人，以后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包括安南静也是满目期待道：“绿妹，夫君另一半肩膀早就是属于你的了，来吧。”我看到这一幕，安北雪内心开怀、激动、兴奋。只因离家这些年，她本以为能够忘掉与宁晨的感情，结果发现她错了，错得离谱。她不仅没忘，反而对宁晨的感情越发刻骨铭心。只是平常一直被她压在心底，直到眼下看到宁晨与姐姐的态度，她终于控制不住了。唰，遵循着内心，她赶忙朝宁晨2人迈出步伐。可刚刚走到半途，安北雪的脚步却是戛然而止，那副曼妙的娇躯更是变得有些僵硬。唉，同一时间，她的俏脸上涌现一抹无奈与遗憾。姐姐、姐夫，感谢你们的包容与爱意。若我当年没有离家出走，那该有多好啊！什么？轰轰！就在宁晨与安南静2人隐隐有些不解之际，一股古惊天动地的庞大气息陡然降临而下。下一刻，一队人马便是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女地宫之中。这队人马足有10几人，清一色的黑袍，每个人都是面如冰山，不带一丝一毫的感情，而每个人身上所散发的气息都属于半圣之境，甚至有几个人丝毫不弱于安北雪的气息。半圣，全都是半圣。这突如其来的人马，顿让安南竟倒吸一口冷气，哪怕是宁晨，脸色也感到万分沉重。只因这队人马比3宗武门8大老祖还强大，若是对上，他恐怕只有利用遁虚符逃走的份。圣女大人，你身份尊贵，安全更是乾坤圣地头等大事，不该私自出离乾坤圣地的。这时，为首的一位长发中年人蓦然开口：“你是在质问本圣女吗？”对此，安北雪却是冷斥，俏脸上涌现一股摄人的大威严。长发中年人脸色顿时一沉，赶忙垂首道：“属下不敢，只是圣主那边有令。”不待对方说完，安北雪再度冷喝道：“不必拿圣主压我，圣主那边我会亲口与他解释。现在都给我收敛气息，滚出去等我。”安北雪话语极其强硬，长发中年人犹豫片刻，只好点头称是，收敛气息，带人退出女地宫。唰，安北雪重新回头，哪怕他已经及时收敛，但脸上仍旧残留着一抹威严，开口嘱咐道：“姐姐、姐夫，感谢你们这些年惦记着北雪，你们2人以后好好生活，有北雪在，3宗武门不会再有人来找麻烦。我走了。”唰，安北雪话音一落，甚至不待宁晨与安南静多言，转身便是闪出女地宫，十分的决然。等等，北雪！看到这一幕，宁晨与安南竟全都有些焦急，赶忙双双追了出来。然而当来到女地宫外，可安北雪已然乘坐一辆青鸾辇车，由黄莺儿驾驶，辇车左右跟着刚才那对半圣境强者，一行人冲天而起，迅速消失在大宁天际尽头。同一时间，感知到从女地宫追出来的宁晨2人，辇车上的安北雪终于止不住流下一行清泪：“姐姐、姐夫，对不起，眼下的我身不由己，已经没有资格陪你们相伴终生了。”看着消失在天际尽头的安北雪，宁晨与安南竟对视一眼，皆看出彼此眼中的怅然若失。夫君，北雪她一定有事情瞒着我们，她明明是那么爱你，可为什么不肯回来？安南竟呢喃，美眸之中升起一抹忧虑之色。若说安北雪放不下如今的地位与权力，她是万万不幸的，一定还有其他理由。唉，宁晨叹息一声，又何尝不知安北雪有所隐瞒？可如今的安北雪乃是高高在上的乾坤圣女，刚才那一对护卫比之3宗武门8大老祖还强，他们2人又能如何？南静娘子，日后找机会再问个明白吧。至于眼下，还是抓紧时间清扫战场，收拾首尾。宁晨刚刚言罢，口中则是猛然吐出一口鲜血，强压着的伤势终于迸发，浑身血痕密密麻麻。啊！夫君快去疗伤，北雪之事日后再说。安南竟赶忙按下一切，将宁晨搀回女地宫，而他自己则是亲自前去处理战后的各种事宜。另一边，安北雪乘坐青鸾辇车，一路横贯长空，不过大半日便重新回到乾坤圣地。唰，刚刚回到乾坤圣地，安北雪眼神却沉重3分。眼下这座天下修士人人向往的修行圣地，在他眼中却是一个囚牢，一个临时囚牢。莺儿，你且先回圣女峰。安北雪挥了挥手，让黄莺儿驾驶辇车回去，而他则是在一众半圣境强者的护卫下，直上乾坤圣地最高峰圣主峰。于圣主峰待了半日，安北雪这才面无表情走了下来，但美眸深处却交织着各种情绪，口中呢喃：“圣人之下，皆为蝼蚁，不成圣人，终不自由。10年期限，止于3年，到底是笼中丝雀，还是斩一血皇，就看自己的命数了。”唰，最后安南静回到圣女峰后，眸中的各种情绪已然尽数散去，正准备回转洞府修行。黄莺儿却提前从洞府内出来，急匆匆禀告圣女大人：“那2人又来了，我拦不住。”什么？当听到那2人后，安南静眉宇瞬间皱起，显然知晓黄莺儿口中所谓的那2人是什么人。而下一刻，2道惊喜且充斥讨好的声音骤起：“北雪妹妹，你终于回来了！我为你带来一颗冰魄法石，更是第一个在此等你的。北雪妹妹，别听他胡扯，
明明是我先来的，我在极北风雪崖为你采到一株雪山冰莲，没有任何耽搁，特地从宫中赶来送你。刷刷，伴随着声音，2道身影从洞府内迅速闪出，其中一位身着华袍，五官帅气，身形高大威猛，笑起来给人一种邻家大哥哥的感觉；另外一位则是黑白道袍，面容俊逸，长发飘逸，身形消瘦却俊拔，亦是堆积着笑容。两人周身上下皆散发着属于半圣境的气息。无极宫圣子华云霄，阴阳宫圣子周天意。看着冲过来的两人，安南境则是一脸的厌恶。自她成为乾坤圣女的第1年，两人就开始犹如苍蝇一般，在她身边进行各种死缠烂打。虽然两人身份实力不俗，甚至放眼整个大陆，几乎没有什么天骄俊杰再能与之比肩，可他内心牵挂的一直都是宁晨，所以在他的眼里，两人与曾经的完颜主没什么两样。北雪妹妹，收下这颗冰魄法石，它能大幅度淬炼你的灵力。北雪妹妹，冰魄法石有什么好？我这株雪山冰莲乃半步圣药，足以助你破大境。可见华云霄与周天意两人皆将宝物拿出来，无论是冰魄法石还是雪山冰莲，无不绽放着浓郁至极的冰雪之力，无比的珍贵与稀世。可安南境却是看也不看，摇头默然道：第一，不要叫我北雪妹妹，我安北雪与你们两个不熟，少在这里套近乎。其次，我已经跟你们说过很多次了，无论你们哪个都与我无缘，我绝对不会要你们的东西，你们也不要再来此扰我清静，否则休怪我安北雪不顾1胜2公的情面。言罢，安北雪冷冷一甩袖，带着侍女黄英回归洞府。可这时，无论是华云霄还是周天意都不愿放弃，全都是捧着宝贝跟随上去，口中皆在喊道：北雪妹妹莫生气，缘分这个东西很奇妙的，我觉得你我之间是很有缘分的呀。一边去，我才是与北雪妹妹有缘的那一人。须知雪山冰莲1000年难寻一株，但我到那里就为北雪寻到一株，这是何等缘分！刷刷，两人说着，身影已然再度截到安北雪的前方。看着两人如同2张狗皮膏药，本就心情不佳的安北雪彻底爆发了，杏眸瞬间寒霜。两个混账东西，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真以为本圣女不敢动你们吗？轰轰！安北雪猛然一阵娇躯，一只庞大的血皇之影顿时呼啸而出，同时无尽冰雪瞬间肆虐。呼呼！当血皇挥动双翼，顿时可怖的冰雪之力化为2股风暴，朝华云霄与周天意席卷而去。啊！北雪、华云霄与周天意两人大惊失色，万没想到以前最多呵斥的安北雪竟会对他们出手。面对安北雪的攻势，两人自然不敢拖大，纷纷调动起自身力量，形成2道强大防御。砰砰！可下一刻，他们的防御却瞬间被安北雪攻破，无尽冰雪顿时笼罩他们，让他们遍体生寒。啊！华云霄与周天意双双痛呼，而下一刻，他们便抛飞出去，待落地，无不喷出一口鲜血，那半圣境的气息都萎靡了一大截。今日便给你们2人一个教训，再敢来扰我清静，无极阴阳2宫就等着重选圣子吧。哼！安北雪冷哼，不再理会两人，转身入了洞府。看着步入洞府的安北雪、华云霄与周天意两人的脸庞上，再也没了刚才的讨好与谄媚，只有愤怒与怨恨。操！一个骚里骚气的婊子而已，装什么装？马德，你要不是乾坤圣女，老子绝对操你1万遍！当然，这些肮脏之话，两人只敢在心中嘟囔。彼此对视一眼后，双双灰溜溜地离开此地。世俗界，大宁王朝在安南境的带领下，大宁王朝开始整合修养，比如发放灵丹宝药让伤患进行疗养，为死者下发抚恤金，重新修复国运镇天阵等等。而这些事情自然极其耗费大宁王朝的国力。好在安南竟在死去的3宗5门修士身上搜刮出诸多修行资源，尤其事业空城等一众掌教，那界中资源可谓是十分丰厚。再加上宁晨从乾坤圣地盗取来8座祖师宝藏，以及安北雪离去之前所赠的一波宝物，只要给大宁王朝一些修养与发展时间，消耗的国力不仅能补回来，甚至还会再度激增。与此同时，女帝宫中，宁晨正躺在藤椅上，他早已吞服一大堆系统奖励的疗伤宝丹，在至尊神体转化下，他的伤势正在快速好转。唉，打打杀杀什么的，终究不适合我，每一次出手都不免得出岔子，只有舒舒服服躺平享受人生才是我的强项。反正如今有北雪这个乾坤圣女罩着，大宁王朝应该不会再出现什么幺蛾子了。躺平躺平，以后老子若再出手，我就是狗。最后，宁晨于内心恶狠狠地发下一个毒誓：躺平，继续躺平。果然，接下来的日子不出宁晨所料，虽然3宗5门战事后让大宁王朝与宁晨之名响彻整个修行界，被无数势力修士知悉，可有乾坤圣女护持，别说一般的宵小邪祟，就连吃了大亏的3宗5门都没再敢寻仇，甚至因此修行界之中有不少散修与中小型势力不远万里迢迢前来投靠大宁王朝。一是大宁王朝战绩已经人尽皆知，虽然位于世俗界，但底蕴丝毫不亚于3宗5门。二是还有乾坤圣女这棵超级大树在背后靠着，天下除了有限的几个势力，谁敢妄动？对此，安南境虽然极其欢迎，但也设下不少条件，尤其对于人品与忠心这一块，他抓得很死。
毕竟这关乎大宁王朝国运与他的修行。定躺平7年半，获得奖励1株超凡灵树。定躺平8年，获得奖励1条天地灵脉。定躺平8年半，获得奖励天罡地煞造化器。定恭喜宿主躺平9年，获得奖励圣人套装。时间犹如白云苍狗，躺平日子总是过得很快，眨眼间便又过去了2年时间。这2年虽然过得快，但收获却是不少。女帝宫中，宁晨躺在藤椅上，不由得感慨：2年时间，他的伤势早已恢复如初。不仅如此，就连他的修为也晋升了半圣境。半圣，这是2宫3宗5门顶级大势力的标志性强者。大宁之前就缺这种强者，如今他总算达到了。当然，晋升半圣之后，他也对半圣境有了清晰了解。此境与其说是超凡第6境，不如说是在为晋升圣人做准备的意境。可分化4个阶段，分别为肉身成圣、灵力成圣、神识成圣以及3圣合一。4个阶段前3阶段不分先后，每完成一段，自身实力便会签约一次。当肉身、灵力、神识全部成圣之后，便可融合归一，成功了便可晋升真正的圣人之境。曾经3宗5门一众老祖皆位列半圣第1段，倒是之前的安北雪则处在半圣第2段，所以才能轻而易举便将3宗5门老祖镇压。如今我靠着至尊神体已经完成肉身成圣，已是半圣第1段，足以轻松解决铜镜。就算是半圣第2段，也不会是我对手。至于半圣第3段，也只有打过才知道。宁晨之所以有如此底气，除了至尊神体等手段之外，最重要的还是躺平第9年的奖励——圣人套装。所谓圣人套装，顾名思义，这是由诸多圣器组成的整套装备，有圣盔、圣甲、圣腕、圣靴等。须知，圣器乃是圣人之器，像太仓道人那般的圣人传承中，也只才有着1、2件而已。而一整套圣装，哪怕是圣人，也难以拥有，其未能自然无匹。宁晨一获得便是穿了一次。圣装不仅可以随心变化，而且还有隐身、反弹、回复灵力等诸多功能。最重要的是，这套圣装足能凭空增强宁晨数倍实力。这还只是基于我现在实力来估算的，而我还有先天一气诀，注定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再度完成灵力成圣。届时以半圣第2段实力，再加上圣人套装，圣人之下，怕是没有多少人是我的对手。想到此处，宁晨就止不住的有些兴奋。毕竟躺平这么多年，他早就悟出一个道理，在这个强者为尊、弱者如蚁的修行世界，只有拥有足够的实力，才能更好的躺平，否则你躺着躺着就会被一些人轻易打破。不过当下一般的人或势力可打不破。最后宁晨不知想起什么，再度莞尔一笑。原来不仅是他在这2年中有了巨大提升，就连整个大宁王朝也早已迎来质的变化。只因这2年的躺平奖励，除了自己用了之外，其他有很多都被他用来提升大宁王朝了。比如躺平7年半的超凡灵树，此树缔结的果实不是别的，正是可让人晋升超凡的道果。又如躺平8年半的天罡地煞造化器，共108道，而1道就能让万象修士突破造化。而其中最珍贵的，则是躺平第8年的天地灵脉。此物稀世，整个大陆只有乾坤圣地拥有1条。当天地灵脉被宁晨放置于大宁王朝地下后，整个大宁王朝的天地灵气得到巨大提升，尤其是坐落在灵脉中心的大宁皇城。而且灵脉是能够随着时间推移自主进化的，刚刚放置1年就有3宗5门驻地水准，迟早有一天能够追上乾坤圣地乃至超越。靠着凡上种种，这2年大宁王朝的超凡修士迎来井喷式的爆发，再加上慕名而来加入大宁的修士，经过统计，大宁王朝的超凡修士已经破万人，灵海洞、玄万象等皆有，包括造化境都有数百人，唯独大道少一些，但也已经有了8人。这8人不是别人，正是深得宁晨与安南境信任的异鬼3圣4将。而如此庞大的修士群体，自然让大宁王朝国力以及国运达到了一种恐怖至极的程度。借此，安南境也在这2年中一举达到大道境巅峰，靠着太仓圣人传承，足以让他抗衡半圣。总的来说，如今的大宁王朝，哪怕在1圣2宫3宗5门一众大势力行列，也得处在3宗之前的层次，至少与无极宫、阴阳宫并列。呵呵，如此底蕴与实力，除1圣2宫之外，何惧于人？以后可以安心好好躺平了。最后，宁晨眯起眼，一脸惬意舒服的继续躺平。殊不知，另一边3宗5门的8大老祖则是寻到无极、阴阳2宫。2年时间过去，3宗5门8大老祖仍恨怒滔天，可有安北雪这个乾坤圣女压着，他们根本不敢明目张胆地寻大宁王朝与宁晨的麻烦。他们一边想复仇，一边又不敢承受其代价，于是只能将目光放在无极、阴阳2宫。诸位，据悉，无极宫圣子华云霄，阴阳宫圣子周天意，乃是乾坤圣女安北雪的狂热追求者，但他们却一直被安北雪拒绝。那大宁王朝安南竟与安北雪则是孪生姐妹，若是让2宫圣子看到安南境的话，必定能够讨得2宫圣子的欢心，说不定还可以借助2宫之事以报我们心头之恨。这个计划一提出，被3宗5门全数通过，所以3宗5门8大老祖一半去请无极宫圣子华云霄，一半则去请阴阳宫圣子周天意。很快，
这一日，三宗武门八大老祖带着华云霄与周天意两人，悄然来到了大宁皇城之上的高层云天。诸位，你们不是说有好东西要献给我们吗？带我们来世俗界做什么？华云霄与周天意两人不解，亦有一丝不满。三宗武门八大老祖则是神秘一笑，有人一挥手，一道法镜悄无声息地照入大宁皇城。两位圣子莫急，你们且看，这是谁？嗡！法镜犹如水波荡漾，转瞬其上浮现一则画面。画面中，一个身着金红地袍的女子正在金銮殿开朝会。啊，乾坤圣女安北雪，这怎么可能？她应该在乾坤圣地，怎会在此？第一时间，华云霄与周天意两人便是惊呼。三宗武门有老祖摇头道：“两位，非也，这位可不是乾坤圣女安北雪，而是她在世俗界的姐姐安南镜。此人与安北雪则是一母同胞的孪生姐妹，无论是长相还是身材，都是一模一样。”哦，闻听此言，华云霄与周天意两人忍不住挑眉，眼眸无不大亮。须知他们两人对安北雪可是喜欢的不得了，整天幻想着得到对方，可奈何事与愿违。安北雪完全不在意两人，甚至凡时还会大打出手，这让两人一边爱慕着，一边却怨恨着。谁曾想，安北雪居然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姐，除了头发与修为不一样之外，无论是长相环视，身材简直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要是能够得到此女，不和安北雪一样吗？安北雪那个臭婊子自视清高，追求她这么久，连一次手都没拉到过，若是将此女镇压，咱们岂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嘿嘿。最后，华云霄与周天意两人相互对视一眼，皆从彼此眼神中看出了一丝淫邪之笑。此时此刻，精虫上脑，他们可谓一拍即合。唰！于是两人当即毫无顾忌地朝大宁王朝落去。看到这一幕，三宗武门的八大老祖全都大喜，就连他们都没想到，无极阴阳两宫的圣子竟是如此极色之徒，完全不用他们推波助澜，便入了他们下的套。呵呵，好，无极宫与阴阳宫两宫势力虽然比不上乾坤圣地，但至少可以不惧乾坤圣女的。看这次大宁王朝与那个该死的宁晨怎么死！嗡！说到最后，三宗武门八大老祖共同维持法镜，其上清晰映照着下方大宁皇城的画面，可见华云霄与周天意两人速度极快，而且掌握着特殊遁法。连虚坤与国运镇天阵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已经降临到大宁皇宫，两人的身影甚至直接来到了金銮殿之上。啊！什么人？这一幕瞬间惊动金銮殿左右的文武百官，就连端坐在龙椅上的安南镜都是内心一沉。须知如今大宁王朝的国力国运已经非同小可，足以比肩三宗武门，可这两人却能强势降临，可见其实力强大，绝对不是一般修士。两位是什么人？为何强闯我大宁王朝？难道不知我大宁王朝背后是乾坤圣女吗？安南镜第一时间喝问，同时心神已经紧绷，随时随地都会爆发出大到巅峰的力量。嘿，真像啊，完全就是一个人啊！哼，追求安北雪那婊子这么多年，连个手都不给我们牵，此女却可以让咱们随便玩。华云霄与周天意一到来，便是紧紧盯住安南，眸子中全都是肮脏不堪的淫秽之光。唰！而他们的话语则是让安南竟内心有些惊悚，从中捕捉到两个信息：一，这两个歹人一直追求妹妹安北雪未果；二，对方知道妹妹身份，却仍敢乱来，显然不惧，显然是两个大麻烦。刷刷！而下一刻，华云霄与周天意两人根本没有任何犹豫，刚到来就急不可耐地欺身而上。见此，金銮殿的文武百官诸多修士纷纷出手，尤其是异鬼、三圣、四将8位大道顷刻爆发。可华云霄与周天意两人迈步之间连手都未动，只是一阵身，那属于半圣境的修为迸发，第一时间便将整个金銮殿内的所有人镇压。哼，都给我们老老实实当个看客，今日这个安北雪我们玩定了。冷笑间，华云霄与周天意两人逼近向安南镜，两个淫贼胆大包天，去死！轰！这一刻，安南镜怒斥，从龙椅起身的刹那，金红地袍飞舞，一杆圣枪在手，那属于大道巅峰境的气息全力爆发，径直扫向两人。好泼辣的女人，实力也不弱，不过大道巅峰却隐隐能撼动一般的半圣境了。可惜在我等二人手中，你的道行还远远不够，乖乖束手就擒，在我们胯下好好呻吟。轰轰！华云霄与周天意两人淫笑一声，那属于半圣境第一段的气势轰然朝着安南镜压落。安南镜虽强，足以撼动半圣，但指的是一般半圣，面对无极阴阳两宫圣子，如何是对手？一身枪力瞬间溃灭，整个人被镇压在龙椅上，包括那一身金红地袍都在华云霄与周天意两人故意之下被庞大的力量撕成布条状。显然他们要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来一场活春宫。当然事后除安南境外，他们不可能让一个人活着，毕竟这事关他们两宫圣子的形象。看到这一幕，安南境眼神沉烈，但并无畏惧，他知道在他背后还有夫君宁晨在。果然下一刻，一股冰冷且森寒的声音自女帝宫中响起：你们真是找死！彼时大宁王朝女帝宫，可见宁晨有些生气，非常生气。
他自认为从没主动招惹过任何人，根本不想打打杀杀，只想躺平摆烂过好小日子。可树欲静而风不止，总有不开眼的人来找事。而眼下的华云霄与周天意两人便是如此。唰，只见他一个闪身便凭空消失在女帝宫藤椅上，再出现已然来到金銮殿，护在安南近身前，那对眼眸则落在华云霄与周天意身上。你是何人？华云霄与周天意两人下意识顿足，喝问道：“大宁帝君宁晨。”宁晨则是冷冰冰回应：“原来你是这个女人的夫君啊！妈的，你还真是好运，能玩到如此极品。”一想到两人追求多年，连一次手都不曾牵过的漂亮女人，却能被宁晨每天站起来蹬，华云霄与周天意两人脸上明显浮现羡慕嫉妒恨。而后两人高昂头颅开口，一副不容置疑的口吻：“宁晨，我们也不难为你，这样吧，将你这位娘子奉献给我们，我们可以饶你一命。若是等下你能帮我们推一下，那就更好了，我们保证让你有数不清的荣华富贵。”说到最后，两人眼眸中更是有一抹兴奋邪笑。吭。然而回应他们两人的却是两道惊天剑鸣。宁晨一挥手，两口上古神剑已是击射过去，一口杀身，一口斩灵，其上卷动着磅礴神力，导致金銮殿中的空间都裂开了两道裂缝。半圣境，这怎么可能？区区世俗界怎会有如此强者？宁晨一出手，自然暴露出自身半圣境的气息，这让华云霄与周天意两人忍不住惊美。毕竟在此之前，他们也听过宁晨的传闻，不是说只有大道境吗？这也错得太离谱了。不过终究只是才入第一段，只是初期，而我们已是第一段巅峰，你如何是我们两人的对手？让你娘子伺候我们，乃是你的荣幸，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既如此，那就镇压了你，等下让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着我们玩弄他。轰！华云霄与周天意两人顿时展开第一段巅峰修为，更是施展无极功与阴阳功的术法神通，顿时形成两股澎湃浩大的杀能轰向两柄神剑。可转瞬，两人杀能却是被两柄神剑直接斩爆，砰两声，无论是华云霄还是周天意，全都倒飞出去，甚至嘴角止不住溢出一缕鲜血。怎么可能？被一击挫败，这让华云霄、周天意两人难以置信。若是输给安北雪那般半圣第二段的绝世天骄也就罢了，可眼前的宁晨算个什么东西？只是刚入第一段初期而已，简直奇耻大辱！轰！盛怒之下，华云霄与周天意两人彻底爆发，不再保留，肉身与灵力皆是泛起圣境光辉，还各自祭出一柄半圣兵，一刀与一剑，天地轰鸣，乾坤震动，整座金銮殿都要被剿灭。最后两人裹挟着恐怖至极的威能杀向宁晨。宁晨冷哼一声，没有丝毫避退，再度祭剑迎上。这一次不再是两剑，而是再度多出了4剑。搬山倒海、降妖阵、魔外袈裟、伸斩灵，6剑呼啸。同时，天地同力与至尊领域两重玄妙也开启。瞬间，宁晨便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华云霄与周天意两人斩得节节败退，口中接连喷出鲜血。不一会，华云霄与周天意两人变成了强弩之末，一股浓浓的死亡危机充斥在两人的心头。不要杀我们，我们乃是无极宫、阴阳宫两宫圣子，你若敢杀我们，两大宫门不会放过你，就算是安北雪也保不住你们。有话好好说，我们不再打你娘子的注意，放我们离去，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死亡在即，华云霄与周天意两人明显怂了，毕竟他们虽急色，但若因此丢掉自己的性命，那就不值了。可宁晨却完全没有理会两人的威胁与求饶，这两人不管不顾的跑来大宁王朝搅闹一通，还想安然离去，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而且屡次被破坏躺平，早已让宁晨十分生气。最终随着一道冰冷无情的死亡之喝，6柄上古神剑瞬间将华云霄与周天意给绞杀，头颅抛起，血骨横飞，顿时陨灭在金銮殿。死了！而就在华云霄与周天意两人身死道消之际，高天上正通过法境监察的三宗五门8大老祖脸色无不惊悚，全然没有想到这一幕。毕竟2年前宁晨还只是区大道境修士，虽然号称大道无敌，甚至能够力抗半圣，但实际修为距离真正的半圣之境还差得远。结果这才短2年，对方不仅晋升了半圣境，甚至还能轻松斩杀华云霄与周天意两人。这意味着就算他们8人联手，或许都不是宁晨对手了。这种进步实在是太过于摄人了。不过杀了华云霄与周天意两人，这可不仅仅是咱们三宗五门与他的仇恨了。华云霄与周天意两人可是无极阴阳两宫的希望，他们一死，两宫绝对会发狂的。我们三宗五门无需再做什么，只会去静等着宁晨与大宁王朝的灭亡就可以了。三宗五门8大老祖对视一眼，皆阴沉冷笑。至于无极宫与阴阳宫会不会怪罪他们，他们根本不带怕的，毕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们三宗五门本就元气大伤，没有多少门人了，还怕个卵啊！走！最后三宗五门8大老祖闪身便离开了此地。大宁皇宫金銮殿虽然斩了华云霄周天意两人，但宁晨仍不解气愤。这时安南静则满目担忧，夫君，两宫实力比之三宗五门加起来还要强大不少，恐怕不惧北雪。
我们如今杀了2宫圣子，定会引来2宫的报复。闻听此言，宁晨的眼神却浮现出冰冷杀机。哼，他们报复这件事本就是他们错在先，应该是我们报复他们才差不多。夫君此话什么意思？安南竟一时未决。娘子稍安，如今我已经半圣，实力强横，正所谓寇可往，无以可往，该攻守一行了。宁晨神色犀利道，深知有些势力不将其彻底打痛的话，他的躺平生活永远没个安宁。这安南竟内心大震，同时也明白自家夫君一直都是与世无争，躺平为先的，可实在是敌人做的太过。他是想杀鸡儆猴，打出大宁王朝自己的杀威。好，夫君小心。最后安南竟点头同意，等我消息。宁晨不再多言，一闪身便消失在了原地。下一刻，他来到高天，挥手取出圣人套装，当将圣盔、圣甲、圣腕、圣靴等穿戴好后，通体绽放五色幻彩，金属质感流畅，将宁晨衬托得极其神武，宛如下凡巡天的神将。嗡！不过下一刻，随着宁晨心神一动，圣人套装便隐于无形，重新显化飞舞的青色长袍。圣人套装加身，别说半圣第1段，就算半圣第3段，我也可不惧。此行必须让无极阴阳2宫付出惨痛的代价。唰！念至此，宁晨再度挥手，又取出一件饰物，是一张符箓，不是别的，正是万里遁虚符。轰！可见随着宁晨催动万里遁虚符，金光滔滔的遁虚符光瞬间升腾，包裹住自己整个身子。旋即，磅礴浩大的符力瞬间撕裂高天，横渡虚空，其速度丝毫不亚于一般的传送阵。片刻，他便在距离大宁王朝万里外的虚空浮现。片刻万里，而修行界距离世俗界不过10万里，完全可在一夜之内光顾无极阴阳2宫。唰！思绪短暂升腾，宁晨再度催动起万里遁虚符，继续撕裂虚空，朝着修行界快速遁去。当然，万里遁虚符能量是有限的，不可能供他一直撕裂虚空，不过保持一个来回则没问题。彼时，修行界无极宫，无极宫坐落在一方广阔山脉中，其驻地浩大恢宏，比之3宗5门要豪华奢侈多得多。宫中命灯殿，顾名思义，此殿是无极宫专门用来放置宫中修饰命灯的地方。命灯一排排，密密麻麻，火光摇曳如海。殿内有专门负责看管命灯的修士时刻注意。呼！突然某一刻，那位于殿中已经极高处的一盏做工精致豪华的命灯，其中火焰忽然泯灭，这顿时惊动了负责看管命灯的一众无极门人。有命灯灭了，不好，那是谁的命灯？当一众无极门人腾空仔细查看命灯刻名后，全都大惊失色。天啊，这是云霄圣子的命灯！他出事了！快禀告公主！轰！不多时，当无极宫公主龙天辰，一位半圣第2段的银发老者收到消息后，顿时暴怒，恐怖浩大气息让整座无极宫都在剧烈摇晃。混账！谁杀了我无极宫圣子？想被一品酒足吗？没有犹豫，公主龙天辰当即取过华云霄的命灯，展开特殊法门，很快便于眼眸之中映照出华云霄临死之前1刻钟的画面。是世俗界大宁王朝乾坤圣女安北雪护持那个势力。混账！云霄已经求饶，还搬出我无极宫，那个宁晨居然还敢杀他，简直找死！真以为有乾坤圣女护持，我无极宫就不敢灭了他们吗？怒吼接连响起，最后龙天辰恶狠狠地下令道：除了在乾坤圣地闭关修行的2位老祖之外，马上汇聚所有半圣境以及大道境强者，随本宫主杀往世俗界，踏灭大宁王朝。当当，伴随着一阵急促且高昂的肃杀钟吟声响起，很快无极宫内便汇聚了一众强者，不下100人，至少都是大道初期境，甚至就连半圣都有5尊，2尊半圣第2段，3尊半圣第1段。显然为了彻底绝灭大宁王朝，为自家圣子报仇，无极宫出动了近乎90%的强者抵御，出发杀往大宁王朝。最终在公主龙天辰一声喝令下，一众大道半圣当即驾驭战舟洞开大阵，欲出离无极宫。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冰冷且充斥威严的喝声陡然犹如9天惊雷一般炸响在无极宫中。哼，不必前往，吴宁晨来了！咔嚓，只见无极宫上空直接被一道闪电撕裂虚空，转瞬宁晨的身影已是从中骤然冲出，庞大符力甚至连本就洞开的大阵都给撕裂了。啊！宁晨是2年前那个名动天下的青袍剑仙，可恶，他竟敢主动杀来我宫，真是好大狗胆！当看到降临到无极宫的宁晨，那以宫主龙天辰为首的一众无极宫强者，先是齐齐一怔，随而喧嚣四起，或是惊喝，或是恼怒，或是冷视。尤其是龙天辰等5尊半圣，齐刷刷盯住宁晨，5对眸子中的杀机宛若沸水止不住肆意。混账小儿，你杀我宫圣子，我们还会去找你麻烦，你居然还敢率先来我们无极宫，怎么是知自己必死无疑，前来投降的吗？看了一眼无极宫的5尊半圣以及上百尊大道，宁晨内心微动，不得不说，身为2宫之一的无极宫，实力底蕴比3宗5门强太多了。好在以如今他的实力，完全可以无惧投降。不，宁晨摇了摇头，冰冷的目光环视无极宫8方，最后无情的沙喝犹如滚雷一般响彻无极宫。
今日吴宁臣特意前来灭公。灭公这2个字一出，让无极宫一众强者全都笑了，嘲讽、鄙视、冷嗤等等神色层出不穷。哈哈哈，可笑，简直可笑！一个人居然敢来我们无极宫说要灭公，尤其是公主龙天辰、华云霄死在对方手中，他自然早就洞悉对方的实力，虽然很强，但无极宫是什么地方？传承1000年的顶级势力，别说只是半圣第1段，就算是半圣第3段，想灭他们无极宫也是痴心妄想。哼，真是吃人一个！莫与他废话了，马上宰了他，为云霄报仇。那世俗界的大宁王朝也绝对不能放过。轰！龙天辰命令一下，那些大道境强者率先出手，一股股璀璨的力量交织沸腾，横击长空。虽然不如半圣之力，但胜在数量多，合在一起，就算是半圣境一不小心也要受伤。见此，宁晨目光冷厉，炽烈杀机早已四溢。太仓圣掌，可见他一巴掌拍了过去。如今他身处半圣之境，再加上圣人套装的加持，真正让这记圣法拥有了一些大威能。一掌之下，遮天蔽日，不仅瞬间将那些袭来的大道之力全部磨灭，甚至轰然洞穿虚空，当场将诸多大道境强者给强行攥到手掌心。砰！当太仓圣掌猛然合拢，其中顿有毁灭之力激荡，当场便将一位又一位大道境崩碎掉，血骨随着残魂四处飞洒，惨叫声此起彼伏。混账！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龙天辰等人骇然大叫，终于不再高高端着，全都第一时间出手攻杀。半圣之力一道又一道不断轰击太仓圣掌，随着爆炸声，太仓圣掌被轰得破烂不堪，最终化为万千灵光消散在无极宫驻地上空。可随之一同消散的还有将近一大半的大道强者，这一击之下俨然抹去无极宫大半大道底蕴。可恶，本座宰了你！这血淋淋的一幕让无极宫宫主龙天辰暴怒，当即带领着一众无极宫半圣围杀宁晨。2尊半圣第2段，3尊半圣第1段，或是肉身成圣，或是灵力成圣，或是神识成圣，圣光争耀，迸发着强大无匹的力量，从四面八方朝着宁晨所在轰杀了过去。轰！面对足足5尊半圣围杀，宁晨丝毫不曾畏惧，第一时间那以墨体表的圣人套装尽数坑明，一道道圣纹流转密力，极大增强着宁晨实力。同时，天地同力、至尊领域等玄妙也是展开，瞬间便以一己之力与5大半圣机战了起来。连绵不绝的碰撞声犹如天雷一般在苍穹不断炸响，滚滚的能量涟漪则状若风暴扩散，圣光迸发，金属交割，双方的战斗十分激烈，掀起的声威让整座无极宫都在剧烈摇晃着。怎么会？这个青袍剑仙不是大到无敌吗？何时变得这么强大，竟能力敌我宫5大半圣？这一幕更是让无极宫数千门人难以置信，目光一个比一个震惊，一个比一个骇然。上古神剑，一火地炎，万法天眼。突然某一刻，宁晨的威吓陡然在天穹上响起，剑鸣、火光、幻彩3种恐怖绝伦的气息骤起，天穹陷入狂暴，紧接着3道惨叫齐刷刷响起。无极宫3尊处在第1段的半圣强者尽数陨灭，一人被上古神剑穿杀，一人被一火地炎焚灭，最后一人则是被诸多法门神通给轰死。3位太上长老看到这一幕，公主龙天辰与另外一名副公主2人脸色彻底大变，万没想到宁晨的战力远远超乎他们想象，同为半圣，第1段半圣在他手中根本没有什么抵抗之力，哪怕他们2人为第2段半圣也丝毫不讨好，尤其是在接下来失去了3位半圣的助力，2人的处境一下子更加艰难困苦，渐渐得只剩下招架之功，没有了还手之力。混蛋，宁晨小儿，我们无极宫老祖不仅是第3段强者，更在乾坤圣地任要职，你若是敢杀我们，灭我无极宫，就算是那个乾坤圣女安北雪也保不住你与大宁。最后眼看死亡将至，龙天辰赶忙歇斯底里的大吼：是吗？那你可真是笑死了！放心，以后有机会我会让你们老祖下去陪你们的。宁晨冷冷一笑，丝毫不受其威胁。扑哧，神剑一火同时爆发，再度将那位半圣第2段的副公主斩杀。滚烫的血水迸溅，几乎是浇了龙天辰一身。亡矣！这一刻，龙天辰彻底陷入了对死亡的恐惧，失去所有斗志，转身就要抛弃无极宫逃走。但宁晨岂能让他逃脱，直接闪身追上，神剑一火，万法齐齐轮转，强势将其斩杀。完了，公主他们全死了。这一幕早已让无极宫成千上万门人骇然不已，可半圣强者都不是宁晨对手，他们又能怎样？只能全都僵在原地，等待着死亡降临。本座不是恶魔，今日灭亡无极宫，只杀万象之上的强者，至于万象晋级之下，全都自行散去，否则后果自负。宁晨冰冷无情的声音还在无极宫中响彻，上古神剑已然化为一道道剑光闪电，纵横穿梭。那凡是万象境之上的无极宫强者头颅接二连三的抛弃，不一会，造化大道便是死绝。轰！最后，宁晨更展开地炎，将无极宫驻地点燃。大火熊熊燃烧之际，那些万象以及万象之下的门人修士，全都惊恐的作鸟兽四散了。无极已灭，接下来该
阴阳宫了。宁晨冷哼一声，没有任何耽搁，继续祭出那一张万里遁虚符，朝着阴阳宫横渡而去。路上，圣人套装自行运转，快速恢复着他的力量。最终，等他抵达阴阳宫后，一身气息已然恢复巅峰。可见阴阳宫也察觉到圣子州天意命灯熄灭，亦是在5名半圣带领下调兵遣将欲杀往大宁。对此，宁晨自然不会有任何心慈手软，直接冲下去。同时，滚滚如惊雷的沙呵再度响彻阴阳宫。阴阳宫，你们的末日到了！最终，半个时辰后，阴阳宫亦是步入了无极宫后尘，利用遁虚符辗转半夜，连灭无极宫与阴阳宫。天还未亮，宁晨便已经归来。可见女帝宫中，安南竟在翘首以盼，显然是一夜未睡。夫君怎么样？见宁晨回来，他便第一时间上前郑重询问。无极阴阳两宫已灭。宁晨回应。安南竟紧绷的心思瞬间放松下来，脸色大喜。虽然他相信宁晨的实力，可真当听到宁晨于一夜间将无极阴阳两宫挑灭，仍旧忍不住震撼。见此，宁晨张了张嘴，将后面的话咽了下去。因为他小瞧了无极阴阳两宫与乾坤圣地的关系。从龙天辰等人死前所言，他知晓两宫皆有半圣第3段老祖在乾坤圣地任要职。半圣第3段他虽然无惧，但乾坤圣地不一样，对如今的他与大宁来说，仍旧是庞然大物。走一步看一步吧。有北雪这个乾坤圣女在，至少能保住南境与大宁。宁晨摇了摇头，便是重新躺在了藤椅之上。他知道，很快无极阴阳两宫灭亡的消息就会传遍天下，天下势力无不将惧他大宁，唯独看乾坤圣地的态度了。轰！果不其然，第2日，无极与阴阳两宫灭亡之事便以飓风之势传遍整个天星大陆。听说了吗？无极宫与阴阳宫昨夜被灭宫了，万象之上的强者全都死了，就连高高在上的半圣境大佬都没能幸免。无论是修行界还是世俗界，皆是陷入喧嚣。而很快，更有人爆出是宁晨，是世俗大宁王朝那个青袍剑仙做的。他于一夜之间接连灭亡了无极阴阳两宫，据传他已经是半圣境，一身实力恐怖绝伦。喧嚣轰动，刚刚热度将息的宁晨以及大宁王朝再度被推到风口浪尖之上，声名与沙威疯狂飙升。同一时间，当这则消息传入3宗5门之后，3宗5门的8大老祖全都第一时间如遭雷击，傻了！我的天啊，这怎么可能呢？宁晨居然一夜灭亡了无极宫与阴阳宫。须知他们原本是想借着无极与阴阳两宫来灭宁晨与大宁王朝的，结果现在却反了过来。这个宁晨也太恐怖了，我们哪还有复仇之望？这一刻，3宗5门的老祖全都陷入了惊恐。他们也活了数百年了，从没见过这般妖孽。至于乾坤圣地，自然也在第一时间收到消息。轰轰！尤其那在乾坤圣地任要职的无极老祖与阴阳老祖，第一时间便是爆发出2股恐怖绝伦的杀意。该死的，他怎么敢灭亡无极宫与阴阳宫？本座要宰了他，本座要屠了大宁王朝！不仅是他们2人，第一时间便有乾坤圣地的高层声援，比如万宝峰峰主李长河第一个站出来表态。毕竟上一次宁晨以8大化身从他们万宝峰盗走8大祖师宝藏，至今还令他耿耿于怀。2位道兄，我万宝峰愿意助你们一臂之力。区大宁王朝一个初入半圣的小鬼，居然敢灭无极阴阳两宫，简直胆大包天。而在李长风之后，也有诸多半圣强者起身。我丹顶峰也看不惯这宁晨，本座也支持2位。还有我天剑峰也愿意助2位斩杀此凶僚。降妖除魔，匡扶正道，如此之事怎能少我万法峰？当给予那个宁晨血的教训，可见一道道身影全都一副嫉恶如仇的模样。但在场之人无不心知肚明，帮忙只是顺带，实际上他们对宁晨拥有的上古神剑、一火地炎、万法神通等等有着极大兴趣。有劳诸位，既然大家都有此心，那就一起杀往吧。见此，无极老祖与阴阳老祖2人并未拒绝，毕竟他们内心觉得宁晨有些邪乎，哪怕他们是第3段半圣，也觉得不保险。如今有这么多人愿意助他们，他们自然乐意支持。呼啦！可见在场一众半圣强者一拍即合，当即飞身前往阵法峰，欲要乘坐传送镇杀往世俗界。且慢！可尚在半途，他们却被一道曼妙倩影强行拦下。银发飘飘，白衣胜雪，正是安北雪。安北雪显然已经听说无极宫、阴阳宫灭亡之事，初听之时，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那可是传承1800年之久的无极阴阳两宫，底蕴实力深厚，居然灭在了姐夫的手中。震惊过后，他便明白姐夫这是捅出大娄子了。毕竟无极宫与阴阳宫不同于3宗5门，2宫与乾坤圣地有着很深的香火情，甚至2宫老祖在乾坤圣地还担任着圣地护法之职，与圣地很多峰主都为之交好。灭了无极阴阳两宫，就相当于得罪了小半的乾坤圣地，姐夫姐姐以及大宁王朝岂能会有好下场？于是他这才第一时间出关前来阻拦众人。安圣女，如果你是过来阻拦我们的话，那就死了这条心吧。我们知道你与宁晨以及大宁王朝有关系，可他们灭了我们2宫，你护不住他们。无极老祖与阴阳老祖第一时间便是冷冷喝道。闻听此言，安北雪却丝毫不曾示弱，
当场展开庞大的血皇圣影，那属于3段半圣境的气息浩荡。本圣女也要警告你们，宁晨是我姐夫，安南靖是我姐姐，他们乃是我最亲近之人，想杀他们，除非你们踏着本圣女尸体过去。唰！看着安北雪如此强硬，尤其是那3段半圣的气息，顿时让李长河等中风，主打退堂鼓。可无极老祖与阴阳老祖2人却是毫不相让。可恶，我们怕你不成？轰轰！可见2宫老祖也展开属于半圣第3段的力量，磅礴胜利升腾，顿时与对面安北雪针锋相对，双方的气势好似化为实质，在不断进行碰撞，以至于周遭虚空都隐隐变得无比扭曲。眼看一场属于半圣第3段之间的大战即将惊起，一道充斥着无上的威严声音却是陡然响起：住手！嗡！伴随着无上威严之声，圣地上空光雨缤纷，金莲绽放，一道伟岸身影眨眼凝聚而出。那是一位中年人，脑后生着一道5色光轮，一袭白衣，纯净无瑕，不染一缕尘埃，仅是往那里一站，就给人一种长天空地之感。啊！圣主，我等参见圣主！第一时间，无论是2宫老祖还是李长河等封主，全都是惊呼一声，纷纷俯身行礼。就连安北雪那对美眸中都升起浓浓的忌惮，随而拱手为之行了一礼，见过圣主。乾坤圣主秦玄之淡金色瞳孔扫视一眼全场，最后将目光落在了安北雪的身上，开口道：北雪圣女，本作知你护亲人心切，但灭亡无极宫与阴阳宫，此事实在太过恶劣，2宫与圣地还有先辈间的香火情在，若是放任不管的话，岂不是让天下人嗤笑？唰！闻听此言，安北雪脸色一沉，刚欲要开口，却见秦玄之已经将圣眸转向无极阴阳2老祖，意道：当然，凡石原有头债有主，无极阴阳2宫既为那个宁晨所灭，便只追究他一人之责，只将他拿来问罪即可，不可妄图是俗凡人。无极老祖与阴阳老祖2人虽然心有不痛快，但圣人之言对于他们来说不亚于口含天线，他们只能赶忙拱手：我们谨遵圣主之言。随而他们冲着安北雪冷哼一声，转身就要离去。站住！这时安北雪却是再度冷冷喝止，这顿时让一旁的秦玄之脸上划过一丝不悦之色。轰！几乎同时，一股超越天地盖压宇内的圣威从秦玄之的体内溢出，哪怕只是丝缕，但仍让半圣第3段的安北雪如坠北极冰窟，无论肉身灵力还是神识，全都在颤栗。安北雪内心沉裂，赶忙沉声道：圣主息怒，我非是违背圣主之意，但我不相信这些人，既是我之亲人，那也该由我亲自带来问罪，否则我安北雪宁愿与姐夫同去。这无极老祖与阴阳老祖刚想反驳，却见秦玄之一抬手，看着脸色根本不似作假的安北雪，微微沉吟道：好，那就由你将他带来问罪。记住，天星大陆虽广袤，但在圣人眼中不过方寸之地，不要起什么小心思。北雪之息。安北雪心神再度一沉，深知对方此言的含义，不再多言，转身朝着阵法峰闪身行去。看到这一幕，无极老祖、阴阳老祖等人明显还想再说什么，但却被秦玄之摆手直接打断。稍安，本圣主会给无极宫与阴阳宫一个公道。此话一出，无极老祖、阴阳老祖还能说什么？只能抱拳退下。然而看着安北雪的背影，秦玄之内心却呢喃：距离天外天的传送阵开启只剩下1年时间，无论如何，这只万年难遇的血皇绝不能出事。另一边，安北雪怀着沉重的心情闪身来到阵法峰之上，乘坐传送阵，第一时间朝世俗界降临而去。半个时辰后，伴随着一道通天彻地的神光，安北雪便是再一次回到大宁皇城上空。北雪，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可见第一时间，安南靖便被惊动飞了上来，满脸的惊讶与欣喜。但安北雪不曾与之叙旧，只是沉声问道：姐姐，我姐夫呢？什么姐夫？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他早就是你的夫君了。安南靖提醒一声，随而这才回应道：他还能在哪里？在女帝宫中躺平晒太阳呗。也不知咱们这位夫君到底是什么妖孽，明明只见他整日躺平都不曾修炼过，但修为每过一段时间都能让人大吃一惊。走走走，我带你去找他，他见到你回来也一定会很高兴的。唰！安南靖一边调侃，一边带安北雪来到女帝宫，当即见到正在藤椅上摇晃惬意的宁晨。北雪回来了。当看到安北雪之后，宁晨却没有丝毫惊讶，似乎早就预料到安北雪会回来一般，甚至下一刻他便轻笑道：呵呵，这次回来是不是要带我去乾坤圣地问罪？问罪！此话一出，安南靖神色一怔，这才察觉不对劲，赶忙问道：夫君，你这话什么意思？安北雪迈步上前，俏脸上带着沉重之色：姐夫，为什么要灭无极宫与阴阳宫？你可知2宫与乾坤圣地有香火情？眼下圣人已经下令问罪，怕是连我也保不住你。什么？安南靖脸色大变，第一时间看向宁晨：夫君，你知此事对吗？为什么不和我说呢？说与不说都改变不了既定的事实，何必让你一起担惊受怕？宁晨摇了摇头，而后他便看向安北雪：北雪，或许在你眼中我灭无极阴阳2宫有些冒失，可在我眼中他们实在该灭。随后
宁晨将无极阴阳圣子前来冒犯安南尽之事说出。什么？那2个淫贼居然敢将注意打到姐姐头上！该死，简直该死！瞬间而已，安北雪就炸了，可谓怒发冲冠。毕竟他都不敢相信，若是没有宁晨及时护持的话，姐姐安南竟会遭到怎样的非人折磨。更让他愧疚的是，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引起的。亏他还觉得自己可以保护姐姐姐夫与大宁，结果到头来反为宁晨与姐姐招了大祸。姐姐姐夫，原来这件事都是我害的你们！我……安北雪有些哽咽，那所谓乾坤圣女的威严不复，似乎又一下回到当年只会给家里惹祸的时候。妹妹，这不怪你。安南静赶忙安慰道。可安北雪却更加自责了，看着宁晨，他道：可圣人已经下令要拿姐夫问罪，此乃定局。毕竟这方天下虽大，在圣人面前不过方寸，就连逃都没地方逃啊！嘎吱，宁晨从藤椅上起身，摇头，一脸的淡然之色。没关系，我这一生整日躺平享受，潇洒惬意，更关键是还能拥有你们姐妹2人，已经没什么遗憾了。若此去能换你们2人安全，我心甘矣。看着一脸坦然赴死的宁晨，安南静眼睛通红，安北雪则是心神沉重，想了想，她沉声道：姐夫，圣人之令不可违，你且先随我回乾坤圣地，我会想办法保你的，相信我，我有办法。好，宁晨点手，自然无条件相信安北雪。随而2人皆出言安抚一下安南静的情绪，最后这才双双腾空朝着乾坤圣地赶去。2日后，安北雪带着宁晨赶回了乾坤圣地。这不是宁晨第一次来乾坤圣地，上次借助8大圣子圣女化身，他早已进来过乾坤圣地，只是上次顶着3宗5门圣子的身份，自然多有不便，对于乾坤圣地的印象一叶障目。此番借由本尊之目，真正洞悉乾坤圣地的气象，无穷气运犹如漫天金霞一般笼罩圣地上空，隐隐约约其中还有龙凤虚影四处隐没，一方超级圣阵化为滚滚云雾，笼罩着4方天宇。尤其是乾坤圣地之内，18座主峰直插苍穹，其上遍布密密麻麻的宫殿楼阁亭台水榭，整体犹如一座从仙域坠落下来的净土一般，无愧圣地之名。只可惜此番之景于我来说却是险地。宁晨感慨一声，安北雪则是回首凝重道：姐夫，你放心，有我在，你不会出事，纵然真出了事，我也会陪你。说完，安北雪带着宁晨一路横穿圣地，前往圣主峰。可见途中有大量的乾坤门人闻讯而聚来。圣女身后应就是大名鼎鼎的青袍剑仙了，如此年轻就已是半圣境，天赋有些可怕啊！只可惜太过胆大妄为，连无极阴阳2宫都敢灭，今日问罪于他，怕是没有好下场。一路上大量身影汇聚，冲着宁晨指指点点，但宁晨脸色坦然，并没有任何畏缩与恐惧。片刻后，他与安北雪一同飞上巍峨的圣主峰，落在雄伟浩大金光璀璨的掌教殿阶下。禀圣主大人，人我带来了。安北雪不卑不亢禀喝一声，待掌教殿门大开，安北雪这才带着宁晨一前一后步入殿中。虽然内心早有准备，但当步入掌教殿后，宁晨还是暗自缩了缩瞳孔，内心有些震动。可见宽阔明亮的大殿内，左右罗列2排座椅，皆是坐满了人，粗略一眼绝不下30人，有中年人，有美妇人，亦有老者老妪。每一道身影散发的气息至少都是半圣第1段，甚至其中不乏第2段乃至第3段的强者。尤其是大殿最上方端坐着一位白衣不染尘埃，脑后生就圣环的中年男子，周身上下看似没有半点波动，却给人一种大威严。好多半圣，而这恐怕还不是圣地所有底蕴。至于最上方的白衣中年，应当就是当今大陆上唯一的圣人乾坤圣主秦玄之了。宁晨第一时间便有所判断，毕竟圣人之境的气质，哪怕返璞归真，但举手投足仍如黑夜的一团光源，无比醒目。果不其然，安北雪第一时间便朝白衣男子恭贺圣主称呼。秦玄之微微点头。同一时间，大殿内的身影亦是全部看了过去，其中无极老祖与阴阳老祖第一个忍不住怒喝：混账东西，就是你灭了无极与阴阳2宫，胆大包天，凶残异常，当立刻必杀，以儆效尤。轰轰，2大老祖喝声中更是夹杂着2股可怕的杀意，那属于半圣第3段的气息更是压向宁晨。宁晨挑眉，不过还不待他有动作，一声黄鸣，风雪呼啸间，安北雪强势护住了宁晨。这令2宫老祖不爽：安北雪，你做什么？圣主在此，难道你还要强行袒护这个凶手？这一刻，乾坤圣主秦玄之也是投下了目光，仅一道目光而已，却让宁晨遍体生寒，甚至比无极阴阳2位老祖的杀意还要摄人。圣人之下皆蝼蚁，这句话果然不假。宁晨内心惊悚，难怪乾坤圣地能够稳坐大陆最强势力宝座。圣人与圣人之下，完全是截然不同的层次。宁晨估计，别说眼下他初入半圣，就算是达到半圣第2段，再加上圣人套装加持，怕也难敌圣人。圣主明鉴。这时，安北雪赶忙朝着秦玄之拱手解释道：我并非强行袒护姐夫，而是我已得知来龙去脉。
姐夫之所以灭了无极阴阳两宫，究其原因，是因为两宫圣子色胆包天，追求我不成，居然跑到大宁王朝，又要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强暴我孪生姐姐。我姐夫气不过，怒杀两人。本不想牵连无辜，可无极阴阳两宫却要发兵欲屠灭大宁，我姐夫这才一人一剑辗转两宫，将其堵杀在驻地。哗！此话一出，大殿内顿时响起一片哗然之声。显然大都不知晓此间隐情，尤其几位嫉恶如仇的半圣，无不大蹙眉宇。毕竟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居然行强暴之事，这简直该死。至于后续灭宫，也是自保为自，就连乾坤圣主秦玄之都不由得挑了挑眉，胡说八道。看到这一幕，无极阴阳两宫老祖自然不愿承认，两宫圣子皆正派，岂会行那种龌龊不堪之事？这都是一面之词，我看是你为了给宁晨脱罪，特意编撰的谎言。安北雪冷哼一声，哼，我编撰的？好啊，那你们看看这是什么？砰！说着，安北雪一挥手，祭出一颗记忆晶石，其上画面正是华云霄周天一死前所作所为。这个画面乃是大宁王朝气运兽虚坤所记录，在来之前被他顺手刻入了记忆晶石中，这也是他敢说保宁晨无事的一个依仗。看完之后，大殿之内明显有些鸦雀无声，就连手座上的秦玄之都隐隐有些蹙眉。这时，安北雪再次趁热打铁道：“圣主，我姐夫乃是出于自保被迫灭宫，而且他灭宫之时所杀的都是万象境以上的强者，足以证明我姐夫他不是什么穷凶极恶之辈，所以还望圣主明鉴，对我姐夫开恩。”看到这一幕，无极两宫老祖却是急了：“圣主三思啊！无论事情起因为何，但两宫被此人一灭，乃是血淋淋的事实，怎能这么轻易放过他？”这时，以万宝峰峰主李长河为首的一些峰主也纷纷附和：“圣主，两位护法说的不错，灭宫行径实在恶劣，不能纵容他。此人终究凶狂，必须严惩，以警天下效尤。”眼见双方各执己见，吵闹起来，一直不曾言语的秦玄之突然轻喝一声：“安静！”待众人闭口，他这才扫视一眼宁晨，最后落在安北雪身上。北雪圣女，此事来龙去脉本座已经了解，虽然事出有因，但宁晨灭宫也是事实，虽可开恩，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便废了他一身修为，带回大宁王朝，了却残生。秦玄之的判罚一出，无论是无极阴阳两老祖还是安北雪全都蹙眉，都隐隐有些不满。前两者不满是觉得这种惩罚太便宜宁晨了，无极宫阴阳宫都被灭了，怎还能让宁晨活着？安北雪不满是觉得这种惩罚太过于严重，毕竟于修士来说，失去修为比死亡还难以接受。可圣人一言大过苍天，秦玄之既然已经发话，结果显然无从更改，便宜你了。无极阴阳两宫老祖冷哼一声，眸中有狠辣闪过。他们何等实力，何等身份，若是宁晨失去半圣修为，他们自然有10000种方法搞死宁晨。毕竟一个凡人生老病死实在太正常了。安北雪自然也清楚这一点，当下微微叹息一声，只能转头看向宁晨，无声张了张朱唇。宁晨点头，当即迈步上前，声音震动四方：“我宁晨不服，今日要闯乾坤道，为自身证明。”哗！此话一出，在场之人全部哗然，包括高坐在圣主宝座上的秦玄之都是忍不住挑眉。乾坤道，那可是乾坤圣地赫有名的禁地，乃是乾坤圣地开辟之初所设的一条闯关之道。乾坤道上设9关，只要能过9关者，就算你犯了天大的事情也能赦免。然而乾坤道上9关，一关比一关间，从古至今3000年，闯关的人有不少，但从未有过一人闯过，甚至史上最多也就闯过6关，所以乾坤道又被很多人称为寻死道。胡闹！你闯什么乾坤道？那是只有我乾坤圣地门人方才能够闯的大道，你一个外人而已，有什么资格闯乾坤道？这时，无极阴阳两宫老祖第一时间跳出反对。虽说乾坤道又名寻死道，但他们知晓宁晨战绩过于邪乎，若去闯，多少会有一线生机。眼下被废掉修为，对他们才是最保险的惩罚。谁说姐夫不是我乾坤圣地弟子？谁知安北雪挥手从怀中取出一个杂役令牌：“我乃乾坤圣女，收一个杂役弟子，很正常吧？”见此，无极阴阳两位老祖顿时被对得哑口无言，只好看向手座上的秦玄之。毕竟今日杀瓜判罚，一切都还在这位高高在上的圣人身上。安北雪似乎也明白这一点，目光一望向秦玄之，一时间目光竟是没有畏惧，话语十分的强硬：“还请圣主允许，否则我安北雪宁愿与姐夫同罪论处，自废血皇圣体于此。”威胁，赤裸裸的威胁。在场之人全都暗中倒吸一口冷气，着实没想到安北雪为了宁晨，竟敢威胁圣人强者。秦玄之眉宇大蹙，身上隐隐有宏大圣威绽放，但安北雪却不卑不亢，始终死死盯着秦玄之。片刻后，秦玄之收敛圣威，眼底升起妥协。毕竟距离天外天传送阵开启还有1年时间，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可不敢让安北雪出事。好，既然不服判罚，本座就允许你闯乾坤道。最终，秦玄之开口同意了宁晨闯乾坤道，这让安北雪轻松一口气，随而转头看向宁晨。
来时，他曾仔细为宁晨说过自己护他的计划。如果他护不住，或者圣人最后判罚还是太重，闯乾坤道便是宁晨规避罪罚的最后机会。但他深知乾坤道极其艰难，否则也不会有寻死道之称。但在全方位仔仔细细对比了宁晨的战力之后，他觉得宁晨至少有70%希望通过乾坤道。姐夫，接下来就看你的了。轰！而宁晨要闯乾坤道的消息一出，整个乾坤圣地都沸腾了，大量门人不断汇聚向后山。快去看，圣女带回的那位青袍剑仙要以杂役弟子身份闯乾坤道，为自己脱罪。什么？他这么勇的吗？居然敢闯乾坤道？古往今来，闯乾坤道没有100也有80，但从未有过一人活着从其中出来过。是啊，否则乾坤道又怎会有寻死道之称呢？在无尽门人喧闹沸腾之中，秦玄之也带着宁晨、安北雪以及诸多半圣强者降临后山。可见乾坤圣地后山有一道被封印的门户，门户之上早已遍布灰尘，爬满了枯藤。乾坤道3个古字都隐隐被蛛网遮盖住了，显而易见，已经很久没人来闯乾坤道了。老朽记得上一个闯乾坤道的，还要追溯到200多年前。据说当年那是一个叛徒，想要洗刷罪名，只可惜那个人只闯到第5关就死了。轰！众人窃窃私语之际，秦玄之解开乾坤道封印，那座古老门户瞬间沉浸光生，焕发悠悠光彩。乾坤道已开，宁晨且入内吧。规矩你应该知晓，一入乾坤道，你只能向前，不能后退，要么活着闯完所有关卡，要么死在其中。秦玄之淡淡开口，示意宁晨可以踏入其中了。姐夫，加油！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的。安北雪为宁晨加油打气，后者则是点了点头。来时，他已经向安北雪了解过乾坤道的凶险，也对比了自己战力，得出有70%希望闯过去。实际上，所谓的70%希望，乃是最保守估计，有很多手段与底牌，他并未与安北雪道出，比如圣人套装。所以在宁晨自身看来，这通过这乾坤道的希望至少在9%8，至于剩下2分，是他谦虚。于是宁晨给了安北雪一个放宽心的眼神，便飘然飞入乾坤道门户，身影消失其中。而随着他进入乾坤道，门户之上顿时光芒流聚，眨眼间便形成一方金字塔般的光幕。而在金字塔最下方，则显示着一个绿色光点，显然那个绿色光点便是代表着宁晨。这一幕也是瞬间点燃了在场之人的情绪。也不知眼前这个所谓的青袍剑仙宁晨，能够在乾坤道之中闯过几道关卡。此人能让3宗5门乃至无极阴阳2宫都接连吃血亏，一身天赋实力绝对非同小可，保守估计也要在3关以上，甚至是5关。5关？不，我觉得他怕是能追平历史记录，达到6关。另一边，一众半圣境强者自然也在暗中议论，其中无极老祖与阴阳老祖2人则没有预测，只相视冷笑。管他几关，他进去了明显就是一个死人了，毕竟寻死道的称呼可不是白叫的。众人激烈讨论之际，忽然有人惊呼道：快看，宁晨开始闯乾坤道第1关了！唰，一时间，当在场所有人看过去，可见那道绿色光点已经来到金字塔第1层。乾坤道中本是一片迷蒙空间，当宁晨进入后，周遭茫茫空间开始变化，各种光彩纷飞。短短片刻后，乾坤道第1关便已然演化而出。一眼望去，这里已是一片古木狼林，树冠遮天蔽日，各种禽鸣兽吼在不断传响。轰！就在宁晨观察之际，一道冰冷且宏大的声音陡然传响在这方山林：欢迎前来闯关乾坤道。乾坤道共有9关，此乃第1关。此关将按照闯关者境界演化出一尊铜镜凶兽，只有灭杀这尊凶兽，方可视为通关。好！宏大声音还在传响，宁晨前方山林陡然暴动，伴随一道惊天动地的虎啸，一尊庞然大物撞开古老茂密的山林，狂猛无比冲了出来。那是一头金色虎兽，虎头狰狞，虎躯高达10丈，庞大如小山，四肢比古木还要粗壮，浑身毛发犹如亮丽的绸缎，獠牙与之爪皆泛着冰冷森然的寒光，咆哮之间散发着属于半圣第1段的气息，惊荡着整方山林。据说乾坤道第1关考验会是一尊铜镜凶兽，虽为铜镜，但绝对要比普通人强得多得多。也不知宁晨要用多长时间通过第1关。外界虽然众人看不到乾坤道的具体景象，但这丝毫不耽搁在场之人的激烈热议。当然并非所有人都看不到，至少身为圣人的秦玄之是能够看到的，只是他眼下懒得去看。轰！而就在外界热议纷纷之际，乾坤道中第1关，宁晨已是出手了，没有动用上古神剑，没有祭出异火地炎，甚至没有展开万法神通，只是轻飘飘一拳打出，至尊神力汹涌澎湃。好！而在这一拳之下，对面的金色虎兽显然感受到巨大威胁，没有犹豫，仰天嘶吼咆哮，第一时间便是展开最强之力，张口喷出一大片璀璨金光，其上汹涌极其强大的力量，足以击杀半圣第1段。可随着宁晨一拳横空，金光顿时炸为齑粉，随而拳头迅速挤满金色虎兽的硕大金瞳。砰！当这一拳砸下，那高大10丈的金虎当场爆灭，化为万千血光，
消散在这方天地之间，没有丝毫的抵抗之力，完全成摧枯拉朽之势。当！而就在金虎爆灭之后，一道清脆且嘹亮的钟吟顿时响起，不仅回荡在乾坤道第一关中，就连外界的乾坤圣地都听得一清二楚。卧槽！通关钟吟，宁晨居然这么快就通过了第一关。虽然知道第一关难不住他，但这也太容易了。外界热议纷纷，就连一些半圣都眼睛大亮。见此，无极阴阳两宫老祖却是冷冷哼道：“急什么？不过才是难度最小的第一关而已，接下来的关卡一关比一关难，他注定死路一条。”闻听此言，安北雪握了握袖拳，眸光紧盯着乾坤道画面，内心的喃道：“姐夫，你一定能行的，北雪永远相信你。”嗡！很快，当通关钟吟逐渐消弭，乾坤道之中，宁晨面前的第一关景象顿时犹如流水涣散。片刻后，第二关的景象再次幻化而出，这一次不再是古木狼林，而是一方大型湖泊。湖泊碧绿，倒映着湛蓝天空，交相辉映之间，犹如一颗无瑕的碧蓝宝石，美轮美奂。欢迎闯关者来到乾坤道第二关，此关将根据你的境界演化出2尊第一段中期凶兽，只有将其全部灭杀，方才视为通关。轰轰！伴随着宏大声音，湖泊顿时炸起2道参天水柱，水柱中出现一条蛟蛇，一条怪鱼，所散发的气息已经达到第一段的中期了。宁晨的脸色无波无澜，2尊第一段中期于他来说与刚才的金虎没有什么区别。果不其然，很快他便轻松将2只凶兽斩杀。通关钟吟再次响起，接下来的时间，在外界诸多人群接二连三的喧闹声下，宁晨开始了快速通关模式。当当当，乾坤道中时不时便会传出一道通关的钟吟。不到半个时辰，宁晨就已经接连闯过6关，来到了第7关。这个宁晨好猛！乾坤道9关，一关比一关难，他却始终在高歌猛进。第7关了，他已经追平前人的最高纪录了。无数人喧闹，目光全都落在了那代表宁晨的绿色光点上，有惊叹，有佩服，亦有不敢置信等等。就连一众半圣强者也全都升起一抹惊讶，这家伙的修为实力果真邪乎，居然能追平前人纪录，难道真有通关的希望吗？有个屁的希望，他最多闯过前6关，后3关他绝对会死，甚至会死的惨不忍睹。无极阴阳两宫老祖驳斥，脸色充斥着阴沉。毕竟乾坤道9关，一关比一关艰难，尤其到了后几关，难度更会成倍的增长。乾坤圣地历史上就没有一个人闯过后3关，宁晨也不会例外。最后3关，姐夫加油！另一边，相比于两宫老祖的不看好乃至诅咒，一袭白衣的安北雪那双美眸闪烁金芒。虽然后续关卡越来越难，但他始终相信宁晨绝对会完成一桩奇迹。唯一神情淡定的只有乾坤圣主秦玄之了。不过哪怕是他，也对宁晨来了极大兴趣。那对圣眸中早已经倒映出乾坤道中的景象了。可见乾坤道中第7关，宁晨再次迎来挑战。乾坤9关，每过一关下一关就会多出一尊守关者，同时境界也会多出一个小境界。如今到了第7关，一方汪洋大海之上，已经足足出现7尊守关者，每一尊守关者都达到半圣第2段后期。7尊第2段后期，就算一位第3段半圣来了，怕也扛不住，更别提半圣第1段了。这乾坤道真不愧被人另称为寻死道，这地方恐怕就没打算让进来的人活着吧。这时宁晨内心都不由得感慨，但旋即之后，他的脸色却闪过一抹无敌的自信金芒。不过可惜啊，遇到了我。哼！言罢，宁晨已然照出7柄上古神剑杀了过去。外界就在无极阴阳两宫老祖以及在场很多乾坤圣地之人都觉得宁晨会倒在第7关之际，谁知很快又一道通关钟吟从乾坤道中传出，这顿时让很多人震惊万分。第7关通过了，宁晨成绩超越了前人。然而没有最惊人，只有更惊人。又过了半个时辰，来自第8关的通关钟吟也再度响起，那代表宁晨的绿色光点已经站到金字塔顶端。这一下，整个外界的人群彻底被轰动了。我的天，连过8关，这个宁晨简直强无敌啊！第9关，他闯到乾坤到最后一关，前所未有。难道这个宁晨真能完成圣地从未有人做到过的事情，彻底通关乾坤道吗？刷！这一刻，无极阴阳两宫老祖脸色有些狰狞，连过8关，这种成绩也让他们2人也惊悚了。难道这家伙真能通关？一个从未有过的想法悄然跃上2人的心头。但两宫老祖对视一眼，全都第一时间摇头，不，这不可能，他绝对不可能通关的。就算前8关要不了他的命，最后一关也必能将他杀死。死！宁晨肯定会死。相比于两宫老祖糟糕的心情，一旁的安北雪俏脸上的神色明显已经轻快了很多。当然他一颗心仍在悬着，他知道最后一关才是宁晨能否脱罪安全出来的关键。彼时就连乾坤圣主秦玄之也是脸色诧异，显然就连他都没想过宁晨能够连过8关。不过这最后一关的难度已经堪称逆天，以宁晨刚才展现的实力手段，可通不过呀。不知是否还有什么底牌？嗡！秦玄之圣眸流转光华，乾坤道的景象越发清晰。可见乾坤道中，当来到最后一关后，饶是宁晨看
看着闯关阵容，脸色也彻底凝重了。可见伴随着那道冰冷且宏大的声音传荡，广阔的虚空之上，连续9道身影浮现而出，有妖兽，有人类，有鬼怪等等。虽然长相种族不一而同，但相同的是，所有身影身上所散发的气息，全都达到了半圣第3段。9尊半圣第3段，这种阵容，别说一个半圣第1段，就算是半圣第4段怕也要头疼。轰轰轰！尤其是作为守关者，9尊半圣第3段强者，可不会与闯关者讲究什么单打独斗，第一时间便齐齐爆发，朝着宁晨围杀而来。凶禽啼鸣，狂兽奔腾，人影展开术法，鬼怪施展神通，各种各样的杀力碾爆天穹，导致此地演化的高天之景都陷入了狂暴。看来是必须要全力以赴了。看到这一幕，宁晨内心沉喝，不再有所保留。至尊神体1重玄妙，天地同力；至尊神体2重玄妙，至尊领域；上古神剑，一火地炎，万法神通等等手段尽数展开，顿时与9大半圣第3段展开激战。惊天轰鸣阵阵，风雷水火迸发，光华普照十方，虚空都在激烈的对轰中不断裂开。刹那间，高天之上便有鲜血倾洒，有凝尘的，也有9尊守关者的，一时间血染苍穹。圣人套装反甲，圣人套装回复，圣人套装急速。这时宁晨赶忙催发起圣人套装自带的各种能力，顿时再度让自身战力激增一大截。豁然间，他开始以强绝志式反杀一众守关者，有上古神剑直接将一只凶禽给力劈在高天，有一火地炎将一头狂猛妖兽焚灭成灰烬，有万法神通将一道人族身影轰得破破烂烂。得到圣人套装全面加持的宁晨，像是纵然一跃从半圣第1段晋升了半圣第3段一般，而同境之下，他自然是呈无敌姿态的横扫。他这是用了什么手段？怎能增长这么多战力？这一刻，外界暗中观察的秦玄之大吃一惊。嗡！强烈求知欲让他的一对圣眸逐渐亮如火炬，在一记瞳术加持下，他终于看穿宁晨的伪装。那是什么？圣器吗？不是单一的圣器，圣盔、圣甲、圣腕、圣靴、天，他居然有一整套圣人装备。震惊、羡慕以及深深贪婪顿时浮现在秦玄之圣眸之中。须知圣器极其难得，哪怕他作为大陆唯一的圣人，手头上不过才有2件圣器而已。而眼下只有区区半圣第1段的宁晨，身上居然穿戴着由一整套圣器所打造出的套装，这简直奢侈到天上去了。宁晨啊，宁晨，你可千万要闯关成功啊！这一刻，秦玄之原本淡然的心瞬间提了上来，因为眼下宁晨要死在乾坤道第9关中，身上的圣人套装自然会遗落在乾坤道第9关。乾坤道十分特殊，乃是天外天强者的手笔，他纵然作为高高在上的圣人，也只能从第1关闯起。可到时乾坤道的考验就是针对圣人而设了，他哪有那个本事走到第9关？所以眼下他比安北雪还要想宁晨闯关成功。事后虽然不好硬抢，但至少能徐徐图谋。轰轰！乾坤道第9关中，宁晨自然不知圣人套装被秦玄之注意到了。眼下在圣人套装的全面加持之下，他整个人已经有了横推半圣第3段的无敌实力。对面的守关者在他一波又一波的攻杀下，一尊接一尊陨落，通关已经是时间问题了。彼时外界随着时间推移，有很多人已经在摇头叹息了。这么久了，宁晨还没有通过，看来已经很难通关了。是啊，终究是最难的第9关，他能坚持这么长时间不死，就已经是一桩奇迹了。至于无极阴阳2宫老祖，更是满目狰狞道：哼，这个宁晨看来已经必死无疑了。此乃现世报，敢灭我无极阴阳2宫，他不死谁死？而一旁安北雪没有多言，美眸只紧紧盯着。他相信宁晨绝不会让他失望。当，果不其然，又过半刻钟，通关中营终于传出，瞬间全场沸腾。当第9道通关中营从乾坤道中传出来之后，整个外界上到半圣高层，下到长老弟子，全都瞬间陷入沸腾。响了，中营响了，宁晨通过第9关了！天啊，乾坤道史上第一个通关者出现了！很多人都压抑不住自己的声音，惊呼高喝。毕竟古往今来，从未有人通关过乾坤道，而眼下宁晨却做到了，这显然是一桩奇迹。不，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啊！无极老祖与阴阳老祖2人难以置信的大叫，脸色犹如吃了一大碗死苍蝇般难看至极。宁晨通关了乾坤道，按照圣德立下的规矩，显然什么罪责都不用担了，彻底洗清，灭公之仇将不了了之。哈哈！同一时间，安北雪则是豁然间开怀大笑，顾俏美丽的脸上尽是振奋与如释重负。我就知道姐夫一定能行。就连乾坤圣主秦玄之也是暗中吐出一口气，那一对圣眸的深处泛起兴奋与贪婪。圣人套装啊，小小半圣1段岂能把握得住？本座必须要得到。与此同时，乾坤道中在通关中营响彻的刹那，就连秦玄之都无法再窥探其中景象。可宁晨并没有离开乾坤道，反而周围空间再度变换，
眨眼便浮现出一幅奇异的光景。那是一方浩瀚无尽、古老苍茫的大世界，日月轮转，群星闪耀，共同环绕乾坤寰宇。这是什么地方？绝非天星大陆，难道是传说中的天外天大世界？宁晨内心第一时间便是做出了相应的判断。同一时间，那道冰冷宏大的声音在耳边响彻：乾坤道上明，奇才如蛟鹏，一日腾飞起，扶摇入清明通关者，当受一枚乾坤秘月，可开虚空密道，直入乾坤大世界。嗡！声音传荡间，一方光芒熠熠的钥匙落入宁晨手中。乾坤秘月，靠此可前往乾坤大世界。嘶！宁晨倒吸一口冷气，深知这枚乾坤秘月是一种价值无量的东西。须知天外大世界，那可是传说中的地方，是天星大陆上所有修士都为之向往的地方。要是被人知道他现在有一枚秘月可以直接通往乾坤大世界，怕是会引起所有人暴动，哪怕是秦玄之那般的圣人，也要为之疯狂。唰！没有犹豫，他第一时间便将秘月收入系统空间，藏好，并不打算用它。一来，以他只想吃喝玩乐的躺平心态，根本对大陆修士为之向往的乾坤大世界不感冒；二来，以他如今的修为实力，在大陆都称不上无敌，去什么乾坤大世界，自找苦吃。切，给乾坤秘月，还不如给些修炼资源，至少还能用来发展大宁王朝。宁晨忍不住吐槽，结果不知巧合还是怎地，那道冰冷宏大的意志再度响起，令通关者还有丰厚奖励。唰，一方小袋子再次落入宁晨手中，其上绣乾坤二字。真有奖励？这么贴心吗？宁晨双眸亮起，下一刻打开乾坤袋探查，结果这一看之下，他顿时惊了。此袋虽只有巴掌大，但袋如其名，内有乾坤，其中放置着密密麻麻的修行资源、灵石丹药、法门秘术、兵器符箓等等，应有尽有，甚至其中不乏圣法、圣兵、圣丹等圣级物品，总价值估算下来，堪比10个太仓秘府，足以让他另立一个乾坤圣地，不是好几个乾坤圣地。此番前来原本是为了脱险，没想到还能有如此收获，当真是意外之喜，不虚此行。宁晨咂了咂舌，十分满意。最终，当他将乾坤袋中收入系统空间之后，那道宏大意志这才彻底消寂，眼前的奇异光景也逐渐扭曲，天地间被一片赤白取代。最终，当赤白光芒收敛，宁晨已然出离了乾坤道，重新来到了外界。刷刷刷！然而宁晨刚一出来，便感受到万千目光望来，其中有震惊，有悍然，有敬佩等，当然更少不了愤怒与恨意。不过看样子，外界之人并不是最后的奖励，这让他暗松一口气，否则今日就更麻烦了。姐夫，你太厉害了，我就知道你能成功。唰！这时伴随一声呼唤，安北雪直接扑进了宁晨怀抱，丝毫没有在意周围异样的眼光。宁晨顺势轻轻咬了一下后者的耳垂，调笑道：呵呵，那是，你也不看看我是谁的姐夫。安北雪被宁晨的举动瞬间挑逗的耳窝通红，但她并未反感，反而脸上露出久违的甜蜜。直到两道充满怨愤的声音响起，这才让两人分开。作弊，他一定是在乾坤道中作弊了，古今都没人通过的乾坤道，他怎么能通过？只见无极老祖与阴阳老祖两人跳出来质疑，显然是王宁晨知心不死，可笑至极。对此，安北雪则是冷声反斥道：作弊？你们怎么好意思找这么蹩脚的理由的？要么你们两个进入乾坤道去作弊，通关一次。同一时间，就连周围人群都纷纷摇头，作弊？这理由太牵强了，要是乾坤道能作弊，岂有这么多人通不过？无极阴阳两宫老祖脸色微窘，当即嚷嚷道：我们又没有犯事，我们闯什么乾坤道？圣主，看在无极祖师与阴阳祖师与圣地的香火情分上，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我们无极宫与阴阳宫的强者死得惨啊！最后，无极阴阳两宫老祖齐齐向秦玄之哭诉，安北雪也看向秦玄之，喝道：圣主明鉴，我姐夫闯过乾坤道，当免去所有罪责。这一刻，所有人目光全都落在了秦玄之身上。正所谓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到头来这件事的性质还需要秦玄之这个圣人来定夺。乾坤道规矩乃是圣地祖师钦定，不容置疑。宁晨既闯过乾坤道，自然当免去所有罪责。秦玄之此话一出，无极阴阳两宫老祖自然不干，刚想再哭诉，却遭到前者呵斥，不得再多言。两人身躯一颤，只好满脸阴郁地退到一旁。安北雪松了一口气，内心的石头落了地。而下一刻，秦玄之的目光则落在宁晨身上。这一刻，他很想直接出手将宁晨身上的圣人套装抢来，但身为乾坤圣主，高高在上的圣人境强者，如何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干强抢行径？而且还有安北雪，如果他出手，对方肯定会以血皇圣体威胁他。爸，还是徐图之。秦玄之内心作罢，随而满脸赞赏地看向宁晨。宁晨，你能通关乾坤道，证明其天赋实力无双。本座惜才，欲立你为乾坤圣子，不知你可愿否？哗！这番话一出，周围的人群当即浮现一片哗然，全然没想到宁晨通关乾坤道，被免去罪责不说，居然还要被立为乾坤圣地的圣子，这完全是一步登天了呀！震惊、羡慕、嫉妒等等神色
涌现在四面八方人群的脸庞上。立姐夫为乾坤圣子，安北雪也欣然一喜，毕竟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护不了宁晨与大宁王朝多久。但倘若宁晨能够成为圣子，就算日后自己不在了，也不再有什么危险啊！不可啊，这怎么可以呢？这一刻，无极老祖、阴阳老祖两人强烈反对。宁晨就算今日免去罪责，他们大不了等待一段时日，再找新的理由与机会对付对方。可一旦成了乾坤圣子，地位甚至还在他们之上，届时他们别说复仇了，甚至还要被宁晨报复，这怎么能成？圣主三思，甚至就连万宝峰峰主李长河等人都站出来了。显然宁晨成为圣子，于他们也没什么好处。唰！可秦玄之没有多言，只一挥手压下所有反对。他之所以立宁晨为乾坤圣子，是想让对方在他近前，他好图谋对方那一身圣人套装。这群蠢货只会误他的好事。呵呵。这时宁晨却突然一笑，随而摇头道：“多谢秦圣主好意，我这个人懒散惯了，只会躺平玩乐，可做不来圣子之位。”他虽然不知晓秦玄之盯上了他的圣人套装，但他深知自己秘密众多，岂能待在一尊圣人强者的眼皮子底下？这与扒拉他的底裤有什么分别？更重要的是，他最大的爱好可是躺平享受。做圣子拉倒吧，给狗都不做。哗！就在宁晨如此想时，周围的圣地门人全员惊愕。靠！拒绝了！他居然拒绝了！那可是乾坤圣子之位啊，多少人梦寐以求啊！这就是能闯过乾坤道的天才吗？也太任性了！无极阴阳老祖、李长河等人也是目瞪口呆，随而大喜：嘿，这个傻子，他居然拒绝了！好，天助我们也！就连秦玄之也没想到宁晨会拒绝做圣子之位，忍不住再次提醒道：“宁晨，圣子的地位在我乾坤圣地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仅次于本圣主与圣女同等啊！”我知道，但不好意思，我志不在此。宁晨再次摇头，随而看了一眼安北雪，冲秦玄之笑道：“呵呵，如果秦圣主妃要给什么奖赏的话，不如让北雪跟我回家吧。”唰，周围人群升起古怪之色，秦玄之也脸色一沉，自己放着圣子不做，还要拐走圣女是吧？呵呵，你说笑了，北雪乃是我乾坤圣地唯一的圣女，岂能跟随你回世俗之地？秦玄之面笑皮不笑的拒绝。宁晨他可以不要，但安北雪这只血皇是绝对不能有失的，否则连他都吃不了，兜着走。这时不待宁晨再言，安北雪却上前一步，摇头道：“姐夫，不必细言了，你既无圣子之志，那就早早回大宁吧，莫让姐姐担心。”同时他暗中却在传音，声音十分的沉重：“姐夫，我早已身陷樊笼，你现在就不出我的，赶快回去吧，莫激怒了秦玄之。倘若真想救我出水火，等成了圣再来。”唰！宁晨内心沉重，从第一次重逢之际，他就隐约看出安北雪这个乾坤圣女做的不自由，眼下果然被证实了。是秦玄之吗？若只是秦玄之，或许用不了成圣，但若还牵扯更强的人，那就麻烦了。宁晨内心微沉，可眼下连秦玄之他都不是对手，再待下去也没意义，当即抱拳：“北雪、秦圣主，诸位告辞。”唰！言罢，宁晨化为一道红光，飞离了乾坤圣地。看着宁晨离去的背影，安北雪、秦玄之，包括无极阴阳老祖等人，目光全在烁烁发光。担忧、贪婪、杀意，不同的思绪在其上流转。2天后，宁晨重新回到了世俗界大宁王朝。夫君，你安全回来了，太好了，我担心死了。当看到安全归来的宁晨，安南境顿时扑上来，身后跟来的银鬼三圣四将等人也如释重负。显然，宁晨如今乃是大宁王朝的定海神柱。他不在的这段时间，大宁王朝如同失去了三魂七魄，如今回来，这才算是重新定鼎。娘子，我没事，但北雪却遇到了麻烦。宁晨沉声道。安南境顿时露出不解：北雪，她可是乾坤圣女，能有什么麻烦？就是因为她是乾坤圣女，所以才麻烦。宁晨将北雪的处境说出，具体的虽然不知，但至少能确定一点，秦玄之这个圣人是敌人。北雪处境牵扯到圣人，我们该如何是好啊？得知安北雪处境后，安南境脸上升起担忧，但一想到敌人是高高在上的圣人，他内心就升起一种无力感。毕竟眼下他连半圣境都没有，更何况圣人。哪怕他的境界已经极为快速了，短短8、9年就从武神之境修到了如今的大道巅峰，大宁也从原先的世俗王朝变成了顶级势力。可面对乾坤圣地这种庞然大物，仍旧不够看。南境娘子现在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尽可能提升自身实力与大宁国力。宁晨摇了摇头，挥手将乾坤道的奖励以及这几年积攒的系统奖励尽数给了安南境。这里面的资源乃是我通关乾坤道得来的，按照体量来说，足够将大宁王朝打造成超越乾坤圣地的存在了。至于怎么分配奖赏，你应该比我清楚。这些年宁晨只负责给资源，具体如何培养强者发展国力，并没有安南境这个女帝懂得多。安南境大吃一惊，但旋即脸色便是兴奋起来。好，有如此庞大的资源，只要给我时间，我有信心将大宁王朝发展大宁圣朝。安南境脸上干劲十足，转身便是开朝会去了。毕竟只有大宁王朝强大了，
他的修为才会更强，才有机会去救北雪。唉，南靖娘子的能力我不担心，唯一缺少的就是时间啊。看着离去的安南靖，宁晨不由得叹息一声。可还是那句话，只要没死，该躺平还得躺平。毕竟急躁与努力，于他来说就是一种拖累。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这世道，先享受才是真享受。等老了，快死了，还享受个锤子？叮！恭喜宿主躺平9年半，获得奖励神魂观想法。眨眼间又过去半年，这一日，新的奖励到来，顿时让躺在藤椅上的宁晨脸色惊喜万分。须知，在这半年间，靠着先天一气诀，他的灵力也再度成圣，晋升了半圣境第2段。但苦于没有好的神魂法门，迟迟进不了第3段。而眼下的神魂观想法显然正对下怀。神魂观想法以神识观想，心念每想一次便可壮大1分，日夜观想可聚神魂。还得是躺平奖励，只要想一下神识就会壮大1次，倒是轻轻松松，不需要努力。宁晨欣喜不已，十分满意这一篇神魂观想法。须知乾坤道奖励不是没有增强神识的法门，可那些法门不是需要苦修，就是需要特定环境。总而言之，不仅麻烦，而且效率低，哪像这篇神魂观想法，只要想一想就能变强。我想，没有犹豫，宁晨于藤椅上闭目，开始观想。可见随着他的心念翻转，不断观想，他的神识顿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的壮大。这般下去，根本用不了多久，就能成功让神识化圣，凝聚出神魂，晋升半圣第3段。当然，除了宁晨日渐变强之外，整个大宁王朝也在安南禁用海量资源奖励培养下，国力迅速增强，1天1小变，3天1大变。短短半年，安南禁便成功达到了半圣第1段。此外，王朝之中还有更多的武神超凡，如雨后春笋不断冒出，甚至就连大道修士都在井喷。总而言之，距离大宁王朝蜕变成大宁圣朝已经不远矣。然而，就在宁晨与大宁竭力抓时间变强之际，乾坤圣地圣主洞府，一袭白衣，脑后生还的乾坤圣主秦玄之突然睁开双眸，其中贪婪之色再也抑制不住。苦也，如今本座闭眼是圣人套装，睁眼也是圣人套装，几乎已经成了我的心魔。本座必须要得到圣人套装才行。不过此事虚做的隐蔽些，至少不能让安北雪发觉。嗡，念及至此，秦玄之顿时计上心头，微微晃身，滔滔胜利顿时在自己对面凝聚出一道身影。很快，一具长相与自己截然不同的分身便是凝聚而出，而且被他套上了宽大的黑袍，更显未知与神秘。最重要的是，身为他的分身，虽然没有本尊的圣人修为，但也堪比半圣第4段强者。那个宁晨不过是半圣第1段，哪怕仗着圣人套装能够斩杀半圣第3段，但也绝不是我这具分身的对手。只要小心行事，足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将宁晨镇压，将他身上的圣人套装给抢来。秦玄之心头呢喃，再三梳理，觉得此计可行。最后一挥手，去吧！唰，秦玄之分身身影一闪，悄无声息消失在圣地。其遁速之快，不过大半日便抵达了世俗界。当踏入大宁王朝之后，分身顿时有些诧异，这大宁王朝真是好大的气象，无尽气运，天地灵脉，超凡灵术，造化水池，万象天罗，各个方面都快赶上我乾坤圣地了。这绝对是一个重大隐患啊！这种意外发现让秦玄之分身心头有些凛然，但他所凝聚出来的分身不同于宁晨神通身外化身，分身与本尊之间记忆并不同步，只能决定等成功夺取圣人套装回去后，定要将此地情况一五一十的禀告给本尊，绝对不能再任由大宁王朝继续发展下去。乾坤圣地的霸主地位绝对不能被动摇。唰，来到大宁皇城后，他的神识悄无声息覆盖下去。作为半圣第4段，还是一尊圣人凝聚的分身，这具分身自认为没有人能够察觉到他的存在。殊不知，他的神识刚刚从高天之上探下来，那正在女帝宫中藤椅之上观想的宁晨顿时有感，这是什么人的神识？感觉比之半圣第3段还要强大，而且给人的感觉来者不善。唰，面对敌人，宁晨自然不愿对方潜入皇城大闹，于是微微一晃，身影刹那便是消失在藤椅上。再出现，已然来到高天黑袍身影近前，震喝何方宵小，为何窥探我大宁王朝啊？怎么可能？秦玄之的分身瞳孔惊缩，显然被吓了一跳，根本没想到他神识刚探出就惊动了宁晨，这特么是什么鬼神诀啊，也忒吓人了。不过短暂的震惊之后，秦玄之分身又是一喜，好啊好，既然主动来了，那也省得他找了。若是在这万米高天之上解决掉宁晨，完全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叫，简直完美。轰！于是他没有任何犹豫，张手便朝着宁晨一抓。这一抓之下，一只长达100米的掌印直接横推，五指之上汹涌着沉如山岳的镇压之力，一副要将宁晨镇压在手掌之下的霸道姿态。半圣第4段，不是无极阴阳2宫老祖。看到这一幕，宁晨脸色顿时有些微微凛然。
刚才他下意识还以为对方是无极阴阳两宫老祖其中某一人伪装的，欲暗中前来报复。可他之前在乾坤圣地看得清楚，无极阴阳两宫老祖只有半圣第3段，难道是最近半年他们有人破入了第4段？亦或者说此人的身份另有蹊跷？宁晨内心十分不解，但有一点他敢肯定，半圣第4阶段的强者绝对出自乾坤圣地，因为除了乾坤圣地，没有势力有4段强者。可眼看恢宏大手压来，宁晨也来不及再多想，至尊神体震动，先天一气诀也是快速运转，肉身成圣，灵力成圣，2段半圣之力爆发。随而宁晨握掌成拳，直接悍然轰了过去，以2段半圣之力硬刚半圣第4段。咚！高天之上，拳掌瞬间轰撞在一起，顿时传出惊天轰鸣。轰！拳掌轰鸣，一如乾坤对撞，激荡起无尽风潮。风暴所过，万里高天上的云层被搅得混乱，似有雷电蔓延，震出一条条虚空裂缝。咦，怎么突然打雷了？难道要下雨了？快回家收衣服了。下方大宁皇城，不知多少人仰天看了一眼，但距离太过遥远，他们根本看不到什么。殊不知高天之上早已陷入狂暴的对轰，直到2道闷响，宁晨与秦玄之分身这才倒退。宁晨足足倒退上100丈，只觉得气血有些翻涌，刚才打出的拳头都隐隐有些颤抖疼痛。好强的力量，此人哪怕在半圣第4段也不弱了。宁晨内心做出判断，脸色俨然凝重了3分。殊不知对面的秦玄之虽然只退了10几丈，但内心的震惊程度丝毫不弱于宁晨。半圣第2段，短短半年，他居然晋升了半圣第2段。须知半圣4段，一般的半圣强者想要升一段，皆需要上100年的打磨方才有机会，就算是一些修行天才，也至少得几10年时间。可眼下不过半年而已，宁晨居然就从第1段半圣晋升到第2段半圣，这简直逆天。更恐怖的是，对方竟能以2段半圣的实力硬汉他这具拥有半圣4段实力的分身，这就更加离谱了。死子不能留了呀！倏然，秦玄之分身双眸中除贪婪外，亦迸发出杀意。原本他此来只是想夺走宁晨的圣人套装，可眼下宁晨修行的太快了，令他很是心悸，既不能为他所用，那就必须要扼杀掉才行。轰！于是秦玄之再度出手，这一次他不再留手，那属于半圣4段初期的力量全面升腾，肉身成圣之力，灵力成圣之能，神识成圣之魂，3种截然不同的力量在他头顶形成3道圣环。空空空！下一刻，当3道圣环一震，顿时爆发3道神芒，神芒粗大如柱，呈现3种光色，洞穿高天。霎时间，宁晨只觉得肉身、灵力以及神魂皆如针扎，隐隐升起刺痛之感，显然其力很可怕。天地同力，至尊领域，没有大意，宁晨第一时间施展出至尊神体2重玄妙，一重增加自身，一重镇压对方。嗡嗡！霎时间，双方力量此消彼长，差距拉小一截。但哪怕如此，3种力量仍旧充斥巨大威胁。杀身剑、斩灵剑、灭魂剑，宁晨只得再度祭出3柄上古神剑，呼啸斩出，罡风卷动，凌波浩渺，当场斩中袭来的神光。3道爆炸声几乎是同时响起，炸裂的能量狂潮顿时席卷8方长空，动荡了天上地下。仗着3件特殊属性，宁晨彻底斩爆对方攻势。哼！然而这也彻底激怒了对方。冷喝之间，头顶上的3道圣环更加璀璨明亮，随而一道道神光不断喷薄而出，而且其中还夹杂着一道道术法神通，更平添其威势。其中每一道神光都几乎能够秒杀1段或2段半圣，哪怕是3段半圣境也非死即残。宁晨却不曾畏缩，操纵3大上古神剑不断劈斩，同时也祭出异火地炎，演化出各种神通。一时间，宁晨与秦玄之分身于高天陷入激战，碰撞出的轰鸣爆炸犹如连绵不绝的雷鸣，不断传响天上地下，让皇城行人更加匆忙。3圣合一。突然某一刻，秦玄之身影陡然发出一声低喝，头顶上那3道分别代表肉身、灵力、神魂的圣环，竟是顷刻间融合在一起，短短片刻，形成一方糅杂3种光色力量更恐怖的圣环。死！当死字一出，这道3色圣环顿时嗡鸣震动，到了临界点后，陡然喷薄出一道圣光，眨眼便是洞穿虚空，裹挟着惊天撼地的威能，径直杀向宁晨。沿途天地扭曲破碎，十分可怕。唰！这一刻，饶是宁晨心神也是忍不住悚然，深知仅凭眼下的实力，怕是挡不住这一击，不死也得重伤。于是只得动用底牌圣人套装。吭吭！随着一阵阵坑鸣，那于青袍下隐没的圣人套装尽数被催动，圣盔、圣甲、圣靴等等，一股股外力顷刻蔓延到宁晨的4肢百骸内，将他一身实力当场拔高了数倍有余。斩！宁晨面容狂肆，当即操纵3柄神剑力斩而下，接连3声爆鸣，第一剑将其斩停，第2剑将其斩裂，第3剑已然将其彻底斩爆开来。滚滚灵能浩荡间，宁晨一身气息盖压高天，犹如一尊下凡巡天的神将，充斥着莫大威严。圣人套装如此奇宝，
岂能被你掌握？这是属于本座的。看到这一幕，秦玄之分身眸子中顿时爆发金芒，显然看出来宁晨动用了圣人套装，这让他的贪婪与杀意更加炽烈与可怖了。轰！于是下一刻，秦玄之这道分身陷入了狂暴，肉身、灵力、神魂皆浮现出一层光焰，光焰熊熊燃烧，隐约在三色圣环内聚出一道圣影，这使得他的力量更加可怕与摄人，几乎每一击都能够重创铜镜的四段出气。显而易见，秦玄之已经将这具分身的潜能与力量施展到极限，在他眼里，一般的四段半圣根本不会是他的对手，更何况二段。可接下来的情况却远远超乎他内心的预料，哪怕在他如此战力之下，宁晨也丝毫不虚。在圣人套装的加持下，他的每一剑似有无敌之力，竟是破灭了他一道又一道的攻势，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彻底反过来将他给压制，一剑接一剑暴砍，头顶圣环裂纹遍布。同时，这具分身亦是犹如被摔碎的瓷器般。可恶，怎会如此？这让秦玄之这具分身陷入愤怒，脸色极为难看。毕竟他此次就是为抢夺宁晨的圣人套装而来，结果到头来却败在了圣人套装之下。斩！最终伴随着宁晨一道震喝，三剑全力斩下，那道三色光环瞬间崩碎，其中圣影亦是泯灭。砰！连带着秦玄之这具分身也随着一声不甘的怒吼，当场炸开。